完了，渡劫失败了。作为修真界乌鸦一族中最牛逼、最勤奋、医术最高明的小乌鸦，他认真扎实地修炼了1103年又65天。渡劫时扛下8道天雷，终于要化为人形时，一时得意，被最后一道劫雷打回了原形。哦，不是原形，是差点魂飞魄散。幸好鸦爹眼疾手快，耗费500年修为，保住了他的魂魄。此刻他正浑浑噩噩，云里雾里，不知今夕是何夕。在雷电风雨交织的恐怖声中，隐约似有人说话：丫丫他娘，快点快点，再晚丫丫就真的魂飞魄散了。他爹，我舍不得。哎呀，你放心好了，虽然是凡人界，但我给咱家丫丫找了户好人家，一国公主，将来吃香的喝辣的，啊，错不了。那我放手了。放手，放手，快点儿！天玄大陆大眼国灵山县柳湾镇陶家庄。哎呦，疼死我了，疼！他娘，快让我进去，让我进去！滚滚滚！你个老不羞的，都快当爷爷了，还让老娘我给你生孩子，滚一边去！娘，我们把爹赶出去，您别生气，别气坏身子了哈。老三、老四，你们两个小混蛋，胆子肥了哈！放开我，我要进去陪你们娘！不放，不放！再让娘生气，生出来的小妹妹就成小气包了。陶林晓、陶林霄，你们两个反了是不是？放开老子！不放，不放！大妹子，踩开了4道骨缝，你这孩子怕是不行了。闭上你的臭嘴！你才不行了，你全家都不行了！嘿，你这小贱妇，竟敢咒老娘全家！你这是以后不打算用到我了是吧？妈婆子，叫你是来接生的，不是叫你来耍嘴皮子的。你再骂我儿媳妇一句，我怼死你！老娘我要等死了！你快想办法，不然我砸你的饭碗！自己的儿媳妇再不好，也只能自己训斥。这个老婆子算老几？哼，不跟你一般见识。他再次掀开被子看了一眼，说道：实在不行就下床走走吧，前些日子白地主家儿媳妇生不出来，在地上走了一会儿就生了。行，扶我。在儿媳妇和马稳婆的搀扶下来回走动，乌鸦呀终于清醒过来，用小爪子抓着眼前的魂魄，小心翼翼地问：你真的不要你这身体了吗？你再不回身体就要魂飞魄散啊！不要了，做人太苦了，就魂飞魄散吧。那我真的要接手了。祝你好运，小乌鸦。好运好运，当然好运。不过你真的不再考虑考虑了？小乌鸦，我真的不要了。话音落下，对方猛地推了乌鸦鸦一下，乌鸦鸦跌落进了母胎中的小身体里，眼睁睁地看着对方魂飞魄散。完了，还没问他上一世的事呢。想不到有人宁愿魂飞魄散也不要重生，这究竟是为什么呀？疑惑归疑惑，但仅仅3秒钟，乌鸦呀便将疑惑抛到脑后。老子终于做人了，管他是为什么呢。他高兴地伸了伸腿，撩了撩胳膊，发现自己像是泡在温泉里，好舒服啊！咋好像有一股力量在往外挤压他？这是要出生了！丫丫本丫太高兴了，他兴奋地大叫3声，顺着那股力量使劲往外冲。
真的要生了，都看到头了，乌黑乌黑的胎发，快用力！这一次没费多大劲儿，陆元香略一用力，胎儿便滑了出来。马稳婆看着落入手中的小婴儿，眼里闪过激动兴奋的光芒，说道：是个姑娘！哎呀，糟了糟了，大妹子，孩子憋太久，已经没气了。不可能，我刚才感觉到她动了，你快把孩子给我看看。快把我小妹妹给我婆婆！已经死了，看啥看？看了心里难受。乌鸦呀正在努力的呼吸，突然被勒得死紧，呼吸困难，一口气憋在胸口，上不去下不来。错了，全错了。他咋重生在一个出生即死、魂魄飘荡人间的小婴孩身上？难怪原主宁愿魂飞魄散也不要重生，这是什么倒霉冤种命？关键是他的魂魄还是乌鸦呀，太惨了，比原主还惨。马婆子，你快把孩子给我！你们别看了，真的死了，看了心里难受。死的婴孩我最会处理了，保证他来世投个好胎，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你个贼婆子，快把我小妹妹还给我！娘，我还有气，真的有气！救命啊！救命！这个老妖婆要拿我去练九阴聚阴阵，娘亲快救命呀！谁在说话？娘亲，我要被这个老妖婆子勒死了！我不想做正眼。声音是从那边传来的，母爱的超能量瞬间爆发，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向马稳婆，一把抢过襁褓，急速往后退去。这一番动作几乎耗尽了他所有的力气，身体踉跄着，眼看就要倒下。娘，快把孩子给我！生了个赔钱货，有什么好稀罕的？你才是赔钱货，你全家都是赔钱货！确定了，这声音就是从自己小闺女身上发出来的。可是小闺女并未开口啊，难道她能听到小闺女的心声？今天有我在，你休想害我小妹！爹，三弟四弟快来啊！马婆姐害我小妹！门被大力踹开。马婆子，你竟敢祸害老子的小闺女！我看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老贼婆，你敢害我小妹，老子打断你的腿！老贼婆，你竟敢害我小妹，老子打死你！哎呦喂！老贼婆，看什么看？你敢打我小妹的主意，老子打死你！老四，打腿！陶凌晓见状大叫一声，陶凌霄挥到半途的木棍紧急转了个方向，砸在马稳婆的腿上。哎呦，小瘪崽子，死穷鬼，你竟敢打我！马稳婆痛呼一声，扑通摔倒在地。陶凌晓上前，抬脚狠狠地踩在他胸口，用力碾压了一下，冷笑道：打的就是你，快说，为何要害我小妹？我没有害她，真没有。那个你们家小闺女生出来时就没气了，我担心大妹子见了小模样后心里难受，想帮你们处理了，你们还不领情。你才没气了，你全家都没气了。娘，我还有口气，真的，你摸摸。他们相互看了一眼，而后各自四下张望，好像有小孩子在说话。起开吧你！马稳婆趁陶宇安父子愣神间，一把将陶凌晓掀翻在地，随后一个咕噜爬起来，弓着身子撞开陶凌霄和陶宇安，连滚带爬地跑出了房间。老大媳妇儿，你扶我上炕就行了。娘，你快摸摸我的鼻子，我有气，是活的。陆元香的眼睛湿润了，泪水忍不住流了下来。真好，正好，她的小闺女没事。娘，怎么下雨啦？家里的球超出我的想象了吗？屋顶都漏雨了。娘，给您剪刀，
我用热水烫过了。娘，您会剪脐带吗？会的，生老二那会儿没等到稳婆来就生了，是娘自己给老二剪的脐带。娘亲，你轻点呀，我怕疼。老大媳妇儿，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娘，我听到麻婆子的哀求声和求饶声了，肯定是挨揍了。哼，揍死那个狗娘养的，竟敢害小妹！揍死那个狗娘养的，竟敢害小妹！老大媳妇儿啊，你可是秀才家的闺女，往后啊，说话文雅一些。好的，娘，我就是气不过。老大媳妇儿，你知道吗？剪脐带是不疼的，就像剪手脚指甲一般。是吗？我还以为会很疼呢。娘，这你都知道，真是太厉害了。真的不疼耶，我娘亲就是厉害，懂得真多。呀，我娘亲温柔又美丽，我喜欢，下一个，么么哒。娘，您吃碗红糖鸡蛋水垫垫肚子。呀，红糖鸡蛋水，我修炼了1000多年都没尝过滋味。修炼了1000多年，1000多年，自己的闺女是什么投胎？妖、魔、鬼、怪、精。耶，娘，小妹睁开眼了。我记得我家大妹和小弟出生好几天才会睁眼呢。哇，娘，快看，小妹看我了。小妹肯定是天下最聪明的小妹。她猛然松了口气，抬手轻轻抚摸上那柔软娇嫩的小脸蛋，笑了。是她着相了，自己生的闺女怎么可能是妖魔鬼怪？她肯定是仙女下凡。老大媳妇儿，麻婆子真的抓住了吧？真的抓住了。我去做鸡蛋水的时候，看到她已经被捆起来丢柴房里了。爹说明天一早押她去衙门报案。哼，叫我说直接灭了她得了。直接灭了她得了。娘，您怎么咳嗽的这样严重？是不是刚刚受凉了？儿媳妇儿啊，以后说话要注意一点用词。你是长媳，凡事要以身作则，给下面的弟弟妹妹带个好头。咱是秀才之家，不兴那些打打杀杀的虎狼之词。好了，我无事了，不用拍了，去把你爹叫进来。哎，好的，我听娘的话，以后说话会注意的。娘，我们也要看小妹妹。你们3个干什么呢？还不快点进来，当心吹进冷风来，冻着我小闺女。小妹妹朝着炕边飞奔而去。小闺女儿，我宝贝儿的小闺女儿。哇，我小妹妹可真倔啊！我小妹妹真聪明。哇，我小闺女长得真像我。切，你们2个那是什么眼神？羡慕的眼神。哎，快看，小妹妹在看我呢。那是在看我。不对，她当然是在看我这个爹。呀，什么东西黑乎啦一片？正争吵的3人同时身形一僵，又听到了。陆元香看到3人的神情，哪里还有什么不明白的？恐怕这父子3人也能听到小闺女的心声吧？自己不是唯一了，好忧伤。我知道了，是霉运，这黑乎啦一片是霉运。怎么会有这么浓重的霉运呢？还在一家人身上，这不符合修真法则。珍贵了，这狗命保住了，先睡一觉，醒来再好好琢磨琢磨。他爹，你是不是能听到小闺女的？他娘，你也能听到？我们都能听到。那你们会不会觉得他有什么不妥？有什么不妥？这也说明咱们和小闺女心意相通。娘，我大嫂能不能听到啊？我试探过了，
你大嫂她听不到。可能只有血脉相连的亲人才能听到。这好办，那大哥二哥回来之后试试不就知道了。小闺女是下凡，她好像知晓未来。大娘，你还听到什么了？她还说她修炼了1000多年，从未吃过红糖鸡蛋水，馋得小嘴直吧嗒，其他的就没有了。1000多年？傻子，你小声点儿，天上的神仙1000多岁才是小孩呢。三哥如何知晓天上的事儿？多看书。照你这样说来，咱小闺女可能真不是一般人物。那她说那老钱婆要拿她做阵眼，就是真的了？爹，我们去审一下那老钱婆。在父子3人去审马稳婆的时候，杨秀娥走了进来，她眼里含着浓浓的担忧。娘，我今天一天没看到大妹，她房间的门反锁着。杨秀娥口中的大妹是陶家在10年前从人牙子手里救下来的，于是陶家便收留了她，期望哪天她的父母能找来。云云老早就问过我，要是生了小妹妹会不会不喜欢她了。你说娘怎么能不喜欢她了呢？这孩子怕是知道我要生了，心里难受，故意躲起来了吧。老大媳妇儿，你把炖的鸡汤给她温着，等她饿了出来吃。哎，我晓得了。柴房里，你最好老实点儿，不然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哼，有贼心没贼胆的死婆子。我问你答。马稳婆现在悔得肠子都青了。说说吧，你为何要害我的小闺女？你最好说实话啊，要不然老子一寸一寸捏断你的骨头，扒了你的皮。儿子错了，您才是老子。快说，不然按我三哥说的那样，捏断你的骨头，扒了你的皮。而且神还活着。我说，我没有想害你家小闺女的意思。我看你们家儿女齐全，也不缺一个小闺女不是？你们家这么穷，我给她找个好人家，吃香的喝辣的，不比在你家好。放你娘的屁！我家儿女再多，也用不着你们替我做决定。我家再穷，我们也养得起我家小闺女。告诉你，我家还就稀罕闺女咋的？你不服啊？来咬我啊！你算个什么东西，能决定我闺女的去留？他娘的，你简直就是癞蛤蟆跳油锅，找死！你最好说实话，不然……看什么看？我爹让你说实话，快说，不然小爷我揍死你！哎呦！求求你们别打了！我全都说，是白家村白地主家的管事白二麻子向我买个女婴，他说必须是2月初2出生的，他给了500两银子的高价呀，所以你为了500两银钱就昧了良心，要置我小闺女于死地是吗？不是的，他们要活的不是要死的呀。白家的日子那样好，你闺女去了白家，那是进了福窝，怎么是要她死呢？哼，这么说，我还得感谢你为了我闺女着想了。不用谢，你们放过我就行了。既然你们不愿意卖小闺女，那我就不要了。哼，你还想让我们来谢你？你还不要了？你真是好大的逼脸！我再问你，我娘子今天突然早产，是不是你搞的鬼？不是我，是你家大闺女干的，是她故意引着那些皮小子疯跑，撞到你娘子。
你他娘的放屁！自己做下的缺德事儿，还想让我大妹背锅，你可是真敢说！看我怎么收拾你！陶凌霄一听马稳婆攀扯陶乐韵，顿时不乐意了，抢起棍子就敲。哎呦，我发誓老婆子我说的是真的呀，绝无半句虚言。他偷听到白二麻子和我说的话，他说他有办法让他娘在2月2生孩子，要是生了闺女就给我带，生了儿子就让我捂死啊！你们家大闺女真是坑死我了！你个老贼婆，叫你闭嘴，你听到没有？你再说一句，老子打掉你满口大牙！事到临头了还敢往我大妹上甩锅，我看你是活腻歪了！老四，住手！三哥，你为什么不让我揍他？他败坏大妹的名声。他怎么不败坏你的，不败坏我的，偏偏败坏大妹的？他那是馋我们家大妹长得好看，你不记得了吗？他前年还将大妹说给他侄儿，记起来了吧？当时娘没答应，他这是拉大妹下水，给自己出气呢。哼，幼稚！陶凌晓剜了陶凌霄一眼，转身出了柴房。人有没有说谎，只要看眼神就知道的差不多。他天生对人的神情变化感觉敏锐，他敢断定这麻婆子一定没有说谎。他爹不信，他四弟不信，但他信了，因为陶乐韵天生就是个说谎精，而且据他观察，陶乐韵绝对是个心狠手辣的主。以前不与他计较，因为她是他们的妹妹，没有做危害他们的事。今天这事要是得到证实，他绝对不会轻饶了他。陶凌晓是家里唯一一个不怎么喜欢陶乐韵的人。他走到陶乐韵的房间门口，深深地吸了口气，抬起手敲了敲门。大妹，你出来，三哥有话要问你。他一连敲了3遍，都无人应答。三弟，娘说等大妹自己饿了出来就好，你不要打扰她了。陶凌晓看了杨秀娥一眼，低头沉思了片刻，随后将耳朵贴在门上仔细聆听。房间里没有一丝动静，他心头猛然一跳，一股不祥的感觉笼罩着他。他们家里人一贯运气不好，像被人借了运一般，只有他偶尔会有预感，祝家人躲过一些灾祸，但这种预感时有时无。今天这种感觉又来了。大妹，起来，我有话问你。他走上前，一把掀开被子，只见被子下面堆放着枕头和团扒在一起的衣裳，哪里还有陶乐韵的身影？好得很啊。他转身回到柴房。爹，陶乐韵不在屋里，后床的木格子被撬掉了。他肯定是知道事情败露逃跑了，不信你们看看你们家有没有丢东西。三哥，你不要听这贼婆子胡扯，大妹怎么可能是那样的人？那你告诉我，陶乐韵为何撬床跑了？爹，你看三哥居然怀疑大妹，大妹不是被人偷走了，那咱们快去找她吧。刚走到院子中间，陶凌晓从堂屋跑了出来。爹，家里的银钱不见了，还有您一直珍藏的那块玉佩也不见了。什么？爹，你别急，也许大妹她只是一时想岔罢了。阿萧，你不要说了，你三哥的判断是对的。阿萧，暂时不要让你娘知道，我去找村长。谁呀？半夜3更的，还让不让人睡觉啊？是我，万庄大哥，我找村长叔有急事。哎呀，是元帝，快进来，我去叫我爹。可是侄儿媳妇不好。不是的，村长叔，凌风大娘已经生了，母女平安。嘿呦，那真是恭喜你了，雨安，你两口子终于盼来个亲闺女。既然母女平安，那你这个时辰来找叔叔又是为了啥事儿啊？陶雨安理了一下思路，将马稳婆做的事说了一遍。
岂有此理，简直是丧尽天良。麻婆子这是要干什么？人家闺女要不要关他屁事，竟还做主卖人，这是拐卖。元侄儿，你放心，天一亮我即刻带人押送他去县衙，一定给你讨个公道。还有什么事吗？陶宇安叹了口气，将对陶乐韵的怀疑说了出来。什么？韵丫头竟做了这事，果然养不熟啊。她把能证明你身份的玉佩拿走了，你往后可怎么寻亲呢？唉，都快40了，这个寻亲不寻的都无所谓了。就是我现在也不确定那丫头她究竟要干什么。她可能真的是害怕才跑了，黑灯瞎火的，要是遇到危险怎么办？玉安啊，他就是个白眼狼，你还挂念他干啥？婶，不管她干了什么，她一个女孩子家，晚上在外面不安全，这还得麻烦村长召集人手帮忙找找了。你还担心她安不安全呢？说不定人家现在吃香的喝辣的，自在的很呐。钟婶，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唉，玉安呐，要是你不来说陶乐韵跑了，我还不确定。如今听你一说，我可以肯定陶乐韵啊，她现在安全的很，你就不要担心她了。唉，玉安呐，我说了，你可别怪我多嘴。钟氏再次叹了口气，在陶宇安疑惑的目光中讲了他今天在县城看到的事情。路过一家客栈的时候，他看到一辆华贵的马车停在客栈门口，马车边上仆妇家丁有10数人，离马车不远的地方站着一些看热闹的人，指着马车窃窃私语。哎，大妹子，你们在这儿看什么呢？老嫂子，客栈边上的马车你也看到了吧？啊，那马车怎么了？只是看上去很贵重而已。嗨，你是不知道啊，那马车的主人家里10年前丢的闺女，在咱们县城里找到了。你说偷人家闺女的人缺不缺德？偷了人家闺女10年了，还藏着掖着不给人家，哪家的儿女不是心头宝？你说这样的人家是不是坏透了？呸！要是让我知道是谁，我往他们家门上泼大粪。哦，如果真这样，还真是缺了德了。嘿，你快看，出来了，出来了！天哪，怪不得藏着人家闺女不给，原来姑娘长得这么俊。钟氏随着那妇人指的方向看去，只见客栈里走出一个穿金戴银的姑娘。那姑娘好面熟，怎么看上去是陶宇安家的闺女陶乐韵？大妹子，你确定她是被人偷了藏着不还给她亲生爹娘的？怎么不确定？听说这姑娘是偷着从她那家里跑出来的，在被她家的仆人找到前，身上脏兮兮的。哼，肯定是那家人没好好待她，虐待的。看那马车挺贵重的，是哪儿的贵人啊？应该能找着偷他的人家报仇吧。嗨，是哪儿的人家不知道，人家小姑娘心可善良了，听她家人说去找那家报仇，小姑娘阻止了，说那家人虽然偷了她，好歹把她养大了，就算了吧。哎呀，多么俊俏又善良的姑娘，果然是大户人家出身，在乡野长大，也保留着金贵。钟氏心里又不确定她是陶乐韵了。陶乐韵自私自利，哪里善良？可能是自己看花眼了。雨安呐，别难过了，咱们全村人都给你作证，你是从人牙子手上买的陶乐韵，你们家从来没有虐待过她。
哼，你这养女简直就是个白眼狼，也就你们家人对她如珠如宝，看不到她的坏。你是不知道村里人说什么，咱村呐，真是再没有比陶乐运心眼子再坏的丫头了。村里人给你面子，从不在你家人跟前说就是了。那丫头八成是真的找到亲生父母了，跟着走了。她连告诉你们一声都不告诉，还对外说自己是被偷的，在养父养母家受虐待。这哪一个有良心的人干的啊？更何况她还偷走了你们家全部银钱呢，真是。老婆子，别说了。叔，婶，我先回去了，打扰你们了。好，我醒了，我饿了。娘亲，吃饭。饭呢？我要饿晕了，我吸。你们去做贼了？三人一起摇头。那你们的黑眼圈是哪儿来的？哈哈，我知道，我爹我哥昨晚出去找人了。上一世的这个时候我已经死了，魂魄已经回家了。我看到过爹爹和三哥四哥的黑眼圈，嘿嘿，有点丑。上一世我好惨，这个时间已经做了正眼。幸好这一世娘亲精明，大嫂给力，爹爹哥哥雄起，救回了我的小狗命。这一世白家错过了吉时会怎么做呢？哎呀，太费脑子，不想啦。总之上一世太惨不行，得好好吃饭来安慰我受伤的小心灵。我吸，知道了，真香。咦，怎么没人说话了？云失踪了，我们在她房间里坐了一夜，没休息好。什么？云失踪了？你们还在她房里坐了一夜？你们怎么不赶快去找？这一世的老爹竟然没有连夜去找陶乐运，可真是精明可爱，会眼时间。老爹，你是不是发现陶乐运是白眼狼啦？呀，忘了我还太小，不能说话，要不然就问问啦。老娘，有件事我得告诉你，你听后别着急。你快说，怎么回事儿？本来不打算告诉你的，但有些事我们一家人都知晓，才能更好地应对未知的危险。老三，你去将你大嫂叫进来，一起听听。老爹要是大秘密，我听听。陶凌霄突然扑哧一下笑出声。老四，干什么呢你？我想到昨晚那贼婆子被吓尿了，忍不住想笑。呀，大人了还尿裤裤，羞。就是那个差点勒死我的老妖婆吗？忘了，四哥哥现在听不懂我说的话。昨晚麻婆子都交代了，你们娘早产是陶乐的一手策划。他爹，你接着说。接下来陶宇安说的话简直颠覆了婆媳两个的三观。爹，您说的都是真的，那大妹她也太没良心了，我们家将她从坏人手里救下来，养她这么大，她怎么能这样呢？呀，这一世发生的事全都顺过来了。上一世是老妖婆奸计得逞，死了小闺女，又连夜找大闺女，第二日才得知她找到了亲生父母，最后才发现陆多的家财被洗劫一空。麻婆子说白家要买女婴，他们买女婴干嘛？白家从老爷子到孙子辈儿，哪个不是妻妾成群，还差一个女孩子不成？爹娘，我听说白家养了几个道士。他们家养道士与买女娃子有什么关系啊？我在这本书上看到过，有些道士修习邪术，婴孩往往是重要的因子。老三，四书五经不够你学的是不是？竟然看这些乱七八糟的书，你这是在哪里弄的？立刻去灶房给我烧了！我告诉你，
咱是正经人家，不行。爹，这书是去年我跟你去府城，在一个秀才摆摊的书摊上翻到的，因为残缺不全，所以不值钱，我只花了6个铜板便买下来了。我说的是钱的问题嘛，这书可是禁书，要是让人知道，把咱们给告发了，咱们家就完蛋了。我看看，禁书是什么样的？金光闪闪的吗？咦，四哥哥怎么老是笑呀？不会脑袋有毛病吧？我挨爹训，你就那么高兴？哼，平时都是我挨训，这次轮到你，我当然高兴。啊哈，原来四哥哥不是脑袋不好使，而是个幸灾乐祸的主。简直是丧心病狂，想不到天下竟有如此恶毒行径，那些邪道简直枉为人，我一定要告发他们，免得更多的婴孩被害。对了，他爹，陶乐玉是不是不止卷走了银钱，那玉佩他也拿走了吧？我就知道他一定会拿走，从小到大家里的好东西他一样都不放过。怎么办呢？他爹，那是唯一能证明你身份的东西呀。算了，快40年了，都没有人来找，咱也不找了。一佩，我想起来了，爹爹的爹爹被人冒认了。爹爹的爹爹笨，认错人还不知道。爹爹的爹爹是谁呀？我怎么记不起来？这套蛋的记忆。呀，今天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也想不起来了，让我掐指算算。不行，法力太低，手指不停地使唤，算不出来。这时院门被敲的，肯定是村长叔来押送麻婆子去衙门了。你们兄弟2人在家里照看好你们的娘和大嫂，衙门那边爹去就行了。我陪爹去，到时候万一有什么事情，我去找二哥也方便。呀，想起来了，二哥哥，我的二哥哥今天有难。二哥哥今天让人把腿打断了。对，我出生第2天。关键时候不会说话，我玉树临风的二哥哥，谁去救救他？我军衣武上的二哥哥从此断了腿。不对，我还没死，是不是二哥哥也有救？爹，快去开门吧，村长爷爷都喊了。大开门，只见陶凤山带着几个壮小伙子神情严肃地站在门外。马贼婆子在哪儿？我带人把他送到衙门去。被我锁在柴房里，老三、老四，去将他拖出来。你给我装可怜也没用，自己做下的下作事，自己到衙门跟县老爷说吧。说完，大手一挥，跟在他身后的几个壮小伙马上走上前，合力提溜起麻婆子，将他甩在牛车上。你们干什么？干什么抓我婆娘？陶夫子，你们家孩子早产死了，关我婆娘什么事儿？凭什么抓他？你才死了，你全家都死了。你小子，我才不管你是不是夫子的儿子，你这我全家就是欠揍。陶万龙，你怎么那么肯定陶夫子的孩子死了？我猜的。我娘一晚上没回家，肯定是他家难产死了娃，把我娘给扣下了，不然难道一尸两？闭上你的臭嘴！我告诉你们，陶夫子的媳妇儿和闺女母女平安。陶红旗，你给我滚一边去！你出门都不带脑子吗？你爹不了解事情真相，上来咒人家死，搁谁不生气呀？还有你个瘪犊子，滚！都给我滚一边去，让开！母女平安，陶万龙心头一跳，难道是这个死婆子失手了？陶乐运那死妮子不是说万无一失吗？母女平安还抓我娘干啥？
你们还打了我娘！我跟你们拼了！你起开，我们没时间跟你在这掰扯，要说去衙门里说吧。村长爷爷，我们快走。走。爹，我们怎么办？老大，你和老二跟去衙门看护你们的娘，我去趟白家庄，求求白老爷帮忙。好。大嫂，大嫂！哎，来了。四弟，你不是跟着去县城了吗？大嫂，三哥担心贼麻婆的家人使坏，让我来看看他们家要做什么。他们还没走吗？大嫂你莫怕，他们刚刚走了。你猜我听到了什么？四弟听到了什么？陶万楼说他要去白家找白家人帮忙。大嫂，白家没弄到小妹，会不会狗急跳墙来咱家抢小妹呀？还真有可能。四弟，白家强势惯了，万一真来抢人怎么办？三哥说让我们将娘和小妹先藏起来。哦，藏起来，藏起来。藏哪儿好呢？娘刚生产，不能受凉，后山不行，地窖。三哥说必须要藏到一个被他们找到了也不敢轻易进的地方。我知道了，陶家祠堂。陶家祠堂供奉着太祖皇帝的御赐金匾。我的好三哥，你连这个都算到了。我跟三哥明明是双胞胎，为什么我的脑袋比三哥差这么多？哦，难道是因为三哥比我早出生半刻钟？当时陶林晓是这样对他说的：你自管引导大嫂，大嫂自会说出一个好地方。大嫂知道哪里安全吗？大嫂会说陶家祠堂，也会想办法让娘带小妹进去。四弟，我在家里收拾一番，你快去找陶家族长，就跟他说，娘昨晚做了个噩梦，梦到陶家老祖宗们要见咱家小妹。这样能行？行的，快去吧。不大一会儿，陶林霄带着陶金友及几个长老风风火火来了。玉安家的，听说你生了个闺女，快准备准备，跟我去祠堂。我们陶家老祖宗托梦了，说要看看娃儿。这事说来真是巧，他妈给巧开门，巧到家了。陶金友昨夜真做了一个梦，他梦到一个胖乎乎的女娃娃站在陶家的祠堂里。陶家祠堂突然一片金光笼罩，老祖宗们全回来了，围着胖娃娃一个劲儿说好。这梦就醒了。白老爷，不好了，我老婆子被抓住送去衙门了，求求您救救她吧！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我问你，昨日那孩子生了没有？生了，应该是昨晚生的，听说是母女平安。听说？谁要你听说的？孩子呢？在哪儿？在哪儿啊？你知不知道？原定的吉时已经错过了，再错过第二次，老子又要等上1年啊！大老爷，饶命啊！饶命啊！计划失败了，都怪那陶家，生了个赔钱货还舍不得卖，还把我老婆子给抓了。来人，给我去陶家买孩子，要是陶家不卖，就是抢也给老子抢回来。老爷，陶家当家人是秀才，他们……秀才算个屁呀！老子的堂哥还是侯爷呢，快去！哎呦，哪阵风把陶村长给吹来了？失敬失敬啊！有这么熟吗？还哪阵风吹来的？什么风吹也没人爱进衙门啊，又不是在这里当差。面上却不敢那样随意，他知道丁怀根本不认识自己，只是认识村长2字而已。他恭敬地拱手回礼：在下陶家庄村长陶凤山，今日来是来报案的。报案？这是……把他给我拖下来。丁师爷，这个婆子是个稳婆，可是她不遵操守，道德败坏，在给人接生时
谎称孩子已死，以帮忙处理为借口，私自倒卖刚出生的婴孩。小六子，小六子，不得了了，出大案子了，快去报告县令大人。很快，县令老爷升堂了。升堂。两边的衙役手里的水火棍，也就是沙威棒，戳了一会儿地面。堂下跪者何人？启禀大人，小人乃陶家庄村长陶凤山。有何冤情，速速报上，本官定会公正裁决，绝不偏袒。启禀大人，昨日这婆子给本村陶秀才家的娘子接生，故意说婴孩已死，欲将其拐卖，被秀才家人识破抓住，求县令大人明察秋毫，还陶秀才家公道。大胆，大胆！在本官治下，律法森严，竟然发生此等恶事！来人，将这个倒卖婴孩丧尽天良的贼婆子先给本官重重打上10大板！有。两边的衙役大嗓门应了一声。马稳婆一听又要挨揍，拼命的摇头。来人，将这贼婆子口中的布团拿掉，让她给本官好好交代。大人冤枉啊！大人冤枉啊！你冤枉个屁！马老贼婆，你说我三弟家6天前生的闺女，是不是让你用这种手段给卖了？你快说，快说呀！你把我侄女买哪儿去了？啊！你说呀！你把我侄女还给我家，还给我家！肃静，肃静！启禀大人，小六子也要报案。这时，一个衙役走出来，扑通跪倒在地。小六子，你干什么？起来，不要打扰老爷审案。大人，听了陶村长和这位小哥的话，小六子觉得事情蹊跷，也要报案。哦，你报什么案？大人啊，我娘10天前为我们生下了一个小妹妹，就是这麻婆子接生的。当时她说孩子没气了，怕我们看了难受，给我们处理了。我小妹出生时确实从未哭过，我们都以为我娘岁数大了，身体不行，这才生了死婴。现在看来，这其中定有猫腻啊！求大人给小了做主啊！这位官差大哥，你说的情况跟我们家的非常相似。大人，这老贼婆昨夜也是这样跟我们说的，我娘不信，强撑着产后的不适，与我大嫂一起把孩子抢了下来。结果我小妹不光是活的，还活得好好的呢。是，大人，事情确实如我儿所说。这婆子见事情败露后，意欲逃跑，被我们抓住。昨晚她已交代了一些，此为状子，是她的供词，请大人过目。不过在下觉得她招认的不全。看完状子，他又看了看摁了马稳婆指印的供词。大胆麻贼婆，你竟敢如此罔顾人命！来人呐，再打！大人，大人啊，饶命啊！打不得了，打不得了！再打，我娘就被打死了！大胆！你们竟敢私闯公堂！来人，给本官将他们先押到一边去。常浩人本想打他们一顿，但看在二人还有点孝心的份上，只叫人将他们先押起来。麻贼婆，你还不从实招来？大人冤枉啊！冤枉你个大头鬼！这时，堂外看热闹的人群再次被扒开，一位富家公子模样的人挤了进来。大人，小人温天茂也要状告这贼婆子谋害人命。我家的情况与陶秀才还有这位官差小哥和那位小哥家的情况一致无二，当时给我家接生的也是这个老贼婆子。麻贼婆，你再不从实招来，本官就打你儿子。老婆子说，求大人不要打我儿。哼，
看你的表现。我是白家从我手里买女婴，一个20两银子。我觉得这些女婴都是赔钱货，说死了也就死了，家都不甚在意，所以就接下了这买卖。大人，骊山不止我一人在干这事啊。白家说需要女婴教养，然后有用。我也是为他们好啊！白家那么有钱，但凡手指缝漏点也比他们跟着穷哈哈的亲生爹娘强啊！再说，闺女就是赔钱货，早晚要嫁人的。送进白家不是正好吗？大户人家教养出来的姑娘，不说给大官做妾，就是在富贵人家当丫头，也比在地里刨食强吧？我大爷的！谁家闺女稀罕给人当妾当丫头？妈的，你去当妾当丫头吧，你全家都去当妾当丫头吧。你还我闺女，还我闺女！我家上下5代全是男丁，全城都笑我们家是和尚庙，烧了5辈子高香，好不容易盼来的闺女啊，你给老子拐卖了！你个贼婆子，你还我闺女，还我闺女！大人，我嗅到了阴谋的味道。屁，还用你嗅？老子嗅到了，我可能很快就可以回京了。不，大人，回京得先搞倒白家。你确定你能搞倒？老子有皇上御赐。常浩人藏在桌子底下的手从腰间抽出一块金牌，朝丁怀挑了挑眉。马贼婆，本官问你，你一共卖了几个婴孩？从实招来。三个，就3个。陶家这个没卖成。大人，这贼婆子撒谎。没有，老婆子我从不撒谎。你从不撒谎？哼，我看你就是个撒谎精，谎话连篇。在大人问话时，你眼珠子滴溜溜乱转，四处乱看；在回答问题时，你眼神闪烁不定，这都是心虚的表现。大人，老婆子岁数大了，眼神不好，转怎么就是心虚了？哼，你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你等着。陶林想要转身走到大堂外，大声吼道：今有马稳婆，生为人而不干人事，在给人接生时见是女婴，便以死婴为借口贩卖给道士炼丹。乡亲们，谁家的孩子不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啊？就算是女孩，也没有给人炼丹用的呀，那是活生生的生命啊！你们想想，孩子多疼啊，活生生的就被炼成丹了。谁家有这种情况，快来报案！他这一吼，不止把陶宇安吓了一跳，人群中也顿时炸了锅。啊，竟然不是用来教养好了送人，是炼丹呐！老天爷啊，这真是歹毒啊！咦，赵官，你邻居前几天不是说生了个闺女，生出来就是死的？啊，对，我去找他。大人，我报案。哎呀，我妹子前段时间生了个女娃子，也说是死的，不过不是这麻婆子接生的。嗨，你没听那贼婆子说，接白家这营生的不止她一个。大人，我替我妹子报案啊！一时间，大堂外像是菜市场。马贼婆还不如实招来！大人，我来人，将他的2个儿子押下去，给本官狠狠的打。马贼婆要再敢搪塞一句话，便一人给本老爷打上10板子，打到马贼婆老老实实交代为止。不要打我儿，我全都招了。这3个月来，我一共卖了18个女婴，陶家这个没卖成不算吧？18个！天哪，那是18条活生生的人命啊！大人，杀了他！对，这种恶毒之人绝不能手软。灭他全家！他妈的，简直太恶毒了！
我想他们家在京城有大官，收养女婴肯定是为了养大送礼用的。我没想到他们是用来炼丹的。要是早知道这样，不要说一个给20两，就是给220千都不能干呐。那位小哥，你怎么知道那些婴孩是用来炼丹的？启禀大人，我是诈他的。陶宇安松了一口气。关于九阴聚运阵这事，作为穷山僻壤的老百姓可不能知晓，必须是由官府查出来。他家老三真的像他几个兄弟说的一样，心眼子多得像筛子。常浩人眼前一亮，好一招实则虚之，虚则实之，竟然炸出这么多东西。最后马稳婆招认的人家中，离得近的全被找来了，一同出现在大堂上的还有闻讯赶来的灵山白家当家人白德乾。姚大人，我劝你适可而止。你是怎么来灵山县的？我想不用我再提醒你一遍吧。有些人可不是你能得罪得起的。哦，本大人秉公办案，能得罪谁？本大人倒是觉得，凡有人认为秉公办案是得罪了他，那么这人就值得考究了。我堂哥是堂堂侯爷。哎，你也说了，那是你堂哥，不是你。草民拜见姚大人。白当家来的正好。你旁边那婆子招供说，你们白家买了许多婴孩，他还说你们家供养了好几个道士，炼制丹药，需要婴孩的心头血。白当家的，你说这是真是假呀？没有的事儿，大人，这贱婆子纯属造谣。大人，那话不是我说的啊！你是哪儿来的疯婆子，竟敢如此污蔑我白家？我白家的主家乃大滚国的白侯府，白侯爷深得皇上器重，白家又有嫡女进宫，正是当今的淑妃娘娘，深得圣宠。白家已经锦上添花，我又何须干那出力不讨好的事情？那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白家没有买过婴孩啊？哪儿来的臭小子？我凭什么证明啊？因为那老婆子说你们白家从他手里买婴孩呀。你看，他家还有他家。陶林晓一指大堂外，正好又有人扒开人群走了进来，这些人还压着一个婆子。白老爷，您怎么能干那样的事儿呢？你们家明明是拿婴孩炼丹，为什么要骗我说是买去教养啊？我赵婆子要是知道你们弄了婴孩是去干这伤天害理的事儿，说什么也不接这买卖呀！你个疯婆子，胡咧咧什么呢你？我胡咧咧？我哪儿胡咧咧了？你不要以为我赵婆子不知道，你们把孩子就放在你们白家村村外的庄子上，就是你们守白家祖坟的那庄子。现在想想，哪有教养孩子放在看守祖坟的庄子里教养啊？原来你们是拿活人炼丹的，造孽呀，伤天害理呀！闭嘴，你这个贱人！我白家何时拿婴孩炼过丹药？不要胡说八道！白当家的，要证明他们没有诬陷你，有一个方法可以证明。什么办法？赵捕头，即刻调动人手，快马加鞭去白家村的白家庄子搜查一番。是。姚县令，你这是什么意思？白当家的身为被告，在未洗脱嫌疑之前，是不能离开公堂的。你敢？敢不敢呢？本官都做了，你说呢，白当家的？你在怕什么？本官这也是为了你好啊。既然你说这俩贼婆诬陷你，
本官当然要还你清白了，不是？稍安勿躁，先委屈你一小下子了。我有什么好怕的？此事与业无关，你少拿鸡毛当令箭。说罢，狠狠甩了一下衣袖，转头指着挡在身前的衙役：大胆，还不让开！尔等可知爷是谁？管你是谁，你还我侄女来，要不然你休想从这里踏出半步。说罢，他噌的一声从腰间拔出佩刀，横在胸前。也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乞丐！反敢挡爷的路，我白家绝不会放过。哟，白当家的，我这个县令大老爷还在呢，你当着本官的面威胁本官的下属和治下百姓，这是不把本官当盘菜呀！时下州县的人都这样猖狂了吗？本官头一次当县令，孤陋寡闻，丁师爷，你给本官说说。大老爷啊，我也是头一次到县衙当师爷啊，我哪知道县城的规矩这么多。原来皇上任命的县令是摆设呀，到了地方还得听地头蛇的。丁师爷呀，这看上去也不像地头蛇呀，倒是像，本官瞧着倒是像土皇帝。你个狗官，休要欺人太甚！我堂兄乃当朝堂堂白侯爷，皇上身边的一宠一的宠臣。我堂侄女乃皇上最宠的淑妃娘娘，更是为皇上诞下8皇子。哼，你们得罪本老爷，可要想好自己有几个脑袋够砍的你们。嘿呦，吓死本官了！上述话语你已经说过一遍，不必再重复。本官还是那句话，待查明真相，若真与你无关，自会还你清白。白当家的既然觉得自己问心无愧，何不在此等一等？姚浩仁，你敢这么对我，他日必将后悔。大堂外看热闹的人中，有人笑出了声。笑什么笑？信不信我白家弄死你们？我只是觉得县令大人的名字很好听而已，没有像白老爷您的意思，真的没有。今天还有一件大事要办，小妹说今天二哥会被人打断腿，不管是真是假，她都要去见见二哥。退出人群的陶林晓以平生最快的速度朝武家武馆跑去。陶林晓一口气跑到武家武馆，扶着门旁的大石狮不停地喘息。滚出去吧！哼，果然是心术不正之人，卑鄙龌龊，下流无耻，仗着长得好就以为人人都得喜欢你，狗屁！师傅只是打断你2条腿，已经是天大的恩惠，居然被取消科考就对了。像你这样的人渣，走到哪里都是祸害，滚蛋吧你！陶林晓听着那人的谩骂，看向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血淋淋的人，目眦欲裂。二哥，哟，畜生的弟弟来了，畜生的弟弟也是畜生吧？就是哟，也长得人模狗样啊，不会也是来勾引咱们家大小姐的吧？你们欺人太甚！师傅出来了。师傅，你二哥心思无端，不配习武。作为他的师傅，我只是略施小惩，你将他带回家吧，叫你爹娘好生管教。日后莫要再做出格之事了。武馆主，你凭什么给我二哥下这样的定论？你确定要在这里说这事儿？哼，好吧，既然你不嫌丢人，那今天就当众说个明白。本馆主亲眼所见，你二哥调戏欺辱统门师妹。我相信我二哥的为人，有些事即便是亲眼所见，也未必是真的。
哪位好心人帮帮小子，帮小子去请位大夫，小子感激不尽。好一个亲眼所见，也不一定是真。今天老夫就冲你这句话帮你请大夫。阿青，拿着老夫的令牌去请燕家医馆的燕老大夫。哎呀，这位老张，你怕是不知道吧？这人可怜不得，他调戏我们的小师妹，调戏不成便恼羞成怒，欲对我们小师妹强行不轨之事。这样的下三滥，你还救他干嘛呀？我没有。孽徒，为师亲眼所见，你师妹也都说了，是你强迫于他。老天无眼啊，老天无眼呀！我陶凌云4年前被取消科考资格一事，是被女人陷害。今天此事亦是女人陷害，我究竟做错了什么？老天要这样待我？我陶凌云今天在此发誓，此次2件事均是被人陷害，绝无半句虚言。若有虚言，就让我天打雷劈，不得好死，死后挫骨扬灰，魂飞魄散，永世不得超生。二师兄，苟书强，你可敢发誓？我又没做错事，我凭什么发誓啊？老爷，殷大夫来了。老伙计，快救人！哎呦，我这把老骨头都要被你的狗腿子给颠散架了。燕大夫嘴上这么说，可动作却奇快无比。他迅速蹲下身，开始检查陶家庄陶家祠堂。呀，我还看不清楚，完蛋了，难道生成瞎子了？我还以为昨天刚出生才看不清。我不想当瞎子的。哎呦呦，我闺女长得可真好看，瞧瞧这大眼，咕噜噜的转，合着你能看清似的。现在还不行哦，等1个月后就差不多能看清东西了。啊，原来是这样子啊！吓死宝宝了。咦，这里的味道真好闻，烧香的味道，我喜欢。娘，我可以吃饭了吗？有人起誓，想不到法力差不多尽失的我还能感知天意。呀，劈死坏人，劈死坏人！一定不要劈错人呢。之后他又开始猛吃起来。武家武馆门口人越围越多，苟书强强词夺理，不肯发誓言。喂，姓苟的小伙子，人家发毒誓了，你也发个呗。就是发个呗，你不是说他多坏吗？你是好人，连个誓都不敢发。哦，发誓。哼，你们要是不信，我师妹可以出来对质。你不发誓也行，还是我来发誓。我陶凌云在此发誓，16年来，若是我有一点点心思不轨，便让我被雷劈死；若是你苟书强陷害于我，便让你天打雷劈，不得好死。又有人起誓，这次是双向。老天，你是我亲爹，可劈坏人呀！武家武馆门口，陶凌云的话音刚落，突然风起云涌，尘土飞扬，迷得人睁不开眼，人们纷纷举袖掩面。一道闪电划破天际，直直地砸向地面，砸起一道惨叫声。雷声响过，瞬间风平浪静，仿佛刚刚只是错觉。人们放下衣袖，赫然发现武馆台阶下躺着一个黑乎乎的人，正在蠕动。苟书强被雷劈了，真的被雷劈了。老天爷，你终于还我公道了。我陶凌云活了16年，光明磊落，不曾做过任何对不起他人之事，却屡屡遭人陷害，被剥夺功名在先，被诬陷重伤，赶出武馆在后。我冤枉啊！天哪，
他真的是冤枉的。老天开眼呐，老天在上，请受信徒一拜。这人一带头，所有人都开始叩拜。武成龙抬头看向撕裂浓云的那道光，突然迷惘了。咦，小伙子，这怎么被人下了这么重的迷药？现在能醒来，应该是疼醒的吧？老伙计，你说他被人下了很重的迷药？正是，而且这顿板子挨的可真是。小武啊，你这就不厚道了哈，怎么下这狠手呢？杨老大夫，您的意思是？打板子的目的无外乎警醒犯错的人，可是你这板子直接打的人家双腿，似乎狠了点吧？您说什么？他的双腿被打断了？苟书强，你说这是怎么回事？武成龙吼道。可是苟书强并没有回声，他气恼地转身看去，这才记起自己这徒弟被雷劈了。燕老大夫起身走到苟书强跟前蹲下，一把抓住苟书强的手腕。作为大夫吧，不能见死不救，但你这人是遭了天谴的，你说我是救呢，还是不救的？除了双腿静脉尽断，倒没有生命危险。你们要是给他治，就抬到医馆去治吧。现在我手上也没给他治疗的药。打他，是不是这人下手最重？苟书强的那些师兄弟下意识地点点头。是苟师兄让我们打陶师弟的腿，我们不想，他就抢了棍棒自己打。也是苟师兄一人给了我们50两银子，让我们配合他陷害陶师弟的。老天爷呀，我错了，原谅我吧，你不要批我，不要批我。老夫想，是非曲直自在人心，这小伙子呀，真是被冤枉了。吴馆主，事到如今，请您查明真相，还这小伙子一个公道。今日之事，在下定会给徒弟一个公道，请大家监督。李云，是为师处理草率了，你吴馆主，您已将我逐出师门，就这样吧。吴馆主，可能你我没有师徒缘分吧，我的腿还不知道能不能再治好了，往后也不知还能不能习武，所以算了吧。李云，你不肯原谅师父吗？吴馆主，你没有揪出幕后真凶，还我二哥公道，却急于逼迫我二哥原谅你，是为何意啊？武成龙闻言，脸上的表情微微一滞。吴馆主，此事你还是以后再说吧。我们医馆的人来了，这位小兄弟需要进一步医治。到了燕家医馆后，陶李晓在得到燕大夫再三保证给他二哥接的腿好好的，保证走路不瘸不拐后，才松了一口气。恩人在上，请受小子一拜。小子，今天你让老夫的心得到了救赎，让老夫这么多年来的愧疚得到了缓解，老夫很是欣赏你，一欲收你为关门弟子，你可愿意？小子，快答应，快答应！这人可是当世大儒文长风，文老。阿小，还不快快拜见师傅？文长风，万千学子心中敬仰的大儒，今天三弟有此机缘，他这腿即便是瘸了，也值。温大儒，请问您可不可以一并收我二哥为弟子啊？你小子过分了啊！
还不快拜师！陶林晓，你胆儿肥了吧？把二哥的话当耳旁风是不是？快磕头拜师！好，我文长风今日收你兄弟二人为弟子，你便是关门弟子。师父，师父在上，请受徒儿6拜。磕了6个响头，额头都磕红了。哎呀，人家要么3拜，要么3叩9拜，你这6拜哪儿来的？是替我二哥磕了3个头。好，从今往后，你兄弟2人便是老夫的入室弟子了。你们的2师兄就在灵山县，叫赵浩仁。待为师安排一下，你们见个面。其他4位兄弟分别叫孟允清、唐玄策、南怀东、吴忧。他们在京城，到了该见面的时候，你们一定会见到的。都听师父的。陶林晓笑道，没想到那个超好人竟成了自己的2师兄了。恭喜老伙计，又收了2位高徒啊！不知什么时候拜师宴，那可别忘了告诉我，我一定会去祝贺的。哼，哪儿都少不了你。快去衙门，快去衙门，有大事，有大事！哎，兄弟，什么大事啊？听说在灵山县有人家里圈养的道士施行禁术，被县令大人派出的人去查出来了。哎呀，施行禁术，这都敢呀？哪家人这么大胆？听说是白家。我操，我得去看看，白家终于倒霉了呀！哎，走走走，大家快走，去看看咱们灵山县的土皇帝能不能倒台。小老七，我怎么见你松了一口气？莫非白家曾欺负过你？回师父，今日弟子的父亲正在县衙告状，弟子来寻二哥帮忙，没想到遇到二哥被害之事。三弟，爹爷来衙门告什么状？二哥，你还不知道吧？我们有小妹妹了。嗨，我们本来就有妹妹啊。我是说，我们有亲妹妹了。什么？娘不是还有1个多月才生吗？嗨，二哥，这事说来话长，等你回家再说吧。哦，哎，我那大妹妹怎么样了？有了小妹妹之后，她是不是很难过呀？二哥，你不关心娘为何早产吗？你不关心爹为何来告状吗？我当然关心啊，这不是你说到娘生了小妹妹了，我担心韵韵她心里不舒服。我说老六啊，你娘生了小妹妹，你大妹妹她为什么不舒服？做姐姐了，她不应该很高兴吗？回师傅，我家大妹妹是10年前收养的，之前她一直担心我娘生了小妹妹之后就不喜欢她了，所以我才担心她。人家找到亲生爹娘，选了咱们所有银钱和玉值钱的东西跑了。二哥，你还担心他呢？他临跑前还摆了咱们家一道，他引导小童疯跑撞倒咱娘，把咱娘撞到早产。要不是咱娘和大嫂警觉，咱家刚出生的小妹妹就被他联合外人卖给道士炼丹了。他就是个白眼狼。你说什么？小老七，你说什么？有道士私下炼丹？师父，我弟子是猜的。白家村白地主家豢养了一些道士，最近他家跟灵山县有一个稳婆收买刚出生的女婴，弟子觉得他们这不地道啊。我小妹昨天差点被稳婆以死婴的名义带走，而且2月2出生的女婴比其他的都贵，白家给出500两银钱，所以弟子斗胆猜他们是不是在拿婴孩当什么引子用，比如炼丹什么的。哦，刚刚街上那些人不是说查出白家施行禁术了吗？姓燕的，我6弟子先放你这儿，你给我照顾好了，
小齐，走，跟为师去衙门。陶家村陶家祠堂，老大媳妇儿，你去给陶家老祖宗们上炷香，让他们保佑你爹他们顺顺利利的。哎，我这就去。娘，我去村口看看爹他们回来了没有。回来？你忘了白家上午来抢人了？你还是别出去了，这里安全。陆元香想到上午发生的事，心里就发慌。幸好他们及时躲进了陶家祠堂，不然他的小闺女就让白二麻子抢走了。娘，我又醒了，娘。哎呦，娘的心肝醒了，要不要尿尿啊？娘跟我心有灵犀。那是老娘，我能听到你的心声。刚刚好像听到四哥哥的声音了，娘，我让四哥哥看。老四，你也出去上炷香，咱得陶家老祖宗的庇护，得多孝敬一下。呀，熟悉的味道，这香是上好的香哦。咦，这不是在我家里，这是哪里呀？娘，你晚上吃什么？我去做饭。哎，咱为了躲白家来抢你小妹妹，住在陶家祠堂，也不好吃混，就做面吧，面菜多放个鸡蛋里面。呀，祠堂不是不让女子进吗？陶家庄的人大气，我喜欢。老天，我亲爹，你可要保佑他们，等我长大了报恩。大娘，我们回来了，我们来接你们娘几个回家了。呀，爹爹的霉运少了一些。咦，三哥哥的霉运几乎不见了。呀，我家遇到贵人了。回到家后，陆元香看着被抬回来的陶凌云，哭得不能自已。娘，别哭了，我的腿是燕老大夫亲自治的，他说等我养好之后，保证能跑能跳，不瘸不拐。我和三弟还因祸得福，拜了当朝大儒为师，你应该替我们高兴才对啊。咦，这是二哥哥说的吗？二哥哥的声音真好听。趴在床上的陶凌云吓得差点跳起来。陶凌云不明所以，愣愣地看向陶凌晓。陶凌晓用唇形说了一句：“我们能听到小妹的心声。”陶凌云看懂了，却瞬间凌乱了，还不待他适应过来，那小奶音又响起。怪不得三哥哥那乌云罩顶般的霉运几乎不见了，原来真遇到贵人了。二哥哥的腿是不是也是因为贵人相助，才没有像上一世那样严重？肯定是，上一世二哥哥被打断腿后丢在大街上，好长时间没人抬，所以瘸了。真好，这一世都要好好的。哦，对了，也不知道二哥哥、三哥哥拜了哪个大禹为师呀？我想起一个，上一世有一个很有名的大禹姓文，要是他就好了。不过上一世文大禹只有5个徒弟，都是京城人。还有什么呢？怎么一点都想不起来？大娘，你知道吗？咱老二、老三拜的这个师傅，可是当朝著名的大儒文长风啊！哎，对了，咱灵山县的县令是他的二弟子，现在是咱老二、老三的师兄了。果然是文大禹，太好了！那个要害我的老妖婆子肯定被整治了，文大禹最公正无私了。他爹，咱们这桩告赢了吗？马婆子怎么判的？当然赢了，马婆子挨了好几个板子，只等明天一块宣判了。大娘，你是不知道，那白家被老二、老三的师兄给端了，在他们家那庄子上搜出来98个女阴，还抓了8个道士。你猜怎么着？他们买女阴不是为了教养好了，是当礼物送人的。那是要干什么？要不说还得跟咱猜的一样，还得是大儒。这文大儒当时一看，便说白家在实行禁术，
九阴聚训症啊，叫这个名儿，说是需要99个女婴孩，还必须是活的，就差一个就让他们做成了。幸好咱家奋起反抗，没让他们得逞。呀，大玉好厉害，竟然能认得九阴聚运阵。虽然我以前的法力不把这小针法看在眼里，但是我现在也是凡人啦，还刚出生，九阴聚运阵也是怕的。白家人全被抓了，连奴仆都被抓进了大牢。至于怎么判，还要看明天的审讯。不过你二弟三弟的师傅说，白家这案牵扯甚广，需要上报朝廷定夺啊。灵山白家全家死罪，那肯定是免不了的。能不能把京城白家也按倒，这还两说。嗨，京城那么远，跟咱也没多大关系，只要灵山白家倒了就成，再也不用担心小妹被抢了。二弟感觉怎么样了？是不是还疼得厉害？你想吃什么，我去给你做。谢谢大嫂关心，我好多了，不用单独给我做饭，跟大家吃一样的就行。不用跟大嫂客气，想吃什么尽管说。唉，想不到吴馆主是如此鲁莽之人。吴馆主，记忆里有这个人，他这个人不坏，但是优柔寡断，很要面子。他有个闺女叫武世化，却是蔫坏的。上一世就是白眼狼买通了武世化和一个二哥哥的师兄，联手陷害了二哥哥。呼丫丫觉得他与原主的交接肯定哪里出错了，原主上一世的记忆需要外因引导才时不时蹦出一些片段，还不连贯。不知道原主的魂魄在上一世究竟混了多少年，也不知道他的全部经历，太难受了，就像小猫抓心。这是不是就跟那个骚狐狸精说的一样，做了人之后就会有这种感觉？老二，你怎么了？爹，听大嫂说武馆主鲁莽，我突然想起一件事。你想到什么了？爹，您还记得4年前我被冤枉的事吗？那次您第一次骂我鲁莽。哎，怎么不记得呢？那次的事简直是刻骨铭心呐！就算你败在文大儒门下，此生恐怕也再不能走科举之路了。爹，那次害我的是陶乐运。你怎么不早说？以前被亲戚蒙了眼，看不到他的恶毒吧。接着他给大家详细讲述了4年前他被毒死科举之路的经过。8岁就那么多心眼子了，有哪里不对？难道被人利用了？我想想，哎呀，想得头疼。二哥，你别提那个丧门星白眼狼了，提到他连红烧肉都不香了。可是二哥心里恨呐，4年没日没夜，只要想起来就觉得万分屈辱。我知道了，白眼狼喜欢二哥哥，8岁的时候就喜欢了。他想让二哥哥一直留在家里陪他，二哥哥不知道被白眼狼害得丢了功名，还为他遮掩。咦，那就是二哥哥呀。虽然我看不清楚，但二哥哥头上的霉运还是能看到的。不知道之前怎么样，现在跟三哥哥一样，看来有大鱼照着，果然不一样啦。啊，我记起二哥哥上一世的结局啦。可是乌鸦鸦在心里尖叫过后，突然打住了。良久，众人再没有听到他的心声。仔细看去，人家小奶娃睡得呼呼的。吃饭，今天就在我跟你娘的屋里吃。老三老四，去搬桌子。6个菜1个汤陆续端了上来。咦，我闻到肉味了，肉啊肉啊肉，快到我嘴里来。正在摆凳子的陶凌霄笑喷了。老四，磨蹭什么呢？快去拿筷子。不就是今天菜色好点，用得着这么高兴？有红烧肉啊，爹，
那是我最爱吃的，好几年都没吃过了。我不高兴对劲儿吗？还学会顶嘴了，找抽！原来我家这么穷，吃个红烧肉都能让四哥哥高兴成这样。唉，也是，家里好吃好喝的都叫白眼狼吃了。上一世全家人最宠白眼狼的就是二哥哥了，可惜却是被白眼狼害得最惨的那个。白眼狼派人抓了双腿残疾的二哥哥，摸二哥哥的脸，还要跟二哥哥睡睡。二哥哥骂他不要脸，他把二哥哥的皮扒下来做成人偶啦。啊，二哥哥好惨呀！没关系，这一世有我要快快长大，好好保护爹爹娘亲哥哥嫂嫂和侄子。惨，确实惨。陶凌云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震惊地张着嘴巴。小妹妹说的是她。陶玉安等人点了点头。杨秀娥看得一脸蒙圈。二哥哥好倒霉，不过白眼狼好奇怪呀，我怎么只能记起一些零散的片段？白眼狼究竟哪里奇怪呢？事出反常必有妖。我想想，呀，难道白眼狼是重生的？重生是什么意思？可惜乌鸦呀的信声就到这里，再没了。几人同时看去，只见他又睡着了。他们相互看了一眼，引得杨秀娥十分好奇，问道：爹娘，你们怎么了？老大媳妇儿，我们只是在感叹你二弟他命运不济。4年前带陶乐运去了一趟县城，被人诬陷丢了功名，现在又被人诬陷。翌日，陶家父子和村长陶凤山、陶洪昌家的人还要去县城。我要去看看，说不定一受刺激，我能想起整个人生是整个上一世的事。哎呦，这小闺女跟爹就是亲啊，这舍不得爹离开。啊，对，不舍得，爹快抱我不撒手，走到哪带到哪。你快走吧，村长叔在等着了。带我回来，再给咱小闺女选名字哈。今天的县城可谓万人空巷。带人犯！你好大的狗胆啊你他娘的是不是活腻歪了？放开我，快给我放开，要不然我一定让我堂哥灭了你。哎呦，本官好怕呀。哼，知道怕就对了。我堂兄可是堂堂的侯爷，是皇上身边的大红人，手握重权。好了，停，你不要再说了，这个你昨天已经说了好几遍了。本官堂堂状元郎出身，难道连这点事都记不住吗？你也太少看人了，本官可是过目不忘的，不然我师父也不会收我为弟子。哼，我管你是状元郎还是探花郎，赶紧把老子放了！你不会以为老子一点后手没有吧？嘿，我告诉你，我早派人去京城报信了。你要是现在放了我还可以替你说说情，不然，不然怎样？不然就让你死无葬身之地。你不是派人往京城报信了吗？哼，我是不会告诉你的。曹浩仁摆了摆手，片刻后，衙役押上来3个被捆得像粽子一样的人，一把推倒在白德乾跟前。待看清来人时，顿时瞪大了眼睛。你们怎么在这里啊？哎呀，我们还没出灵山县就被抓回来了，这次咱们碰到硬茬子了。县令大人他不简单。哼，你别得意，你以为去京城报信的就他们仨？你也太小看我白德乾了。我白德乾能在灵山县获得如鱼得水，可不止一条与京城联络的渠道。一个衙役端着一个大盘子走出来，上面赫然放着几只死鸽子。
这只鸽子胖墩墩的，想来烤着吃应该会很香。咦，竟然是只信鸽！哎呀，这真是不好意思，本官只不过是想喝口鸽子汤而已，你们怎么还把人家的信鸽给打下来了？白当家的，你说这信是送给谁的呀？我怎么知道啊？你不知道啊？启正事败备查抄。他知道以京城白家的冷血，得知此事后绝对会跟他画得一清二楚，自己这一脉算是全完了。本来天衣无缝的一件事，却没想到被一个小小的陶家破坏。他抬头阴毒地看向陶宇安父子二人，如果不是陶家，他白家何至于落到如此境地？看什么看？自作孽不可活！你陶家，我记下了。哼，将死之人而已。你们这些低贱的贱民，给我等着！待我脱身之日，定要让你们陶家好看。哼，我们陶家一直很好看啊，全家人都长得很好看，可不像你，生的是肥头大耳像头猪，贼眉鼠眼，天生一副坏人相。说你是猪都侮辱了猪，说你是鼠都丑化了鼠。你都已经连畜生都不如了。你这臭小子，你休要猖狂！早晚有一天，老子让你知道老子的厉害。好啊，我等着，希望你快点让我知道你的厉害。你黄毛小子，无知猖狂！白家主，您消消气。你看，今天上到高堂上的大人，下到围观的黎民百姓，可都是来看你表演的。一会儿有的是你表演的机会啊，你大可不必把一身才艺浪费在我一个黄毛小孩身上。况且你想要扰乱县令大人断案子思路，这招不中。好了，没事，多学学兵法吧啊！你这小兔崽子！大家都知道这字条上的启镇是什么意思吗？本官告诉大家，白家起的这个镇，传说叫九阴聚运阵。要布这个阵，需要99个不满1岁的女婴用心头血祭阵。婴孩流干心头血后，人亡阵成。阵成时，魂魄被锁于阵中，生生世世不得超生，在暗无天日的坟墓中为白家聚运。哎呀，这不是人，这简直不是人干的，太残忍了！打死他，打死他！大家安静，本官在此设置公堂，就是要还灵山县百姓一个公道。凡被白家欺辱、打压、迫害过的人家，公审结束后可以到衙门报案。青天大老爷呀，大清官儿啊，青天大老爷！安静！白德全，你还不从实招来？是何人指使你干如此残忍之事？哼，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不承认是吧？来人，带人证、物证。灵山县历史上头一次公开审案，整整持续了大半天。白家的恶毒颠覆了人们的认知，这其中竟还将陶凌云4年前的案子给牵扯了出来。4年前，陶乐运找到了白地主家一个待嫁的闺女，合谋设了个圈套陷害陶凌云。今天家里的饭好香啊，像是在庆祝，是不是坏蛋完蛋了？哎呀，今天真是大快人心呐！咱家4喜临门，也不讲究食不言，寝不语了。好，那爹给说说哪4喜？这1喜呢，是咱家添了人口，我的闺女，你们的小妹出生了。今天我要给你小妹取好名字了，大名叫陶之雅，小名呢叫乌鸦呀。呀呀
我爹给我起的名字甚合我意，乌鸦呀乌鸦呀，我的本名呀。爹，小妹的大名我能理解，小名为什么要叫乌鸦呀？哪3个字？取的这个名字是金乌的乌，那是你们的奶奶的姓。她一个人千辛万苦将爹抚养长大，吃了很多的苦。丫丫嘛，就是丫头的丫，顺口又可爱。哇，真的，乌鸦呀，我们的小妹。那爹爹，第2喜是什么？第2喜是灵山白家倒了，不能威胁到咱家了。对对，这是2喜，还有呢？还有啊，凌云的冤屈洗清了，恢复了科考资格，这是3喜。凌云、林晓拜入当世大儒门下，这是4喜。来，哈哈哈哈，干杯，庆祝我陶家4喜临门，时来运转。4喜临门，时来运转。老娘，你们在家还不知道今天的公审经过，我给你们讲一讲，大家都开心一下。我爹，我亲爹，跟我心有灵犀一点通，知道我想听什么。哈，亲爹。陶远岸身为夫子，讲起来自然是绘声绘色。当听到陶凌云4年前是如何被陶月韵和白家闺女联手陷害时，他在脑中灵光一闪。果然，白眼狼就是重生的，他竟然是8岁重生。还有，不知道他上一世是什么时候死的，万一是个白发苍苍的老婆子呢？重生到自己8岁的身体里，哎呀，画面有些辣眼睛，怪不得他那么小就去要二哥哥的身体，原来如此。呀，这个时间好像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发生，是什么呢？我想想。大哥哥呢？怎么一直没见着？哎呀，要是老大在就好了，知道老二沉冤得雪，肯定高兴。前些日子收到大哥的信，大哥说他大概2月初8左右能回来。大哥信上还说，路过青山的时候买我最喜欢吃的青山杏干呢。我今天的脑袋似乎格外清醒，只要一点就能想起上一世的一些事情。青山是不是大青山呀？都怪我太小没法问，真是张不开嘴跟不上溜，你说难不难受？老二，你笑什么呢？爹，我叫4弟就知道吃。我知道吃怎么了？人生不为吃河川，何必下生到人间？哼！呀，四哥，同道中人。不过，青山到底是不是大青山呢？大青山果然是大青山，完了，大哥哥要被砍废了。上一世大哥哥就是在大青山与陶乐韵遇上，被陶乐韵指使人给砍了。最后还按在大青山的土匪身上，怎么办？冷静，我想想，上一世我死后第7天，大哥哥被人送回家，今天是我出生第3天，大哥哥被砍的时间是后天傍晚。大青山离陶家庄100里，白眼狼应该是明天才离开灵山县的。后日傍晚刚好到大青山，白眼狼无意间发现大哥哥新踪迹，让人伪装山匪砍断大哥双腿经脉，大哥从此不能握笔。我为什么不能说话？着急，真着4急。弟，你看你让大青山杏干馋的口水都要流出来了，要不明天一早我去找师傅和2师兄，跟他们借匹快马，咱们去迎一下大哥。我操，哪有流口水？咦，全家惜字如金的3哥哥竟然主动说这么明话。也对，3哥以后可是对面满朝文武无敌手的大奸臣。聪明如3哥原本不是很喜欢白眼狼的，可惜被白眼狼的一个舍身救兄的局套了进去，然后被耍得团团转。
所有的好的都给了白眼狼，却不知道白眼狼所谓的为救他而受伤根本是假的，更不知道是白眼狼推波助澜，害死了陶家全家人。最后白眼狼反咬一口，3哥被五马分尸，惨惨惨！明天我去找二师兄，跟他借几个人跑一趟大青山，去迎一下大哥。另外，多买些青山杏脯回来倒卖，说不定能赚一笔银子。哇，想不到3哥还有做生意的头脑，可赞可赞！上一世就是在这个时间段，有人从大青山贩回了青山杏干，赚了不少钱。老三说的对，正好武家赔了些银钱给你二哥，咱就去贩上一贩，赚点小钱花花。姨爹，您既然同意了，您不是最看不上行商吗？谁说的？爹那是觉得咱家没有做生意的料，才不同意行商的。现在朝廷鼓励行商，商户也可以参加科考，没有什么不能做的。好吧，那爹说什么就是什么喽。第二日，乌鸦呀刚醒来，便听到有人惊喜地叫道：哎呦，睁开眼了，睁开眼了！这小妮子长得可真俊，你们快看，她在看我，在看我呢！娘，这么小的孩子看不了多远，他八成是听到您的声音了。你这是嫉妒我？你看你也说话了，他怎么没转眼看你？钟奶奶，小妹喜欢你。奶，快回家吧，我小姑回来了。你小姑回来就回来了，又不是什么稀罕事儿，你跟火烧屁股似的干啥？说了2句客气话，带着陶佑川和那个小妇人风风火火地走了。还有周奶奶，您走路要小心呀，小心磕掉门牙。娘的小乖乖，饿了没有？娘，我饿了。陆元香急忙给他喂奶，乌鸦呀还没喝上2口，外面便传来嘈杂声。不大一会儿，出去送终事的杨秀娥一溜小跑回来了。娘，哎，不好了！怎么了？娘，钟奶奶走到咱家西面的胡同口时，被一条突然窜出来大黄狗给撞倒了，磕掉了门牙。小闺女这是有当乌鸦嘴的潜质，在她愣神间，乌鸦呀心里又开始整活了。看吧，我叫钟奶奶小心点，她偏不，磕掉门牙了吧？我竟然能看到将要发生的事，感谢老天亲爹没有收回我全部的法力。对了，刚刚我还看到有个比嫂嫂岁数大点的妇人被揍了，揍得老惨啦。这个妇人八成跟钟奶奶有关，因为我是在钟奶奶身上看到的。吃饭真香，要是有红烧肉吃就更香了。老大媳妇儿，你去你钟奶奶家看看吧，记得带一把鸡蛋。哎，好的娘，我这就去。也不知道3哥有没有去接应大哥，大哥可千万别出事。文长风听了这个关门小弟子的话，非常不喜，子不语怪力乱神。这小弟子怎的还信起那些子无虚有之事了？师父，弟子也是为了安慰母亲的思子爱子之心，并不是相信那些虚无缥缈之事。于是借了6个人给桃林小兄弟，8人一路往大青山疾驰而去。大青山驿馆，此刻一位打扮富贵的少女坐在床边。于嬷嬷，你跟我说的事是真的？当然是真的了。为何刚找到我时你没有说？在榆林时人多嘴杂，有些事不好说。是吗？是的，小姐，您真的不是被拐卖的，是府上故意让您出去的，不然怎么会一下子找到您，还派出这样的迎接阵仗？当年从你出生到您2岁，何府上下像被诅咒了一般，祸事连连。后来有一位得道高僧云游至京城，夫人便花重金请其为我们府上看舆风水，那高僧就算出您出身沾染霉运。
需要身负福运之人为您化解。他说要让人扮作趴花子，带着您一直往西南走，每走过一程，便假装卖您于烟花之地，直到有人心软买下你，那个买您的人便是能转走您霉运之人。待您年满12，身上的霉运便会全部转移至别人身上，那时候再将您接回。如今您已经过了12岁生辰，您便是京中最有福运的小姐了。多谢嬷嬷为我解惑，今天有一件很重要的事，需要嬷嬷去安排一下。但凭小姐吩咐。你扶耳过来。于嬷嬷躬身侧耳，少女用手遮掩，在她耳边细细低语几句。于嬷嬷猛地瞪大了眼睛，而后笑道：小姐放心，老奴一定把这事办得妥妥当当。陈二管家，小姐有事吩咐。进来说吧。小姐让派一名武功高强之人。于嬷嬷的声音越说越小，最后陈二管家仅能凭口型分辨于嬷嬷说了什么。于嬷嬷交代完了之后，陈二管家凝重地点了点头。陈二管家急匆匆地找来此次一同前来的护卫队长陈健，将陈乐运安排的事情交代给他去办。弯弯曲曲的小路中央，一支车队停在那里，最前头的马车坏了，他们正在修理。哎，你们什么时候能修好？我们有急事，能不能先让一下？不能啊，小公子，你看这道这样窄，我们的马车往哪里让？老四，你过来。三哥，何事？你看看能不能快些帮他们修好。好的。哎呦，我知道你们着急过去，但你俩呀别乱赶了。我们的人头，人很快就能修好。要多快？半个时辰内，应该是差不多能修好。时间太长，1刻钟。什么1刻钟？嗨，我三哥的意思是说我1刻钟便能搞定。少爷，你吹牛吧你？有些人的本事不是靠岁数练就的，而是靠头脑。有趣有趣啊！一鸣，你就让这位小兄弟试一下，或许头脑真能打败岁数呢。老爷，您莫要多言，让他试试吧。是，你去试试吧。丢了人可不要怪我没提醒你。丢了人怕什么？咱们分开之后再无交集。你们记得我是谁，还是我记得你们是谁？有意思，有意思呀！想不到能碰上这么有趣的少年。那是，我就是我们家的活宝。大叔，您瞧好吧，保证1刻钟给您修好马车。好，好，活宝，你若是能1刻钟内修得好，我便收你为徒。不认不识的，谁要做你的徒弟了？随后趴在地上，将那修车的人赶到一边，便开始动手修理。不到1刻钟，陶凌霄从车底下钻出来，拍了拍手说道：搞定！小公子果然厉害呀！嘿，哪里哪里，碰巧而已。嘿嘿嘿。小子，你叫什么名字？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快快往前走，我们真的有急事儿。在下问天，敢问小公子家住何方，姓甚名谁呀？小子陶凌霄，灵山县人士。钟灵县陶凌霄，凌霄，好名字呀！不知你师从何人？没有师傅呀，我们家很穷的，能让我们念书还是沾了爹是夫子的光，根本没钱拜师学艺。我会木工活都是跟我二哥学的，我二哥可厉害了，无所不能。他陶凌晓咳了2声，拱手对问天说道：问前辈，我们真的有急事，10万火急。好，那你们快走吧。问前辈，我二哥已经有师门了，您就不要惦记了。老四嘛，您可以考虑一下。主子，你看这小子简直目中无人。
此非池中之物啊！哎，也不知是什么样的人家养育出这样的好孩子呀。待陶凌晓等人赶到青山县时，已是子时。众人疲惫不堪，随意找了一家客栈住了下来。待第二日准备出发时，竟又见到了问天的车队。小友甚是有缘呐！问前辈幸会，又见面了。你们这是现在要走？是的。对了，昨天你们说有急事，在下就不耽搁你们了，你们快去吧。主子，您常年隐居，此次出山好不容易碰到个好苗子，为何轻易放他走了？无妨，只要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便能找到。灵山县呐，没想到我们跟他离得还不远。待回去之后，我便去寻访，最好能把他口中的那个二哥也收在主子的门下，主子一身的这个验术便有传人了。大约再走2里地，便是老虎崖了。小五哥，那我们再快一些吧。虽然是官的，但前方很不好走，大家要当心些。老大，前面有声音。大家立刻下马。武天，你在此处看守马匹，其他人跟我来。2位陶小公子跟在我们后面。此刻的陶凌风在心里把自己骂了38遍。要是知道老虎牙最厉害的不是老虎，而是山匪，打死他也不脱离队伍提前走。阁下是什么人？为何非要置在下于死地？哼，书生就是书生，阁下这个词儿用在老子身上恐怕不合适吧？你仔细瞧瞧，老子这身打扮，担得起阁下这个称呼吗？你究竟要干什么？我要干什么？哼，你们书生啊，听说这一双手最值钱，要把我砍下来试试，没了这双手，你还能干什么？哼，士可杀不可辱。我不知道我与你有何仇怨，但今天我刚到老虎崖里边出现，说明你是专门在这里等我的。不知阁下能否让在下做个明白鬼？老子我并不想让你做鬼，只想取你这双手腕的筋脉。你说你这双手废了之后，不能再提笔写字，嘿嘿嘿，会是一种什么感受啊？哼，没有双手，我或将潦倒一生。这可能就是我想要的。你长得很不错，应该是女人喜欢的模样。说实话，废了你有点可惜。像你这样的，如果高中进士，应该成为榜下捉婿的抢手货。我现在也大概能理解我主人他所想了，得不到的就毁掉吧。你背后之人是女人？确切的说，算不上女人，只能算个少女。我不记得我得罪过女人或是少女。你不用拖延时间了，没人能来救你。因为你选择了一个糟糕的时间经过这里，我家主子知晓未来之事，你逃不出我的掌心。你这手生的可真是漂亮啊，天生握笔的手，让我都不想下手啊。是吗？那要不就这样吧。你既然不怕我，难怪我主子要毁掉你。如果让你成长起来，有多可怕呀！一个被刀架在脖子上的人，竟然平静地像在跟你说：啊，今天天气真好啊，你吃饭了吗？太可怕了。陶凌风淡淡一笑：是吗？还有更可怕的呢。随着陶凌风话音落下，在陈健不明所以的目光中，他背在身后的手快速一扬，一把泥土扑向陈健的脸。陈健急忙闭上眼睛躲避，陶凌风趁机避过架在脖子上的剑逃脱。还没跑出几步，后面剑锋袭来。哼，小子，老子小瞧你了，不过你还是逃不掉的。
随着陈健的冷笑声，长剑呼啸地刺向陶凌风的右手腕，电光石火间，剑锋被一物击中，歪向一边，紧接着传来了刀剑碰撞的声音。陶凌风扶着一棵大树回头看去，只见陈健被几个人围住，打得异常激烈。大哥，3弟、4弟，大哥，好险呐，差一点点，吓死我了。3弟、4弟，你们怎么来了？此地不是说话的地方，待后面再跟大哥说。你是何人？竟敢坏老子的好事！看你不顺眼的人。今天要想废了那书生的双手，看来是不可能了。他虚晃一招，飞身离去。张小武并没有去追击，这人一看就是带着极强的目的性，他的目标就是陶家大公子，万一对方调虎离山，那就中计了。多谢哥哥们救了我大哥。七公子客气了，这是属下分内之事。三哥被文大儒收入了门下，现在是文大儒的关门弟子，排行7。哦，还有二哥也被搭头，被文大儒收入门下了，排行6。好，太好了，三弟，恭喜你！多谢大哥。七公子，不知恶人是否会搬来帮手？此地不宜久留，我们还是快些离开吧。我们快点离开这里。三弟，怎么了？若我没算错时间的话，此刻陶乐运就在此驿馆之中。什么？老子去干掉他！呆子，他身边保护的人必定不少，不要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可是他把咱们家害得这么惨，我就是气不过。你们在说什么？小妹她怎么了？她为什么会在这里？什么小妹？大哥，她就是个白眼狼，害得娘早产，还把我们家亲小妹差点卖给恶人，临走卷走了我们全部家的，还买人打断了二哥的双腿。她就是个白眼狼，毒妇！小五哥，大青山夜间行走不安全，我们需要在驿馆休整一晚，但又要避开陶乐运一行。你有什么办法不惊动这里留宿之人住进驿馆吗？我还真有办法，不过你们兄弟3人需要乔装打扮一下，你们等着。三弟，我不知道家里发生了这么多事儿。大哥，我们也未曾料到家里会发生那么多事，不过总的来说好事多过坏事。大哥，我们有小妹妹了，小名叫乌丫丫，大名叫陶之雅，她好漂亮好可爱，你见了一定会喜欢的。娘不是要下月才生吗？我特意2月赶回来，就是想第一时间见证咱们的小妹出生，怎么才2月初就生了呢？大哥，你是不知道，那个陶元运简直坏透了，他引导着小童奔跑把娘撞倒，然后引发早产，他竟然还把小妹给卖了。跟麻贼婆说咱家已经有了4儿1女，不稀罕再多一个，若是女孩就让麻贼婆给卖了，若是男孩就掐死，他简直恶毒的没边了。他七公子，这是跟驿站里我的一个好兄弟借的，你们换上，稍后我们以办公差路过的借口进入驿站。可是如果那个想害我大哥的人也在驿馆怎么办？他肯定能认出我们。不会跟他们打照面的，我带你们从驿站后门进去，直接住进驿站的这个院子里。小五哥果然想得周全。谢公子谬赞。张大哥，驿馆简陋，还望您别嫌弃。哪里，能有个落脚处就好了。能为张大哥办事，广亮深感荣幸。饭菜我已经安排下去了，一会儿就送到。好，谢谢张老弟。应该的，应该的。赵广亮笑着离开了。他刚回到驿馆前院，陈二管家便迎了上去。姚赵大人，刚才是什么人从后门进来了？哦，那些是京城到地方办事的官差，不该问的别问。啊，原来如此，难道是住你们的院子？嘿嘿嘿，小赵大人您忙啊，我今晚吃多了，再溜达一圈。当我不知道你要干什么呢？
打探之心都快从眼珠子里冒出来了。他不知道该如何跟陈乐运交代。回到房间后，与陈健商量了半天，决定瞒下此事。他告诉陈乐运，事情已经办妥了。陈乐运没有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第二日天将亮，陶林晓等人便悄悄离开驿馆启程了。小妹，往这边看，这边看，看看能不能看到二哥。彩球哎，我都没玩过，也不知道好不好玩。二哥像个傻子，他离那么远，我怎么玩？小妹，二哥来喽，快看，球球！呀，二哥哥这比二郎神还要俊美呀！怪不得白眼狼那样喜欢二哥哥，得不到人也要得到皮。原来二哥哥这样俊，我最喜欢二哥哥了。这一世一定要护着二哥哥寿终正寝。我要离你小妹这么近，万一有口气，训着她怎么办？爹，哪有口气啊？我每天都好好刷牙的。那也不行，你离这么近，累坏你小妹的眼珠子。呀，爹爹也是个美爹爹。哎呀，我闺女长得可真俊呐，我闺女真机灵，我闺女是天下最聪慧的。爹，我娘让我把小妹抱过去。你呀，就好好养你的腿儿吧。爹，不带这样的，哎，让我再看一眼小妹嘛，哎。2天后，陶林晓他们回来了，拉的杏干直接在县城倒卖了出去，大大的赚了一笔。他们回到家的时候，后面还跟了个尾巴，问天一直想见见陶家老二，哪怕深知不可能收其为徒。他来的时候，陶凌云正在哄妹子。三弟，这位是二哥，这位是问天，问前辈。问天，前辈你好，不知问前辈找我有何事啊？在下听你四弟说，他的机关术是你教的，我想来见识一下你究竟是何方神圣。称不上机关术，就是一些小把戏罢了。小友真是太谦虚了。哎呀，认亲呀！一个白头发老头子哭得好凶，泪眼山庄了。陶凌云下意识地看向乌鸦呀，什么认亲，什么泪烟山庄，白发老头子。陶凌云的脑海中立马浮现出自己师父的模样，他下意识地看向问天，这一看竟发现他与师父有几分相像。他从曹浩人那里得知，师父曾有一个儿子于30年前离家出走，音信全无。难道小妹心声中说的认亲？小友莫动，我听你弟弟说你被奸人所害，伤了双腿，可要好好休养啊。呀，你大叔好有爱心啊。二弟，我回来了。问前辈。在回城的路上，他终于想起问天是谁了，他就是天下人推崇的眼术圣人问天。难怪他对二弟四弟那么上心，听说他想收四弟为弟子，现在跟来家里，看来这事要摆到台面上谈了。大哥，二弟受苦了。不苦，大哥平安回来真是太好了。呀，我大哥哥回来了，没有受伤，太好了。大哥哥声音真好听，长得也肯定不赖。陶凌风猛地听到一串小奶音，吓得一个哆嗦栽到炕下。哎呦，我的老腰啊，差点折断了。我说小友，你这身体不行啊，才骑了100里路的马，就走不直站不稳坐不住的，将来进了贡院，那不得抬出来啊。对不住了，问前辈。没事儿没事儿，你们兄弟俩聊着。林晓啊，你带我去跟令尊聊聊。二弟，你这伤怎么样？大夫怎么说？大哥，我的伤是燕大夫亲自医治的，他说保证我伤好之后不瘸不拐，能走能跑。想不到我们家养了10年的人，最后竟将我们残害至此。二弟放心，此仇我们是一定要报的。对，
报仇报仇，血债血偿。陶凌云急忙拉过他的手，在他手心迅速写下几个字。陶凌风惊讶地瞪大了眼睛，哎，这就是我们的小妹吗？好漂亮，好可爱呀！对，是我，漂亮可爱的我。大哥哥，快到跟前来，让我看看你长什么样。二弟，这小妹是不是在叫喜欢我？你看她跟我说话呢。呀，我大哥哥也很俊美，我们家人人长得好看，我将来肯定也长不歪了。爷，大哥哥不喜欢我吗？怎么看一眼就不看了？大哥，你是不是受凉了？你怎么咳嗽了？可别传染给小妹啊！没有，我没事，就是从来没有骑过马，头一次骑马被风给呛了。呀，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大哥哥不喜欢我呢。大哥哥竟然从来没有骑过马，好想快快长大，挣多多的银钱给大哥哥买马骑。温大师，听小三说，此次借了你们的马车，运回来不少杏干，真是太感谢了。不谢，我也是有私心的，我对你们陶家有所求。不知问大人有何求？但凡我陶家有的，必会满足您。有的，有2个呢。有2个？什么东西？我隐居深山，钻研演术30余载，如今在演术方面小有所成。而今出山，意欲收一弟子为继承人。你家老2、老4皆可，不知陶兄弟可否愿意呀？哎呀，这老2恐怕不行，他已经拜在了当今文大儒的名下。老4嘛，比较皮一点，嘴碎好动，恐怕不大适合验术一行。爹，有您这么说儿子的吗？爹这是实话实说。您还说？那个，我这是谦虚啊。我们家小4活泼机灵啊，聪明可爱，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孩子。可拉倒吧，您看看您那敷衍的样子，说出这话您自己信吗？有趣呀！既然老2有了师傅，那陶兄弟，我收你们家小4为弟子，可否啊？我是同意的，只不过我们家主张遵循孩子自己的意愿。我倒是喜欢验术，只是不想离开家。小妹妹那么小，万一她离开久了，小妹把她忘了怎么办？没事的，为师住的地方离陶家庄不远，就在咱们灵山县雾山镇的白雾山上。哎呀，那还真是不远，相隔不过20里地。没想到全国闻名的验术大师竟然就在灵山县，这要是让天下人知道，恐怕灵山县要被挤爆了。倒是没那么夸张，我有一个要求，拜我为师不能泄露我的消息。那是自然，徒儿对外就说拜了个木匠师傅去学木工的。如此甚好，来拜师吧。这也太草率了吧？草率吗？奉茶磕头不就行了？好吧，问大师乐意就好。自从陶乐运离开了，家里的气运简直爆棚，大儒大师追着收自己儿子们当弟子，也不知道老大会有什么造化。为师还有事情要处理，5日后才回师门，到时你再去。以后每10天木休2天。送走问天，一大家子决定好好庆祝一番。三弟，我发现老4的师傅跟咱师傅有些像啊。当然像啦，一个大儒，一个大师，那都是重量级的人物。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模样，他们的眉眼极其相似，还有下巴也像。哎呀，
我就说老四的师傅面熟嘛，像是在哪儿见过，原来是长相像咱们师傅啊。像你们的师傅怎么了？认亲，认亲。翌日，陶凌晓去了县城，一是为了感谢师傅和二师兄派人帮忙救他大哥，二是为了陶凌霄师傅的事。在陶凌晓到来前，文长风师徒二人已经在讨论陶家的事了。师傅，你说这小师弟他某天做梦做的还是真准。小五回来说，地点情景和小师弟母亲梦到的相差无几。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也许真的是巧合。师尊，世子，小公子来访。快让他进来。小老七呀，你这是有什么话要对为师说？师傅，昨日我四弟拜了个师傅，他师傅的名字叫问天。问天是那个验术大师？正是。哎呦，那真是不错。问大师踪迹难寻，竟然让你们给碰上了，你四弟可真是气运逆天呐。是的，我四弟的运气还算不错，不过……小老七，你打量为师要做什么？师傅，我四弟的师傅与您在眉眼间至少有5成相像。你说什么？弟子是说，我四弟的师傅与师傅眉眼间至少有5成相像啊。5成相像，5成相像。师傅，会不会？老七，你快说，他有多大岁数？他看上去与我父亲差不多，但是问过之后，他说他自己记不得自己有多大。他在30年前受过伤，被救起的时候应该有16、17岁的样子，他师傅便给他拟了个岁数，加上这30年，现在也有46、7岁了吧。他受过伤，不记得了。你们不必担心我没事的。小七，他住在哪里？我想去见见他。他不让对外透露行踪，不过师傅，你可以作为家长，以送我四弟为由去见他一面。好，就这么办。那个，你四弟什么时候去了师门？他让我四弟5天后再去。5天后？这么久？还要这么久？陶凌晓为了排解文长风的焦虑与不安，特地将刚刚吃饱喝足的乌鸦呀抱给他看。小娃娃，我是你2个哥哥的师傅哟。呀，是4哥哥师傅认亲的白头发老头子，原来是2哥哥3哥哥的师傅文大爷。哎，大爷，让我摸摸，看让我摸摸，传一点聪明才智给我。呀，我抓到大鱼的手啦，哥哥！呀，我抓着大鱼的手好久，我将来肯定会是一个才高8斗、学富5车的美少女。直到天擦黑，陶凌晓才回到家。陶宇安赶紧问他什么情况。陶凌晓高兴地说：四弟的师傅果然是我师父失散30年的嫡长子，只是他曾经脑袋受过伤，什么都不记得了，所以才会给自己取个名字叫问天。那师傅他们相认了吗？认了，我早就看到了。大鱼说出了4哥师傅身上的特征，一模一样，没错的。认了。师傅把问大师身上的伤疤、形状、胎质的形状全说对了，而且还有一块玉佩，师傅说也能对得上，所以当场就认了。哭得老惨了，老头子一个劲的认错。你就不能给我师傅留点面子啊？今天是乌鸦鸦的满月宴。老三，你在发什么呆？快点干，一会儿你师傅他们就来了。哦。陶凌晓应了一声，赶紧开始忙活起来。呀，老爹不行呀，前几日明明霉运见消，今天为何又霉运照顶呢？让我掐指算算，
呀，不行，手指不听使唤。老爹，您靠近点，我给您先压压灾。虽然老爹你听不懂我说话，但只要抱抱我好，我这么可爱。来，老爹，抱抱快点。爹，您快看，小妹朝您伸着小手，是不是想让您抱抱？闺女儿哎，爹的好闺女儿，今天你满月了，高兴不？高兴高兴，有肉吃不？有肉肯定也不给我吃，哼哼，光闻味捞不着吃，我真是太难了。来，我爹，您低下头，快低下头，让我摸摸您的脑门。哎呦，我的小闺女儿看上去真高兴啊。他将小手摸上陶雨安的印堂处，微微用力，一股肉眼看不见的微弱的金光渗入陶雨安的印堂，随后一点一点将那些霉运纳入其中，团团包裹，最后隐匿不见。呀呀，我爹爹可真是个美大叔，不，是个美大爹啊！嘻。闺女这么小就喜好美色，将来会不会被俊男靓女轻易骗走？这可如何是好？美大爹急忙招呼陶凌云过来，将乌鸦鸦塞进他怀里。爷呀，我俊美无双的二哥哥，快抱我出去玩，我还没看到街上什么样子呢。小云快过来，你怀里是不是抱着你小妹呢？是啊，太奶奶，我抱着我小妹呢。我小妹长得是又俊又可爱的。快抱过来我看看。太奶奶，你不是眼神不好吗？咋认出我了？我是蒙的。哎，这四小俊的身上会发光。乌鸦鸦听陶老太太这一说，仔细盯着自家二哥哥看，嚯，还真是，二哥哥的眉宇间竟然隐隐泛着金光。我操，文曲星转世啊！上一世文曲星咋死的那样憋屈呢？哎呦，这娃娃长得真好，叫什么名字来着？我小妹的大名叫陶之雅，小名叫乌鸦鸦。啊，对，哎，你家婶子告诉过我，我这脑子不中用了。呀，没想到我竟然看到了凡人界的长寿之人，这个老奶奶能活100岁呢。这时，远处有一辆马车朝陶家这边行来，很快到了陶家门口。哎，那个陶小兄弟，你的腿儿已经能走路了。小子献过叶大夫救命之恩。哎，你快起来，快起来！你这腿是能够行动自如了。不能算是自如，但是慢慢走还是可以的。你可是吃过什么灵丹妙药？乌鸦鸦认真地打量着燕老大夫，心里啧啧有声。呀，这就是给我二哥哥治腿的大夫啊！接骨术确实不错，让我省了不少事。他马上就要远行了，此去异常凶险，会成为背锅侠，因此殒命，太可惜了。这就是你们的小妹妹吗？哎呦，你快看看，这样的小娃娃竟然会叹气，这是遇到了多大的愁事了，可真是太有趣了。严老啊，要是您知道您不久的将来会殒命，您还会笑得这么欢吗？京城金銮殿，议事结束后，郑德地看着下方心不在焉的定北侯笑道：定北侯，这里有一件喜事要知会于你。但听皇上吩咐。这事与你是好事，平北将军的腿疾有救了。定北侯不必如此看着朕。这一次的这位大夫，据说医术精湛，实乃神医。这次你可要好好感谢户部侍郎陈侍郎。你也知道，他有一嫡女被拐，之前派出寻找的人回来了。在寻找陈小姐的途中，他们偶遇到民间的一位神医，便举荐到了朕的眼前。听说那神医对医治腿疾颇为在行，朕已经派人宣他入京，
给平北将军医治。侯爷，请您一定要相信我，这位大夫真的是堪称神医。他是我的家人在寻找我嫡女时偶然遇到的，亲眼见到过给人医治。我虽然曾经做过对不起平北将军的事，但我是真心希望平北将军能够好起来。毕竟在场的所有人都希望朝堂上再添一员猛将。陶远明根本信不过陈允良，不过当着正德帝的面，他又不能拒绝，只好干巴巴地对陈允良道了声谢。下朝回家后，陶远明来到陶雨萍的房间。阿萍，皇上说他寻了神医，不日将入京为你医治双腿。父亲，不必为我忧心，我无事的。父亲，不必为我难过，我已经习惯了。哎，你跟我说说今天朝堂上的事儿吧。我儿不应该是这样的，不应该是这样的。父亲，我真的没事儿。今天是不是有人向皇上举荐了大夫，皇上才跟您说的此事？儿子，你怎么知道的？最近几年，皇上对于寻访名医一事也不堪热衷了。今天突然提起，必然是有人举荐。不错，确实是有人举荐。举荐之人是与我们陶家对立的，是吗？儿啊，你猜的可真准。需要通过皇上口谕压我们的，我再猜猜，此人是不是陈允良？哎呀，儿子呀，你这不去摆摊算卦，还真是屈才了。唉，皇上提出来的，咱不能不应。不过，爹也不要抱太大的希望。从这一段时间陈家在朝堂上的动作来看，他们恐怕又要闹妖了。陈家与陶家可谓是世仇，不死不休。以陈家的小人做派，此次通过皇上提起此事，是想让我们必须接招。我们家里已经没有什么让他们惦记的了，他们还想怎样啊？有些人他就是看不惯你，即便你与他无怨无仇，他也想把你按在泥潭里，看你挣扎，看你痛苦，甚至要灭掉你，彰显他的能力。况且陈允良的父亲可是与您不对盘的，当年您为正，他为副，他那好胜的性子怎么看到有人在他的上头？之后因加官封爵贵为侯爷，他却仍在副将的位子上，到死都没有升迁。陈允良恰恰随了他父亲的性子，我猜他会把他父亲的死安在您的头上。他会想，若是没有您，定北侯的爵位就是他陈家的了，他的父亲也不会郁郁而终。所以陈家真是一门小人。哼，这又不是一两日了，父亲对陈家难道还不了解吗？可是我仍然不能猜到他们下一步要干什么。我们不用猜，只要兵来将挡，水来土淹就行。陶远明离开后，陶雨萍轻轻敲打了2下桌面，一名黑衣人应声出现。主子，您有什么吩咐？安一，寻找我小弟的事情可有进展？陶雨萍问道。消息还没有传来。让他们不要往南查了，往北。主子，夫人说过，他们约好了，如果冲散了，一定要往南走。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在往南查，渺无音讯。也许当时太乱，乌嬷嬷抱着小弟走错方向了呢。是。还有，你让人注意一下陈家最近的动作，丁死了。是。安姨应道。陶雨萍轻轻抬了抬手，安姨告退一声出去了。陶雨萍目光涣散，自言自语地说道：小弟，你究竟在哪里呢？我们今生还有再见面的可能吗？陈府，陈允良下朝回府，刚走进二门，便看到自己几个庶女围成一圈在吵嚷着。他皱了皱眉头，停下来隐在假山后面。
你就算穿上绫罗绸缎，也变不成凤凰。土鸡就是土鸡，大字不识几个的乡巴佬，嫡女又如何？就是，我姨娘说你就是个扫把星，当年就是故意叫你送出去的。你一回来，怕不是又要害我们倒霉了吧？哎呀，六姐姐，我好害怕啊！你还回来干什么？怎么不死在外面？呀，三姐不说，我还没想到这茬。我也到了议亲的年纪了。被5、6个少女围在中间的陈乐韵低垂的眉眼，像是害怕一般，站在那里一句话也不说。你们在干什么？陈记，派人将他们几个送回去，全部禁足1个月，朝鲜女德20遍。你是陈家唯一的嫡女，可比他们高贵多了。往后他们欺负你，你就欺负回去，有什么事儿，爹给你做主。谢谢爹爹为愿儿做主。我给你请的先生明日便到了，你跟他好好学，你才12岁，落下的都能补回来。谢谢爹爹。你随爹爹到书房来。是。陈乐韵紧随其后往书房走去，那里他上一世从未进去过，这一世不同了，都不同了。陈乐韵再次在心里将各路神仙拜了一遍，感谢神明让他重生在8岁那年。这一世他握住了先机。若说上一世他对灵山县陶家做的那些事是遵照本心做出的，那么这一世他就是故意的。跟上一世一样，他不能让陶家人出现在京城膈应到他。上一世自己没有重生，不照样把他们玩得很惨。这一世他们依然翻不出自己的手掌心。现在当务之急是利用好自己重生知晓未来的先机，帮助自己父亲平步青云，为自己未来增加筹码。没想到我闺女这么厉害，我是不是得感谢陶家将你培养得这么好？父亲，这难道不是女儿随了您吗？与那家人有什么关系？再说那家人对我并不好，吃的用的都与父亲您给我的简直是天壤之别。陈二与我说过，父亲会为你报仇的。他们现在不过是低贱的泥腿子，灭掉他们易如反掌。不，父亲，死太便宜他们了。我逃出来时摆了他们一道，他们成不了气候。也罢，这件事情你自己做主就行。你足智多谋，处事干脆利落，为父很放心。但是你一定要记住，对敌人绝不能手软，不能有一丝妇人之仁。谢谢父亲教诲。你带回的那户人家安置在西偏院，让人吃好喝好的供着呢。如此甚好。父亲，前几日您向皇上举荐神医的事可顺利？顺利，前去宣旨的人已经出发了。今天早朝上，皇上也递了话给定北侯。定北侯可有抗旨？没有，皇帝亲自给他儿子找的大夫，他怎么会抗旨呢？那就好。陶家庄装得跟牛犊子似的，搁我这儿还装呢。说吧，我咋瞅着你也不像让我给你诊脉呀，有什么事还不好意思开口？尹老，我先前掐指一算，您最近要远行，不过您此行异常凶险，于命不利啊。哎呦，你个臭小子，长本事了哈！你说我要是把你这番作态告诉你师傅，他会不会揍你？他可是一向最厌烦这些装神弄鬼的把戏，到时候估计得一天揍你3顿。他这是为了谁？要不是这老家伙对自己有救命之恩，与恩师有过命交情，他至于自毁形象吗？哎呀，这孩子长得可真俊，要是能做自己的孙女婿就好了。可惜自家无适龄女孩，
你呀，好好珍惜眼前吧。那家伙可是眼里揉不得沙子。严老，咱们要不打个赌？打什么赌？就赌您近日必有远行，且不能拒绝。小云子，这你可算的不对。我不止近日，年前都没远行的打算。不过你刚刚那模样，确实有几分神棍的神韵。嘿嘿嘿呀，不是我说，就你这玉仙的模样，搁那儿一坐，就令人想焚香祭拜。要不你别跟文老头了吧，我认识一个牛鼻子老道，介绍他给你当师傅，怎么样？这时文长风推门而入，面色不善地看向严老大夫。隔着老远就听着你这老东西笑得癫狂，是不是想诱拐我的爱徒？老家伙吃醋了啊！我可没有诱拐你的爱徒，只是想给他另找一个师傅。这还不是诱拐？一边儿去吧你！燕大神医，你就说吧，我徒弟的腿儿怎么样了？他的腿没任何问题，但是你这六徒弟这里有毛病。我怪徒儿天资聪颖，过目不忘，俊美无双，乃文曲星下凡。你个老东西是嫉妒我吧？脑袋有毛病，是那你那一打徒弟的脑袋吧？你可别忘了，你这徒弟当初可是个大头。文长风气走了燕老大夫，回头关心地问陶凌云：小六啊，你是不是忙了一天，这腿不舒服呀？师傅，我很好，燕老说我比牛犊子还壮。你还是别笑了啊，笑起来晃眼。乌丫丫满月宴后，一切步入了正轨，唯一让陶凌云不放心的就是燕老大夫。他知道燕老大夫不相信他，所以他把这事告诉了陶凌晓。陶凌晓有800个心眼子，陶凌云一讲，他立即说道：二哥，你为什么不借二师兄的名头？他不是进京面圣去了？哎呀，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啊？那我现在就去告诉他？晚了，你之前不是掐指一算了，他在信你才有鬼。嗨，那你还说？二哥，我承认，在读书一道我不如你，但是论起心计，你还是不行的。哟，你这臭小子还自卖自夸上了。哎呀，没办法呀，老天爷追着赏饭吃。你三哥是不是变了？你才发现吗？自从咱有了小妹，三哥就跟变了人一样。你的意思是说他以前不是人？你可真敢说，当心他阴你。到时我告诉他，那是你说的。算了，不跟你说了，我得去问问老三这事咋办。二哥，这事儿你就别管了啊，三哥就给你办了。你又知道了？那当然，我们是双胞胎呀。不知道陶凌晓用了什么办法，反正燕老大夫是信了。他为此专门跑了一趟雾山山庄拜访文长风。2人密谈之后，文长风写了一封信给燕老大夫。果然半个月后，朝廷来宣旨的人到了，燕老大夫果真要远行。吴丫丫在听到哥哥们讨论这件事的时候，短胖的小手指又开始掐捏起来。我竟然能看到一个人身上半个多月后发生的事，是法力见长了吗？不对，我是能看到一个人身上某一段时间内会发生的大事。呀，我天，我亲爹竟然给我开了个亲手指，不亏。陶宇安瞬间不淡定了，老天是你亲爹，那你亲爹我呢？哟吼，我爹这是什么眼神？怎么看上去像是我欠了他800吊大钱一般？难道我得罪我爹了？
除了吃喝拉撒，我也没干过什么呀。好吧，昨天来不及通知老爹，尿了他一身。可是昨天我老爹挺高兴啊，这是脑壶太长，今天才反应过来。听着他新生的兄弟几人几乎要笑喷了。哎呦，爹爹的贴身小棉袄哟，爹爹稀罕死你了。爷爷，我也稀罕爹爹呀，我爹爹是世上最好的爹爹。老大，你媳妇儿咋还没回来？是啊，她怎么还没回来？以往这个时辰早回来了，我去接一下。说罢，他站起身，风风火火就往外走。乌鸦鸦斜眼看了一眼陶凌风的背影，一幅画面出现在他的眼前。呀，大事不妙！断玄港有贼人拦路！呀，贼人抢劫！呀，大嫂被贼人掳走了！不是贼人，是土匪！哎呀，怎么会有土匪？让我想想。呀，我操！这些土匪竟然是白眼狼路过大青山时收买的。只不过土匪当时有别的任务需要远行给耽搁了，所以今天才有所行动。上一世大嫂被掳走时，大哥双手已经废了。后来大嫂和村里那些被土匪一起掳走的妇人，3个月后才被放回来。唉，放回来这些妇人都怀了身孕，真是太惨了。那是白眼狼特意交代土匪这么做的，他给了土匪好多银钱。大哥的长子不是大哥的，照他个仙人板板。白眼狼，你等着，等老子长大了，一定要让你血债血偿。陶宇安听得整个人炸裂了，无尽的后悔席卷全身，仿佛要将他淹没。他一时之人，竟给全家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他控制不住的浑身颤抖着。咦，我爹爹怎么了？抱紧宝宝啊，别摔着了！爹，你别抖啊，摔着你无敌可爱的小闺女就不好了。万一摔了脑袋变傻了怎么办？万一摔了鼻子就丑死了，我还要长得像二哥一样美呢。他娘，你先抱一下闺女，我突然想起一件很重要的事，忘了和村长叔说了。原来爹爹是忘了重要的事紧张的发抖啊，那这事肯定很大了。让我看看是什么事呀？我看不到，想来不是坏事。对啊，我好像只能看到每个人身上的倒霉事。老三，这事你怎么看？我们还能赶得上吗？爹爹莫急，能赶得上的。当务之急是说动村长叔，请他纠结人手前去接应。如果真是土匪，这件事对我们来说是有弊也有利啊。我们只要人数够多的话，说不定能战胜土匪。如果那样，那就是大功一件。可是我们村全是农人，如何能打得过土匪？无他，只能仗着人多了。陶凤山对陶宇安说的事将信将疑，毕竟灵山县好多年没有出现过土匪了。但自己的孙媳妇程氏也在那一趟牛车上，纠集了全村15以上30岁以下的青壮年前去接应。此时一辆牛车出了城，正吱吱呀呀地往陶家庄而来，车上拉着7、8个年轻妇人，其中一个蓝衣妇人不满地抱怨：狗苍娘，要不是你，我们怎么能回得这么晚？你说说你那也不是什么急事呀，非得耽搁大家这么久。现在日头都落山了，家里人肯定等急了。就是，我男人肯定等着急了，说不定都迎出2里地了。小花，是你着急了吧？也是啊，刚成亲的小年轻就是不一样。不是，你们还老吗？说我是小年轻。来，大家都说说，你们老吗？你们这一车可都年轻的，在我老闯头面前那就是小孩子。我们可不敢跟闯爷爷比。哎呦，兄弟们发了呀，一车小娘们儿啊！各位英雄好汉，行好，放过我们吧，
我们可都是穷苦人家的人，没有钱财呀。快，大家把身上的财物拿出来，孝敬各位好汉爷爷。我不，我修了3个月的荷包，总共才卖了100个铜板。我不，这是我们家的口粮钱啊。才100个铜板，大夫要万子呢。大哥，我看这车小娘们挺不错的，不如咱们接回去犒劳犒劳咱们兄弟。也不是不行，这一趟远差，兄弟们都辛苦了，是得好好犒劳犒劳啊。好汉，各位好汉，爷爷呀，你饶了小的吧，我们真的很穷啊。哎呀，你这个丑了吧唧的老头子，滚一边去！我们只要那一车小娘子。哭什么呀，快跑啊！老黄牛吃痛撒蹄子就跑，牛已经冲进了对方的阵营。那些拦路的土匪没想到陶凤闯会舍得将牛放跑，眼见黄牛直直地顶过来，10几个土匪赶紧躲避，现在一片混乱。陶凤闯趁机一把一个揪起小媳妇们，推他们快跑。可是小媳妇们哪里见过这样的阵仗，磕磕绊绊摔倒在地。只有杨秀娥拉着离自己最近的村长的孙媳妇程氏，撒腿往林子中跑去。娘的，给你这个老不死的脸了是不是？既然你找死，老子成全你！差点被牛顶到的独眼龙挥着大刀朝正在拉最后一个小媳妇的陶凤闯挥了上来。不好，前面有情况，大家加快速度啊！杨秀娥和程氏在树林边被4个土匪逼得步步后退。跑啊，继续跑啊！小娘们儿，你俩行啊，竟然能跑出这么远。嘿嘿，怎么不跑啦？还别说啊，你们2个是这些小娘们中最俊的。嘿嘿嘿嘿，爷爷们有福了。哎呦，哪个该死的东西敢打爷爷的头啊！你爷爷我哪儿来的臭小子，敢在爷爷面前撒野？桃林小虎啊，一锄没锄到，又来了一锄。那土匪刚吼完，便挨了一下。你不讲武德，你他娘的也配提德子，吃我一锄！小屁孩，论打斗你就不是对手。陶家庄的100多人陆续赶到，叮叮当当一番打斗，土匪被围在了中间。秀娥，秀娥，你在哪儿？夫君，我在这里，在这里。夫君，你受伤了吗？我没受伤。秀娥，你呢？有没有受伤？没有，我没有。幸好夫君来得及时。哎，你们在玩什么游戏啊？我也要，我也要！突然，一个人从树林中飞身落入陶家庄村民和土匪之间。此人是一个白发白眉白胡子的老头，行为有些疯疯癫癫。哦，坏蛋，坏蛋，大坏蛋！老东西，滚！嘿嘿，你才是老东西呢，你全家都是老东西。嘿嘿，我是火眼金睛，一眼便能看出好蛋坏蛋。嘿嘿嘿嘿，你们就是坏蛋，我是专门打坏蛋的好蛋。老头说罢，身形微动，随后便传来一阵惨叫声。待众人看清，只见被6个土匪围在中间的土匪头子已经躺在了地上。脏死了，脏死了！哎呀，老子的手都让你们的脸弄脏了。场面瞬时寂静了下来。白头发老头有些不适，紧张地转头四下张望。突然，他的目光定在陶宇安身上，数息后，一下窜到陶宇安跟前，扑通一声跪下，抱着陶宇安的双腿嚎啕大哭。主子呀，属下终于找到您了，终于找到您了。陶宇安被他哭得手足无措，这是什么情况？他不安地看向陶凤山。可能是脑袋不好使。哎呀，这土匪要逃！这时有人突然大叫：坏蛋，捣乱我跟主子相认，找死！旋即他飞身而起，
众人只觉得眼前光影闪过，紧随而来的是高昂的惨叫声。再细看，土匪全部倒在地上蠕动哀叫，而老头已经恢复了之后前的动作，继续抱着陶玉安的大腿痛哭。老人家，你先起来，有话慢慢说。原来是个傻子。我不是傻子，我是小严子。咦，三哥，他竟然没跟我说你才是傻子，你全家都是傻子。放尊重点儿，再怎么说这也是一位老人家。哦，你不要打他，会把小主子打坏的。你认得他？哎，怎么会有2个小主子？哎呦，好疼啊，好疼啊！哎呀，为什么我想不起来了啊？为什么我什么也想不起来了？我怎么了这是？村长，土匪都绑起来了，接下来怎么办？阿昌，你带上20个人跟我一起，咱们将土匪送到县衙去。好嘞，村长说我也去一趟吧。也好，我也去。陶林晓心事重重地来到陆元香的房间。小三，迎回你大嫂了吗？回来了，幸好村长纠结了村人，去了100多人，把土匪全部抓起来了。怎么不见你大哥大嫂，你爹和小四？可是谁受了伤？没有，我们都没受伤，倒是有10几个村人受伤了。待爹爹回来，我们商议一下，去看望那几户人家。也对，得去看看，毕竟人家是为了救你大嫂。你爹他们呢？我爹和村长爷爷一起到县衙了。我大哥大嫂受了惊吓，我让他们回房了。小四嘛，你好好听听，他正在给我二哥说书呢。那你怎么不太高兴啊？娘，我爹的身世你知道多少啊？我知道的不多，只知道你爹宝贝的那块玉佩能够证明你爹的身份。当年你奶独自一人带着5、6个月的你爹到陶家庄，见陶家庄的人都姓陶，便在这里住下了。至于你爷爷嘛，你奶说他是一个武将，当年边境敌国入侵，还是副将的你爷爷受命出征，结果没想到你爷爷出征不到3个月，京城6王夺嫡，彻底大乱。你奶带着家人逃难，你爹是在你奶逃难路上生的，因遇上乱兵被冲散了。你奶随着一些逃难的一路走到这里，后来才发现与家人约定的逃跑方向正好反了，但已无力再转回去。那就难了，军队的副将太多，这么多年在不在还难说了。再说就算他还健在，那玉佩也在陶乐运的手上，以陶乐运的性格，哎，我爹这认亲恐怕是难上加难了。可不怎么的，我们家真是成也心软，败也心软。认不了了。上一世我爹的爹认亲了，不过不是认的我爹。上一世白眼狼并不是临走的时候才拿走玉佩，而是更早的时候拿玉佩出去显摆，把玉佩丢了。就是那个捡到玉佩的人被我爹的爹认走了。等我再长大一点，再修会一点法力，说不定能算出来是谁。娘，我们在与匪徒打斗的时候，有一个武功高强的白发老人帮了我们，不过他好像脑袋有毛病。看到我爹先是震惊，然后跪在我爹的脚下，哭的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一个劲儿的喊主子。看到咱家老四喊小主子，后来看到我又说为什么有2个小主子，接着他就抱着头喊疼，说什么也想不起来。我猜他可能是脑袋受过伤，失忆了吧。白胡子老头还叫我爹主子，上一世也有这事吗？哦，对了，我大嫂也不知道回来了没有。娘，我去看看大哥和大嫂，他们今天受的惊吓可不小啊。爷爷，大嫂回来了，真好，和上一世不一样了，彻底不一样了。娘，
我打算弃文从武。凤儿，你书读得那样好，怎么要放弃了呢？娘，今天的事情让我感触太大了。我觉得在绝对的武力面前，我太弱了。关键时刻，就算你学富五车，都一文不值。只有以暴制暴才是正理。好呀好呀，大哥哥习武也好，说不定将来是个武状元。读书的事交给二哥哥和三哥哥吧，二哥哥可是文曲星展示。三哥哥虽然读书上比二哥哥略逊，但他们不在意接考。哇哈哈，我家可能会出2个状元。不，如果大哥哥努力，说不定能挣个5状元。大哥哥根骨齐家，虽然现在习武有些晚，但有本丫丫在，不成问题。老大，你的事儿带你爹回来商议一下再说吧。陶凌风点头，听了小妹的心声，他原本的一丝犹豫彻底消失，如今信心十足。饭我已经做好了，要不你们兄弟先吃吧。秀娥受了惊吓，老大，你把饭给她端进房里，陪她在房里吃就好了。好的，娘。好的，娘。第二日乌鸦鸦醒来的时候，屋里已经没有人了。堂屋里正在与那个白胡子老头大眼瞪小眼的众人，听到乌鸦鸦的心声，为之一震。我闺女醒了，我去看看。主子，您不厚道啊！您怎么能把主母换了，还跟其他女人生了这么多孩子？您对得起主母吗？当初您可起过誓，背叛主母要天打雷劈的。这位大叔，我跟你说了很多遍了，我不是你的主子。不可能，虽然我记不得我是谁，我从哪儿来，但是我记得，我叫你主子。你看，小主子，我也记得，小名叫平平。我去，还平平？我有这样娘的名字？我叫潇潇。潇潇，主子，您看，小主子平平。老爷子，您错了，我叫小小。笑笑，您也叫笑笑？主子，您咋给小主子改名字了？我的老天，我看到神仙了！神仙在上，是不是您使了法术，让我能看到2个小主子呀？我问你，你的主子姓什么？我忘了。你都忘了，还说我爹是你主子？他就是我的主子，我就是叫他主子。他的眼，他的鼻子，他的嘴，我都记得。那你为何管我叫平平？得，他可能是靠本能记得这么多的。这时，陆元香抱着乌鸦鸦来到堂屋，白胡子老头猛地窜上前，指着陆元香说：“你这个狐狸精，勾引我主子不说，竟然还生了孩子！你才是狐狸精，你全家是狐狸精！嘿！你瞅瞅你那丑样，说你是狐狸精，都埋汰了狐狸精的美貌。你这老头子，脑袋不好就去治，休要在我家里胡说八道。我跟我父亲生了4子1女，都是亲生的。睁大你的眼珠子，好好看看，看清楚了再说话。4子1女？切！原来这张老头子脑袋受过致命的伤，竟然没有死掉，真是奇迹。不过他脑袋里有东西压着他，什么也想不起来。他说我爹是他主子，难道这是之前我那冤种爷爷的部下？陶凌晓看向乌鸦鸦，小妹的想法竟与他不谋而合。他也是这样想的，并准备说服爹爹留下这老头。大哥不是想弃文从武吗？这个老头子的武功确实不赖，而且经小妹确认，他不是装疯卖傻，这样就不怕了。既然你一直说我是你的主子，你是不是要听主子的话？哎呀，主子，您终于想起我来了。不，我什么都不知道，不是你说我是你的主子。难道主子也受过伤？嘿呦，
主子呀，你竟然伤得这么重，一点内力都没了。哎呀，是不是陈王八干的？啊，陈王八是谁啊？陈王八就是陈王八呀。你愿意留吗？愿意，愿意。主子在哪儿，我就在哪儿。留下可以，不过不能吃白饭。我知道，我很能干的，上能上天打神，下能下水捉龙。嘻嘻，吹吧吹吧，当心老天我青天造你。胡丫丫心声刚落，晴天白日突然凭空打了个响雷，白胡子老头立马闭上了嘴，偷偷往门外看了看，心里暗戳戳想：哎呀，这是吹得过了火，让老天看不过眼了。哎，那闺女真是乌鸦嘴，倒也不用你干那些神仙营生，你就负责教我老大习武吧。我到底教哪个呀？老大，爹，往后你就跟着他习武。您不能拜我，不能拜，您是主子的老大。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小严呢。哦，这名字，我给你加上一个姓啊，若你将来记住往事，再改过来。好的，好的，就叫陶岩吧。讨厌，这名字符合他。就这样，陶岩在陶家住下了。在他发现陶凌风根骨齐家之后，简直是如获至宝。那教的是一个认真，恨不得把自己毕生所学全都塞给陶凌风。陶宇安看着习武的两人，心里五味杂陈。没想到读书极好的老大竟然走上了习武一道。8个月的乌鸦鸦已经会扶着墙慢慢走路了，看到陆元香走过来，高兴地喊道：娘！是娘，娘！娘！我舌头不好使。我闺女真聪明，这样小就会叫人了，还能扶着墙站起来，了不得。爷爷，娘夸我了。娘，我姐姐。哎呦，我们丫丫要上街呀，娘有事要做，要不叫你大哥哥帮你出去。呼丫丫兴奋的2条小胖腿直蹬大，杨秀娥忍不住好奇地问：娘，您怎么知道小妹要上街啊？待你有了自己的孩子就明白了。大哥哥，大哥哥，你可一定要抱紧了，别摔着你可爱无敌的小妹妹呀！哼，小妹是不是觉得大哥哥腿发抖不放心呐？没事的，大哥哥摔着自己都不会摔了你。大哥哥，你这话说的，你要摔倒了，那我能幸免吗？说不定我就是店里那个肉团团。大哥哥，你快省点心吧。自从气温从5，你放飞自我了哈。一大一小来到街上，乌鸦鸦顿时圆满了。突然，西北方天空中黑压压的云层引起了乌鸦鸦的注意，他的眉头紧紧地皱了起来。他能清楚地看到云层隐隐泛着黑气。怎么了，小妹？大哥哥，乌鸦鸦费劲地说着，明明只是乌云，为何会泛着黑气？乌鸦鸦不解，他举起左手不停地掐算。乌鸦鸦算不出什么，急得小短腿直蹬搭，小手不停地比划着。这时，村里有名的长舌妇陶张氏走了过来，看着陶凌风兄妹，阴声怪气地说：哟，你小妹这是会说话了。我没记错的话，才8个月吧？8个月就会说话，那可真是。有句话叫什么急必妖，你们家可小心吧。你给我站住！你凭什么编排我小妹？我说错了吗？你看看村里哪个孩子不是1岁多才会说话的？哟，你看看你小妹等着我要吃人的样子，不会是听懂我说话了吧？那可真不得了！天哪，8个月的孩子啊，你家可当点心吧！
别再是个灾星转世。你才是灾星！自从你恰当你婆家，你婆家年年不是死人就是有人受伤，哈哈！你是正宗的灾星一个。咦，这老巫婆头上咋冒着黑气？呀，跟那些乌云上的黑气一样哎，究竟是什么呢？你怎么的咒人骂人呢？要是别人这样说你家孩子，你愿意吗？哦，好你个陶老大，你明知道我的孩子没了，还跟我提孩子，你这是剜我的心呐！哎呦，我的天哪，欺负人了呀！作吧，自己把孩子作没了，还作，这辈子也就是无子命啦。由于陶张氏的哭闹，街坊邻居走出来看热闹，甚至有人还去喊了村长。陶凌风听了乌鸦鸦的心声，默了。有些人真的应了一句话，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想到这里，他抱着乌鸦鸦转身欲离开。你不能走，得让大家评评理，他凭什么穿戳我的疼处？你放手，简直有辱斯文。斯文？你们斯文人专挑人家痛处说吗？不要以为你天是夫子，你是秀才，老娘就得高看你一眼。我呸！你们家没一个好东西，老的坏，小的吊，才8个月的孩子就会说话，说不定是什么怪物呢。闭嘴，陶张氏，你再敢污蔑我小妹一句，我不介意打女人。陶凌小兄弟3人刚回村里，便看到有人围在这里，没想到听到有人污蔑自己小妹是妖物。陶张氏，往后会说话就说句话，不会就把嘴闭上，当心话说多了闪了舌头。我们回家。巫婆，小沙，还有我的好哥哥们要出大事了！接下来将会连降1个月的大雪，雪灾要来了。大哥，天太冷了，快回家吧，怕是要下雪了，别把小妹冻坏了。嘿，终于有一个哥哥说到正点上了，是要下雪了，下大雪，好大好大的雪，淹了房子的雪得提前准备防备呀。乌鸦鸦着急的四下张望，这看不要紧，只见围观的村人中有好多人跟陶张氏一样，头顶冒着黑气。呀，我知道了，死气，那是死气。这次大雪要死好多人。呀，我记起上一世这个时候的事了。上一世这个时候，灵山县遭一百年不遇的特大雪灾，压死、冻死好多人。唉，县令也死在这场雪灾里。都怪我不能说话，2哥哥、3哥哥师兄要被人害死了。那个被派来赈灾的狗官，把2哥哥、3哥哥的师兄害死了。呀，怎么才能让2哥哥、3哥哥知道呢？快回家吧，五娘能听懂我说什么。大哥，我们快回家，小妹脸都冻通红了，可别把她冻坏了呀。好，快走。哎呀，我3哥哥真上当，虽然没听懂我还扒了些什么，但回家是对的。娘，您快看看小妹，不知是饿了还是冷了，一个劲儿的啊巴巴说话。在哪儿呢？快让我看看。爸，看。乌鸦鸦的小手指着西北方说道：我下手。哦，丫丫是让娘看看那云，能下雪是吧？我娘果然是我娘，就是懂我。小太太呀，花花。丫丫是说雪很大，压房子了。偷吸烟。房子塌了，压死人。这时从学堂回来的陶宇安走进来，问道：哪儿的房子塌了压死了人？刚刚丫丫说要下大雪了，雪很大，把房子压塌了，还压死了人。我去跟村长说商量一下。哇，
爹爹咋这样相信我？我今天让一个学子气糊涂了。你刚刚说是谁说的？是丫丫说的。我听人说小孩子没退鬼眼，说不定他真能看到什么。对，我没退鬼眼，我能看到梁湖雨看到。看看，我就说吧。来，丫丫，你说说你都看到了什么？慢慢说，不急的。大手吸人头，细熊被害死。小妹，你是不是想说这次大雪死人了，还挺多，师兄被害死了？对，太对了，我三哥太厉害了，我说成这样他都能听懂，太牛了！我家这都是些什么神人呐？我相信小妹的话。不可能吧？就算没退鬼眼，确实能看到什么，但这也看到的太多了吧？大哥哥竟然不信我决定不理他了，一个时辰不理他。怎么不能？小妹说是就是。你看咱们小妹一生下来就睁开眼了，还会看着我笑，就说明啊，她与别的小孩不同，她是天底下最聪明、最可爱。她说的一定对。呀，原来大嫂这么信任我，大嫂真好，以后我发达了要给大嫂买。咦，大嫂要给我生小侄子啦？乌鸦鸦最后这一句心声令陶家人为之一振，不过要淡定，不能露馅。我相信小妹说的，书上说婴孩确实能看到常人看不到的东西。那我现在就去跟村长叔说。老大，你师傅呢？哦，今天练完功之后，他说有事出去了。怎么，现在还没回来吗？我回来了。丫丫，烧鸡的味道。哎，你们都在这儿干嘛呢？做好饭了吗？啊，我饿了。你们看，我买了烧鸡和酱肉加餐。师傅，你哪来的银子？我自己赚的。你怎么赚的？有一个有钱人的马车倒在路沟里了，我一只手就给他推出来了，他打赏我的。说话间，陶岩眼神闪烁不定，陶凌风直觉要坏事。果然，他还没来得及再问什么，大门外传来了敲门声。这位小哥，您有什么事儿吗？你家一位老人家抢了我家主子的吃食。啊？不可能吧，我家就一位老人家，他单纯的很，怎么可能抢人家东西呢？您怕是找错门了。我看你容姿端正，目光清澈，本以为是个端方君子，没想到还是个昧良心的人。请您拿出证据来。那白胡子老头手里拿的就是。他的话音刚落，陶凌晓等人齐齐看向陶岩手中的东西。陶岩愣了一瞬，而后快速将手中的东西往乌鸦鸦怀里一塞，那重量差点将陆元香怀里的乌鸦鸦给压得栽到地上。他自己则大咧咧地走上前，伸出双手说：哪儿呢？我手里根本就没有烧鸡和酱肉啊！众人闻言齐齐翻白眼，人家都没提是什么东西，这老头自己说出来了。得，不打自招了。我师父他拿回的东西是因为帮助别人，人家答谢他的。男子立即警惕起来，转身就往身后的马车走去。主子，我们必须立刻离开。不行，我的烧鸡和酱肉还没拿回来呢。这家人很可疑。哼，占了我的便宜，就没有不付出点代价的。他跳下马车，气势汹汹地走到陶凌风对面，指着陶凌风说：还我的烧鸡和酱肉，此事就此罢休，不然……呀，香！小男孩身体猛地一僵，左右看了看，他为什么听到有小孩子说话？
三哥哥，我的好三哥哥，我长牙了，可以吃的。你怎么这样？你妹子我吃一口又能咋地？松手啊！一口就一口。三哥哥坏，哼，不让我吃肉，等我长满了牙，我要吃头牛。不，吃2头。门外的小男孩彻底不淡定了，他现在确定了，他能听到对面那小屁孩的心声。他回头看了眼站在自己身后的贴身侍卫，见他脸上并无异常，再一一扫过陶家人的脸色，也没有发现异常。他突然高兴了，原来只有自己能听到那小屁孩的心声吗？这是不是说他与这小屁孩有缘？我的烧鸡被你家小孩啃了，你们得赔我。那2两银子在镇上能买3只烧鸡2块酱肉。有时候银子并不是万能的，我现在就要吃的。那吃吧，从这边吃，我小妹还没啃到，没她的口水。我怎么知道有没有沾她的口水？反正我现在饿得慌，我要吃饭。说罢，他扒拉开陶凌霄，理所当然地迈进门槛。哎，站住！这是我家，你不是我家的，你不能进。你抢了我的烧鸡，让我没饭吃，我就要在你家吃饭。不行，那烧鸡是我帮你扶马车的报酬。你给我扶马车不应该吗？啊，我的马车是怎么掉到沟里的，你不清楚吗？那是你的马拉进去的。那我的马为什么要拉进去啊？你的马的马蹄子不好使，走歪了。那他为什么走歪了？他想非礼我。他怎么想非礼你了？没办法，陶家只好赔人家一顿饭。结果这小子吃完饭还不走，又要一间屋，这真是得寸进尺了。小子姓封名成，刮风的风，承让的承。不好意思，封大少，我家可没房间给你住。我住那儿。不行，那是我小妹的房间。你确定她现在能一个人睡？我冷。看吧，她说她冷，所以肯定不能一个人住那间屋了，给我和我的侍卫就行。我冷。我知道你冷，所以你跟你爹和你娘住一间是吗？不是。姑丫丫奶凶的反驳，不能让这个人住进来。这小屁孩印堂发黑，明显有血光之灾。还有他身后的那个侍卫，浑身冒着死气，一看就是将亡之人，不能让他把祸事带进家里。我的大房间啊，哥哥们按我心意改装的大房间啊，我还没住，就让一个小屁孩接走线灯了。哎呀，没天理啊！呀，差点忘了一件大事。我操，那个小屁孩侍卫身上黑气浓郁，应该就是在今夜见阎王。今夜下半夜确实开始下雪，但不至于压房子呀。那么这肯定是被人追杀的。娘，我有话说。2肉3切。闺女儿想吃虾了。他爹明天去河边捞点虾子回家给丫丫吃。而后眼睛向隔壁方向看了看，陶玉安秒懂。刚才他走到家门口，陶岩拉着他悄悄告诉他，丰城带的侍卫武功很高，让他注意点，说话时要当心隔墙有耳。好，明天正好休息，我亲自给闺女捞虾吃。你刚从外面回来，不要碰她，手怪凉的，没看见闺女嫌弃了。好，待手暖了再碰。我们的小丫丫要吃什么口味的虾子呀？哎呦喂，我的亲爹，我是说有杀气。按着那侍卫身上的死气推算，应该是在今夜丑时出。爹呀，要防备呀！
哇呀！哎呀，呸！他娘的，一个字也说不准，好着急呀！丫丫，难道不是要吃虾？顾丫丫急忙点头。还是我娘了解我，不愧是我娘。你是告诉你爹有坏人来了要杀人吗？我娘真是大聪明，一下子就猜对了。隔壁偷听的风城听到最后这句，差点忍不住笑喷。为什么杀人啊？那个，杀他们的。刚刚这家女主人的话，你听清了？风衣点了点头，嘴唇微动。他说杀他们的。这家的他们就我们2个吧。主子，您有没有觉得这家人挺古怪的？全家人都围着一个奶娃娃转，就连那个脑子不好使的高手也宠着那个小奶娃。当家的2口子竟然很相信一个小奶娃说的话，这也太古怪了。风城点了点头，不过他感觉到的古怪之处却与凤衣不同。他是因为能听到了乌鸦鸦的心声才觉得古怪，这是多么离谱的一件事。他不死心，将耳朵贴在墙上继续听，接下来听到的事令他更为震惊。他爹，你去跟村长说，村长信吗？村长信了。咋就轻易信了？嘿嘿嘿嘿，我说是你昨晚做梦又梦到陶家老祖了，老祖们告诉你的。啊，你怎么又安到我身上了？再这样下去，陶家庄的人都把我当神婆了。他们现在就已经把你当神婆了啊，拿你做梦说事又不是1次2次了。也罢，神婆就神婆吧。来，神婆大人，睡觉了。别闹，你只告诉村长也不行啊。闺女不是说灵山县受灾最重，还有老2、老3的师兄也会折在这场雪灾里，咱们是不是得想办法通知他？你就别操心了，但明日嘱咐一下老2、老3，提醒他师兄一下，这一事铁定折不了。听到这里，风城彻底不淡定了。听这意思，能听到小奶娃心声的不止自己一个啊。主子，您头痛吗？今夜你要当心了，尤其是子时末丑时初。陶宇安在陆元香睡了后悄悄起床，进了陶凌云3兄弟的房间。老三，睡了？我们都没睡。我不在家时，你们听小妹说了什么？小妹说那小屁孩的侍卫丑时初会见阎王。他们果然是大麻烦，当时就不该心软留下他们。爹，现在后悔无用，去找下大哥的师傅吧。行，你们睡吧，这事我去办。随后陶宇安去了陶岩的房间，他进去的时候陶凌风已经在了。他当然也是听到了小妹的心声，心里担忧才来找师傅的。3人合计了一下，随后各自休息了。等待的时间是漫长又让人焦虑的，陶宇安甚至希望闺女看到的是假的。此时眼看就要过了，乌鸦鸦突然醒了。来了，刺杀小屁孩的人来了！1、2、3，天呀，有谁要过？大家醒醒！闺女儿乖，不要出声啊！爹爹好像听到有贼人进了我们的家。呀，我爹的耳朵这么灵光吗？竟然听到了贼人的声音。隔壁的风城在乌鸦鸦心声响起时就醒了。哎呀，以后夜里要少喝水，不然尿多。这么冷的天打把夜上茅厕是真遭罪呀。16个猫着腰身蹑手蹑脚的黑衣人同时站直身子，定在原地，齐齐转头看向陶岩。陶岩使劲揉了揉眼，
探着身子围着离他最近的一个刺客转了一圈。哎，我还没醒，我在做梦。怎么我看到院子里突然多了10几根木桩子呀？哎呀，还是人形的木桩子。这小厮越来越有本事了，做的假人和真的一样逼真，还给穿上衣裳了。小厮已经厉害成这样了，竟然做了这么多木偶。哎呦，这刀，这刀竟然是真的。这小厮从哪儿搞了这么多刀啊？风城和凤一从门缝里看着外面的情形。哎呀，做的可真像啊！改天让小厮给我做20个，不，做100个，还要做100匹大马。到时候老子就有兵马了。随着他的话音落下，站在他跟前的那人突然瘫倒在地上。这什么玩意儿啊？这也太不结实了，一碰就倒。哎呀，这手艺不行啊！刺客头头斜眼看了地上的人一眼，心里一突，大叫一声：不好，快动手！这老头装疯卖傻！说话间，他已挥刀劈向陶岩。陶岩身形微闪，脚下生风，躲过他的大刀，并顺势攻向另一个刺客，一击毙命。16个刺客，仅几息间便被解决了2个。刺客头头不得不慎重起来。其他刺客也不时劈来几刀，屁时间刀光闪烁，掌风呼啸，14战1难分难解。去吧。凤一立即破门而出，加入了打斗。刺客头头眼见不好，扫了一眼凤一出来的那个房间，对手下说道：快去杀了那个小贱种！是。有2个刺客飞身冲向风城所在的房间，凤一岂能让他们如愿，虚晃一招，飞身来挡。呀，刺客不太行了，这个时候大哥哥可以出来练练手啦。可惜我说话不利索。你那是说话不利索吗？你那是根本不会说话。我操，大哥哥和我心有灵犀，竟然真的出去了。大哥哥打那个龟孙子的腿，不对，左肩、右臂、狗腿、左面。风城官看了一会儿之后，猛地松了一口气，心道：我就说不可能人人都能听到那小奶娃的心声，刚吓死我了，我还以为陶老大能听到呢。果然，这样的能力除了小奶娃父母以外，也只有我这样得天独厚的人才能有。刺客头头见形势不容乐观，大吼一声：快撤！不能让他们逃了，拿下他们，全部拿下！终于结束了。不长眼的龟孙打扰了本尊睡觉，果然欠收拾。咦，这话怎么这么熟悉？老子听谁说过呢？嘿嘿，这只狐狸精曾经说过的话，我竟然学会了。嘿嘿，我好像有点想狐狸精了。不知道他有没有再去吕洞宾的仙府脱过球？哈哈，被吕洞宾追着到处跑的狐狸精太有趣了。困了，睡觉。翌日，哟，寿是沾了我家的光，躲过全难了。7岁的小屁孩竟然做出了大佬的气势，长得倒还鼻子是鼻子，眼是眼的，就是一个小屁孩装大人，真不可爱。我不气，我不气，我不气。陶凌风看着自己迷糊的小妻子，笑着摸了摸她的头，真好，他要当爹了。但愿他也能有一个像小妹这样可爱的女儿。他的这个想法在早饭后终于被家人得知了。乌鸦鸦举着小手不停地掐算，最后大声说道：是姐姐！丫丫真的是弟弟。是姐姐！呀呀呀，你可不能叫弟弟，那是你的小侄子。小姐姐。小奶娃，你字都咬不清，还是别说话了。
你叫！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你叫！这是我叫！哎呀，昨夜你家进了贼，吓到我了，没睡好，我得回去补觉了。最后，陶家人兵分两路，一路去了白雾山，一路去了县城。陶宇安和陶凌风从县城回来的时候，带回了曹浩仁。封城见到曹浩仁，一个劲儿地给他使眼色，曹浩仁却视而不见，直接跪地就拜。臣拜见十皇子殿下。曹浩仁不是这样不带眼色的人啊，这人一贯精明得很，今天怎么连自己的眼色都看不懂了？难道被贬后连脑袋的聪明劲儿也贬掉了？还是灵山县的水土不好，把这人给养笨了？哼，刘师弟、七师弟，你们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他这称呼一出，凤林城立即明白了，原来传回宫的密信是真的，文大儒真的收了俩关门弟子，这俩弟子竟是陶家的。皇子啊，怪不得一身紫气，不过好狼狈啊，昨夜竟然差点让人干掉。他那是用什么眼神看我二哥哥三哥哥的师兄啊？嫌弃？爷爷，人家都没嫌弃他这个拖油瓶可能带来的风险，他竟然还嫌弃人家啦！快走吧，快走吧，二哥哥三哥哥的师兄，快把他领走吧，这人很危险，不能放在我家里。才，这个小奶娃子成精了，就这一眼对视，他竟有一种被看穿的感觉。他忍了，绝不能让他知道自己能听到他的心声。二师兄，师傅说雪大，木修几日，给我们布置了功课，在家温习。原来如此。爹，您跟二师兄说过下雪的事吗？哎呦，忘了，你看我这脑子。下雪的事？下雪有什么事儿？不过我听说今年的雪下得比去年要晚一些。是晚一些，但您看这天色，这场雪恐怕要下一段时日了。哥爸，你让我跑，我为什么要跑啊？石殿下，我小妹想让您抱抱她。陶二公子，你真应该多开口说话，你的声音跟你的模样一样优秀。石殿下洪福齐天，请让我小妹沾点福气吧。快把她拿走，拿走！乌鸦鸦一把搂紧他的脖子，扭身指着门外。看，小少。他说的是什么玩意儿啊？我小妹说要去看下雪。娘的，你们自己不能抱着她去吗？我不去，我不去，快把她拿走！凤林城没办法，只好抱着她离开了堂屋，跟着乌鸦鸦指的方向来到了街上。这时有一个8、9岁的小胖子带着4、5个同龄的小子跳搭了过来，来来回回跑得疯癫。妈，莎莎，我到。小奶娃，你说什么？摔破头？你听错了，他说雪很厚。哼！小胖子冷哼一声，扭头骑着扫把继续跑，突然脚下一滑，一头栽到了路边。哎呦，我都说让你慢点，当心摔破头，你还跑那么快，怪我都说话不利索，但凡利索点，还不对。小胖子明明听明白我的意思了，是姓凤的小屁孩给翻译错了。哎呦，是哪个不长眼的把我家狗蛋打伤了？给老娘站出来，看老娘不揭了他的皮！婶子，是狗蛋自己不小心摔的，自己磕破了头。放屁！我家狗蛋才不会自己摔倒！快说，是你，还是你把他推倒的？娘，是他，是那个小扫把星他咒我的。你这个小扫把星，谁给你的胆子咒我儿子？老娘才不管你爹是不是父子，你这个小贱人就是欠抽！风姨嫌弃地看着陶张氏，魏姨用力往前一推，陶张氏往后退了数步。疼死我了，手腕断了，没天理呀，杀人了啊！临近人家不断有人走出来，
围着打听是怎么回事。你们是谁？怎么抱着陶夫子家的小闺女？不会是拐孩子的吧？你们快放下陶夫子的小闺女，不然我们村的人也不是吃素的。哟，村里人还挺仗义的，嘿嘿，小皇子看你的了。哼，想得美。于是凤林城弯腰将乌鸦鸦往地上放，乌鸦鸦紧紧地抓着他的胳膊不松手，两条小腿使劲弯着，吊在凤林城身上，就是不往地上站。凤林城放了几次都没放下，被乌鸦鸦气笑了，再次将他抱进怀里，说道：你们看，他自愿让我拐他。呀，还可以这样，我求大意了。哥哥啪啪。凤林城翻了个白眼儿，连哥哥怕怕都不会说，还想看别人的笑话，治不死你。知道怕了？知道怕就好。凤一上前一把抱起凤林城二人，一个跳跃飞离此地。乌鸦鸦，你就是个扫把星，乌鸦嘴！我已经提醒他要摔倒了，他还跑，摔破头关我屁事。你们这是怎么了？你们村的人把我和凤一当成拐子了，所以你们逃回来了？别说那么难听，什么叫我们逃回来了？我们是懒得跟他们计较。小妹，你是不是闯祸了？妈，我哪有闯祸？二哥哥真是的，难道还信不过自己美丽可爱无敌的小妹吗？我不就是提醒了一下那个什么狗蛋子，叫他慢点跑，当心摔破头。他不听，摔破头还怪我了。他娘还骂我是扫把星乌鸦嘴，别以为我隔那么远听不见，我可是长了一双顺风耳。我相信小妹。哥吧。曹浩人刚走不久，村长便来了，跟他一起来的还有村里一些人。村长叔，您这是……哎呦，陶夫子真不愧是读书人，装得可真像。村长来干什么？你会不知道？狗大娘，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吗？你看看你们家小闺女把我儿子害的，还有我手腕也断了，也是你家小闺女害的。我告诉你们，今天你们不给个说法，我就不走了。要是村里有100个讨账使就好了，都来我家院子门口坐一坐，一会儿就用屁股蛋子把我家院子和门口的雪舞化了。那哥哥们就不用扫雪了。不行，村里要是有100个讨账使，那还不得把整个村子吵得飞上天？到时候全村的陶氏子孙一起去拜见自家老祖就行了。不行，陶家庄只有1个讨账使，就弄得天天跟唱大戏似的，烦都烦死了。再整100个，那陶家庄不就成乌鸦窝了？不，乌鸦是好鸟，像陶张氏这样的，顶多是被屠夫戳了屁股的猪。猪，拿你打个比方，你别嫌弃啊，嫌弃也没用，你说了不算。哎呦，我去！我的老妹儿啊，你能不能打住？不行了，我要笑了，这早上不是时候啊！那个什么狗蛋子还说你呢，你的血光之赛还没结束啊！哇，果然是坏事做多了吧，这都能伤到你。算了，看在你稍后还有受伤的份上，本座便不与你计较了。凤林城再看向乌鸦鸦，眼神闪烁了一下，乌鸦鸦敏感的左右看了看。难道是我的错觉？总觉得有人在看我。谁能说说这是咋回事啊？我家小闺女连路都不会走，你说她害你家狗蛋，又害你？开玩笑吧？我下。村长你听，他说他笑，我家狗蛋都这样了，他还笑，良心不疼吗？不好意思，狗蛋娘，
你听错了，我小妹说的明明是我小。你，大家可都听到了，你说他们家小闺女是不是说她小？嗨，狗大娘，这8个月大的孩子吐字都吐不清，像和小他也分不清啊！你一个大人跟小奶娃计较什么啊？就是这么大的人了，也好意思？对呀，说8个月的小奶娃害你家狗蛋，又害你，不如说你和你家狗蛋害人家，我们还信点儿。就是我儿子说你家狗蛋是自己不小心摔破了头，关陶夫子的小闺女什么事？邱爷爷，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狗大娘别再说了哈，再说我老天亲爹可要罚你了，嘿嘿。你们就是因为自家孩子跟陶夫子读书，便拍马屁，真是势利眼。我们就事论事而已，你这个疯婆娘，说谁拍马屁呢？就是，你这话到哪说都没理。一个8个月的孩子害你家8岁的儿子，你有病吧？不是，才不是，就是他害我儿子的。你们看，他出生后，全县的稳婆全都被抓了，害得生孩子的人家还要到处找稳婆。陶家那么好的大闺女陶乐韵，让他挤兑的离家出走，到现在都没有音信。陶家老二被打断了腿，陶家老大没书读，在家里当武夫。他一张口就说让我儿子摔破头，我儿子就摔破头了。他就是个扫把星，乌鸦嘴！我告诉你们，再不除了他，你们早晚都会被他害死！闭嘴！陶张氏，你该庆幸我陶家男人不打女人，那是陶家男人不打女人，我尚未成年。我三哥说的对，我们还只是孩子。话音落下，两兄弟手指掰得咯吱响。天哥哥，西哥哥，飞飞飞，来！小妹，我们是吓唬他的。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三哥哥四哥哥真的要揍那疯婆子呢，可不能因为疯婆子脏了手留下污点。嘿嘿，我三哥哥和四哥哥可是干大事的人。陶张氏，你是不是想被休回娘家？你凭什么休我？再说我说的都是真的，都是真的。村长，你这样对我不公平。陶家丫丫是得到我们陶家老祖认可的人，你要公平，去祠堂跟陶家老祖要去。他们都死了多少年了，连骨头渣都不剩了，找他们找个屁呀！完了，这疯婆子要遭天谴啦！陶张氏声音和乌鸦鸦心声同时落下，紧随其后，一道响雷在空中炸响。在场的所有人惊恐地抬头看向天空。冬天打雷，10个牛棚9个空，这是不祥之兆。看吧，打雷了！冬天打雷要孽畜，我就说他是扫把星吧，不祥啊！快把他给烧死！陶张氏的话还未说完，一道雷直直地劈在他脚前。陶岩不知何时回来了，眼瞪得像铜铃，身上气势全开，恶狠狠地说：你个臭娘们儿，要烧死谁呢？你怎么这么恶毒啊？老子告诉你，要是再敢污蔑我家丫丫一句，老子就打死你！还不快滚！我看那个妖孽就是你！明明是他找的雷，劈错了地方了，怎么能怨我？他出生后发生了那么多事，那么多人倒霉，连全县最富最大的白家都因为他垮掉了，他怎么就不是妖孽了？老天爷呀，你开开眼吧，他错了！你个臭娘们儿，跑人家陶夫子家来闹什么？跟我回去！这时，陶万荣从外面跑进来。
你是不是脑袋被驴踢了？一天不闹点事就闲得慌。你他娘的能不能给家里少整点事？狗蛋摔破头这事我找人问了，就是他不小心摔的。人家丫呀好心好意提醒他，他把人家的好心当驴肝肺，关人家什么事儿？白家垮了不好吗？娘的，你还没被白家欺负够啊？是不是天生贱？我看你就是吃饱了闲的。从今天起，你一天吃一顿就得了，省了到处惹事。狗！乌鸦鸦想提醒狗蛋一句小心血光之灾，奈何话说不利索。哎，什么时候说话能顺溜啊？本来看在狗蛋他爹还比较正的份上，想提醒一下狗蛋呢。可这张嘴不行啊，反正也死不了人算啊。凤临城暗暗地朝凤翼招了招手，低声对凤翼说：你跟着那家人去看看。是。探查到什么了？没听到什么有用的东西，不过就看了一件奇事。哦，什么事？那个叫狗蛋的今天挺倒霉的，回到家又被房檐落下的冰凌把头给打破了。乌鸦鸦又说对了，他真的有预言能力。这天他趴在窗边，把窗户纸捅破了一个小孔，对着一只眼往院子里看。突然小孔被遮住，一只眼睛与乌鸦鸦的眼睛正对上。乌鸦鸦下意识的一掌拍过去。哎呀！乌鸦鸦，你干什么？我不是。不是你？难道是我？要不是你突然冒出来吓我，我能拍你呀？哼，祸根就是你自己。小奶娃，我知道你能听懂我说话，我有事问你。乌鸦鸦回头瞪了他一眼，转身背对着他，这意思是拒绝谈话。别装了，小奶娃，你是哪路神仙下凡历劫啊？小奶不，丫丫，你是不是很喜欢吃肉啊？你要是回答我的问题呢，回答一个我就买一次烧鸡给你吃，不，2次。真的？真的，骗你是小狗。生气！凤临城震惊，我操，8个月的奶娃子会讨价还价了，果然不知是哪路神明下凡历劫。不过尖四只说3次，看来小奶娃不大识数。好，3次。你玩，这人不是要问问题，答应了他个婆婆妈妈的，要不是看在他长得好看的份上，会彩礼他。凤临城听得咬牙，暗道：感情我还要感谢我爹我娘给了我这副好模样呗。丫丫，我说什么话你都能听懂是吧？那天你说那个小胖子能摔破头，他真的摔破头了，你是不是能预言啊？乌鸦鸦疑惑地瞪着他，听不懂这句？乌鸦鸦点头，心里却暗戳戳地开始整活了。我的秘密被他发现了。这个小屁孩太精明了，以后在他跟前得小心点。本座现在法力太弱，和以前比等于没有，保护不了自己呀，小心啊！凤临城听着乌鸦鸦的小奶音，心里乐开了花。他果然能预知未来事，和以前比法力太弱吗？那他以前在天上是个什么神仙呢？我还是对你期望太大了，本以为你还能预知未来呢，想不到你连话都听不懂啊！其实我就想知道，我这次拜师能不能顺利？这大雪下这么大也不停，我也没办法去找他呀。不差！小屁孩，你此行败不成师的。我倒是看到你印堂不像之前那样发黑了，血光之灾躲过了。不过你还有霉运缠身哦，让我算算。良久，赔1千1了。
哎，这舌头还是捋不直。这小子本是大气运之人，可惜被人借运了，从刚出生就识的法术。哎呀，可惜我现在法力不行，算不出他被谁借运。他现在的霉运之所以看上去呈灰色，是因为远离了从他身上借运的人呀，也不知哪个缺德鬼竟然从这么小的孩子身上借运。不对，他是皇子呀，能借走皇子的运势，那也不简单呀。呀，本来是来投胎做人的，也闲事勿管，小命要紧。从他记事起，他就一直不是很顺，经常遇到一些倒霉事，甚至宫里也已有传他是灾星转世的流言。父皇也不是很喜欢他，虽然他是正宫嫡子，但母后不受宠，他过得并不是很好。此次出宫是他母后求了国师为他卜了卦，说是他只有找到文长风并拜入他门下才会好起来。小奶娃，你家大嫂的手艺真不错，这东西虽然硬，但是味道还好。抢！爷爷、大哥哥、二哥哥、三哥哥、四哥哥，我被抢了！真不要脸，那么大了还抢小孩的口食。护食的乌鸦鸦抓狂极了。刚好扫完雪的陶家兄弟听到小妹的心声，一起挤进了房间。殿下怎么在这里？殿下，跟小奶娃抢吃的，是不是很光荣？殿下，你怎么能欺负我家小妹呢？她还那么小。哼，我也还是个孩子呀。殿下，在我爹娘的房间里不妥吧？毕竟7岁不同席，殿下您都8岁了。凤临城咬牙，曹家老三莫开口就让人恨得牙痒痒。蝈蝈特抢呀！没想到皇子这么不讲究，还抢小奶娃的东西。幸好当初我迷糊投错了胎，没投到我亲爹给我安排的公主身上。要是让他当了我哥哥，那我就倒霉了，可能会天天被抢。现在的家穷是穷点，胜在我家爹娘对我好，4个哥哥对我好，嫂嫂对我好，穷不成问题，有我在，日子会越来越好的。最重要的是，我家人都长得好看，将来我也长不歪。爱了哥哥们，么么哒。而刚走到院子里的凤临城听到乌鸦鸦心声不淡定了，他看了一眼天空，心道：那小奶娃说他亲爹给他安排了个公主身份投胎。他曾叫老天亲爹，那他是不是差点成了自己的妹妹？主子，您怎么了？凤临城看了他一眼，转身默默地回到自己的房间，关上门后眼泪就流了出来。主子，您……原来她应该是我的妹妹，就因为她迷糊找错了地方，让我失去了这个妹妹。殿下喜欢那个小奶娃，把她要到身边就好了呀。风衣，你说的对，我知道怎么做了。这天已经是下雪的第28天了，乌鸦鸦闹着让大哥把他抱出了屋。小妹，你在看什么呢？停！小妹说大雪要停了吗？一什么？1个时辰之后吗？1天？殿下怎么出来？外面冷，你快进屋吧。1天后雪就停了？我小妹这么小，咋知道这么多？您刚才听错了。陶大哥，有些事吧，我不说不代表心里没数。陶林小慢悠悠地从屋里走出来，走到凤临城跟前。是殿下，您心里有什么数啊？小奶娃与常人不同。笑话，殿下有没有听说过6岁前的小孩子说话很灵验啊？在我们乡下有个传说，6岁以下的孩子能看到鬼魂之类的东西。您是不行了，听说今年您8岁了，估计想看也看不到了。你说话就说话，干嘛要打压我？有吗？我只是就事论事而已，别以为我什么也不知道。我能
说到这里，他猛地打住，差点就说吐噜嘴，把自己能听到乌鸦鸦的新生一事说漏了。跟桃林小说话太危险。你能怎样啊？不告诉你。眼看凤林城的房间门要关上，乌鸦鸦着急的大喊。凤林城隔着门看向他，问道：啥事儿？鸡鸡。什么鸡鸡啊？鸡鸡。他这是要干嘛呀？主子，我猜丫丫小姐是想跟您要烧鸡。记着呢，本店难道还能黄了你怎么的？小气！要不是今儿天不好，早就让烧鸡撑死你了。小气鬼，身边有高手，买个烧鸡还不容易？我看你就是想赖账当老赖。哼，我先让我想想，上一个赖我账的人什么样子啊？嘻嘻，已经倒霉300年啦。凤林城听着乌鸦鸦的心声，不淡定了。自己本身就是倒霉蛋，来了陶家后好不容易顺了一些，要是再加上一层倒霉，那得成什么样子？这样的天，你能不能进县城？属下一人是可以的，主子有什么吩咐？去县城买3只烧鸡回来，可行？可行。那去吧，别让人看到。是。姐姐。丫丫，我来兑现承诺了，这是第1只烧鸡。给我。给你也不是不可以，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件事。你钱我。凤林城心有灵犀地听懂了乌鸦鸦的意思，他是说不，你欠我。嘿，有意思。这件事一点也不难，就是我给你一个宝贝，你好好藏着，别让人发现了就成。真的？真的，我骗你是狗。凤林城将玉佩放到乌鸦鸦的小肉手掌上，说道：这可是个宝贝啊，你要收好了，不能丢了，要不然会有麻烦的。这个真是宝贝，将来你就知道了。只要你好好藏着，不被别人发现，就不会有麻烦。这是我俩的秘密，不能让其他人知道。乌鸦鸦点头。哎，什么不能让其他人知道啊？陶林小倚在门框上，冷冷的出声，他的声音夹杂着恼火。他娘的，一时不看着，这个小皇子就来勾引他妹妹。别以为他不知道，这段时日，凤林城在自家小妹跟前搔首弄姿，无事献殷勤，肯定没憋好屁。这不，他刚进屋就听到了什么2人的秘密，不能让他人知道。哼，臭小子，要不是因为身份原因，他早就将他赶出去了。凤林城尴尬了，跳下炕跑了。小三，你这是在干嘛嘛？娘，小妹她偷吃烧鸡，塞了一嘴的鸡肉。乌鸦鸦，吐出来，你嚼不烂会噎着的。乌鸦鸦使劲闭着嘴，就是不肯松口。好丫丫，你吐出来，娘给你做更好吃的肉肉。烧鸡好香啊，我从来没吃过。不吐不吐就不吐，我就大大胃。他撬开乌鸦鸦的嘴，强行把鸡肉抠了出来。不就是大把点肉味吗？用得着给咕出来吗？小白菜呀，吃点肉呀，才刚进嘴啊就被抠呀。你们在看什么？我觉得血小了很多，可能要停了。对，是不是你给我小妹买烧鸡了？是又怎样？我只是兑现承诺而已。翌日，雪果然停了。又过了半个月，村里通往县城的路也挖通了。韵儿，如果爹接下此事，会不会有性命之忧？爹爹，此次西北雪灾确实严重，但您此去绝无危险。那就好。那韵儿是改变主意，让爹亲自去除掉那户人家吗？
这倒不是，爹爹既然有这样便利的条件，亲自去看看他们的窘状，也未尝不可。这倒也是，爹爹要亲自去看一眼定北侯的好大儿。爹爹是要把他与陶老来比较一下吗？您放心，到时候您就知道陶老来一家的好了。定北侯府已不足为惧，终会败落。爹爹往后不用刻意针对定北侯，免得被人抓到把柄。我们只需要远远的看热闹便好。爹爹不觉得猫戏老鼠才是最有趣的吗？韵儿，你再仔细算一下，那户人家现状如何？陈乐月闻言，知道陈允良又在考验自己，于是装模作样的掐算起来。乖女儿，是不是很费心思呀？要不就算了吧，别算了，怪累的。谢谢爹爹关心，我已经算出来了。结果如何？灵山陶家嘛，此门双废双年少，浴血难行风萧萧，破败之兆出显现，霉运到底是今宵。乖女儿，这意思是说灵山陶家会慢慢走向灭亡是吗？此生绝无翻身的可能。他掷地有声，心里却补充道，就算有，我也会给他们掐断。哼，好，就是让他们父子永不得相认，也让他们尝一尝骨肉分离之苦。对，必须的。爹爹，那一家贱民不足为惧，眼下最重要的是爹爹要去赈灾一事。嘿，你这小妮子，怎么就肯定去赈灾的一定是爹爹？女儿掐指一算，爹爹要去赈灾。不对，这一卦不准。虽然西北血灾凶险，但赈灾这事肯定轮不到爹爹去，有的是人争抢。爹，皇上一定会让您去的。您明天在朝堂上不如主动一些，赈灾本就是户部的分内事，爹爹主动一下，至于上面怎么安排就不关您的事了。这倒是真的，反正赈灾这肥差一次都没落到爹头上。这次爹一定能去。可是这次爹不想去，听说那边雪下的可大了，别再有命去没命回。可是皇上一定要派您去，您能推吗？皇上指派肯定不能推，否则叫抗旨。不过嘛，你不要忘了，开春那会儿灵山白家的事，那时让赵大世子把老根给拔起来了。白家这次肯定会想办法派自己的亲信，借此次赈灾复仇。爹难道不是白家一派的人？可爹不是他们的心腹，我明白了，难怪你算出这样的结果。爹爹尽管放心吧，您此行顺利，无论何事，只要您顺应本心去做，就能心想事成。对了，爹爹，灵山陶家虽然不足为惧，但他家有一个人一定要除掉。什么人？就是他家去年出生的小闺女。放心，不过普通农户的一小奶娃，要除掉她易如反掌。陈乐运点头，心中连连冷笑，呵呵，陶家4儿一女时来运转荣华志，不管这批言灵不灵，他要将那一女从世上抹掉，那就万无一失了。乌丫丫做梦也想不到，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爹！哎呦，我闺女终于喊清楚爹这个字儿啊！爹！怎么叫娘的时候叫不清，叫你爹就叫清了？娘！再叫一声娘！哎！娘！哎！小妹叫嫂嫂，嫂嫂。嫂嫂。
不对，是嫂嫂。啥？真笨。叫哥哥。哼，就是不理他。叫哥哥有礼物？喏，入口即化好吃的米糕。哥哥。不是蝈蝈，是哥哥。哥！妈呀，终于叫出来了！为了口吃的，我容易吗？凡人家的美食真是妖人呀！呀，快长吧，都长出来，我就可以吃美味的肉肉啦！这时，被他打发去县城探查情况的凤一回来了。凤林城见他的神色有些异样，急忙回了房间。主子，我们的人还没有寻来，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是的，主子，属下在一间酒楼打探消息时，无意听到有人打听陶夫子一家。哦，是什么人打听？什么人不清楚，不过那人的口音是京城口音。京城？你还听到了什么？听他打听小奶娃的事儿。凤一，你再去打探，务必弄清楚那人为何关注小奶娃。是。凤一领命而去，不管是谁，都休想动你半分。白雾山庄，凌云、凌霞，今天我收到你们二师兄的飞鸽传信，说京城的赈灾钦差到了。是吗？这么快？这是好事，我们灵山县有救了。你们可认识京城的人？师父，我们家的人除了我大哥游学去过远方，再就是我爹和我在好多年前去过一次府城，我们怎么可能认识京城的人啊？那就怪了。师父，可是发生什么事了？你二师兄说京城来的官员中有人旁敲侧击的在打听你们家的事儿。那打听的人说这家人家姓陶，4个儿子1个女儿，大儿子废了双手，二儿子双腿残疾，小女儿9个月前出生，是当初白家案子的受害者之一。你二师兄听到这些才想到你们家，这个情形除了你大哥没对上，其他的是不是都对上了？陶乐运？陶乐运是谁？这名字咋有点眼熟？师父，他就是我们家曾经收养的那个找人打断我双腿的白眼狼。啊，原来是他呀！就是他，我大哥双手被废这事儿，他也没有说错。如果当初二师兄不借人跟我们去大青山救我大哥的话，我大哥现在可不就是废了？师父，那二师兄他有没有说我们的情况？你二师兄说并不知情，待交代人查明真相再相告，所以先来信让我问问你俩。师父，原本我们是不知道陶乐运确切去向的，如今看来他是去了京城，废我大哥和二哥是他临走前安排的，只不过我大哥那出了差错，可能他找的那个人没告诉他任务失败，如今他也不知道我们家现在的情形。师父，能不能让二师兄就按他以为的情形安排下去？我陶家老大废了，老二腿残，穷困潦倒，一定不要透露我们真实的情况和跟您的关系啊。如今看来，陶乐运家里肯定在京中有一定的地位，能出现在赈灾队伍里的人，哪一个现在也不是陶家能对抗的。他还不想太过麻烦师父和二师兄，毕竟他们为自家已经付出了很多，就让那个白眼狼先得意一阵子，消除他的戒心吧。好，我这就给你二师兄去信。那你们……师父，即日起弟子腿残了，我大哥手废了。你呀，你们不是10日后才木休？爹，您来，我有话跟你讲。还有，我大哥呢？一起来。
你大哥跟严师傅在练武，我这就去叫他们。陶家的男人们齐聚在陶林小三兄弟的房间，神色凝重。发生什么事了？爹，我师傅说京城来赈灾的官员里有人打听咱们家的事儿。哦，我们家在京城没有认识的人呢，为何会有人打听我们？我和二哥猜想，打听咱们家情形的人一定是陶乐运。那个白眼狼？是，就是他。他的本家原来就在京城。阿孝的决定是对的，我们家现在不了解陶乐运的本家背景，既然能出现在赈灾官员中，那必然是有一定势力的。我们不宜硬碰硬，从今天开始，阿峰和阿云就开始享福了，装吧。还有，我去跟村长说一声，这事恐怕全村人愿意为咱们打掩护才行。此事定下后，大家分开行动。陶凌风拉开房门，贴在门上偷听的陶岩和凤林城一个不小心栽进了房间。你们，嘿嘿嘿，大公子，谁让你们说话声音太小了呢？我听不到啊，所以就趴在门上听了。我是被他拉进来的。陶林晓一把扯过凤林城，拉着他往屋后走去。你干什么？你想杀人灭口啊？不要以为凤仪不在，你就能动得了我。我可是会武功的我。也就3个能治得了这个小霸王。刚才爹爹和哥哥们又聚在一起议事，这是发生什么大事了吗？吴丫丫举起小胖手，闭上双眼，肉肉的手指灵活地掐算起来。呀，我爹差点失去他可爱的小棉袄，我再算算我娘。爹，再等等。我娘竟然命由你。爹，不会的，不会的。不对，我再算算。7转7啊，就是小屁孩。也对，他是皇子嘛。爹，您可不能露馅儿。看样子石殿霞会是小妹的转机。爹，实在不行，我跟师傅带小妹离开这里。不成，我去村长家。老四，你陪着爹去。哦。吴丫丫掐算了一番，从自己身边人身上算到了自己有惊无险，于是安心的吃吃喝喝。凤一刚打探回来，凤林城便叫了陶林晓一起来听。凤一打听到那个打探陶家消息的人叫赵斌，这个人凤林城没什么印象。凤仪告诉他，此人是户部的一个员外郎。难道陶乐运是赵家之女？指定不是，听赵斌的意思，他是受人所托才打听的。受谁之托？这个暂且为打探的。继续打探，务必挖出幕后之人。是，主子。县衙。世子好久不见，在灵山县还好吧？好，极好。据本官所知，灵山县此次受灾最为严重，世子不必强撑着，您放心，天灾人祸，本官不会难为世子的。陈大人说笑了，您是来赈灾的，又不是来考核政绩的。再说，灵山县虽然雪下的最大，但受灾的人比周边县城要少得多，我自不必强撑。世子不必忌讳，这又不是您的错，如实统计就好。丁怀心领神会地将厚厚的一摞账册交到了陈运良手中。账册的首页上写着全县受灾情况的统计数。不可能，不可能！我们路过青山县的时候，仅县城就死伤500余人，灵山县的雪明显比青山县大，怎么可能全县才死100人，伤256人？事实就是如此。陈大人如果不信，可以亲自去查。陈某必将赵县令功绩如实上报，为您请功。唉，陈大人折煞赵某了，赵某不敢鞠躬，
还望赵大人如实上报即可。我勒个去，姓陈的小人不背后阴我就不错了，还巴望他为自己说好话，那得等日头打西边升起。夜深人静的时候，乌鸦鸦突然睁开了眼。我的老天亲爹，你果然是我亲爹呀！我的秀儿回来了1/10。呀，元神都能凝实了，太好了吧！呀，来吧，让坏蛋来得猛烈些吧，老子不怕他们啦！咦，不过这地方的灵气也太浓郁了，以前不是这样的。小屁孩给的玉佩怎么在这里？哇，好浓的灵气！我知道了，这块玉能助我的灵芝们产生更多灵气。那之前我算到的小屁孩帮我挡劫，原来是指他给的这块玉佩吗？天色大亮，老陶家的人顶着黑眼圈起床了。陶岩惊讶地看着众人，小心翼翼地问陶与安：主子，你们这是昨夜没睡好？是没睡好。主子莫怕，要是有坏蛋来，属下保证刷全给他们打出去。同样顶着黑眼圈的凤临城看着陶家人若有所思。我醒了，是不是要吃饭啦？不管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先吃早饭吧，我都饿了。嘿嘿，三哥哥最等我了。早上后，乌鸦鸦非要闹着出去玩。就这样，陶林晓和凤临城带着乌鸦鸦出门了。突然，一个雪球正中乌鸦鸦的脑袋。谁？你小屁孩，话都说不利索，还敢朝老子发怒，找打！放肆！放肆！我还放5放6呢！一个贱民，竟敢对小爷吆喝！小子们，给我上！重杀！凤临城差点被气了个仰倒。奶奶的，自出生以来，虽然不是父皇最喜欢的皇子，但也没人敢对他如此无礼。他撸起袖子就要上前与对方干架。你再噎死，你全部噎死！打！给老子往死里打！说罢，狠狠地咬了一口手中的糕点，咬牙切齿地咀嚼，仿佛咬的是对方一般。他带的跟班立即撸着袖子围了上来，一场恶战一触即发。突然，小胖子用手捂着自己的脖子，脸色涨红，片刻后扑通倒在了地上，身体不停地抽搐着。凤临城猛地转头看向乌鸦呀，可不是乌鸦嘴，他就是要噎死了呀！他背上驮着好几个冤魂呢，那是他们干的。这么小的孩子身上沾了那么多人命，这得是什么人家养出来的孩子啊？他真的会被噎死？我不是乌鸦嘴，不是乌鸦嘴！陶凤山急3火4带人跑过来时，小胖子已经憋得脸色酱紫，气息微弱。你们还不赶紧抱他去找大夫啊！在这里叫什么叫啊？大夫家在哪里？前面胡同口右转，道西第3排，西数第2家。小胖子的人抱着小胖子很快跑得没影了。带你小妹出来玩啊？是的，村长爷爷。你家这亲戚来的可真不是时候啊！大雪封山，估计最近是走不了了。是啊，最近可能走不了了。村长爷爷，刚才那小胖子是谁啊？我怎么从来没见过？那小胖子呀，是陶婉容他妹子的孩子，狗蛋儿他小姑姑的孩子。那可是陶家庄的名人啊。是啊，自从去给县城南家大少爷做妾，有10年没回娘家了。有人传说他早就没了，没想到他不光活着，竟还给南家生了唯一的孙子。这孩子金贵啊，要是在咱们村出点什么事儿，恐怕咱们村也得跟着遭殃。
遭什么殃啊？他自己吃东西噎着了，跟咱们村有什么关系啊？嘿嘿，小子，你还太小，不知道人心险恶。有句话叫迁怒，有些人在大街上走，你只是无意间看了他一眼，他摔倒了都能给你赖上。凤林城撇撇嘴，不再说话。有人敢赖他，那就洗好了等着上菜市口吧。村长，您快去看看吧，唐万荣他妹子在陶六家说闹腾呢。是不是那小胖子不好？死了。回到家里，往后说话注意点儿，有些事放在心里就好。这小屁孩对自己还不错，要不回去送他点礼物啊？这才出去玩了不到1刻钟，咋就回来了？外面太冷了。死人了！什么？死人了？谁家的？咋死了？饿死的？还是倒了屋子砸死的？撑死的。还撑死？谁家存粮那么多呀？那是噎死的。噎死！嫂妈是来了。枣妈妈？什么玩意儿啊？是不是你们出去惹事了？不然怎么会有找麻烦的？不待陶林晓回话，外面便传来了吵嚷声。陶宇安，把人家扫把星给我交出来，他害死了我儿，我要让他偿命。陶凤山带着陶洪昌等几个壮小伙迅速挡在了陶宇安一家人的前面。他指着夫人说道：大妈呀，这真不关陶夫子家什么事儿啊！那么多人亲眼看到你儿子是自己吃糕点噎没了，这怎么能把错扣在别人头上啊？陶大妈，你少在这里往陶夫子家泼脏水，要找陶夫子家的麻烦，先过老娘这一关。就是，我们都亲眼看见了，你儿子叫人去围打陶夫子儿子闺女，他自己得意吃东西噎死了，还怨别人。还有我也可以证明，你儿子是自己太得意，吃糕点不小心噎死了。是啊，噎到了不说，你家的那些下人像傻子，不赶紧抱着去找大夫，在那瞎叫唤，耽误了治疗。就是陶家小贱种揍我儿子的，我的人都可以作证，把他交出来，我要让他给我儿子偿命。对，就是他咒我表弟的，他还咒过我娘，把我娘也咒死了。村里好几家房子塌了都没事，就我娘被砸死了，肯定是他咒的。我娘说他是扫把星，真的是扫把星。快把那个小贱种在信交出来，不然我将南家灭了你们！你可真敢说，说灭门就灭门，王法是你家定的啊？哼，在灵山县，我南家就是王法。要弄死你们这些贱民易如反掌，你家小灾星害死了我儿，我只要他一人偿命，已经是看在同村的份上了，别给脸不要脸你们！大家都听到了吧？原来南家就是王法呀！陶大曼，你真是胆大包天呐！人群被分开，陶家族长陶金友在长孙的搀扶下怒气冲冲地走过来。陶大曼，你自己找死，不要连累整个陶氏一族。武太爷，您可要给我做主啊！我没说，是他说的。难道不是你亲口说的？在灵山，你南家就是王法吗？武太爷，是他们听错了，我根本没说，我说的是他们家小闺女。他害死了我的儿子，我可怎么跟夫家交代呀？那家不会罢休的，不会罢休的。陶元家会害了我们陶家庄的，快把他们赶出去！不，快让他们交出那个小灾星，给南家赔罪，不然……陶大曼的话还没说完，突然一道人影速度极快地冲向他，啪啪给了他2巴掌。你他娘的是不是有病？你儿子自己噎死了，还要找我闺女背锅？是不是哪天你自己走路摔死了，还要怪人家陆秀的不平啊？你再敢骂我闺女一句试试，老娘不撕烂你的嘴就给你信儿！你敢打我？哼，打都打了，你说我敢不敢？老娘威武啊！
陆氏，你生了个小灾星！你看，从他出生，你家老大废了，老二断腿，我嫂子死于非命。你不知道吧？这场雪灾就是他闺女招来的，他就是生了个灾。不待陶大曼说完，陆元香又是2巴掌甩上，陶大曼彻底疯狂了，转头对身后的家丁吼道：你们瞎呀，没看见本夫人被打了？给我上，打死打残，我给你们顶着！那些家丁被陶大曼这一吼蜂拥而上，为首的那个家丁一把将站在陶大曼前面的陆元香推倒在地。找死！在陆元香倒地的一瞬间，一道奶凶的声音传来。只见乌鸦呀不知何时出现在陶凤山等人前面，凶狠地仰着头看向那些家丁。哟，小灾星，你自己出来送死了？是小心血光灾。你他娘的找死！为首的家丁面目狰狞的边跨步上前，边抢起胳膊要打乌鸦呀。丫丫！只见那为首的家丁张扬的身形还没得意几息，突然脚下打滑，一个狗吃屎扑通一声摔倒在地，整个人狠狠地与大地来了个亲密接触，连惨叫声都因为嘴巴紧贴地面变得沉闷凄惨。众人机械地低头看向趴在地上的那个为首的家丁，10数息后，那家丁才慢慢抬起头，跃入众人眼帘的是一张满面是血的面容。娘，七七！陆元香起身时，随手一把抱起乌鸦呀，在陆凌霄的搀扶下，快速回到陶凤山等人身后，场面一时间寂静无比。你小子连小娃子都要欺负，这是遭报应了你！对，遭报应了，现实报！你个老不死的，不长眼的东西，快活起来！他腿啊！小奶音落下，一道惨叫声响起。只见巨扶那家丁头头的4、5个家丁被脚下压实的雪滑倒，正好压在了他们的头头身上。被压在最下面的家丁头头惨叫连连。这个，我的腿，我的腿啊！你们看看，他就是个灾星，他就是个灾星！原来陶大们怀上小宝宝了呀，可惜了，这个小宝宝根本来不到世上。哎，倒霉的小胖子不是陶大曼的亲儿子，却与陶大曼有宿生孽缘，死在陶大曼手里也是命啊！不是，陶大曼在这闹了这么久，陶狗蛋他爹去哪儿了？凤临城听闻乌鸦呀的心声，不着痕迹地往后退了一步，随后朝空中打了个直响。凤衣不着痕迹地出现在凤临城身后，俯下身来。凤临城在他耳边低语几句，凤衣点点头，消失在原地。陶大曼，你给老子闭上你的臭嘴！凤山媳妇儿，带人把他给我押起来！真是反了天了！一个上杆子去给人做妾的无耻妇人，竟敢回到村里头搅风搅雨！今天必须请出祖宗家法，让他这个无知妇人清醒清醒！放开我，放开我！我可是南家南大少夫人，你们竟敢对我无礼！那几个家丁想要上前救下陶大曼，被陶洪昌带的几个小伙子给拦了下来。我劝你们最好不要轻举妄动，这是我们家族里的私事，与你们无关。在陶金友的带领下，众人押着陶大曼来到陶家祠堂门口。陶家祠堂外此刻用人山人海来形容也不为过。我太爷，我小妹她不懂事，我侄子又刚走，她受了刺激，您别跟她一般见识。婉容啊，你就别给她说好话了，这么多年你对得起她了。乌鸦呀敏锐地发现这里面有故事，尤其是陶万荣。直到凤翼出现在凤临城身边，主子已经查清了。陶大夫告诉凤一，原本小胖子是在厢房的床上的。陶大曼让人抱着小胖子走到院子里时，
不知为何突然发疯，将孩子扔在地上，命令家丁开始殴打他们，并打砸他的家。陶大夫还告诉他，小胖子即使不噎死，也没多长时间好活了。因为小胖子已经中毒了，不被噎死也活不过今天。乌鸦呀听着凤衣小声跟凤临城嘀咕，心里豁然开朗。他当时看到小胖子身上背着几条人命，印堂发暗，即将不久于人世。也看到小胖子被糕点噎住的画面，以为他是被噎死的，没想到即便不被噎死，他也离死不远了呀。那边族法已经开始施行，陶大曼的惨叫声传来。乌鸦鸦转头看过去，只见第一边抽下，竟然将陶大曼身上的黑气抽散了一丝。这一丝从陶大曼身上挣脱出来的黑气，慢慢的散开，飘向陶家庄人的身上。他猛地打了一个激灵，停！小丫丫呀，为何叫停啊？为何叫停？再打下去，不消半个时辰，陶家庄就要血流成河了。有个胖子带了好多拿大刀的人快到陶家庄了，他们跟陶大曼是一伙的。陶大曼重伤，把所有的罪责都推到陶家庄人身上，说我害死他儿子，陶家庄人包庇我，要杀他灭口。那人信了陶大曼的话，不分青红皂白，指挥手下对陶家庄的人下手。呵，小胖子根本就不是陶大曼亲生的，陶大曼才是小胖子死亡的真正因果，我们都是背锅的呀。我这嘴还不溜的，要怎么说出来呢？陶林晓深深的皱眉，心里快速的分析。小胖子是南家唯一的孙子，南家为什么会让一个妾室在这样恶劣的天气带他回娘家？哪怕这个妾是小胖子的亲生母亲，南家这做法也说不过去。但是南家堂而皇之让他带回来了。南家这么做是有什么目的呢？陶大曼10年未回村，选择在这个时候回娘家，又是为什么呢？陶大曼会不会是有预谋的，想借机除掉小胖子？不对，就算小胖子不是陶大曼亲生的，可他还是陶大曼的护身符呀。陶大曼没有理由除掉他。小妹说有许多带刀的人快到陶家庄了，难道是南家要对付陶家庄，或者对付陶家？只是小胖子的死或许是个意外。不，风一说小胖子已中毒，本身命不久矣。小胖子不是陶大曼的孩子，难道也不是南家的？所以南家要除掉小胖子和陶大曼，找陶家庄背锅。今天这个局是南家故意安排的吗？若真是这样，那小妹说小胖子会噎死才是整个局里的意外吧。吴太爷，陶大曼是南大少唯一生子的妾，既然她已经出嫁，便已不再是陶家庄的人了，您说是不是啊？好悬，还好三哥总是与我心有灵犀。妈的，关键时刻竟然卡壳了！原来小胖子是陶大曼偷偷带出来的，那些人是来寻找小胖子的。不过南家为何在这个节骨眼上叫陶大曼回娘家？天寒地冻，路又不好走，陶大曼怀小宝宝了，南家子嗣又那么单薄，也不怕他出点意外。我知道了，那些人还不知道陶大曼怀宝宝了。嘿嘿，不会是陶大曼偷人了吧？凤临城被自己的口水呛到了，此刻的陶林晓却有一种拨云见日的感觉。陶大曼怀孕了，小胖子不是陶大曼亲生的，陶大曼想除掉小胖子，好让他给自己的孩子让路。那么小胖子身上的毒也有可能是陶大曼下的。陶大曼私自带小胖子回陶家庄，是想让小胖子死在这里，好找个背锅的。如果陶家庄今天真的对陶大曼执行完了30遍的族法，陶大曼肯定会伤痕累累，到时候南家人肯定会动怒，陶大曼趁机反咬陶家庄一口，所以才有小妹说的血流成河吧。
不过陶大曼回陶家庄是肯定还有其他目的，冲他对自家那个狠劲儿，他的目标应该是小妹。吴太爷，叫大家各自散了吧，天怪冷的。陶金有回神，看着陶林晓，不明所以。陶林晓一咬牙，双目一闭，抬起左手开始掐算。呀，武三哥可原来是神棍啊！怪不得总在关键时刻与我心有灵犀。呀，同道中人，同道中人。以后我修炼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拐上三哥哥？虽然凡人界灵气稀缺，修炼成仙可能性不大，但修炼到知过去晓未来还是可能的。三哥哥，快说说，你算到什么啦？我知道了，原来如此，原来如此。我操，这是真神棍啊！慢慢一步上前，在陶大曼跟前站定。哼，陶大曼，你好算计。说，你来陶家庄的目的是什么？来打听你们陶家的事。我来陶家庄是回娘家，要不是你们家那个小灾星害死了我的儿子，谁稀罕来你家？放开我，不然南家人知道了不会放过你们的。怎么怕了？怕了就老老实实交代，待从我嘴里说出来之后，你就没有机会了。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你们还我儿子。很好，陶大曼，但愿待会儿你的嘴能继续这么硬。你说让我们还你的儿子，你的儿子在哪儿呢？在陶外人家里。你确定那是你的儿子吗？陶大曼惊恐地瞪大了双眼，不可置信地看向陶林晓。他算出来了，他算出来了，他真的会算命。陶大曼在心里嘶吼。怕了吗？切，是你自己说呢，还是我继续说啊？我问你答，若是有半句假话，小心你肚子里的孩子。我都说，你不要伤害我的孩子。你回陶家庄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南少爷让我回娘家打听你们家的事。打听我们家什么事？就是你们家每个人的近况。打听我们家的近况干嘛？他有个亲戚是京城的大官，这次来灵山赈灾，就是他那个亲戚让打听的，具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他还要干什么？他那个亲戚说，灵山县的雪灾百年不遇，事出反常必有妖，肯定是有灾星降世，所以你为了邀功，便把灾星的名头安在我小妹身上？应该是。什么叫应该是啊？我偷听过他们谈话，京城的那个大官说要把这个设法弄在你家小妹身上。吴太爷，您快些让大家各自回家吧，这里不要留太多人，很快南家的人就会找来了。南家的人找来咱也不怕，咱人多。我爷爷，老三是担心他们不听解释下杀手，所以让大家都离开吧。您刚刚也听到了，南家是冲着我们家来的，不管什么事自然由我们家扛下，不能连累了陶家庄。大家都是一个庄子，你们的事儿也是全村人的事儿，怎么能在这个时候让你们独自面对呀？就是玉安呐，你这样有些生分了。对，陶夫子，我们都是一个村的，自然要相互照顾。对，我们不走。我们不走。就在这时，人群后方传来一阵骚动。让开，让开，南大少到。陶大曼，你把我儿子带到哪儿去了？大爷，我……你他娘的是不是活腻歪了？竟敢偷偷带走我儿子！当心他肚子里的孩子！你又怀上了我的孩子了？呀，这个金光闪闪的胖子，子女宫暗淡无光，典型的无子命啊！我靠，陶大曼肚子里的孩子也不是金光闪闪的胖子的。呀，狐狸精说过，
孩子不是爹爹的，那叫偷人偷来的。对啊，小胖子就是陶大曼偷偷带出来，看来他是惯犯了。嘻嘻，陶大曼偷人了。咦，金光闪闪的胖子头上也没长绿草啊，奇怪，狐狸精不是说这样的男人头上会长草吗？难道是他在骗我？小14，你不错呀，竟然又怀上了爷的孩子。嘿嘿嘿，恢复后也定给你奖赏。别哭了，再哭爷生气了。对了，爷的宝贝儿子呢？快说，爷的宝贝儿子呢？小太爷呢？小少爷，他死了。你他妈刚刚说什么？你再给老子说一遍。完了，小少爷怎么了？爷，小少爷被人害死了。爷，小少爷就是被他家的小灾星给害死的。你说什么？我儿子死了？啊？谁害死我儿子？不是的，福宝是自己吃糕点噎死的。14夫人，你是不是被那小子威胁了？不要怕，爷带了这么多人，剁了全陶家庄的人，也只是眨眼间的事。不是的，爷，没有人威胁我，福宝真的是自己噎死的。我儿子现在在哪儿？南小少爷出事前就已经送到大夫那儿抢救了，不过很遗憾，您节哀顺变。陶家庄没有人能主事了吗？有一个毛头小子出头，不才是陶家庄的村长。你带我去看我儿。南大少，您请。看，你呀，就这么喜欢看热闹？嘻嘻，娘好。此时陶万人和家人在吃了凤衣给的生息丹后都缓了过来，他们已经将小胖子的尸体重新搬进了厢房，放到了床上。虽然小胖子的娘让家丁打了他们，砸了他们的家，但善良的陶万人一家还是善待了小胖子。陶凤山领着一大群人走进陶万人家的院子。村长，你们这是？那个万人呐，你不要怕，这是南小少爷的父亲，他来呀，就是来接自己少爷回家的。南大少是来接南小少爷回家的。南大少，小的医术浅薄，没能救回小少爷。您有火，冲我一个人来，跟别人无关的。你要杀要剐，悉听尊便。求您放过我的家人和村里的人吧，求求您了。南大少依旧不出声，垂眼看着不停磕头的陶万人。就在众人以为终躲不过一场劫难的时候，他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你老实给我说，我儿到底怎么死的？南小少爷他看上去是被噎死的。看上去什么意思？说。是南小少爷他中毒了，即使不被噎死，也活不过几个时辰。你给我好好说，这到底什么意思？南少爷中了半日散，就算当时没被噎住，按时辰算也活不过40。大夫，你说什么？我儿子中毒了？不可能的！小少爷之所以被噎死，是因为他吃的糕点里有枣核没处理干净，小少爷吃的太快了，没吐出枣核，由于中毒导致感觉迟缓，恰好被枣核噎住，呼吸不畅，给活活憋死了。贱人，说是不是你下的毒？陶大曼被南大少弄懵了，脑子根本转不过弯来。说不说？不说我掐死你！不要以为你怀了我的孩子，我就会放过你。南大少见状，才一把松开他。我没下毒，我儿他其实他不是南家的孩子，他应该是燕如的孩子，是吧？你知道我为什么留你这么多年吗？因为你呢，比其他人好玩。
众人听不到南大少与陶大曼低语了什么，但可以看到陶大曼恐惧绝望的神色。就在众人以为南大少不准备放过陶大曼时，他却站直身。我相信你，你是宝儿的亲娘，怎么会害宝呢？也一定会查明真相，看看到底是哪个吃了雄心豹子胆的，敢给我儿下毒。我儿子在哪儿？带我去看看。陶万人急忙爬起来，引着南大少来到西厢房。床上，小胖子安静地躺在那里，面色苍白，毫无声息。南大少满面悲伤，心中却有一种报复的快感。儿啊，我可怜的儿啊！陶万人家，南大少强忍悲痛走出西厢房，对陶凤山说：今日此事的确与陶家庄无关，之前我的家人给陶大夫家造成的损失，我南家双倍赔偿。不用了，不用了，我家也没什么值钱的物件儿。要赔。再说了，陶家庄是我14夫人的娘家，大家都是亲戚，往后要多多来往。哦，对了，谁是陶玉安呀？也有话对他说。我是。陶兄弟，借一步说话。陶兄弟可是得罪了京城中人？在下从未去过咱府城以外的地方，更不认识京城的人。哦，可据我所知，京城有人似乎对你家极为了解啊。是吗？南大少是如何知道的？陶兄弟，不瞒你说，京城来人是要对付你家的，中间穿线与我联系，让我打听你家近况的人是我的远房表亲。是吗？为什么呢？那南大少的意思是……我看陶兄弟是个实在人，我就实话实说吧，我不想帮他们，但是我这远亲又压我一头。俗话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我说的话你能懂吗？我不太懂，我是真不知道为何京城有人要对付我们家。陶兄弟，你太过小心了，我不是在套你的话。我儿子你知道吧？他其实不是我儿子，是我这个远房亲戚与我未婚妻的儿子。陶玉安眉头一挑，终于解开了心中的疑惑。南大少从听闻自己儿子死了后所表现出来的哀伤透着浓浓的违和感，原来原因在此，他这是不是吃了个大瓜？我们可以合作，你想让他们知道什么信息，我便让他们知道什么。条件？扳倒我这远房亲戚赵家。唉，我陶家只是普通农户，没那个本事。别呀，我知道你们是普通农户啊，但你们家有气运，逮谁谁倒霉呀。你说什么？我没别的意思，你看白家得罪了你们家，不就倒霉了吗？哼，南大少，这无影的事你也信？白家倒霉，那是因为他们做了太多伤天害理的事，遭天谴了。好，权且是这样吧，你别激动嘛，你就说吧，你想让京城的人知道什么消息啊？没什么，我家老大废了，老二瘫了，老三老四没出息，闺女还是个奶娃子。对了，闺女，陶兄，我跟你说，他们想要给你闺女安上一个什么灾星的名头，然后除掉。这不是你要做的，你那什么14夫人之前可是口口声声说要把灾星的名头扣在我闺女头上呢。什么？那个臭婊子，给他3分颜色，他竟然还开起染房来了。陶兄放心，我回去一定会好好管教他。南少爷，我家只是普通农户，要说与其他农户不同之处，那便是出了2个秀才，也勉强算是耕读之家。
实在不认识京城的人。至于他们为什么打听我家的事儿，在下实在也是一头雾水呀。难道与京城白家有关？不管是白家还是谁家，我南城今天既然找你合作，便把话放在这里，绝对不会两面三刀害你家。话音落下，他在心里补充道：老子也不敢害你家呀。臭瞎子说你家有大神存在，自己这辈子能不能有子嗣，还要仰仗你家的大神呢。我家的情况就是南少爷看到的，老大老二，您就照这说就行。南城了然地点点头。两人回到前院，南城命人清算赔付给陶万人家的银钱，收敛了小胖子的尸体，自己则躲在一边听陶大曼带的人汇报今天的事情。当听说陶家有个12岁的少年能掐会算时，南城连忙小声问：是哪个有这本事？处理完事情要走之前，南城对陶凤山说：陶村长，你应该庆幸没对爷的14夫人动手，不然可不能这么善良了。不敢不敢。小丫丫呀，今天多亏了你，不然咱村就要遭殃了。哼，村长爷爷，我算的对吧？好小子，没想到你竟然还有这样的本事。陶家经历了今天的大起大落，陶宇安让陆元香和杨秀娥做了一餐丰盛的晚膳犒劳大家。消失一天的陶岩从外面飞跑进来。好啊，我不在，你们竟然偷做好东西吃啊！哼，我们今天共同御敌了。你呢？天天把保护你家爷挂在嘴边，关键时刻人就不见了。御敌？有敌袭吗？在哪儿啊？在哪儿？老子弄死他们！哼，早走了，等你回来，黄花菜都凉了。爷，您有没有受伤啊？没有，也没打起来。吃过晚膳后，乌丫丫老老实实地坐在床上，开始掐算起来。今天的南大少跟他今天从陶大曼身上看到的那个相差太大，仿佛换了个人。难道仅仅是因为陶大曼没有受伤？不过不管怎么说，今天全村人的命运改变了。被乌丫丫掐算的南大少此刻正在陪着赵斌喝酒。表叔，来尝尝这道菜，这是杀了30多只鸭子才得到的一盘菜，香糟鸭舌，不错。我昨天让你探查的事有结果没有？都打听清楚了，情况如何呀？南城将陶宇安说的话原封不动托给了赵斌。赵斌低头沉思了片刻，抬头想要再问仔细一些，却发现南城一脸哀伤。表侄，你这是怎么了？哎，表叔啊，表侄，有什么事跟表叔说，表叔能帮的一定会帮你。不是，表叔，这忙你帮不上啊。你不说怎么知道我帮不上啊？表叔啊，我儿子福宝，他今天没了。没了就快去找啊！家里这么多人手，找个孩子很费劲吗？你搁这儿哭有什么用啊？表叔，我儿子不是那个没了，就是没了。什么那个没了就是没了？哎呀，就是没了呀！没了赶紧找啊！你哭能哭回来呀？哭是哭不回来，没准儿这会儿都见着阎王爷了呀！什么？福宝他，你说的没了是死了？他怎么死的？哎，这东西噎死的，表叔。我现在一直捂着这事儿，都不敢让我爹娘知道。难怪没见家里设灵堂啊。当赵斌失魂落魄地回到驿馆时，陈允良安排的人已经在楼下等他了。他跟随那人进了陈允良的房间，仍有些走神。他家那边的情况打探清楚了？
陈大人，已经探查清楚了，陶家现在正如外面传言一般，长子次子均已是废人，三子四子并不出色，家里贫穷，三餐不济。至于你要打听那个小奶娃，不足10个月，跟普通奶娃没什么两样。陈大人，这家人实在是太普通了，您为何……不该你问的不要多问。赵大人，这次的事你办得不错，下去吧。赵斌离开后，陈运良轻轻抬了抬手，一个黑衣人轻飘飘地落在他的面前。雷霆，你去陶家庄走一趟，一定要除掉那个奶娃娃。是。雷霆一路飞奔，他站在陶家大门外，斜似一笑，当真可笑。要除掉一户农家的一个小奶娃，竟然要派出他这个府中第一暗卫。正在空间里修炼的乌鸦鸦忽地感应到一丝杀气，他迅速从空间撤回元神，用刚修炼出的神识扫视一圈。呀，杀气有杀气，快打！我去，哪个不长眼的，正好撞到本座手里呀！嘿嘿，我要让你们肉包子打狗有来无回！啊，不对，我可不是狗。陶宇安与陆元香同时坐了起来。咦，叶后娘怎么了？像诈尸了一样？啊，呸！这个比喻不贴切，童言无忌。夫妻二人又齐齐躺下。哇，原来爹爹娘亲没醒，是梦游啦，搞得我以为爹爹娘亲能听到我的心声呢。另一边，凤林城房间的门打开又合上了，凤翼正欲飞身而起，陶岩的房门也打开了。咦，差点忘了，家里有俩武功高手，我又可以躺平啦。院子里，陶岩和凤一就着月光对视一眼，同时飞身而起，落到墙头上，与门外那个正欲飞身进院的人对个正着。凤一刚要开口，就见陶岩一个闪身飞了下去，站定时，对面的人已经飞出3丈。这样是不是有点不讲武德？武德？两军对垒，一触即发，讲的就是一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这不是战场。要不你说咋样？江湖规矩，先问对方是谁，要干什么，有什么目的，万一打的是好人呢？好人个屁！你看见哪个好人藏头藏尾，半夜3更想摸进人家院子的？前辈说的有道理。小子，慢慢学吧，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都多。嘿嘿，是不是很疼啊？疼就对了。说，你是达旦国奸细还是西楚国奸细啊？不说是吧？哼，欠收拾。陶岩冷哼一声，手再次按上对方的胸口。你他娘的，竟敢叫这么大声！敢把我主子吵醒，我就灭你全家！快说，快给小爷我老实交代，你是哪个国的奸细？不说的话，小爷将你吊在大营门口晒鱼干。严师傅，你捂着他的嘴，让他怎么交代？也对啊，你不准叫啊，不然我扒了你的皮。说，你是哪个国的奸细？是可杀，不可辱。哟，有骨气呀！陶岩嘲讽一声，手直接按在雷霆的胸口上，另一只手飞快地捂住了雷霆的嘴，将雷霆的惨叫声堵了回去。小子，我聪明吧？凤一无语地点了点头。你说不说？你说不说？老子耐心可是有限的，快说，快说！哎，前辈，你轻点，他好像没气了。哎呀，真没气了。你力气有多大，你不知道呀？我哪里知道他这么不耐折腾啊，像面捏的一样。没事，我把他扛到山里丢血窟窿里。陶岩伸手就要扛人。慢着。这时陶家的院门打开。
难道要留着过年？师傅，咱们先搜一下他身上有没有信物啊。哎，对，搜得甚。陶岩立即在雷霆身上摸索起来。哎，这是什么呀？前辈撕开看看不就知道是什么了，看形状像是令牌之类的。对，撕开看看。是啊，原来是块破铁呀。这是什么令牌呀？这么简单，是个铁匠就能打造吧？我知道了。你知道什么了？你们看出哪里不同了吗？哪儿有什么不同啊？你们仔细看看，这四边无论哪边向下，丝带的位置都不同。那又怎么了？这丝带系得并不紧，却怎么转令牌都固定在一个位置，那是因为这里有凹槽。我去，这样薄的令牌居然还有机关！快看，铁片里面有字。白家，他们不是被灭了吗？也许此白家并非彼白家。风衣大哥，能不能麻烦你明天一早去一趟县城，将这块令牌交给我二师兄？好的，七公子。那这个人我可以扛到北山埋血库里了吧？严师傅，以后遇到这样的事要留活口，弄清楚对方来的目的。嘿呀，谁知道这黑块头这么不耐折腾啊！三弟，我师傅他……大哥不必觉得歉疚，严师傅他很好，只是不知这人来此的目的，感觉有点失控。反正肯定不是冲我来的，说不定还真就是冲你来的。毕竟前段时间已经来了一批要你命的人了，这个肯定不是。你这么肯定？那是，这块令牌是京城白家最低级的令牌。哟，年纪不大，知道的倒是不少啊。我听说京城白家出了个娘娘，说不定就是你那小娘为他儿子排除异己，派人来要你小命的。不是，要真为我来，不会派这么菜的，而且还是独自一人。那你的意思，那刺客就是冲我们家来的呀？持有白家最低级令牌的人都是依附于白家的走狗，比方说此次前来赈灾的陈侍郎。看来是有人想要我的小命，他娘的也不知道是谁，一天天事儿的，一点儿不消停。哼，我诅咒他吃饭噎着，喝水呛着，走路摔着，睡觉。县城驿馆一直在坐等消息的陈允良，等到了后半夜，仍未见雷霆回来复命。他烦躁地端起茶杯，猛地灌了一口，一口水没咽下去，他被呛着了，剧烈地咳嗽起来。老爷，您怎么了？我怎么了？你说我怎么了？你眼瞎呀？第二日，原本凤衣一个人要去县城，变成了2个人，陶林晓和他一起去的。小师弟，有什么要事吗？二师兄，昨夜有人夜袭我家，这是从他身上搜出的令牌，人已经处置了。石皇子说这是京城白家最低级的令牌。哼，还真是白家的。白家的令牌分3个等级，1级是他们的核心暗卫佩戴，2级是白家嫡系家眷们身边的暗卫佩戴，至于3级嘛，也就是这个，是白家给依附于他们的人分配的暗卫所佩戴的。京城的高门大户还真是热闹啊。确实热闹，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们做不到的。小师弟，你不是只送个这个给我这么简单吧？我想麻烦二师兄帮忙查一下，驿馆那边有没有人喝水呛到、走路摔着或吃饭噎着的。小师弟，你是认真的？对，真的不能再真了。为何？难道陶婶子又做梦了？就当是吧。二师兄，现在可不可以派个人去打听一下，要暗中行事？不用暗中行事，
保证他们察觉不到。丁奎，本官忙，脱不开身，你去趟驿馆，问问钦差大人们住的习不习惯，有无什么需求。好嘞，大人放心，我这就去。二师兄，你不用叮嘱丁师爷？不用，小师弟放心好了，丁师爷前去，保证不着痕迹的听来你想听的。约莫半个时辰后，丁怀神色凝重的回来了。丁奎，禀世子，驿馆那边一切都好，大人们并没有不习惯，需求嘛倒是有一个。正经点，说，他们有什么需求？他们需要一名大夫，要医术高明的。怎么，有人生病了？生病倒是没有，就是陈大人吧，他我忍不住了，大人，您让我先笑一会儿。回世子，陈大人他不知得了什么怪病，喝水能呛着，走路摔跤，今天早晨吃饭时差点给噎死。驿馆那边给他请了大夫，大夫说陈大人腿脚不好使，动作不协调，可能是中风前兆。陈大人大发雷霆，将大夫给骂走了。驿馆那边请世子找个医术高明的大夫去给陈大人瞧瞧。陶凌晓冷笑两声，笑得曹浩仁脖子后发冷。小师弟，陶婶子神了，你快告诉我，她是不是又做神梦了？二师兄，你不要成天神神叨叨的。小师弟可不能这么说，陶婶子她真的很神。今天这事儿还真是你陶婶子梦到的，是我算出来的。我信你个鬼！陈允良他现在如何了？有没有受伤什么的？大伤倒是没有，不过磕掉了一颗门牙，听说是今天早上在茅厕里绊倒磕掉的。在茅厕里磕倒了呀？是不是驿馆的茅厕地面不平侧？你待会儿派瓦泥匠去给修一下。属下到茅厕看过，地面很是平整啊。他这是自己左脚绊右脚，磕在茅坑沿上了。听说那颗牙磕掉之后，直接就掉到茅坑里去了。丁师爷，我不是跟你说过，这么恶心的事情不要随便说吗？那个季公子啊，这不是不在饭桌上吗？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消息，他也该回家了。于是他站起身跟曹浩仁告辞。小师弟，你别走。小师弟，你还没说你究竟如何知道驿站会有人会这样？是不是陶婶子梦到的？他是被我诅咒的。我去，小师弟怎么整得神神叨叨的，有点向神棍的方向发展。七公子确实越来越神棍了，你说要是让主上知道，会不会揍他呀？你可以告诉我师傅试试。回到家，陶凌晓找到乌鸦鸦。小妹。山哥哥。小妹，你在干嘛呀？在摆唐阵吗？哇哦，三哥哥竟然是有慧根的人，一眼看出这是阵法。我要不要传授他一些占卜布阵的本领呢？怎么了，小梅？乌鸦鸦的神识遁入空间，在书房里翻啊翻，翻出一本叫《易术》的占卜入门的书籍，递给陶凌晓。在那本书凭空出现在他手上的时候，陶凌晓整个人就愣住了。他想过小妹的与众不同，却没想到她还能隔空取物。这本书是从哪里取来的？那山哥哥，谢谢。乌鸦鸦却心不在焉了，他在等着陶凌晓问他为何会隔空取物，可陶凌晓就是不问。山哥哥，问问。小妹，你想让三哥问什么？乌鸦鸦指着书，眼睛却与陶凌晓对视。那小妹，这本书为何会凭空出现啊？山哥哥，怕怕。三哥哥不怕，
三哥哥知道小妹是小仙女下凡，这本书是从天上拿来的，不过这是我们家的秘密，以后别在其他人跟前凭空取物好不好啊？呀，三哥哥接受能力太强了吧？那天我把这个偷天换日阵交给三哥哥，让三哥哥去救他二师兄可以吧？算时间，三哥哥的二师兄在这几天会出事。三哥哥，学。好。桃林小敏锐地发现，乌鸦鸦摆的每一颗糖果都有一定的规律，看似凌乱，实则有序。战！小妹，你说这是个阵法吗？头天战可以救我师兄？要大。小妹是说设阵的时候要根据实际设置。三哥哥与我心有灵犀。桃林小把糖果收起，按照记忆的步骤一颗一颗摆上。三哥哥好聪明，一学就会。我二师兄会在哪里出事啊？灵山。第二日后，桃林小便离开了家，以长随的身份跟在曹浩仁身边帮他办事。陈玉良等了一天仍不见雷霆回去，夜里派了跟随自己一起来的陈建前往陶家庄打探消息。夜深人静，他悄悄摸进了村子，站在陶家门外，他突然生出一丝莫名的不安。借着清冷的月光举目四望，发现墙头上有2个人，他下意识地向后跳了一步，摆出了攻击的姿势，但墙头上的人仍然立在那里一动不动。假的，吓唬人的呀！想不到陶家人还真有意思呀，还弄2个假人放在墙头上，这是吓唬鸟呢。他提气飞上墙头，落在2人旁边。嚯，做的还挺像，这假人身上还套着棉衣，这头发，这手感跟真的一样啊。就在陈建要捏陶岩脸的时候，陶岩终于忍不住了，他反手一把拧住陈建的胳膊，笑道：我是假人。2人合力压着陈建飞身回到院中。是你？你不是废了？你才废了，你全家都废了你。我知道了，爹，他就是在大青山要害我的人，他是陶乐运的人。陶乐运？我劝你们放开我啊，要不然我主家是不会放过你们的。嘿嘿，主家？你主家是谁家呀？你是谁？我是断腿残废的陶老二。陈建将目光移至陶凌云的双腿，断腿残废还能站在这里，他们为何会收到假消息？无论是陈府探听到的，来灵山县听到的，还是赵斌打探到的，所有渠道得出的结论都是一致的。偷了大小姐10年的这户人家，长子双手筋脉尽断，无缘科考；次子双腿残废，终日轮椅为伴；3子4子寂寂无庸。现在陶老大一手举着火把，一手提着大刀，要是筋脉尽断还能有这架势，那筋脉未断是不是能举起千斤顶？我主子可是3品大员，此次赈灾的钦差大臣，我劝你们最好识相点，要不然我主家肯定不会放过你们的。喂，见到本皇子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啊？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活阎王在这里。是皇子。他果然认得你，大概是冲你来的。他认得我又如何呀？喂，你哪家的呀？技能不太行啊你。喂，你怎么不说话呀？凤仪。凤临城懒散的态度突然一转，急吼一声，凤仪下意识地捏住陈建的下巴，从他嘴里抠出一枚毒药扔在了地上。幸好我动作快，想死没那么容易。
呀，原来刺客嘴巴里真的会藏毒药啊！狐狸精诚不欺我。哼，既然落在你们手里了，要杀要剐，悉听尊便。这人不是冲我来的，你们看着办吧。主子到底怎么想的？想讨好这家人的是他，看热闹不嫌事大的还是他。这么坚决，是有什么后顾之忧？我是不是很好看啊？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哼，我是男子，你这搭讪的方式用错对象了。我呢，连灵山县都没出过，怎么会跟你见过？除非你是灵山县谁家的呀？你是那个在大青山袭击我大哥的山匪，你说你都逃掉了，这还回来自投罗网干嘛呀？对，我就是山匪。不，你其实并不是山匪，我就是山匪。大青山驿馆还记得吗？大青山驿馆是个人都会知道吧？大哥，你过来给他回忆回忆。在大青山老虎崖，你想废了本公子的手，可惜呀，本公子福大命大被救了。让我帮你想想，你逃到哪里去了呢？山匪，哈哈哈哈哈！你逃到大青山驿馆了是吧？我没有，我就是一个山匪，怎么能进驿馆自投罗网呢？你可以不承认，但那天我在驿馆看到你了，你跟一个尖嘴猴腮的人在一起。我还知道你们是来接你们的主子小姐的，她呢就是我们家偷跑的养女。她跑的那天差点让人害死我的小妹，卷走了我陶家所有的财产，雇人陷害我二弟，致他双腿被打断。怎么，你一个手上不知沾了多少鲜血，坏事干尽的人也会不可置信？可他就是这么恶毒，忘恩负义，恩将仇报，无耻至极。我告诉你，他可以害我，但害我小妹便罪不容恕，老子迟早要叫他们千刀万剐。你颠倒黑白，分明是你们家偷了我们府上的狄小姐，害得我们老爷骨肉分离。放你娘的屁！你们家在京城，我们家在千里外的穷山沟，怎么去偷你家小姐？你主子是什么东西你不清楚吗？怎么又这个逼脸来替你主子狡辩？你个猪脑子，活该今天要亡于此。下辈子记住了，多做点人事。最后，感谢你让我做出今生最正确的选择。现在我不再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了。说罢，挥着手中的大刀，利落地挽了个刀花。陈建凌乱了，这还是9个月前的那个俊俏柔弱的书生吗？说说吧，你是京城哪家的？让我听听。我那好妹妹究竟是谁家的千金啊？怎么不说？不说也可以。话落，他捏住陈建的下巴，强迫他张开嘴，快速将一粒丹药丢进他嘴里。丹药入口即化，任凭陈建怎么吐都吐不出来。陈建惊恐万分。你给我吃了什么？哼，反正你也不怕死，你还在乎吃了什么吗？不过告诉你也不是不行，这颗丹药呢，就叫做你问他什么，他就说什么丹。涛儿哥，你这丹药的名字起的也太潦草了吧？不就是真言丹吗？我只听别人说过，都还没见识过呢。难道本店今天要大开眼界了？哼，你别骗我，这世上根本就没有这种东西。有的，别人没有，但我有啊！嘎嘎嘎，我乃全能无敌小仙女，有什么丹药都能炼什么丹药，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炼不出的。快问，保证丹入其名，你问什么他就说什么。有没有试试不就知道了？说说吧，你主子是谁啊？
我是不会说的，我主子是不能说。我主子是陈侍郎。陈健痛苦地挣扎着，脸扭曲地变了形。他不想说的，不想说的，可是张嘴说出的却是真话。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世上竟有真言丹！我去，他怎么看上去这么痛苦？难道拿药过保质期了？不可能啊！你说出真话后，身上很疼吗？休想让我告诉你，不疼。咦，不疼，整张脸还扭曲成那样，搞得老子以为丹药过期了。陈侍郎是谁？他叫什么名字？他叫陈允良，户部侍郎陈允良。没错。他让你来干什么？昨夜陈府暗卫雷霆受命前来刺杀你家小奶娃，1天未归，他让我来打探一番。为何要刺杀我小闺女？大人说，小奶娃本不该存在于世，他的存在扰乱了天道，所以西北才会有雪灾。放你娘的狗屁！现在老子看不该存在于世的就是那个什么狗屁陈远良，狗娘养的，什么玩意儿？我看扰乱天道的是他吧，朝廷派他来赈灾，他不干正事，专搞歪门邪道。奸贼呀，大奸贼！我打死你，我打不死你！林师傅，别打了，别打了，再打就死了，还要问他话呢。等审问完再交给你处置，你一片一片把它削了都行。你给我老实交代，要不然大刑伺候。我们家的养女陶乐韵就是她的闺女。是的，她现在叫陈乐韵，只改了个姓啊。这个名字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我不知道。陈远良此行除了要除掉我小妹，还有什么计划？我不知道，平时他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把你知道的关于陈乐韵的事情说说。我知道的不多，有些事都是我偷听的。他好像能预知未来，他还喜欢二哥哥。这张嘴不听从内心指挥，陈健索性巴巴拉把自己知道的全都说了出来。他交代完了之后，陶凌云摆了摆手，陶岩兴奋地上前拖着他就走。呀，那个白眼狼真是不消停，现在还惦记我二哥哥的美貌。嘿，想不到我的存在让他感觉到危机了。一个小小的重生女想要搞死算计我陶家，这春秋大梦做的有高度。驿馆，盛才，你去看看陈健回来了没？是，老爷。不大一会儿，盛才回来了，他恭敬地回道：回老爷，陈健尚未回来。一个个的办事如此不利，雷霆还没回来。老爷，现在外面的积雪太厚了，除了官道清除的可以勉强行路，其他地方的积雪仍能没了人。派出去的人一来一去，肯定要花费一些时间的。他们武功高强，对付一个小小的农户，那定是手到擒来。您先不要着急。不急，不急，我怎么能不急？赵斌他那草包亲戚一天都能打个来回的路，他们两个武林高手需要这么费劲吗？会不会是赵大人的亲戚根本没去，随便打听点消息来搪塞赵大人啊？也不是不可能。你去把赵斌给我叫来。是。不大一会儿，他就急匆匆地回来了。老爷，赵大人他不在驿馆。不在驿馆？这么晚了，他不在驿馆，去哪儿了？老爷，小的打听了，他去了他那个亲戚府上。去，把他给我找回来。是，奴才这就去。其他人是死的吗？什么时候都要我亲力亲为？奴才这就安排人
去将赵大人请回来。南府别院，南城，你为什么把自己儿子的灵堂设在这里呀？他是南家唯一的嫡孙，难道不应该设在南府吗？表叔啊，我爹跟我娘到现在也不知道我儿子没了，他们岁数大了，不能受刺激，我不敢在府里设灵堂啊。那他们日子久了，见不到孙子不得找啊，纸是终究包不住火的。哎呀，能包一日算一日吧。陶大曼正跪在火盆边，一张一张地烧着纸。哎，这儿媳怎么跪着呢？这么冷的天，听说她还怀了身子，这心思到了就成，快起来吧。哎，表叔有所不知啊，14他过于悲伤，他说什么也不愿去休息啊。我的儿啊，你怎么说走就走啊？叫娘怎么过啊？哎，表侄啊，我看侄媳妇似乎不舒服，你快扶她下去休息一会儿吧，我替你们守一阵。表叔，这不好吧？福宝只是您的侄孙，当不得您守灵，当不得呀！快抱你媳妇下去休息吧，这里我守着就好。南城半推半就，抱着陶大曼回了后院。爷，我肚子疼。肚子疼就躺着歇会儿，这大晚上的去哪儿找大夫呀？灵堂一片素白，夜深人静，只有赵斌一个人在烧纸。供桌后方黑漆漆的棺木那里发出敲打木板的声音。赵斌汗毛冷竖，惊恐地看向棺木，慢慢的，他的眼睛越睁越大。哎呀！他惊叫一声，跌跌撞撞跑出了灵堂，顺着院子里挖出来的通道，疯狂地跑出了南府别院的大门。在大门口正好遇到陈允良派来找他的人，他被那诡异的一幕吓破了胆，跟着来人匆匆离去。南城倚在灵堂门框上，看着那道狼狈的身影消失，嗤笑出声：老子只不过是让人挑了件衣服摇了几下，就给你吓成这熊样。要不是靠祖上积德，你能做到五品官？爷，您还是回房休息吧，在外面怪冷的。这里嘛，此时见火。是。陶家庄。喂，你就是能进祠堂的乌鸦鸦？我是。哼，也没有什么两样嘛，还不是2只眼睛，1个鼻子，1张嘴，凭什么就能进祠堂了？我好。哼，你哪里好了？小屁孩一个，胖得像头猪。我娘说了，你就是个小贱人，跟你娘一样，长大了肯定是个会勾引男人的贱胚子。你是哪家的孩子？小年纪怎么这么没有口德？哼，你说我没有口德？哼，我让我爹收了你家的电田。杨秀娥低头看向乌鸦鸦，乌鸦鸦与他对视一眼，又看向陶地主家的小闺女。突然，一幅画面映入眼帘，一辆马车飞快地冲了过来，将他们这些人齐齐撞飞。乌鸦鸦大惊：快跑！快！与陶地主家小闺女一起来的4、5个小姑娘，见杨秀娥慌张地拔腿就跑，遂也跟着她跑起来，边跑边嚷：快跑啊！只有陶地主家的小闺女愣怔在原地。撒嘴！与此同时，身后传来一声惨叫，马车并没有停下，直奔他们这边而来，沿着胡同口的街道呼啸而过。马车夫使劲拉着缰绳，惊恐的大喊：停！惊马了！前面的人快让开！麻烦你帮我看着小梅，拿止血糖给你，我送她去陶大夫家就回来。好的。在杨秀娥抱着陶地主家的小闺女离开后，那小女孩将给其他几个小伙伴分了分，而后弯腰试图抱起乌鸦鸦。不要！乌鸦鸦拉着小女孩的手，蹒跚地走到路边，
望着牵着自己手的小姑娘若有所思。这个小姑娘还不赖，嫂嫂给她的糖她分给了小伙伴。是个心地善良的，以后可以结交。坐在马车里的赵斌一头撞在马车壁上，脑袋上被撞了一个大包。他咬牙切齿地捶了一下车壁。这次金马是他们故意设计的。哎呦呦，幸好雪下得够厚，阻住了车嘛。我听村长说，那前面可是深沟，赵大人可有大碍？只有额头撞了个包，其他无碍。那是赵大人运气好，吉人自有天相。马为什么突然发疯？大人，我也不知道呀，就赶着赶着，马突然跟发疯了一样跑。丁奎，你带人检查一下马匹。是，大人。陶凤山急匆匆小跑过来，他狠狠地抹了一把额头的汗，哈着腰笑道：众位大人，小人家已经备好酒水，请移步小人家中歇息。陶村长，这位是钦差陈大人。陈大人，这是陶家庄的陶村长。陈宇良点了点头，转头看向陶宇安家。从县城到陶家庄的道路已经通了，来陶家庄步行走也就1个时辰的路程而已。为何那2个蠢货出来后便杳无音讯？他们2个究竟去了哪里？关键时刻谁都靠不住，还得自己亲自上阵。陈宇良抬手指了指陶宇安家，就近歇息片刻，让赵大人喝口水压压惊就好。他倒要看看那个又逃过一劫的小奶娃究竟有何不同。那个钦差大人、县令大人，请。刚走到家门口，便听到陈宇良说要就近歇息，最近的不就是自家？他连忙抱着乌鸦鸦跑进院子。爷爷，芹菜大人要来我家了。话说芹菜大人会是人吗？芹菜都能修炼成人啦！我靠，难道京城有比修真界更好的修炼资源？什么乱七八糟的！殿下，我出去看看。不对，看什么看啊？凤一，快些带我出去躲一下。这时，陶凤山引着一众人走进来。陶爷爷，我爹他们不在家。陶爷爷，你们这是？哇，我二哥哥真能装，看他二师兄的眼神就像看块石头。哎，太难了，见面还要装不识。我怎么没有看到三哥哥？他没跟回来吗？县令大人，这个陶夫子不在家，家里除了妇人和奶娃，就是这2个受伤的孩子。您看，要不我们……陶爷爷，是不是又有人来找我家麻烦了？您起开，我要打死他们，打死他们！哎，这位小兄弟，有话好说，有话好说。我认得你，我在县城看到过你，你是县令大人。哎，对，我就是县令。你被害的案子，我还去青山县给你查过呢。原来不是来找麻烦的，是县令大人光临寒舍，小子谢过县令大恩。说罢，陶凌风朝曹浩仁磕了3个响头。曹浩仁将他扶起来，无比惋惜地说：当不得，歹人还没抓到，你这手不好，快回屋吧，别冲撞了钦差大人。还真是爱民如子啊。陈大人过奖，下官只是替这小伙子惋惜。多好的小伙子呀，可惜啦。本官还未进过农家，不知道农家是什么样呢。赵大人，陪本官参观一下这户人家吧。陈大人，这不合规矩，主人不在家，我们岂好随便参观人家的家呀？这不是尤主任？大人这是在嘲笑我吗？何出此言？大人没有看到吗？那些房间都有门槛儿，我这轮椅怎么进啊？啊，
这不还有那个抱娃的妇人呀。我正在局面僵持不下的时候，陶宇安气喘吁吁的声音传来：哎呦，各位大人，光临寒舍，有失远迎，有失远迎。这是怎么了？哎呀，安子呀，你回来的正是时候。钦差大人呢，他想看看咱农家什么样子，你赶紧带大人四处瞧瞧。哎，好。陶宇安殷勤地上前躬身做了一个请的手势，同时眼神不着痕迹地在凤临城的房间和陶凌云之间瞟了一眼。陶凌云暗暗点了下头，陶宇安提着的心放了下来。他带着陈月良一行一间房看过，最后又到后院转了一圈。妈蛋的，这个芹菜有病吧？早晚有一天要把它打回原形，放到锅里煮了。一颗没有道德底线的芹菜，就该在菜园子里老实待着。这颗芹菜身上竟然没有妖气，他是怎么做到的？还是他其实就是个人，姓芹菜？不对，他们还叫他陈大人，你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嘛？他娘的，我父皇这是养了些什么狗官啊？主子不喜欢这些狗官，就要有足够的权势做主事的人。本殿不喜欢那个位置，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干得比驴还多，那是人干的营生吗？不过嘛，本殿可以从一众小弟弟当中挑一个，好好把他教养大，把他送上那个位置。主子，您都还是小孩子呢。比我小的也还有5个呀，比方说小17，我出宫的时候他才出生吧，带本殿回去好好养他，肯定长不歪。那也得柳斌同意给你养。提到柳嫔，凤临城立马笑不出来了，那就是个蠢蛋，万一小17随了柳嫔咋办？得蠢成猪。陶夫子，那位妇人抱的小娃是你的孙女儿。回大人，那是我的小闺女。哦，想不到陶夫子到了做爷爷的年纪，竟然还有个这么小的小女儿。那个我也没想到。嗨，陈大人呐，这有什么？礼部于大人的孙子比他小儿子还大10岁呢。我看赵大人也歇息好了。陈大人，您看我们再到隔壁村看看。不差这一会儿。那个小妇人把小娃子抱过来，给我看看。娘的，看什么看？你姑奶奶我有什么好看的？哦，我知道了，还是想看看我为什么还不死啊？切，死你娘个头！你家死光光了我都死不了，臭芹菜，烂芹菜！小女才9个月多点，不懂事，恐会冲撞了大人。要不大人您竟不喝茶？哎，他那么小，怎么会冲撞本官呢？本官很喜欢小孩子。没想到陈大人这么严肃的人也喜欢小孩子。陶夫子，你就不要推辞了，抱过来给大家看看呗。陶宇安干笑着点了点头，走上前从杨秀娥手里接过乌丫丫。乌丫丫闭着眼睛，看上去睡得又香又甜，要不是能听见乌丫丫骂人的心声，他都要被骗过去了。大人，您看孩子在外边玩累了，睡着了。理解，小孩子都是觉多，挺可爱的一个胖娃娃。陈月良垂眸看着乌丫丫，不着痕迹地皱了下眉。眼前的小娃白白胖胖，睡得像一头小猪，嘴角还挂着晶莹的口水，看上去跟别的小孩也没有什么不同呀。他的存在真的会对自家有阻碍吗？就算他再厉害，在这个穷得叮当响的农家，会翻出什么浪花？
还害得武功最厉害的一明一暗2个得力干将下落不明，他真是太敏感了。陈大人，陈大人，陈允良回神，没什么没什么，本官只是没想到陈大人如此喜爱小娃娃。我瞧这小娃娃睡得憨态可掬，一时看得有点入神。今天被金马带到这里，遇见了这个可爱的小娃娃，本官喜欢的紧，也说明本官与他有缘呐。这块玉佩就当是见面礼了。哎呀，使不得使不得，大人，您这礼物太贵重了，我们不能收。本官很喜欢这小娃娃，这是给孩子的礼物，陶夫子就不要拒绝了。我的乖乖，为了除掉本鸭，这颗芹菜真是下了血本。玉佩是好玉佩，灵气浓郁，可惜呀，被他用3日夺命散的水浸泡了。不过可能是准备的匆忙，最多只浸泡了2天，毒药还没有浸透啊。那就谢谢钦差大人，小孩子还小，我先替他收着吧。哎，陶夫子，这是极品的羊脂暖玉，正适合小奶娃戴。来，我给他戴上。陈允良从陶宇安手中接过玉佩，亲自给乌鸦鸦套在了脖子上，还扯了下他的衣领，将玉佩塞进了衣服里。陶夫子，这是瞧不上老夫的这块玉佩。哎呀，这样的好的玉佩我都还没有见过，我再好好看几眼，长长见识。哎，爹，我的亲爹，放衣服里吧，贴身放着好呀，这可是大补之物。这个老东西，他大概不知道，他这手段对付普通小奶娃有用，对本鸭嘛，嘿嘿，本鸭就不是普通的小奶娃呀。陶宇安听闻乌鸦鸦的心声，稍稍有些放心，翻着玉佩看了2眼，又塞回乌鸦鸦的衣服里。哎，塞回来就对了嘛，我爹真上当。好了，我看赵大人也休息好了，咱们走吧。将陈月良他们送走之后，陶家院门一关，除了铲雪未归的在家的齐聚一堂。爹，快将玉佩从小妹身上拿下来，我怀疑狗官不安好心。是啊，那个陈狗官肯定没安好心，他都派2拨人来杀小妹了，说不定这玉佩有毒。我的！我见小妹挺喜欢这玉佩的，要不就让她带着吧，说不定还真是块好玉呢。丫丫，哥哥真好，么么哒。陶凌云垂眸看着乌鸦鸦，小妹身上有秘密，不能让姓凤的小子发现了。夜深人静，乌鸦鸦给陶宇安和陆元香吸了一点安神香，偷偷进入了空间。这是他发现空间保存下来后第一次实体进入，他拿起那块玉佩翻看着，自言自语道：哎呀，我这是做了什么狗屎运，有人要害我，送上的还是大补之物。3日夺命散吗？凡人界的小把戏，在我这里都不够看。叮咚，清毒结完成。乌鸦鸦捏着玉佩，高兴的大笑。玉佩莹润透彻，入手光滑温暖。真是块好玉呀！哎，太好了，又突破了！真是感谢那颗芹菜精送来这样一块宝玉，感谢他8辈祖宗。不对呀，好像我进了空间，说话特别溜。哎，这是为什么呢？我再试试走路怎么样？好像这小胖腿也不是很好使唤。难道需要减肥呀？算了，反正我终于做人了。现在有老爹老娘，还有4个厉害的哥哥挺着，我要躺平享受我的人生。出去睡觉。2天后，陶林晓回来了。小妹，哥哥
喂，小妹，快看，三哥给你带了好吃的马蹄酥。谢哥哥。小妹，我用你教我的阵法救了我二师兄。没想到三哥哥这样厉害，仅凭我的只言片语就能救下他二师兄。果然还是我三哥哥跟我心有灵犀，三哥哥将来一定会是一位出色的算命先生。谢。三哥知道了，三哥一直有好好学呢，不信三哥给你算一卦看看。不过我现在只学了最简单的掐算，你可不能笑话我。不大一会儿，他睁开眼笑道：大哥二哥在分书，隔壁那俩乔装去了县城，爹娘老四大嫂和老头在地头铲雪。棒！三哥哥居然能准确地算出信封的去向，不得了啊，果然有天赋。正在房间里温书的陶凌风和陶凌云听着乌鸦鸦的心声坐不住了，二人来到主屋。三弟回来了。大哥二哥，县里最近什么情况？县城嘛，这几天可真的是热闹得很啊。怎么个热闹法？县城最近发生了一件奇事，传言驿馆为不祥之地，钦差大人目前已经带领赈灾队伍离开了灵山，前往青山县了。哦，他们2天前还来过咱家，这是被传言吓跑了。那天他们还说要去巡查灵山县其他村庄呢。什么？他们2天前来过我们家？我二师兄怎么没跟我提起过？2天前来的，就是大前天，他们的一辆马车的马惊了，疯狂地朝咱家这边冲过来，一头栽进咱家门口那个东边那雪堆上才停下来。派人暗杀小妹的陈狗官，还送给小妹一块玉佩。爹爹说妹妹小，他先替小妹保管，那狗官不同意，非得亲手给小妹戴上。什么？玉佩呢？在哪儿？哎，三弟，你什么时候这样毛躁了？我还没说完呢。我毛躁？你知不知道那个陈狗官他就没安好心？那玉佩肯定不简单，万一上面有毒怎么办？我就说他为什么那么急着把我二师兄忽悠到灵山村，又急3火4的带人去了青山县呢？原来驿馆不祥只是借口，真找在这儿等着呢。他只是洗脱嫌疑。快，小妹，把他玉佩给我，咱不要他的东西，那上面不干净。哎呀，三弟别找了，玉佩让我丢掉了，那玉佩已经让我扔了，你别担心。而后迅速在他耳边低语：那玉佩根本伤不了小妹，你要相信小妹的本事。二哥哥在给我打掩护呢，可是三哥哥已经知道我能凭空取物藏物了呀。不过好感动哦，哥哥们都对我真好。二哥哥呆呆已经除去了毒性了，里面的灵气也被我用光了，不过依然是块好运，二哥哥带着正好。嘿嘿，我真是个大聪明。确实是块好玉，那二哥就收下了。听热闹。好，三哥哥给你讲热闹。先说县城驿馆的奇事，就是那个陈狗官，他呀。一向话少的陶凌晓开启的说书模式，他绘声绘色地讲述了陈运良的倒霉事。怪不得他那天来我们家，走路的姿势极为怪异，脚步缓慢，旁边还跟着2个随从，好像随时要去扶他一般，原来是怕走路摔跤啊。对，村长爷爷让他们进屋喝茶，他始终没有答应，是不是怕呛着？我咒的。哦，原来是小妹咒的呀。这个好，小妹，要不把那些坏人都咒一遍吧？不行，要因果。哥哥们这是嫌弃我说话不流畅吗？都看着我干嘛？我才9个来月，
别人家这么大的小奶娃子，连单个字还不会说呢。唉，跟你们说你们也不懂，诅咒这个东西呢，得有及时因果才能诅咒的。这个可不好把握，幸好那芹菜能作，才让我得手了，嘿嘿。那晚给那颗芹菜派来的人吃那颗丹药，我在上面下了一丝天机。那人是芹菜的人，身上沾染芹菜的气息，被千纸捕捉到了，就形成及时因果了。应咒7日，他便能恢复正常。唉，才7日。大哥，你想多了，说不定诅咒人会损耗小妹的功德，那就不划算了。哦，那不行，小妹，你以后别再这么做了。没事，我诅咒的是坏人，不损耗我的功德啊。小妹，你想多了，我跟大哥在对戏呢，不然让你知道我们能听到你的心声，可就不好玩了。为了不再纠结那颗芹菜，陶林晓迅速转移话题，开始讲在灵山村发生的事。小师弟，你今天一大早去哪儿了？二师兄，我让衙差大哥陪着我去了一趟灵山村。你去了灵山村，去干什么？二师兄，此处不是说话的地方。哦，你随我来。小师弟，现在可以说了吧？我今天去灵山村看过，灵山村坐落在灵山前坡，灵山山脉高耸，积雪皑皑。最近接连晴天，积雪慢慢融化，灵山有雪崩的可能。小师弟，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你确定？非常确定。我仔细探查过，有的地方积雪已有松动迹象。糟了，那灵山村怎么办？不行，得让村民赶紧撤出。二师兄，您觉得那些村民能听官府的吗？我总得试试。没事的，我已经处理过了。处理？雪崩啊，你怎么处理？布阵。什么布阵？都什么时候了，小师弟还是跟二师兄开这玩笑？你以为是领兵打仗呢？二师兄，天黑了，你就是要去也得等明天啊，夜路难行。怎么不急？急呀！你看看，这是陈允良今天刚给我的，难怪他说要让我亲力亲为。看来他在这儿调查的时候的确比我们详细。详细什么呀？可能发生雪崩一事只字未提，其他方面倒是夸大其词。夸大其词？他这上面写的确实与我们查探的不同，就是因为这样，我才更应该亲自去看看。他这上面就没有一样是对的，而最主要的他却没写。灵山村背靠灵山，由于灵山的阻挡，积雪反而不厚，差不多有陶家庄的一半，没有一户人家塌房，家家户户因灾前准备充足，也没有饿死的人。我离开陶家村时，他们村路上的积雪已经清理完毕，与外界的路也顺利打通。那陈允良这是什么意思？以他的性格，定会匆匆调集人手，连夜进驻灵山村。如果刚刚没有碰到小师弟，他现在已经出发了。到时候灵山雪崩，后果不敢想象。陈允良这是在算计自己的命啊！好得很。小师弟，无论如何，今晚我必须去灵山村。你说的布阵是什么意思？二师兄，我不让你今晚走，只是因为路不好走。既然二师兄一定要去，我陪你便是。至于布阵嘛，那是你小师弟我刚学的本事，也许大概能够保二师兄无虞。我知道你们家有奇遇，我相信小师弟。二师兄要替我在师父跟前保密。那是肯定的，师父是最烦这些神神叨叨的事儿，他若知道了，非揍你不可。好，那我们出发。不过
我只能陪你2天，我想我小妹了。人家都说想爹娘了，到你这儿变成想小妹了，真是。第2日，身在灵山村的曹浩仁便收到属下来报，钦差大人留下赈灾银两，出发去往青山县了。陈狗官也许是觉得有把握除掉二师兄和小妹，这才安心走了吧？是，还真是啊。现在我们明确知道陈狗官就是陶陈乐的亲爹了，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样应对？我们家目前对上陈家不堪一击，小妹你说呢？蛰伏？多久？2年。乌鸦呀眨巴着大眼睛，小鸡啄米一般点着头。这么短的时间，小梅，你说笑了吧？真算过。咱家2年能起来？能，有我。 2年之内必须起来，因为他算到2年后陶家有一次机缘，事关陶家与凤林城有关，但具体是什么尚未算出。看到陶凌风仍然是一副不相信的模样，乌鸦呀急了。只见他小手一挥，炕上出现一小堆东西，有3颗百年人参，3株百年灵芝，3朵百年雪莲，还有一株绿莹莹的草，泛着白光，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这，傻眼了吧？这才是我最低级的宝贝，高级的都不敢拿出来，怕吓坏你们。我说的2年，一是因为这2年那芹菜会被二师兄家缠上，顾不得对付我们，是我们悄悄崛起的好时机。而且2年后，我陶家还有一个大机缘，我们必须抓住，不然会后悔莫及。这些东西是支了我们家起来的本钱，哥哥们，我看好你们啊！我回来啦。这时门外传来凤林城高昂的声音，陶凌晓猛地回过神来，一把拉过被子，将东西盖在了下面。万一他爬到炕上怎么办啊？小妹，你能不能把这些东西收起来？没。小奶娃，你看我给你买了什么好东西啊？凤林城手里举着一只草编的蝈蝈，高兴地说道：是不是很像真的？我挑了一只最好的。呀，编蝈蝈的人可真是个能工巧匠。没想到小皇子今天进城，没有买好吃的给我，就买了玩的，还要拿戏票出来了。是不是说明我在他心中不是个小吃货啦？我还给你买了桂花糕呢。小屁孩是专门拆台的吗？天大地大，吃最大，本样是不会跟吃的过不去的。吃了晚饭之后，凤林城宣布了一个消息，他的人找来了，还带来了他父皇的口谕，召他年前回宫。他看着乌鸦呀，恋恋不舍地说：我要走了，小丫丫，你可不能忘了我。嘿，丫丫还小呢。小怎么了？小也要记住我。凤林城说着，从凤衣手里接过一卷画轴，递给乌鸦呀。那，每天看一看，就不会忘记了。什么玩意儿，又不好吃，上面不会是写满字让我背吧？你打开看看呀。不像。哪儿不像了？反正我不管啊！你要是把我忘了，看我怎么给你算账。石皇子，您这就不对了吧？像我小妹这么大的时候，见过的人发生的事儿，能都记得吗？你……凤林城吃瘪，陶老三就是专门克他的，专挑他痛脚下嘴。那给丹丹，是那个让人说真话的丹丹？不，那是什么？救命！我去，我闲的没事，给你那玩意儿干嘛？让你专门去审犯人吗？
我给你的是救命的丹药，哪怕你只剩下一口气，服用此丹也能活命。这可是加强版的生虚丹。我要走了，你们不用送了，不用送了啊。说罢，拉着风一飞也似的跑了。说就走啦，好没有仪式感。青山县驿馆，陈允良心情颇好的看着出现在房间里的暗卫，笑问：成了？回主子，是未成。什么？不可能！你是不是骗我？不敢骗大人。他家那个小奶娃死了吗？回主子，应该没有。什么叫应该没有？这么点事儿都不能确认吗？废物！回主子，陶家有个疯疯癫癫的高手，我们的人不敢靠近。那个小奶娃最近一直待在屋里不出门，我们也看不到具体情况。不过他们家一直没请过大夫，说明小奶娃应该还活着。高手？就一个破农户，哪儿来的高手？无能就是无能，不要为自己找借口。他们家真的有个高手啊！老七乔庄查证过，陶家庄的人说是陶家捡的一个疯乞丐。为什么都这样了，他们还不死？你下去吧。是。灵山村，雪崩发生3天了，曹浩仁每每回想，仍旧云里雾里。发生雪崩时隆隆的响声，铺天盖地的积雪涌下来时的场面，至今仍让他心有余悸。一切来得那么突然，又结束的那样诡异。二师兄，我要回家了，你放心吧，这偷天换日阵保证万无一失。陶林想回家前的话在他耳边回响。世子，你没事吧？吓死我了！你说说，你要是有个好歹，我回去怎么跟国公爷交代呀？我都说了，这里危险，我来就好了，您非要亲自坐镇，把我们留在衙门。哎呀，我的魂儿都快吓没了。好了，我这不是没事吗？哎呀，有事就晚了。外面的路打通了？不打通，我能进来吗？那就好，灵山村也没有什么危险了，灾后事宜也安排妥当，今天就回去，你别抱怨了。常好人回县城时，特意绕路来了陶家庄。唐二师兄，您来啦。陶叔。可不是二二，是二师兄。哎呀，我们的小丫丫是不是又胖了？听他这话后，给了他一个大大的白眼，然后转身趴进陶宇安怀里，撅着屁股表示自己生气了。哟，这是怎么了？看上去生气了。陶凌云闻声从房间走出来。二师兄，小妹不喜欢人家说她胖。啊？小娃娃这么小还挺讲究啊，本来就长得白白胖胖的呀，多可爱。不胖。好，不胖，瘦的净肉的，真可爱。你才瘦的净肉的。我这不是胖，我只是可爱的膨胀。不像你死节一过，显了本相，你这一身膘可不是好膘。我就不告诉你。难怪这样瘦，原来是能吃。他说我这小妹子也太好玩了吧。二师兄，你来了。哎，你们在笑什么呀？他笑我。三哥哥，我帮他躲过死劫，他竟然戏耍我。我的高高，1000多年来最诱惑我的味道，快到我的嘴里。哎呀，他二师兄，你再缠我，我就不告诉你被人下蛊的事情。你就当一辈子大胖子吧。
嘿，拿，呀，好吃好吃。好香，比以前吃的所有糕点都香。这是什么做的？太好吃了。不能再吃了，你之前已经吃了好多零食。吃，我美大爹，你是饱汉不知饿汉饥。我每天都修炼，需要好多好吃的，肚子才不会饿。我要吃。爹，平时我看小妹是知道饥饱的，她既然要吃，那肯定是饿了。小妹正在长身体呢，饿得快也很正常，多吃点也没事的。对，老爹，我正在长身体，你看我长高了。再吃2块。爹好。来，小妹，三哥抱着你，让爹爹歇会儿。爹，我陪二师兄说会儿话，快到午膳时间了啊，不好让二师兄饿肚子呀。哦，对，我这就出去找你们娘他们。曹浩仁用过午膳离开后，陶林晓抱着乌鸦呀躲开众人，悄悄问他话。小妹，三哥闲来无事给二师兄算了一卦，有些不懂的地方要向你请教一下。说。三哥算出二师兄身体有恙，却算不出原因，似病非病，这是怎么回事啊？蛊。什么？蛊虫。哎呀，你二师兄就是被人下蛊了嘛。瞧他的样子，应该是10年前被下的。他身上那是子蛊，要查出母蛊在谁身上才能引出。嘿嘿，这个蛊就是专门让人长成大胖子的。不过我可以帮他，一个丹药一吃就好，而且还不会被反噬哦。哎，什么时候才能像大人一样正常交流就好了？我大概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了。我曾看过一本书，叫《奇谈杂论》，上面有提过蛊虫。呀，我三哥哥好厉害，看的书好多呀，连蛊虫都晓得。我的傻妹妹，为了不泄露能听到你心声这事儿，你三哥我当然得多读书啊。三哥哥长大。好，小妹长大了。哎，你刚刚叫三哥是有什么事吗？吃。乌鸦呀连说带比划，陶林晓接过丹药，放在鼻子下闻了闻。小妹，这个是给二师兄的。吃，好。时间过得飞快，这期间陈允良并没有再来找麻烦，陶家兄弟又开启了进学之路。陶老大陶凌风也跟着陶岩出门历练去了。大哥哥。哎呀，这不是陶夫子家的小侄女吗？姑嫂二人定睛一看，原来是南城南大少。南大少，切，你是我安哥的儿媳妇吧？叫什么南大少啊，太见外了。我跟你公爹都是铁哥们儿，你叫我南叔就成。南叔。哎，小侄女儿，要不要上马车？我收你回家。不，等哥哥。我小妹要等她大哥哥。哦，那我在这里陪着你们。他这次来就是冲着乌鸦呀来的。马车窗口又挤过来一个脑袋。呀，这老头泄露天机太多，快要去跟阎王爷爷喝茶了。看上去倒不是大奸大恶之人，只是蠢事没少干。他看我那是什么眼神？怎么像饿了看到了小绵羊？只见马车门帘呼的一下被掀开，那个老头急切地跳下马车，跪在地上兜头就拜。小师傅，请受徒儿一拜。说罢磕了仨响头。一着急说话更不利索了，只发出一串拟音。是我呀，小师傅。我前师傅赶我下山的时候给我算了一卦，他说我的师傅在西北，是个小娃娃。我问他如何才能找到，他说我的小师傅出生时必有异象，
小师傅，您出生时白家搞的那个什么九阴聚运阵，结果被您扳倒了，那不就是异象吗？我去，异象？你个老肉，怎么连异象是什么都搞不清楚？异象是指天降异象啊！这是哪里来的蠢蛋？难怪这么大岁数了，修为还这么差，连刚刚起步的桃林小都不如。你这老人家可不敢这么说，白家倒了跟我小妹有什么关系？那是他们家作恶多端，触犯律法，被官府给惩治了。不是，这位大嫂，你听我说。谁是你大嫂？你这年龄比我爹多大？那个大妹子啊，你听我说啊。呸！谁是你大妹子？呸！哎呀，别走啊，小妹子，你听我说呀。小妹子，怎么就不是异象了？白家呀，在灵山县盘根错节，根深蒂固，就是因为我对小师傅动了杀心，才遭了天谴，被连根拔起的。小妹子，我跟你说，白家嫡支在京城那可是呼风唤雨的存在。他们家在宫里有个受宠的娘娘，生的八皇子也很得宠。白侯府更是手握兵权，跺跺脚，京城都要晃三晃。这样的人家，不照样罩不住灵山白家？那说明我小师傅他就是……闭嘴吧你！我闭嘴，我闭嘴。灵山媳妇儿，这谁呀？这是你们家亲戚吗？不是。林峰媳妇儿，你这是怎么了？他欺负你了？不是我那个，陶村长又见面了。哟，南大少啊，是哪阵风把您给吹来了？这位大师是我府上的相士，得罪之处还望侄媳妇海涵。请南大少爷管好您府的人，不要让他胡说八道。是，侄媳妇说的是，我带他跟侄媳妇赔个不是。哼，那别再跟着我了。回到家，他正要跟陶宇安和陆元相说起遇到南城的事，不想南城的马车也已到了门口。安哥，多日不见，小弟我可想死你了。南少爷到来，令寒舍蓬荜生辉呀！嗨，安哥这个称呼可就生分了呀。什么少不少爷的，咱俩谁跟谁呀？安哥叫我大成就行。这使不得。是的，管我叫大成就行。那我叫你成帝吧。哎，这就对了嘛。老冯，把我给安哥的礼物搬下车来。师祖，您这家里也太简陋了吧？等来年开春之后，徒孙出钱给您重新翻修一番，修造一座大院子。南少，这位老先生是谁呀？哦，我忘了给安哥介绍了，这是我府上客居的相士，姓金，名钱。小师傅，我这名字是我爹给我起的，您要是觉得不满意，再给徒弟改一个就行了。你闭嘴！谁是你小师傅了？长得这么老，还这么丑，简直要毁我师门呀！呸，我哪有师门？见一个也行，不过我的徒弟一定要长得俊俊的，像我4个哥哥呢嘛。你看看你，尖嘴猴腮，瘦不拉几，简直辣眼睛。你丫的就是个5弊3缺的货，就金钱也没有。你这一辈子最缺的就是钱，关键是你还缺命，还是关心你自己吧。哼！也不行了，看得我眼睛疼，我要看看我家的美人养眼。哎，哥哥们都不在家，只能看我的美人娘亲嫂子和美大爹，这才是享受啊！咦，我美大爹看上去气运渐长好啊，有什么好事要发生吗？我看不到，让我算算。有好事，确实有好事，我们家要真正转运了。往后我美大爹的霉运不用我施法压制了，正在自行消散。
一切从我大哥哥回归开始。哦，还有一个原因，我竟然算不出。算了，总归不是坏事。嘿嘿，过两日我大哥哥就要回来了，肯定给我上好多好多好吃的。小师傅，你可不能不收徒儿啊！徒儿可是在灵山县等了你10年呢。是我让你等的吗？你干嘛这样看着我？呀，你这是要干嘛？要哭吗？我可没有欺负你。小师傅，你可不能不管徒儿啊！这个世上只有您能救徒儿我了。我前师傅说，我家命休于31岁，翻过年就到了呀。天，你30？是啊，徒儿今年30岁。30？我去，比我美大爹小好几岁，看上去像我美大爹的爹的爹。哦，我的亲娘祖奶奶呀，他咋地老成这样了？难道凡人起卦算命能减寿？那不能让三哥哥学了呀，万一三哥哥老成他这样……不能想。桃林晓刚要迈进院门门槛，便听到自己小妹的心声：三哥，你还真开始学卦卜算命了呀？你要当算命先生吗？要是让你师傅知道，会不会揍你呀？闭嘴！我学的是艺术，你懂不懂啊？哼，普通的卜卦算命怎么能与之相比啊？行，你学的是艺术啊，你那个高级。那当然了，小师傅，你说句话呀，您就收下徒儿吧，救救徒儿吧。停！唉，小妹，你怎么了？谁惹你了？三哥哥去揍他。三哥哥，南大少，您光临寒舍有何贵干？嘿呀，三侄儿啊，你南叔我呢，今天就是专门来找我小侄女的。你不用看别人，我说的就是你和他。他？老三，还不快给你南叔见礼！寒暄过后，言归正传。陶林晓看向跪在地上的金钱，疑惑地问：爹，这怎么回事啊？他要拜你小妹为师。小妹，随心便好。哎，三哥哥，我不想收他当徒弟的，他太老了。可是他与我有渊源，曾经救过我，而且确实与我有师徒之缘。哎，真愁人啊！他这么老，当我的首席大弟子，哎，拿不出手。你钱是谁？这小师傅，你说的啥？我闺女问你，你前师傅是谁？是现任国师大人。徒儿下山时，他尚未接任国师。不过师傅放心，我前师傅已经将我从师门除名了。为什么？问你为什么？我前师傅说我寿命短，气运差，对师门不利，所以，你个龟孙子，寿短运差还要拜我小妹为师，是不是想害我小妹啊你？我前师傅说我小师傅能改我的命运，我什么我？滚蛋！哎，小师傅，救我呀！哎，哥哥，你给我老实点啊，要不然我捏死你！我上门规啊！我小妹说要收你为徒，要跟你说门规。什么呀？还不快磕头拜师啊你！师傅在上，请受徒儿一拜。笨！我小妹嫌你笨，不要你了。哎，不是，这师傅救我呀，师傅！二哥哥什么时候这么暴躁了？一言不合就动手。哎，二哥哥，虽然我真的不想要这个徒弟，但是这是我命中注定的徒弟。
算了，收都收了，丑点就丑点吧，大不了平时把它支得远点，能少看一眼是一眼。而且我现在还不会说话，没办法教他呀，还让他出娘家吧，待我会说话了再说。嘿，我真是个机灵鬼。嗨，哥哥放。金钱一时天堂，一时地狱。一颗本就不怎么强大的心脏，像是经历了冰火两重天。你先回。我小妹让你先回去。不能赶我走啊，师傅！师傅，你不收徒儿，徒儿这就躺下不走了。你走。师傅，你不要赶徒儿走好不好？徒儿出得了厅堂，进得了灶房，可以为您扫四方，可以给您端茶汤的。呀，哪里来的棕头鸦雀，太能叭叭了！妈的口水都喷我脸上了。狐狸居说脸上被人喷溅上口水会长难看的雀雀斑，呀，再喷了我脸上，我不会长成雀雀斑脸吧？闭嘴！乌鸦呀呼哧呼哧喘着大气，指着金钱呱呱啦啦一顿输出。师傅，您谆教诲，徒儿没有听清楚，您能不能说慢点啊？我的个老天亲爹，我收回刚才的话，做人还是挺难的。师傅，乌鸦呀伸手在胸前的兜兜里掏了两下，掏出一块小孩指甲盖大小的形状不规则的小丸子。那吃。这是什么玩意儿啊？真好吃啊！师傅，您这是给徒儿吃的什么灵丹妙药啊？10多年了，徒儿身上从未这般轻松过呀。高高渣渣，高高渣渣，什么鬼？金钱不明所以。糕点掉的渣渣，你这理解能力怎么这么差呀？怎么给我小妹当徒弟呀你？糕点渣渣，门规。一听话。看什么看呀？听话2个字都听不懂啊？门规第1条必须得听话。听话，徒儿一定听话。2长大说。是，师傅说什么就是什么。第2条，我小妹说了，等她长大了再说。你现在可以滚蛋了。这不死！这个怕死鬼吃了我的碎丹还不知足，难道还想再要？真贪心遭雷劈！哎呀，越看越烦。行了，有我小妹在，保证你死不了，还不快滚！哎呀，小侄女儿，现在轮到我了吧？乌鸦呀仔细打量了他一眼，上次他来时身上戾气重，气息杂乱，当时又场面混乱，他没看其他的。今天这一看，乌鸦呀发现灵山县第一差评专业户男大少，身上竟负有前世功德。呀，这真的是灵山县第一恶人！没想到竟然身负功德，身上也无瓦解。本应荣华富贵儿孙满堂命，奈何被人借了运。呀，用的法术竟然跟十皇子的相似，没想到凡人间的魑魅魍魉也不少啊。也不知道那个小皇子这次回宫，离借他运的人近了，会不会倒霉死？半吊子！什么玩意儿？我半吊子？不是小侄女儿，我怎么就成了半吊子了？谁说你是半吊子了？是给你施法的人是半吊子。他大概不知道你有前世功德护体吧，所以只断了你的后。我的天哪，这个大叔还是个隐形的大富豪，世人看到的南家竟只是冰山一角。说吃弟弟。金钱疾步走进屋，推了一把呆愣的南城。南爷，快谢谢我师傅啊！快
快谢谢我师父啊，南爷！你恭喜你啊！南家不会绝后了。什么啊？谢谢小仙子。娘，睡。我家丫丫困了，娘抱你去睡觉。爹，今天的事一定要保密。今天的事情还望三位保密。实不相瞒，我家小女得了一份机缘。在她出生前一日，我娘子做了一个梦，梦到一位白发白须、身着月白色道袍的老先生，他声称与我家小女有师徒之缘，收她为徒。每隔10日，便说我小女梦中一次教课授业。这个我们陶家人为示弱，还请三位一定要为我家保密。我师父他拜入仙人门下了，我师尊白发白须月白袍，他是太白金星太白仙尊呐！哎呀，发达了，我要步入仙门了。对了，保密，嘘，保密。我刚才嫌弃的丑不拉几的东西是仙丹吗？我吃了仙丹了。爹，您这瞎话编的也太离谱了吧？还仙人入梦，瞧把这3个人给整的。陶宇安抹了一把额头，用手挡着嘴，一脸无辜地说：我哪里知道会是这样？西山村里的那个神婆2年前坐在乡头给人看相算命，用的不就是这一套说辞？哎呀，子安呐，你好歹提前给老头子我透个信儿啊！你说你这突然说出真相，激动的我老头子差点去见了祖宗。对了，感谢过路的各位神仙，感谢我列祖列宗，让这小神仙落户陶家庄啊！这事儿可一定要保密呀，咱丫丫还小，可不能像西山村王神婆那样，实在不行。他看了金钱和南城一眼，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我豁出这条老命，找人把他们给……陶村长，你这是要灭口啊？不带这样的！我还发誓，我南城在此立誓，今日所见所闻一定守口如瓶。若违背此事，必叫我天打雷劈，不得好死，千刀万剐，断子绝孙，下辈子投胎当头猪。我今前也发誓，我严守秘密，绝不背叛师门。若违背此事，必叫我天打雷劈，千刀万剐，不得好死，断子绝孙，下辈子投胎当头猪。你个死瞎子，你干嘛学我呀你？你管我说什么呢？管好你自己就行了。别忘了，你外面还有个车夫呢你。看到没？我南家的家风就是这么牛。大李子搬完东西之后，就主动关上院门出去了。如若我小妹的事通过你们的嘴泄露出一星半点儿，我陶凌晓不介意让你们见识一下我的手段。哎呀，大侄子啊，咱们是自己人，你放心好了，我南家会和你们一起保护小侄女。我也是，还有我，特别是你，不要随便在外面称呼我小妹为师傅，一切必须听我小妹的。是，小师伯，我一定遵守门规。安子，我今天代表陶氏一族，请你家入族，从此合一族之力来保护丫丫，不知你可否愿意呀？安哥，我南家什么都没有，就是有钱。若安哥有需要，我南城愿赴汤蹈火，倾尽家财，在所不惜。我知道了。南爷，你知道什么了？我就觉得哪里不对劲儿啊，原来是你呀！你不瞎了吗你？我什么时候瞎过呀？从我第一次见你时，你就摸摸索索不用眼睛办事。哦，原来你是装的呀！嘿嘿嘿，是啊，要不然怎么能显得那么高深莫测呢？我靠，你竟然装了那么些年瞎子，你有病吧你？
我喜欢，我乐意，你管得着吗你？嘿嘿，你别嘚瑟啊！你师傅不是让你还住我家吗？瞎子先生，跟我回家吧。你，我告诉你啊，我是……闭嘴吧你！刚发的誓就忘了？你下辈子真想当猪啊你！你不等着你！我等着呢。先想想你进村时一口一个小师傅的事儿，怎么解决吧你，猪脑子！哎，我说，神算先生，你刚进村那会儿，干嘛非要拜一个小奶娃当师傅啊？哎，当年我因命数不详被师门所不容，我前师傅可怜我，给我算了一卦。他说血后6尺时，薄命有转机，早亡上天前拜奶娃为师，还特意叮嘱我，这奶娃须得2月初2来，置之死地生。你说说，我前师傅说的人是不是就是陶家的小奶娃呀？哎，你别说，还真是啊。那小奶娃不是差点就丢了命吗？还好运气好，没死成。我说，神算先生，你这改命的法子是不是就像有些人家小娃娃出生不好养活，需要拜个8字相合的干爹干娘才能养起来的情况一样啊？差不多吧。嘿呀，想不到一世英名的神算子也有这么搞笑的一天啊！你闭嘴你，这有什么好笑的？嘿呀，你都能当人家太爷爷了，反过来还叫人家几声师傅，这不搞笑吗？搞什么笑啊？我那就是叫2声应愿，破了我寿命短就行了。再说了，我才30就比你大1岁而已。你瞅瞅你这老天塌的样子啊！说比我大1岁，鬼都不信呐。赶车的大李子听着2人的对话，撇了撇嘴，还以为那小奶娃有什么大能耐呢，能让神算先生跪地称师。搞了半天是应愿，神算先生可能真是来搞笑的。这天早上，陶家庄村口路边，大哥哥来，爷爷来。杨秀娥则一直看着远方，眉头微蹙，脸上染着几分凝重，几分担忧。陶凌风和陶岩出去已经有1个多月了，至今杳无音讯。嫂嫂没事。你大哥哥和严师傅一定会没事的。算过。好好，我们小妹是神算子，百算百准。那是。林峰媳妇儿又在这等林峰呢。哎呦，丫丫小胖妞，你是不是又胖了？我胖吗？我三哥哥说我这是圆润，不是胖。不见。嘿呀，创爷爷，今年过小年还要去县城吗？本来今天没打算去，这不是有几户人家要去城里采买吗？所以啊，今儿个就跑一趟吧。说话间，有几个妇人搭伴走了过来，相互打过招呼后，几人像商量好了一般，对乌丫丫说的话几乎一致无二。哟，小丫丫又胖了。胖，二壮他娘，你也好意思说我胖吗？你看看你，上了牛车，一个人占了3个人的地儿。花花娘，你家花花才胖呢，跑起来像球在滚。大柱娘，你家倒是没胖子，但你家人胃口不好呀，想胖都胖不了。这时，一道笑喷的声音传来，杨秀娥抬头看去，只见陶凌风和陶岩不知何时出现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正笑盈盈地看着他俩。夫君，大哥哥，脏。小妹，你嫌大哥哥脏？大烦。哟，才1个多月不见，我小妹长心眼儿了。长心眼儿。我这么大一个人，你们看不见吗？严师傅辛苦了。爷爷。我先去见我主子了。2人一共带回来43000两黄金金票，
无忧城的金票，天下钱庄通兑通取，比较方便。陶家也算一夜暴富，但陶家人并没有因此而兴奋激动。23糖瓜粘，24扫房子，25做豆腐，26煮肉，27杀年鸡，28把面发，29蒸馒头，30过大年喽！一遍又一遍在众人耳边回响。25做豆腐。陶宇安说：咱家不会做豆腐，又得从村长家买了。姐姐玩玩。三哥哥，那什么？小妹，你说今天这是什么日子呀？25做豆腐。嘿，三哥哥，我是天下最圆润最聪明的小姑娘，做独一无二，绝无仅有，独领风骚，独孤求败，鹤立鸡群，举世无双。你这个问题一点都难不倒我，我就是要去村长爷爷家里吃热豆腐的。我小妹可真聪明，做豆腐就要先磨豆子，他们呢正在排队磨豆子呢。做豆腐要磨豆豆，我要去看看，我要去看看。我只吃过豆腐，还没见过豆腐是怎么做出来的呢？为什么要磨豆豆才能做豆腐？豆豆我看见过，黄黄的、圆圆的、小小的，怎么就能变成豆腐啊？好好，小妹你别急啊，三哥这就带你过去看看。驴，这个我认识，它就是一头驴。我以前看到过一大群驴，在这里还是第一次看到呢。驴哥你好呀。驴哥好，驴哥。咦，驴哥蒙眼眼。驴在转圈拉磨的时候容易晕，蒙着眼睛就好了。哟，这小胖丫又出来压大街了呀。丫丫，我怎么瞧着你比前天更胖了？呀，你吃了什么好东西，长得这样白白胖胖的呀？还别说，丫丫长得白白胖胖的，像观音座下的仙童，在我们村儿可找不出第二个。你见过观音座下仙童吗？像丫丫这样白白嫩嫩胖嘟嘟的吗？可不是见过，就这样胖嘟嘟的。在哪见过呢？跟大家说说呗。在陶地主家的观音图上呀，那仙童白白胖胖的。嗨，我还以为你见过真的呢。我怎么没见过真的？眼前不就一个胖嘟嘟的，越看越好看。不胖，是圆润。好，你不胖，一点都不胖，是圆润。我圆润。吴丫丫觉得是众人服软了，迈着小短腿儿得意地走向提着木桶哀号的人。婶婶找丫丫。我知道你叫丫丫呀。不是，我找丫丫。丫丫确实长了。不是我找丫丫。胡丫丫急了，为什么二壮娘听不懂我说话呢？她眼神不好吗？看不到自己家豆豆与别人的不同吗？婶儿，我小妹是说你家的豆发芽了。什么？不可能！这时，二壮爹提着一个木桶远远跑来，边跑边喊：他娘，你拿错桶了！小心撒豆豆！话音刚落，只见二壮爹的脚不知被什么绊了一下，整个人向前扑去，手中的木桶华丽丽的在空中划了个优美的弧，砰的一声落在地上，滚了几圈，半桶豆子洒了一地，黄灿灿的一片。哎呀娘哎，吓死宝宝了！三哥哥，你不拦我？三哥哥拦你什么啦？刚刚你跑的时候拦着你吗？不是，哼！我说话你不拦。哼，臭三哥哥，娘说让你看着我点，别让我乱说话，你都没看住。平时机敏的三哥哥去哪儿了？不过
二庄家今年做不成豆腐啦，嘿嘿。小妹，二壮爹是自己摔倒的，跟你没关系。你说不说他都会摔倒。再说了，那些豆子收起来捡干净，洗一洗还能用，也不耽误做豆腐。都是三哥的错好不好啊？没有及时拦下我可爱的小妹的嘴。别生气了，三哥陪你玩举高高好不好啊？不好。小妹，你不是说要去村长爷爷家看豆腐是怎么做的吗？还说一定要吃到刚出锅的热豆腐，怎么了？现在不想了？再不去，人家的豆腐可就做好了，热豆腐也变成凉豆腐了。对啊对啊，我还要到村长爷爷家去看做豆腐，吃刚出炉的热豆腐呢。差点把正事给整忘了。刚才什么事儿？刚才有什么吗？刚才那事儿叫事儿吗？我就好心提醒一下，他们不听，关我鸟事。还没进院门，便听到陶凤山家里传来激烈的吵闹声。我闺女啊，从小到大你爹你娘舍不得动你一根手指头，今天你怎么让外人给打成这样了呀？孙大石，你个龟孙儿，你说为什么要打我家小妹？就是你今天不给个说法，别想走出陶家庄去。哎呦，陶家庄要杀人了，杀人了！村长家的院子里站满了人。孙大石，你他娘给我站出来！打老婆的时候你长本事了你，现在缩在你娘后边，你没断奶呀你！喂，那个尖嘴猴腮的人叫孙大石，看上去就像被狐狸精打包那个吸血鬼。你干啥？干啥？救我儿子干啥？我告诉你们，你们家这个丧门星，我们家不要了。你个疯婆子，我不跟你一般见识。你还不和我一般见识？你哪来的脸和我见识？大家伙还不知道吧？这个丧门星从嫁给我儿子时，好吃懒做，搬弄是非，这些我们都忍了。可是她嫁给我儿这么些年，一个蛋也没下啊！又还下蛋？你下个蛋给我看看。哼，狐狸精说了，人是不会下蛋的。啊，不对。难道这个婆子真的会下蛋？那她是什么成精？让我看看。咦，原来就是扫把星啊！扫把星是不会下蛋的。她为什么要让姨姨下蛋呢？那个姨姨不是鸡鸭鹅，也不是鸟，太强人所难呢。我打死你个死肥婆！我好好的闺女，让你们折腾掉了半条命，你还编排她！我打死你！哇！乌鸦呀乌溜溜的大眼里闪着星星，原来打架还可以这样打，长见识了。眼见猪婶子这边落了下风，乌鸦呀小胖手指微微一弹，一个泡发的黄豆急速飞出。哎呦，哪个龟孙子打我的腿？本来占上风的孙大石他娘尖叫一声，膝盖一弯扑倒在地。钟婶才不管那么多，好不容易翻身，岂能放过他？他一抬腿跨坐在孙大石他娘的身上，双手不要命地朝孙大石他娘身上招呼。哎呦，别打了，别打了，有话好说，有话好说。你，哎呀，这日子没法过了呀。你们陶家庄欺负人啊！你是村长怎么了？我要去县衙告你们，告你们！哎呦！你去告我们吧，到时候我倒要问问县令大人，我闺女被打成这样，该怎么办？哎，亲家，有话好好说，干嘛非要闹到官府？这不是你婆娘说的吗？要告到官府去？那个臭娘们她什么也不懂，你别听她瞎咧咧。今天呢，我们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给你们两个选择啊，要么我们打事休妻，要么你们赔我们家20两银去。休妻一事便作罢，人呢我们也抬回去，咱们还是亲家。去你娘的亲家！今天我闺女就要和离，
我们孙家只有休妻啊，没有贺礼。我劝你们识相点，魏修可是经祖宗18代的人，赔我们20两银钱，给我家大师纳上一房妾，到时候生了儿子记在你家闺女名下，不好吗？你无耻！今天必须合理！合理！我替天行道。哪儿来的小野种啊，还替天行道呢你知道什么是替天行道吗？啊，赶紧滚回家吃奶去吧你！我看该滚的是你。哟，我以为哪儿来的英雄好汉啊，原来是个乳臭未干的臭小子呀！小子，断奶没有啊？你说你学什么不好啊，偏学人家充好汉，你给我小妹道歉！呸！一个小杂种赔钱货也配我道歉？不待他说完，左眼前一黑，踩了一拳头，他惨叫一声，紧接着被暴怒的桃林小抓着衣领提溜了起来。哎呦，疼死我了！哎呀，你干什么？放开我！哎，要不然我要你好看！我再说一遍，给我小妹道歉！哎呦，哎呀，你松手！娘啊，救我啊！叫娘也没用，快给我小妹道歉，不然老子捏死你！娘，救我呀！你干什么？当老娘我是死的？快放开我儿，不然老娘我打死你家这个小杂种！放开我，要不然怎样？要不我说吧，不然这样。他的话音刚落，啪的一声，狠狠地扇了孙大石一巴掌。哎呦！你这张嘴是真的很臭啊，喷的粪太多，熏到爷了，该打。说罢，挥手又是一个耳光。你刚才骂我小妹不道歉，又该打。哎呀，娘，救我呀！小孩子打架，大人不好插手。谁的娘的是小孩子？他们两个都是啊，一个乳臭未干，一个打不过酱娘，难道不是小孩子？你长得尖嘴猴腮，丑到爷了，又该打。作为一个大男人，你竟然哭鼻子喊娘，严重影响了我们男人的声誉，还该打。哎呀，你这也算理由啊？对，你说该不该打？该打。村长爷爷，这一巴掌是为什么？这一巴掌是打他不敬发妻，殴打发妻，纵容家人欺辱发妻。好，这应该是2巴掌，不然我再补一下吧，免得不对称了。话音落下，啪又是一巴掌。打完后，他将人一推，手一松，而后嫌弃地拍打了2下手。哎呦！娘啊，疼死我了！大师，我的儿啊，你的脸啊！娘，疼啊！老娘我记住你了。客气。烦的，这个老妖婆记住我三哥哥干啥？他不会看到我三哥哥长他比他儿子俊，要抢我三哥哥当儿子吧？老妖婆，三哥哥是我的。你这个小贱皮子，这么小就不会说话，肯定不是个好东西。你老妖婆，扫把星！你个小杂种，这么小就会骂人，看我不打死你！孙大石他娘话到手到，乌鸦呀只觉得一只肥手越来越近，他迅速猫腰躲过，趁机转头朝孙大石他娘的手腕狠狠咬了一口。呸！臭！啊呸！这个老妖婆的手好臭啊，像800年没洗澡的猪，皮还那么厚啊呸！
差点把我这6颗可爱的小白牙给割掉。你他娘的哪儿来的小杂种，混腻歪了是不是？乌鸦鸦很生气，他叉腰仰头对天大叫：弟弟，吃饭！你今天叫亲祖奶奶都没有，看老娘不死了！孙大石他娘的话尚未说完，突然卡壳，僵在原地一动不动。不明所以的人们齐齐看过去，只见他脑门上挂着一坨鸟屎，滴滴啦啦顺着鼻子流到了嘴巴上。我老天亲爹，我说的是欺负人，一着急发音不准说成了吃饭，我不是故意的。老天亲爹，您真的给他吃饭啦？我忍不住了，实在不好意思啊。有一人开头，其他人都笑了起来。哼，你们陶家庄欺人太甚，欺人太甚！分明是你们欺负我陶家庄的人呀！你眼瞎呀？你看看我婆娘，再看看我儿，到底是谁欺负谁？可是，你看那俩人，一个才12，过了年才13，另一个，你要是眼不瞎，就能够看出来吧。小奶娃才10个月，只是比其他小奶娃勤奋，学走路说话比别的小奶娃早一些。他们怎么欺负你婆娘和你儿子了？你婆娘一只胳膊都比小奶娃粗大了，好吧？而孙大石他爹被陶洪昌的话气得脑袋一阵阵发晕，陶家庄真他娘的邪门。再说，人家小奶娃刚学说话，跟着人学句话咋啦？你儿子上去逗着人家干啥？他一个20几的人和一个10个月大的小奶娃计较，说出去还挺有脸是吧？我怎么了？难道你也觉得我说的很有道理？我不喜欢别人这样指着我，再有下次我会忍不住给你掰断。哼，亲家，怎么你一个村长还要躲在村民身后吗？哎呀，没办法呀，村民们非要主动维护我这个村长，我有什么法子呢？得人心呐，你馋不来。看看，连雀都看你不顺眼，拉坨屎给你吃。呸！今天我们孙家定要休妻，这亲家不能做了。哼，不给你陶家一点颜色看看，你就不知道马王爷几只眼。几只眼？你！孙大石他爹双眼喷火的怒瞪着乌鸦鸦，这到底是哪里冒出来的小怪物？你不知道，我知道，3只。桃李小无语抚额。孙大石他爹深吸一口气，觉得不能再跟这小奶娃纠缠了，这个小奶娃太邪门。陶村长，你怎么说？合理！休想！亲爹！乌鸦鸦对天大叫：合理。孙大师他爹赶紧说道，他可不想吃屎，这个小奶娃邪乎得很，他不敢赌，要是真像他老婆子那般，他往后哪有脸出门？爹，不行啊！那你说怎么办？我可不想像你娘那样。那只是凑巧而已。我们不合理，只能休妻。你女儿占了我儿大好年华啊，合理，太便宜你们了。放你娘的屁！我闺女的大好年华都被你们糟蹋了，你们得给补偿。哇，村长爷爷终于发威了，赔偿！这一次受他的感染，在场的村民都跟着举起拳头呐喊起来，一时间吼声震天。姓孙的，你们给我听好了，我妹子今天要的是合理，
你们最好痛痛快快答应我们的条件，否则咱们就官府见。合理，赔偿。陶凤山见状，抚须冷笑，一家子愚蠢无知的家伙。要是让他们知道面前的少年和奶娃，一个能掐会算，一个是太白仙尊的徒弟，他们还不得吓尿。你们陶家庄欺人太甚，我们不跟你们一般见识，我们走。哎，事情还没解决完呢，你们要去哪儿啊？孙大师，你要还是个男人，就给我站出来，当面锣对面鼓的把事情解决了。我就不，你叫我出去我就出去啊，凭什么呀？凭现在我还是你的长辈。长辈个屁，你家闺女我都不要了，你还算哪门子长辈？你赶紧给我赔偿，我们立马走人。快点，30两银子，一个子儿都不能少，要不然我就休了你闺女，让你们家一辈子抬不起头来。哼哼，做你娘的春秋大梦，让我闺女在你们家受尽折磨，我那才抬不起头来。孙大师，你给老子听好了，今天是我家娟儿不要你了，你痛痛快快的给我签了和离书，归还嫁妆，然后赔偿我家娟儿这6年来在你家吃苦受罪的钱和医药费，这事儿就了了。要不然……放屁！哪家媳妇儿不是这么过来的？就你家赔钱货高贵，老不死贱皮子！不要以为你当村长，老娘就怕你！我告诉你们，今天不赔我儿子30两银子，休书我们就不给了，大不了就这样耗着。哼，我儿可以纳妾，照样快活。你家那小贱人就老死在娘家吧。我们走。走，可以。今天我家娟要休夫。休夫？哈哈哈哈哈哈！真是闻所未闻。你以为你家闺女这是公主啊？你怕不是在搞笑吧？哼，今天就让你知道是不是在搞笑。老大，笔墨纸砚。是。不大一会儿，拿着笔墨纸砚，夹着一个简易的4腿小方桌出来了。陶凤山见状，满意的点点头，自家儿子办事妥当。在众人期待的惊人艳的目光中，一封休夫书一气呵成。你们，这世上哪有女子休夫一说？这休夫不合法律。可是法律中也并未规定女子不可以休夫吧？怎么哪都有你？你给我等着，早晚让你好看。我不光早晚好看，中午也很好看啊。哎，今天试不了，谁也不能离开。你到底是算哪根葱？怎么这么爱多管闲事？我三哥哥是人不是葱，你才是葱，你全家都是葱。哼，还是5行缺德的那根葱。小子，听叔一句劝，闲事莫要管，管多了小心遭报应。报应，你才有报应。你搬山倒斗顺物件，花死人的钱呀，遭到报应了。你家无子皆无后，嘿嘿，没断子断孙啦。陶凌晓掐算一番，而后展颜一笑，更令孙大石他爹心中无底。孙当家的，我虽然不知道自己是哪块地的葱，但是我却知道你是哪块地的。你那地头嘛，你那地头不是什么人都能随便去呀。你少装神弄鬼，起开，不要挡爷的道。哎，我说你这人这么大岁数了，咋还欺负小孩子呢？他是小孩子，哪里小了？他岁数小啊，才12，过了年才13。虽然人比你高点儿，
但比你小好几轮呢。我不管他多少岁，你们让让，我们要走了。难道你们陶家庄还要强行扣人不成？你要干什么？干什么？自然是跟你好好聊聊你是哪块地的葱啊，良田的、旱地的，还是沙地的呀？哦，我没算错的话，应该是坟地吧。别说了，你到底如何才能放我们离开？不是我如何才能放你们离开，而是我村长爷爷如何放你们离开。陶村长要如何才能让我们离开？签字，家庄折价30两银子，赔偿30两白银，合计60两，签到人走。爹，不能答应啊，我们家哪来那么多钱给他们呀？再说就算有，咱们自己花不好吗？干嘛便宜了他们呀？闭嘴！小神，小公子，这就是我们钱，银钱我们给，现在可以让我们离开了吧？爹，老头子，怎么，我这个当家人说了不算吗？你签完休夫书后可以离开，他们留下。你什么时候送来银钱，他们什么时候可以离开。送银钱，离开，不管饭。对，你们要快点筹钱哦，我们可不管他们的饭的。嘿嘿，一箭即成。你要是拖得太久，就等着你老婆孩子恨你吧。陶娟的房间里，躺在炕上的陶娟生无可恋。娟啊，都是娘不好，春天那次你回来，我们不该将你送回去呀。他娘，别说这些了，一切都结束了。娟子以后愿意嫁就再嫁，我们把孙家的嫁妆和赔偿的钱给她做陪嫁，不愿意再嫁就跟咱们生活在一起。有那60两银钱傍身，不是也很好吗？陶凤山安慰着母女二人。爷爷，嫁！小丫丫呀，你可不能叫姨姨，得叫姑姑。姑姑。乌丫丫疑惑地眨着大眼。对，小丫丫，你说你姑姑她还能再嫁？嫁，红线线。红线线是什么呀？红线线。村长爷爷，我小妹的意思是，我娟姑姑跟昌哥，不行。行。哎，风尘之地究竟是什么地方啊？为什么我只能看到乌漆麻黑的一片？难道是地府？不行，不能让娟姑姑没有轮回，一直待在地府里。这一世必须让娟姑姑嫁给她喜欢的人。她喜欢的人就是被这根红线牵着的昌哥哥吗？昌哥哥，来！果然呀，这红线不单纯，沾了下主人的心头血。想不到凡人界竟有这样的高人，能避开天道，种下诅咒。宿世诅咒，红线相牵，让他们世世相遇却不能在一起，真恶毒呀！村爷爷，姑姑嫁昌昌。小丫丫呀，这真不行啊！有些事你还小，你不懂。哎呀，其他事爷爷都听你的，唯独这件事不成。我懂，爷爷说。你是真不懂啊，这件事你就别管了。小丫丫，走，爷爷去做豆腐。你不是要看看豆腐是怎么做出来的吗？不行，爷爷说。哎呀，你这小丫头怎么这么倔呢？这事真不行，除了你红尘哥哥，你小姑姑嫁谁都行。不行，真不行！娟姑姑必须嫁给昌哥后才能破了宿世诅咒啊！娟姑姑被人下了诅咒，已经轮回9世没有与心爱的人在一起了。
这九世娟姑姑真是苦得比黄连还苦，对吧？黄连很苦是吧？狐狸精说她为了追吕洞宾吃的苦比黄连还苦，现在已经是第10世了，要是还不能和心爱的人在一起，就破不了诅咒，就永远堕入地狱了。不行，怎不行？娟姑姑假穿插。宿世诅咒听上去令人毛骨悚然。哎呀，小丫丫，你非得逼爷爷我说出来呀！既然都已经到了这份了，那大家都听听吧。洪昌，你也不要怪我阻拦你俩这么多年，我真的是有迫不得已的苦衷啊。陶洪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带着哭腔说：村长爷爷，我知道我跟阿娟姑姑同族又差了辈分，为世人所不容，可是我们两家早就出了5福了，我俩是真心相约，求您成全。好家伙，地上没给昌哥哥给磕出坑来吗？行了，你也别磕头了，我并不是完全因为咱们同族又差了辈分才不同意的。爷爷说。哎呀，这事儿说来话长啊。但是爷爷尽量长话短说吧，这事儿得从你洪昌哥他爷爷那时说起。听了陶凤山讲述着，陶凌晓等人才知道陶娟与陶洪昌不能在一起，真的不只牵扯到同族差辈分的问题，关键是陶洪昌的爷爷陶凤清与陶凤山的父亲陶金涛的恩怨。你爸誓言，从今往后与陶凤清家断绝一切交往，快发誓！陶凤山哭着大叫：爹，你先别说话，我们这就去县城医馆。我要你发誓，快！好，爹，我发誓，从今往后我家与陶凤清家老死不相往来。爹，我们去医馆。还有，不可以他下这信发誓。好。陶凤山此时是陶金涛说什么他应什么，只盼着能早点带他去医治。怎奈陶凤山刚发完誓，陶金涛就断了气。其实我知道凤清哥不是故意的，他那铁锹离我爹还有5、6步远呢，谁能想到那铁锹头不牢固，真是天意弄人。开始我不知道我爹为什么要特意挑出不得结亲这事儿，按说断绝一切来往不就行了吗？后来我才知道我大姐和你大伯他们俩好上了。原本虽然是同族结亲，阻碍有些大，但不是没希望。谁能想到发生了那事儿？他们2个被迫分开，我大姐远嫁，就是这个原因呢。村长爷爷，我其实不是陶洪昌，我娶阿娟不算破事。什么？你这孩子为了娶我家娟，这么糊涂的话都能说出口？真的，钟奶奶，洪昌在战场上为了救我阵亡了，我就顶替他的身份来他家报恩。你胡说什么？你额头上这疤是你小时候磕的，我认得，而且你这模样，我总之是不会认错的。村长爷爷，我本名叫凤志，参军后与洪昌哥一起分在前锋营，因与洪昌哥长得像，经常被认错。真的，我这疤是假的，不信您看。他说着捏着额头上的疤一揪，果然揪了下来。乌鸦呀小嘴张成 O 型，这比狐狸精读的话本子里的故事都精彩。你这呀，年度大戏，
幸好有丫丫本丫在，不然真相就要被埋没，有情人就要变陌路人呀！真想叫狐狸精看看，他看那些画本子就是垃圾。不行，我得先看看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这还是个富贵出身的人呢，在这穷山沟沟里报恩6年，品性应该不坏吧？唉，也是个苦命人呢，被家里抛弃了。哎呀，小白菜地里黄呀，2、3岁上没了娘，爹不亲奶不亲呀，赶出家门上战场呀。从面相上看，他的血亲亲缘浅淡的几乎没有了，可怜可怜。陶凌晓听着乌鸦鸦的心声，心底微震。富贵出身吗？凤至，大燕国凤姓稀少，除了皇族，也就剩下江南凤氏一族了。不知道这个凤至是出自哪里？啧，越来越有意思了。村长爷爷同意。村长爷爷，您要不叫我阿志吧？那个阿志啊，你看这事整的，你俩这6年，哎呀！那村长爷爷，您同意我与阿娟的亲事吗？我可没说，快收起你那副被人蹂躏的模样。我说什么了吗？我只是想提醒你，别高兴得太早，还是先想想你家那边怎么交代吧。变脸比翻书还快！爷爷，我终于看到狐狸精说的翻书脸啦！狐狸精？狐狸精是你在天上养的宠物吗？其实我大哥他早就知道了，我刚回来他就认出我不是洪昌哥了。只不过那时候我爹娘身体不好，没敢点破此事。现在已经习惯了这个身份，我觉得没必要再点破此事了。没想到我与阿娟不能在一起的原因是这样，早知道的话我就告诉您真相了。真相该说，我确实早该弄清真相，不然也不至于让阿娟受这6年的苦。谢我，谢谢你了，小胖丫。不怕，是圆润。好，是圆润。陶凌晓悄悄将陶凤山和钟婶叫出去，他小声说：村长爷爷，钟奶奶，我刚刚给我娟姑姑和昌志哥看过面相，也掐算过，娟姑姑和志哥有着宿世姻缘，只是被人下了宿世诅咒，导致他们每一世总是错过，而且每一世他人都要吃尽人间疾苦，这一世是他们的第10世了。如果他们能够在一起，便会打破那个诅咒，如果不能，那么玄姑姑就怎么样？就再也没有生死轮回，将永世遁在黑暗中，永世受苦。今天的热豆腐乌鸦鸦到底没吃成。回家的路上，路过二壮家的时候，二壮家传来吵闹声。你这个时候往外提尿桶干什么？还偏偏撞在我刚洗好的豆子桶上。我哪知道你把扯豆的坨放在这儿。我真是服了你了，去给我送豆子，你能摔倒洒了，我捡回来刚洗好，你又泼上尿，咱们今年还做不做豆腐了？要不我现在再泡上些豆子，明天做。去你娘的，明天是煮肉。那怎么办？算了，去花花家买1包豆腐吧。行，那我去买。回来，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小心思，我告诉你，没门儿，我自己去。哎，你这人，这老是拿这些成芝麻烂果子的事说事，我是跟他相过亲，这不是没相中吗？闭嘴，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陶凌晓一时无语，这小丫头怎么越来越像八婆？想不到我们丫丫好机灵啊！是妹妹。好，妹妹，行了吧？没做成。小妹说什么？二壮豆腐没做成。
有客人，有客人，客人好。哎，这是客人的吗？胡丫丫眼神微闪，抠了抠羊角辫，卧槽，差点忘了自己已经是人了。可爱爱漂漂无敌丫丫回来啦！你小妹走路不稳，你就不能抱抱她吗？白长了个傻大个儿。进了堂屋，乌丫丫一眼看到端端正正坐在陶宇安身旁的凤一。姨叔叔好。我比你大哥才大3岁呀，叫一声大哥怎么了？见面就叫叔，我有那么老吗？小姐好啊，我奉小主子之命来给你家送节礼了。礼物什么？二哥哥给你念念。每念一样，乌丫丫便煞有其事地点下头，听得异常认真。听完只记得好吃的。我主子说让我给你这个，他说你知道该怎么做。你什么时候回去啊？要是事情办得顺利的话，我明天一早就走。行，我看看吧。娘，我跟小妹从外面回来，有些冷，进屋里暖和暖和，你们先聊。8成是找到在她身上借孕的人了，这可能就是按你说的取了对方的头发，还真是这小纸包里就是那人的头发。看看爷爷。随即炕上出现一小堆玉佩，有20-30块。陶林晓拿起一块翻看着，真是绝世好玉，小妹竟然一下子能拿出这么多。乌丫丫捏出纸包里的头发，挨块玉佩上放了放，那块玉便到了手中。乌丫丫将头发缠在那块玉佩上，结了一串繁复的手印，看得陶林晓眼花缭乱。最后她双手合起，食指并拢，唰地指向玉佩。唱。头发和水柱都进去了，怎么进去的？我能啊，你不能。我可以学啊。伶俐学不会。这就行了？当然行了，只要他贴身佩戴，不出3个月，被借走的亲运就能回来，对方会被反噬。就他那贱兮兮的样子，要不是曾经给了我一块玉佩，对我修炼。玉佩，嘎嘎嘎嘎嘎！胡丫丫看着玉佩，直接笑出了鹅叫声。嘎嘎嘎！这就是他给我那块玉佩，里面浓郁的灵气已经被我用来修炼了。嘿嘿，他这是自己救自己啊！我这里的玉佩都不匹配，只有他给我的这块正好用。这真是种什么瓜得什么豆。哼，石皇子，老子记住你了。凤，贼心。三哥哥称种瓜瓜得豆豆。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县城，南府。难说。小丫丫，你怎么来的？你爹娘带你来的，还是你哥哥们？丫鬟怎么也不通传一声，真是一个个太不像话了。没有人带我呀，你的丫鬟也没办法通传，因为我在你的梦里呀。你在我的梦里？是的呀，南叔叔，你是不是很惊喜？是不是很意外？我梦到你了？是我到你的梦里来的呀，你不是说想要个小弟弟吗？我不是想要个小弟弟，我想要个儿子，闺女也行啊，像你这样的。像我这样的你就要不着了，本丫是独一无二的。那比你差一丢丢也行啊。嗨，南叔，你还没媳妇儿呢，想太多了。媳妇儿我有啊，在西华苑10几个呢。他们不是。不是？怎么不是啊？哎呀，这你就不懂了，我可不像你爹惧内，就你娘一个妻，我南城可是有3妻4妾的。惧内是什么？这惧内就是怕娘子，娘子就是妻子。嘎嘎嘎，你都没有妻。明天上午城南，你妻到你怀里来，妻来儿来。
嘻嘻一笑，摇摇晃晃跑了。南城急忙翻身追上去。哎呀，小丫丫，南叔我还有事要问你呢。小丫丫，哎呦！扑通一声，南城掉在了地上。哎呦，哎呦！明天上午城南吗？南府北院，金钱盘坐在炕上，睁着朦胧的双眼，在跟眼前的3枚铜钱较劲。不对呀，不对呀！我明明算的是今天有贵人来，为何子时已过还没来呢？自慢，哎呀，烦死了！哎呀，好困呐，不能睡，睡着早上又得一身臭，真是够了！老子最烦的就是洗澡了。他嘴里不停地叨念着，眼皮越来越沉，慢慢合上。老徒弟。哎呀，谁呀？嘿嘿，你师父我呀。哎呦，师父在上，请受徒儿一拜。跪地，磕了3个响头，然后嘿嘿笑着。老徒弟这几日可好呀？还好吧。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为师？没有啊。那我算算。哎呀，师父，我想起一事来，就是不好意思跟师父说。说。师父啊，我得病了，得大病了，恐怕明年真要受尽了。什么病呀？就是每天早上起来总是一身污渍，浑身恶臭，不洗3遍都洗不掉那味儿啊。哎，老徒弟，你管这个叫大病？你不会连这个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吧？师父，我应该知道怎么回事吗？你说说，你这资质，还敢说自己曾是国师的徒弟？国师眼瞎吗？选你这榆木疙瘩当徒弟？哎，师父，你可真神啊！我前师父他就是眼睛瞎的呀。你前师们不会都是瞎子吧？哎呀，师父，说您不是神，徒儿都不信。我前师门还真叫古木门。你那前师们的人是不是全是瞎眼的？也不是全，家里的杂役眼不瞎。你前师傅逐你出师门，也不全是因为你命理不好吧？哎呀，师父，您说话溜道了，真好。现在可以正式教授徒儿了吧？你回答问题。是徒儿的前师傅发现徒儿不是瞎子。那你前师们连个丹药都没有吗？你连你自己吃的洗髓丹都不知道。为师我费劲巴拉，好不容易炼制了2颗，一颗给了你，一颗给了南城。南城都没问这么低级的问题，你竟然不知道。笨！哎呦，我的小心脏呀，受不了，早晚给你气死。师傅，您是说那天给我吃的是洗髓丹吗？师傅，您怎么当时就没点醒徒儿啊？那么高贵的东西，我一口就吃了，真的是暴殄天物啊！没那么夸张吧？夸张啊！怎么能不夸张啊？那可是洗髓丹呐！据说天玄大陆上炼制洗髓丹的丹方都已经失传万年了。哦，那天玄大陆上有没有人修炼灵力？灵力？据传灵力修炼的秘技与洗髓丹丹方是在万年前同时失传的，但我前师傅说灵力什么的都是传说，当今世上没有灵气，根本修炼不了那东西啊。哦，那为师我就放心啦。你吃了洗髓丹到底有没有不好的感觉？一身恶臭算不算啊？不算，那是给你排出身体的杂质。那就没有。哎呦，我感觉身体比以前轻松舒适多了，其他的就没有了。这个老徒弟怎么这么傻？能不能不要了？师傅，您说什么？
吴丫丫郁闷地瞪了金钱一眼，这就是个傻子，每天不照镜子吗？看不出自己那一头白发已经变成花白了吗？不出半月，他就会恢复到30岁的人该有的模样。看来他炼丹的手艺还没丢，只不过凡人界终究是凡人界，天道不允许逆天的东西出现。这要是在修真界时，他炼制的洗髓丹可瞬间生效。在凡人界，也许洗髓丹丹方的失传和灵气消失，都是天道平衡界面所为。师傅，叫什么叫？瞧瞧你那傻样，看了就烦。说罢，吴丫丫随手往金钱怀里丢了一样东西，跳下炕摇摇晃晃跑了。师傅！金钱伸着胳膊大叫一声，猛地从炕上坐起来。他震惊地环视一圈，自己不是跪在地上吗？怎么好端端地躺在被窝里？难道刚刚是做梦？师傅最后看我那眼神是嫌弃吧？幸好是做梦，嘿嘿，梦都是反的，我应该自信点，师傅是喜欢我的。作为哎呀，忘了问问师傅我们师门是什么门了。不过作为师傅的首席大弟子，自信是必须的。哎，这是什么东西啊？书。机械地拿起乌鸦鸦留下的书。咦，艺术。爹娘，你们醒了吗？大嫂都做好饭了，吃饭了。哎呀，这一觉睡得可真沉。大娘，你笑什么？笑我们3个懒蛋啊！老大媳妇儿怀着身子呢，都已经把早饭做好了，我们才醒来。今天还要煮肉呢，快点起来。我一贯早起，今天怎么睡过头了？要，我要吃药。要你把我馋醒，只要对我负责，不然就是始乱终弃。哎呦，怎么能这么香？凡人界的饭菜果然像狐狸爹说的那样，是天下一绝。感谢青天送我来这里，让我能够吃上这人间美。不对，这肉我能捞着吃吗？不会又是光灯纹不能吃吧？那我还醒来干嘛？哎呀，真香啊！陶岩直接从墙头上飞进院子，围着大锅急得抓耳挠腮。小妹，你又把窗户纸戳破了，小心娘收拾你。不会，娘不傻。娘昨天修补那个小洞时说过，要是让他知道是谁捅破的，一定不让他吃肉。假的。只见他手里捏着一张小纸片，轻轻撕下一角，然后顺着舌头舔了舔，舔湿了之后站起来摇晃到窗台前，小心翼翼地把小纸片贴向自己捅的那个小洞上。这时脚下一绊，他猛地扑向前。哎呀！窗户纸碎裂声伴随着一声大叫，乌鸦鸦懵。窗外，陶凌晓急速向堂屋门口移去，窗前只剩下捂着一只眼睛的陶凌霄。你们在干什么？好啊，可让我逮着了！原来这窗户纸上的洞是你捅的，今天这肉你就不用吃了。娘，不是我就是看三哥在这儿呢，想看看他瞅什么，真不是我。你看看你三哥在哪儿？陶老四，你找借口能不能找个好点的？我操，陶老三的陶老三，你行，你有种！哎，为什么每次都玩不过你？幸好我机智，不然挨揍的就是我了。窗外的人动作一顿，陶凌向歪头指了指窗户，龇牙咧嘴地朝陆元香挤眉弄眼。陆元香冷哼一声，一把松开陶凌霄，斥道：赶紧把窗户纸给我重新糊好，不然别想吃肉。哼！是。哎，娘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哼，三哥，你不厚道。我哪儿不厚道了？你躲什么躲？明明是你先惹的事儿。我惹什么事了我怎么不知道啊？哼，不是你招惹的小妹吗？那不然她干嘛捅破窗户纸？
我是看窗户上有个小洞，这才走过去看的。是你把我拉开那个位置的，不是吗？哎呀，这小妹闲的没事去捅那窗户纸干嘛？指定是你在外边惹到她了。我真没有啊，我真没想到小妹会一拳打过来的。说到这里，桃李小不淡定了。难道小妹要打的是他，结果被好事的老四给挡了劫？小妹打得这么用力，难道是对自己有什么不满？自己哪里做得不好了吗？嘿嘿嘿，三哥，我跟你说，小妹那可聪明了，她不是故意打那一拳的，她撕了块纸舔湿了，想呼死那个戳破的洞。你俩在干嘛呢？还不快去糊窗户？这是嫌不够冷吗？要是把你小妹冻坏了，老娘揭了你们的皮！哎呀，娘，我们错了，我们马上。哼，看在你们知错就改的份上，老娘就饶了你们。知错能改就是好孩子，把窗户给我糊得妥妥帖帖，准许你们吃肉。他娘，你这教育孩子真有一套。今生能娶你为妻，真是我的福气。你就偷着乐吧，这边不需要太多人，我跟老二弄就行。你去看看豆腐冻得咋样了，冻好就收起来埋在那雪堆里，再去问问老大儿媳妇现在怎么样了，实在不行去请万人大哥来看看吧。陶老四，你能不能向你三哥学着点，带点眼色？没看到你小妹那衣裳都罩头了吗？你说说你俩双胞胎在胎里一起长大，咋差别这么大呢？陶老三，是不是在阳台里你抢我的吃食了？四弟，你别无理取闹好不好？我无理取闹？我老四，你胆肥了哈！陶老三是你叫的，你真是越活越回去了，是不是不打谱吃？娘，我错了，三哥，我的好三哥，我错了，请你原谅。哇，四哥哥这认错的速度也太快了吧？他不会是惯犯吧？狐狸精说，只有干熟了一件事才会张口就来。像我从来没有做过错事，今天做错了一件就不好意思开口认错。哎呀，好难为情，我要怎么说呢？吃饭前，他郑重地承认了自己捅破窗户纸的错误，还跟陶凌霄道了歉。娘，我能吃肉肉？当然能，我们丫丫是知错能改的好孩子哦，娘特意给你做了好吃的肉肉。翌日，哎，两个人抬一笼，对，一个人根本拿不动。娘，成一只鸡。咋啦，闺女儿别慌。哎呀，小丫丫，你怎么一见南叔就跑啊你？南兄弟，您来了，您这是？嘿，安哥，今天不是上年鸡吗？我家鸡多的吃不完，所以就给你们家送2笼来，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按说谢梅应该用头猪，我这不是一时没买到吗？所以就用鸡代替了。谢梅？谢什么梅？嫂子，您把这些鸡收起来吧，我跟安哥说说话。小侄女啊，谢谢你做媒啊。不谢。嘴上说着不谢，心里却暗戳戳的整活开了。我这是捡了个便宜没，咔咔。那个姐姐本来就是你的正缘啊，我不过是让你们2个提前相遇而已，这样姐姐就不会吃很多苦了。现在你面相上有5子，结正缘所生，嘿嘿，姐姐会给你生1、2、3、4、5个儿子哦，你那是做梦而已，可能是碰巧了。不是碰巧，是真的。安哥，我跟你说，那天晚上瞎眼神算也见到小丫丫了，在梦里。我那是去问问我老徒弟吃了我的洗髓丹有何不良反应，如果没有的话，我要给我爹我娘4个哥哥和嫂嫂吃了。哎，看你现在生龙活虎，想来那丹药没毛病，嘿嘿。乌丫丫听着2人接下来的高夜互吹，有些不耐烦。
程程，我知道我很厉害，不用你吹。嘎嘎嘎，我只想知道你和你媳妇的故事，跟狐狸精看的画本子里的故事哪个精彩？快说，我想听。程兄弟，这么说你是真的根据梦境指示遇到新月的人了？未来弟妹怎么样？真的呀，嘿嘿，这多亏小侄女指引。昨天啊，我跟你说，昨天南城按乌鸦鸦的提示，漫无目的地走在城南的大街上，刚一回身，眼前便光影一闪，砰的一声，与人撞了个满怀。他下意识地揽住了对方，待看清对方的容貌，瞬间惊艳了。只见对方肌肤胜雪，眉目如画，如同仙女下凡。他抱着对方怔怔地看入了神，乌鸦鸦的话不停在脑海中盘旋。明天上午，城南，你骑到你怀里来，骑来而来。放开他，他不是你能碰的。我不能碰，那你能碰吗？屁话，她是我们爷看上的女人，只能我们爷碰。哼，你们爷看上她呀，那人家姑娘愿意吗？我不愿意。你听见没有？人家姑娘不愿意。哼，你他娘的哪儿冒出来的幼稚鬼啊？她愿不愿意有用吗？你大概不知道吧，在灵山县，只要是我们爷看上的，那就是我们爷的，是吗？要不咱去问问县令大人，灵山县何时有这律法了？哎，过路看眼的别光看呐，大家说有没有听过这条律法？没听说过。人群众中不知谁喊了一声，接着喊声此起彼伏。都闭嘴闭嘴，梁子，记住这些人，到时候一个也跑不了。围观的路人闻言四散而去。那痞子满意了，得意地看着南城。我劝你识相点啊，别多管闲事儿。县令大人回京过年去了，护不着你。现在灵山我们爷说了算。哼，这是老虎不在家，猴子称大王啊。是又如何？小子怕了吧？怕了那就快让。那痞子话没说完，突然闷哼一声，而后双手掐住自己的脖子，不停地呜呜着：你他娘的背着背篓满街窜，找死！南城淡定一笑，手猛地一甩，核桃大的物件脱手而出。不好意思啊，手滑了一下。不过你们兄弟二人是有口福了，我南城吃的糕点都是灵山县最好的。那痞子听到南城的名号，一紧张竟将卡在嗓子眼的糕点吐了出来。南城，您是南爷？哼，连大爷我都不认得了。嗯，刚才跟你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你他娘的听不见人话，非得逼着大爷我动武是不是？哎呀，南大爷，小的有眼不识泰山，得罪了啊！那领头的痞子磕磕巴巴说完，转身一挥手，一溜烟跑了。灵山两大地头蛇，白蛇和青蛇。白蛇是灵山白家，开春的时候倒台了，现在就剩下青蛇南家。切，就这点本事还出来混啊？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姑娘，没事了，你快回家吧。怎么了这是？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我没有家。你是和家人走散了吗？女子依旧低着头，没再吱声。那个，你是忘了吗？你是失忆了？女子还是不言不语，却有大颗泪珠落下。姑娘，我家在这附近有家客栈，安全的很，要不你先去那边缓一缓。这一次，女子点了点头。我身上没有银钱，这是我保存下来的唯一值钱的东西了，其他的
都让人抢走了。掌柜看了眼木镯子，尴尬的笑笑，抬头看向南城。这只是表面看到的，除掉外面的木盒，里面是金的。这是我娘临终前给我的，她说这镯子是我外祖家祖传的，很值钱的。既然这样宝贵，我先替你保管。这里不用付钱的，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不行，我娘说不能占人便宜，况且您还是我的救命恩人，我都无以为报。不用报，哎呀，我那是举手之劳，我这人名声不好，你不怕吗？不，您是好人，那些说您坏话的人肯定不是什么好人。嘿嘿，我还是头一回听到有人说我是好人的，他们都说我强抢良家妇女。不，您肯定不是这样的人，不然我还能站在这里吗？听到这里，陶雨安感叹：南兄弟，这是一见钟情啊！原来钟情一人的感觉是这般滋味啊！哎呀，想我南城枉活了30年啊，这也是头一回才尝到啊！南兄弟，咱这也算有交情的人了。哥，我跟你说句实在话，哥，从今往后您就是我亲哥，您说什么我都听，您说。你呀，回家把你那些妾室打发了，愿意嫁人的给准备副嫁妆，不愿意的给他们一笔足够后半生生活的补偿，然后真心实意的打动那姑娘，备好彩礼，8抬大轿娶回家，守着她安稳过日子。你这赚钱的本事也不赖，到时候财源滚滚，家宅兴旺，儿孙满堂，是不是人生就圆满了？加油，晨晨，加油加油！吃嫩草的老牛，一大荤，我要去吃席哦。哎呀，加油！嘿嘿嘿嘿，小丫头，怎么不叫南叔了？南城的谢礼是2大龙鸡，这样的谢美礼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乌鸦鸦数了数，10根指头不够用，他觉得这些鸡足够他家吃到去南城家吃喜宴了。京城，二弟，你能平安长大，能靠乌嬷嬷那么多年含辛茹苦的养育你，既然你的名字是乌嬷嬷取的，那便不要改了，全当是报答和纪念乌嬷嬷吧。从二弟对燕老大夫的态度，大哥便知道，二弟是最懂得感恩的人，是吧？况且二弟的名字很好，陶万荣，寓意繁荣、显贵、兴盛，可见乌嬷嬷是用心了。陶老辣吃饼，虽然听上去自己的名字很不错，但他怎么不知道乌嬷嬷用心了？年夜宴后，陶老辣一家子被打发回了自己的院子。陶远明跟着陶雨萍重新回到了祠堂。陶远明问：为何不让你二弟改回本名啊？爹爹，儿子总觉得那个人他不是二弟。你给我站住！站住！他一头扎过去，抱着那人的双腿，仰头叫道：大姐夫救命！小丫丫，你怎么又去惹那个小霸王？大姐夫，快跑！好！乌鸦鸦，你个乌鸦嘴，有种你别跑！月，有种你追上我呀！你有种下来单挑！你有种追上来单挑！男人抱着乌鸦鸦跑回了自己家。院子里，陶娟站在杏树下，拿着一瓢拌好的鸡食，正在喂小鸡。相公，你回来了。哟，小丫丫，来让大姐姐抱抱。不行，大姐姐有小弟弟了，以后可要小心了。哈哈哈哈哈！小丫丫，你大姐姐肚子里的是你的小侄子，不是小弟弟。唉，岁数大了，脑袋不好使了，又把这事给整忘了。小丫丫，你是要笑死我！就你这岁数还敢说大，那满村的爷爷们要不要过了？
嘻嘻，我比少年大啦。对，我们丫丫说的也对，是比去年大了。哎，等着啊，大姐夫去给你拿肉干吃。在乌压压的小米芽跟第一块肉干大战300回合的时候，隔壁桃凤山家传来吵嚷声。村长，您给评评理，您看看我家二壮这头，差点就开了瓢了，这就是被陶夫子家的小闺女给祸害的。万人大哥说，差一点点就破相了。你家怎么一天天净事儿啊？前天才说人家丫丫把你儿子整瘸了，最后呢？啊，瘸哪儿了？今天可不一样，您瞧瞧，这都出血了，您就说说吧，这事儿怎么办？你问过二壮这是怎么回事没有啊？可别像上回一样，上来就给人家扣帽子。这还用问吗？大街上好多人都看到了，陶夫子家的小闺女跑得跟兔子似的。你说这事要是与她无关，她跑那么快干什么？铁定是她干的。她那么小，她能干啥？说不定是你家老二自己不小心摔了，赖在人家丫丫身上了。你可不要忘了，这2年你家麦子年年高产是怎么来的？村里的作坊哪来的？要不是雨安家仁义，你以为你家现在能吃饱穿暖，住上大瓦房呢？前年，陶雨安跟陶凌峰父子出了一趟远门，回来时带回来几麻袋麦子2种，发给村里人1种。好家伙，产量有原来的2倍多。今年这2种就在全县推广了，县令大人都把陶雨安奉为座上宾，还有村里的2座作坊也是陶雨安领头建起来的，最后无偿交给了族里打理。这一码归一码，他欺负我儿子还不让人说了，反正这事儿今天不能轻易了了。那你还想怎么的啊？把小丫丫给揍一顿不成？你也不看看你儿子多大，丫丫才多大呀？还好意思说人家欺负你儿子，你要不要脸啊？我不管，反正这事儿他家得赔。说了半天就是为了钱呗。婶子，你这话说的，谁家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二壮这一次可是花了80个铜板呢。可是二壮大侄子的头是他自己从树上掉下来磕的呀。你个小屁孩，给我下来，有种单挑！我不是小屁孩，是你小姑姑，你打不过我。你下来，有种你下来！嘿嘿，陶二壮你没文化，只会说这一句。你才没文化，你全家都没文化。嘿嘿，你这话不对，我家是全村最有文化的。陶二壮，你不上学堂才是全村最没文化的。二壮，别让他给带歪了。你说，你这头是不是让他给整的？就是他，我的头就是被他害的。那你说我是怎么害你呢？反正就是你害的。哼，我三哥哥说有理不在声大，你那么大声就是没理。你铁柱，你说我的头是不是他害的？铁柱，你如实说，没人敢怎么地你。现在正是4月，鸟雀繁衍的最好季节。陶二壮他们今天便约好了一起去掏鸟蛋。你要小心啊，别踩断树枝掉下来。你个小屁孩懂什么？我脚下采枝树枝可贴实了。你小姑姑，我好心提醒你，你不领情就算啦。哼，要你提醒，小屁孩还想当姑姑？哈哈，想得美！我就不叫你小姑姑。乌鸦呀回头翻了个白眼，不想再跟他说话。谁知他还没走出多远，就听到咔嚓一声，伴随着尖叫声，陶二壮扑通一声掉在了地上。乌鸦呀，你个乌鸦嘴，你给我站住，看我不揍你！众人听罢集体沉默，目光齐刷刷地看向程氏。你是陶夫子的学生，当然向着他闺女。程婶婶，我说的都是真的，不信你问我的小伙伴们。其他几个孩子见众人看过来，纷纷点头。他就是个乌鸦嘴，就是他咒我的。哈哈哈哈！他要是有那本事，边境都不用打仗了，把小丫丫往那儿一搁，去咒帝国就行了呗。
你看看你都跟什么人玩，没有一个实诚的。你凶我干什么？不是你让我跟他们玩的。你说跟他们玩不用上学堂也能学到东西，省钱还得好处，什么一举两得。好啊，程氏，原来你就是这么教孩子的呀。村里的学堂现在免束修，每家每户只要负担孩子的笔墨纸砚费就行了。这样的大好事去哪里找啊？你可倒好，一直说孩子小再等等。你看看他哪儿小了啊？比铁柱还大1岁吧。在村里像他这么大的孩子，有的都升到中班了。你今天竟还想教着孩子说谎，真是不可理喻。二壮他爹呢？那个谁，去把他给我找来。我今天非得好好问问他到底怎么当家的。三叔，这就不用叫孩子爹了吧？不叫行吗？我看你就是缺管教。是，三叔说的是，我回家一定好好管教二壮。我说的是你。那个三叔，我不让陶夫子家赔钱了，还不行吗？你他娘的听不懂人话是吗？我说的是赔钱的事吗？你还不让陶夫子家赔钱了你？他家凭什么赔你钱呀？你得赔人家钱。我刚才回来的路上听那个谁跟我说，你家陶二壮把人家小丫丫追得满大街跑，跟被狗撵了似的。要不是碰到我女婿，这时候头破血流的恐怕还要再加上一个小丫丫，你简直是不知所谓啊。程氏听闻陶凤山一席话，尴尬了，最后跟村长保证过2天一定把陶二壮送到学堂去，又跟吴丫丫道了歉，才悻悻地领着陶二壮走了。你给我等着，你小姑姑我等着呢，来战吧。乌龙事件结束，乌丫丫也要回家了，她还要回家哄小侄子呢。人长大了就得有责任心，像她今天要不是去山脚下给小侄子摘刺泡，也不会遇到这些麻烦事。丫丫妹妹呀，先别走，把这些肉干拿上。不行，大姐夫，我不能要。丫丫妹妹，你是不是嫌弃这肉干不好吃？不是，大姐夫做的肉干可香了，很好吃。不行，我不能要。母娘说过，不可以随便要别人的东西。那不行，丫丫妹妹必须拿着，大姐夫又不是别人。不行，真的不能要。乌丫丫不止摆手，连头都摇上了，眼神却斜着自己的布兜，眼里闪过小星星，直到把他左右2个布兜都塞满，凤至才停了手。丫丫妹妹别嫌弃，什么时候想吃了再来拿。你说着，我说不要，你非得硬塞，这多不好意思啊。咱俩谁跟谁是吧？当初要不是丫丫妹妹，我跟你大姐姐的事不知拖到什么时候呢。那是呀，不算是。大姐夫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尽管说，我保证那个上什么山下什么锅给你办妥了。好，以后大姐夫就仰仗丫丫妹妹了。没问题，记得有需要我的时候一定要跟我说哦。我走啦。大姐夫快回家去给大姐姐做饭吧，我要走啦。待7日后小侄子出生，我送他一份大礼。乌丫丫走到村口大槐树下，回头看向凤至家门口，见凤至已经回家了，她板正的小身子一松，吁了口气，做贼似的前后左右看了看，见路上没有人，她挥着小胖拳头跳搭着低声欢叫。这么多肉干，呀，我能吃好多天，别藏到空间里。给小侄子留一块，不，2块就行。这时大槐树后面传来低低的叫唤声。你要干什么？想拐小孩？我告诉你，只要我一喊，你离不开村子半步。师傅，是我呀！师傅，金钱！我管你金钱！你啥时候回来的？
师傅，我昨天刚回来，在南府住了一晚上，今天就过来探望师傅了。你才出去历练1年，怎么就回来了？1年时间好干啥？为师不是告诉你，不足3年不准回来。师傅啊，徒儿不回来不行啊！您看，这是让人给揍的，差点破了相。我才1年没回来，师傅您就认不出我了，还把我当拐子。这要是3年不回，那师傅会不会把徒儿忘到九霄云外去啊？你这是给为师带的礼物啊？师傅，礼物我是给您带了几件，不过这些都是我的行李，我是来投奔师傅的，要待在师傅身边学本事，孝敬师傅。嘿嘿嘿嘿嘿，师傅，您惊不惊喜啊？我惊喜个鸟！是历练3年3年，为师的话你都放屁了。那时候师傅说家里没有地方给徒儿住，才打发徒儿出去历练3年。现在师傅家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盖起了5间大院子，这怎么着也有间能装徒儿的吧？就是柴房也行啊，师傅。您别以为我不知道啊，师傅家里后天办乔前宴，所以作为咱们师傅您的首席大弟子，必须伺候师傅左右啊。乌鸦牙皱眉看着他，这老徒弟出去历练1年，别的本事长没长进不知道，这嘴皮子真溜了不少。师傅，您现在家里房子那么大，肯定需要人打理吧？徒儿我可以算一个人啊，到时候可以少买一个下人，那就省一份钱不是吗？不，我一个人可以顶3个人，嘿嘿，少买3个下人都成啊。而且徒儿还可以出去摆摊算命、看雨风水、开坛祈福，到时候赚的钱不都是师傅您老人家您小人家的吗？嘿嘿嘿，这一正一反，师傅是稳赚不赔呀。师傅，您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儿啊？你真的一个顶3个？是真的啊。你赚的钱都给为师啊？对，住柴房也成。没问题。那你喜欢吃肉肉不？喜欢。不喜欢，我的肉肉都给师傅。会哄小孩子不？会，特别会。那成，你跟我走吧。快走，磨蹭什么呢？这2天还要抓紧收拾新房呢。师傅您先请。哇呀，师傅，咱们家建得这么大呀！这人可真是自来熟，还有我们家，这分明是我家。不大呀，怎么就大了？我家有4个哥哥，1人1进院，我爹我娘和我1进院，还有客房花厅，后面我还会有1、2、3、4、5、6、7、8、9、10个小侄子，1、2、3。师傅，您确定要有这么多侄儿？是的呀，我大哥哥家3个，我二哥哥家2个，师傅啊，您还是先别说了，再说下去，您家都快变成和尚庙了。怎么可能？我还没说完呢，我将来还有3个小侄女呢。呀，这人是谁呀？师奶奶好。闺女，你又收了个徒弟？师傅。没有。乌鸦鸦和金钱同时开口，乌鸦鸦白了金钱一眼。你先说。师傅，您又收徒弟了？是不是徒儿哪里做的不好啊？你是金钱？师奶奶，就是我呀，金钱。嘿，师奶奶，徒孙我是不是英俊了许多呀？是，英俊了，也精神了。师奶奶也越来越年轻了，像没成亲的大姑娘。他的话音刚落，身后传来不悦的干咳声。师祖好，师祖也越来越年轻了，像个英俊的大小伙儿。这大街上一走，一定能迷倒一大片大姑娘小媳妇儿。会说就说2句，不会说就闭嘴。你要笨死呀！2句话把我爹我娘都得罪了，还不快回来！进了院子后，跑进了旧宅的堂屋。
爷爷娘亲，我回来啦。外面那个是你徒弟吧？你不是打发他出去历练了？怎么才1年就回来了？爷，您前段时间不是说要买人吗？您可以少买3个。我那徒弟说他一个人可以顶3个。哦，他不光能干活，还能出去算卦看风水，到时候赚的钱也都给咱。爷你算算，我们养他一个顶好几个人用，是不是很赚？陶宇安无语的抬手捂住脑门。爹爹，我说的不对吗？原来这个金钱是这么忽悠小闺女的，真是欠收拾呀。你觉得他能一个人顶3个用？他自己说的呀。好，先不说这个，他出去1年就回来了，你觉得为什么？他被人打了呀。他为什么挨打呢？这家伙挨揍不会是因为嘴贱吧？就像刚才说师奶奶像大姑娘，说师祖像小伙子，话是这么个话，但你作为一个晚辈，也不能大大咧咧说出来吧？乌鸦牙木，吃饭了，你也来，等吃了饭再给你安排一间房。谢谢师奶奶。经过2年打拼，陶家现在已经今非昔比。陶家不止在县城置下了16间铺子，在府城也有6间，另外还有3座大型作坊。陶家俨然成了灵山县迅速崛起的新贵。如烟，这2年你跑哪里去了？怎么？你怎么和他在一起？协林大人，您这是干什么呀？您吓到我夫人了。他们不是亲戚吗？怎么搞得像是要打架一样？陈真这是什么态度？难道不担心得罪长辈？难道他们2个是亲戚？他二师兄，您认得南兄弟的媳妇儿？他是他的媳妇儿？是呀，2年前南兄弟成亲，不是还给您下过帖子？只是我记得当初您好像有什么事没去参加宴席。如烟，这是怎么回事？表叔，你还知道我是表叔啊？你来灵山为什么不去找表叔？你要干什么？如烟她现在是我的妻子，我孩子的娘。大二师兄，这里人多吵嚷，不如到你们客房去谈。你们2个跟我来。你们2个小不点跟来干什么？我不是只叫他们2个人来。嘿嘿，二师兄，他还有他，不算人。哼，你不算人呐？那你算什么？小娃娃。小娃娃不算人吗？是谁前2天在我跟前说自己长大了，是个大人了？谁说的？我吗？我怎么不知道？这脸皮，为了听八卦，可真是豁出去了。你呀，带上这2个小奶娃到一边玩去，我们大人有话要说。是，保证不打扰二师兄。说说吧，怎么回事？2年前我回京过节，舅舅说你跟人私奔了，是跟他吗？不对，我回京的时候他还在家哭儿子呢。看什么看？快说，怎么回事？我没有跟人私奔。表叔相信你，你不是那样的人。我也让人查过，但线索太少，找不到你的去向。你为何会在这里？既然来了，又为什么不去找表叔，还跟他？二师兄，晨晨已经变得很好了，你是嫌弃他老牛吃嫩草吗？小丫丫，你这话是跟谁学的呀？当心我告诉你娘，让你娘揍你。钟伯母说族长爷爷家小叔叔老牛吃嫩草，找了个小10岁的小媳妇儿。刚刚二师兄看你的眼神，就跟小叔叔的小媳妇儿老丈人看小叔叔时眼神一样。你让我娘去做钟伯母吗？我是跟他学的。你说你这么个小豆丁，怎么成天那么八卦呀你？人生不八卦，枉在世上走，这话你没有听说过吗？我不气。如烟，
你究竟是怎么来到灵山县的？表叔，白侯府上门提亲，刘府适龄的女孩只有我和柳如絮。柳如絮为了能嫁给白侯府嫡长孙，便将我骗出府交给拐子，让他们将我卖到远离京城的山沟。在路上，我听拐子说要路过灵山县，便设法逃了出来，打算来找您。可是被灵山县的一帮泼皮盯上了，是夫君救了我，所以……瞧你吓得那熊样，我还能吃了你不成？吃了我倒未必，但是你揍我一顿，我也不好还手，那不是死吃亏啊。他现在心里十分不爽，他娘的，搞了半天自己不光被人嫌弃，还平白降了辈分，怪不得自从他救下柳如烟以后，乌鸦鸦就没再叫他一声南叔，原来真相在这搁着，真他娘的没天理了。表侄女婿，你早就知道了是不是啊？是不是？我不知道呀，我只能算出不好再叫你叔叔了。你行了，你什么你占了便宜还卖乖，我表侄女可是标准的大家闺秀，你打着灯笼都难找，所以你这2年不光嫁给了他，你还给他生了儿子，躲在南府不出门，你是怕哪天遇到表叔是吧？你行啊，吃亏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多心眼儿？你知不知我表嫂她想你想的都卧床2年了，你大哥也与你爹闹翻了，现在你爹那个平妻和他的一子一女在府里可是耀武扬威。哎，你呀，名声被你搞坏，你娘你哥替你受着，还要日夜担心你去。哎，二师兄，你说的不对哦，从表侄女面相看，他只有一个哥哥呀，哪来的妹妹什么的？小孩子家的不要多问。我爹说做人要勤奋好学，不懂就问，我为什么不能问？小丫，这事儿吧，他不好回答你，但我可以。你大概不知道，在他们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家呀，男子呢都不只娶一个娘子。表侄女婿，你要叫我小姑姑哦，礼不可废。不过听你这么一说，我懂了，就像以前的你一样，有好多个陶大曼，他们争着给你生孩子，每个孩子的娘不同，但爹都是你，对吧？哦，不对，也不对，陶大曼给你生的儿子爹也不是你。南城咬牙切齿，眼里燃着熊熊烈火。这个小屁孩平时不会论辈分，今天怎么整得门儿清？还有，说是就说是，干嘛要揪着他不放？你们在笑什么呀？我们没笑，是你看错了。笑，表姐就是只有一个哥哥呀。是的，小姑姑，我确实只有一个亲哥哥，还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是我爹的平妻生的。不对，你根本就没有其他兄弟姊妹。小姑姑，你是说你婶儿不，你表侄女她没有同父异母的妹妹和弟弟？是的，表侄女她没有一个爹爹生的妹妹和弟弟，她只有一个爹爹生的大哥。哎呦，表侄女爹爹头上种草了，青青大草原，野花朵朵开。头上种草是啥意思呀？程程，你怎么连这个都不懂，真衰。哎，大人的事情太复杂了，姐带你们玩去。丫丫妹妹，你把辈分又搞错了。不可能。你左手牵的那个是你小侄子，右手牵的那个是你表侄孙子，没一个可以叫你姐姐的。我去，为什么每次都搞错？人间的事情真复杂。爷爷。陶宇安被他喊得茫然不知所措，这才一顿饭功夫，好兄弟变成好大孙了，真他娘的令人震惊。自己这长辈分的运道简直是势不可挡，2年前入个族，辈分平常1倍，今天县令大人认个亲，自己又平白长了2倍，
最真实，南城好意思叫，他都不好意思应啊。乌鸦鸦做了个梦，他梦到陶凌云坐在轮椅上，被关在一间地下室里。他伸手去拉他，却被什么刺了一下，尖锐的疼痛让他瞬间清醒。呀，疼死我了！哎呀，这小胖丫身手真利落。好了好了，醒过来了。爹爹，娘亲大哥哥大嫂，你们怎么样？哎呦，我的宝贝丫丫啊，你可醒了，吓死娘了，可吓死娘了。他娘，你抱得太紧了，闺女喘不上气了。哦，丫丫，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快跟娘说，实在不行，咱们去县城看看。婉人，你快再给丫丫看看，我怎么越看越觉得她不对劲？你看，她两眼无神，像是丢了魂。我没事，就是做了个梦。我小妹子刚刚可能就是梦魇了，你们要是不放心，我给她开一剂安神的汤药，熬给她喝就好了。好，万人哥，你快开，我跟你去抓药。丫丫，你做了什么梦？喊着你二哥哥，怎么也叫不醒。片刻后，他猛地睁开眼，急切地说：爹爹娘亲，我要去一趟府城，二哥哥有危险。不行，你还太小，让你大哥哥去。娘亲，有人试图给二哥哥逆天改命，此事只有我能破解。师祖啊，要不让我师父走一遭吧？你不行，瞧你这副瘦弱的身板，让人一拳能吹出2里地，有啥用？爹，我陪小妹去吧。大哥哥不能去，要在家里守家，就让钱钱跟我去吧。不行，就这么定了。乌鸦呀翻手做了一个托举的动作，炕下的梨花木大桌子被凭空搬起。看到了吗？爹爹娘亲大哥哥，我有实力。哎，去多了人，我还得分神保护你们。相信我啊，相信我，我可是神仙的徒弟，这不是爹你老人家说的吗？我现在只是展示了我的一丢丢实力，不要逼我上真本事，我会吓倒你们的。乌鸦鸦眼见众人不语，小手一收，大桌子轻轻落地。他挽了个手花就要上大招。行，爹爹相信你，不过爹爹也陪你一起去。府城兴隆客栈门前，陶凌霄急促地来回踱着步子，不时伸着脖子向远处张望。三哥，你可回来了，二哥出去一整天都没有回来，怎么办？什么？我不是说过今天一定不要让二哥出门吗？快说，究竟怎么回事？是二哥很久以前的一个同窗来约二哥去参加诗会，客栈里其他学子也大多都要去。二哥说这么多人一起去，到时再一起回不会有危险，便一起去了。胡闹！顾不得场合，直接掐算起来，一连掐算了3遍，都是毫无结果。陶凌云的行踪就像被人抹去了一般。四弟，二哥走的时候带了随从没有？陶凌霄摇了摇头。陶凌晓咬了下牙，似想到什么，拔腿冲进客栈，直奔2楼他们的房间。他在盛放衣物的香笼里快速地翻找，找出一个荷包，这是他们临行前乌鸦鸦给他的，说是锦囊妙计。三哥，是不是用火烧？他闭上眼，静下心仔细回想。小妹，你这符篆怎么跟娘和嫂嫂去寺庙求的平安符不一样啊？三哥哥，我的符箓是用灵力画的，世上绝无仅有，当然不一样。那你这个是什么符啊？也是贴身佩戴吗？不是，我这个需要用血开启，开启后会有惊喜哦。血？需要多少啊？1滴。1滴就行啊？1滴不行，拉个人再取1滴。陶凌霄猛地睁开眼睛，一把拉过陶凌霄，捏着他的食指咬了一口。师祖，我瞧着我师父像是入了定，这时不能轻易惊动，否则会走火入魔的。此时的乌鸦鸦眼前的景象急速变换，
像有一道强光快速拨开迷雾一般。瞬间，他看到了急得如热锅蚂蚁似的来回踱步的陶凌霄，以及盘坐在床上快速掐算的陶凌晓。乌鸦呀凝力屈指轻轻一弹，随后整个人往后弹去，小身子猛地砸在马车壁上，哇地吐了一口鲜血。丫丫，师傅，爹爹，老徒弟，我没事。丫丫，你怎么了？有没有哪里疼？怎么吐血了？我没事，真的。我们还要再快一点。客栈里，四弟，跟我来。陶凌晓用平生最快的速度跑到府衙，从腰间拿出师门令牌，对守门的衙役说：“我要见知府大人。公子，您快快有请。快去禀报知府大人，有红色客人到访。”来的是红色客人来访，有没有问问是哪家的？回大人，小的忘了问。大人，快看，他们进来了。知府大人。免礼免礼。你们是哪个府上的？您，公子，您是文大儒的入室弟子，邢七。知府大人，正是学生。崔公子大驾光临，有失远迎。您请，您里边请。知府大人，学生此次前来有10万火急的事情向您求助啊！我二哥，也就是我师父的6弟子，如今正在府城备考，今日因旧事同窗所约参加诗会，至今未归。有人报信说他现在有生命危险。翟同知，立即召集捕快，可跟本官前去救人。是，下官这就去安排。慢着，夏大人，让他去安排吧。狄大人与我们一起先行一步吧。马大宝，你速去调集捕快，速速跟上。是。庆子，即使你是儒大文的入室弟子，也没有权利命令知府大人吧？本公子何时命令知府大人了？刚刚知府大人让本官去调遣人手的时候，你阻止了，还命令夏大让他安排去麻布头去。狄大人误会了，本公子只是见那人打扮像捕快，觉得他腿脚肯定要快上许多，才建议夏大人安排他去的。齐公子说的对，你看看马大宝，我的话才说完，人家就跑出3丈远了。老翟呀，你这老胳膊老腿肯定不如马大宝，那小子一身功夫可不是白练的。是，知府大人说的是。呵呵。陶凌晓转回头不再看他，眼底却是冰冷一片。他最后一次起卦推算时，出现了羽飞鸟羽、欲追即阻的卦象，这是最令他不能解的地方。直到夏有德刚刚叫他狄同知，他心里豁然开朗。羽欲追可不就是个狄字。当他们来到前衙，马大宝已经集结好了人手。爹，我先行一步，你和老徒弟去府城西路客栈等我。不行。乌鸦鸦皱眉看了2人一眼，不给他们说话的机会，转身跳下马车。来不及了，不能让二哥哥断腿，我先走了。老李，小姐呢？啊？小姐在哪儿呢？小姐就这样，嗖就没影了。金钱上车，老李，快马加鞭，快！乌鸦呀做人以来头一次使用缩地成寸术，隐身术他也使用成功了。难道凡人界也有人能修炼吗？来不及细思，他飞身跳上城墙，几个起落间连飞带跳，人已经出现在一座旧宅院前。虚尘师兄，你说师父从来不管世间事，这次怎么就管了呢？虚空师弟，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前些天有2个贵人去找过师父，他们离开后，师父便安排了此次行动。我们抓来的这个公子长得可真俊俏，京城第1公子在他跟前啥也不是。是啊，
这样俊美的公子给他打断腿，是不是可惜了？是有点儿。行了，你俩快点儿，磨叽什么呢？凌空大师兄，我们只是觉得这样好看的一个人断了腿可惜。太完美的东西就不该存在，快点吧你俩。是。乌鸦鸦听得怒火中烧，陶凌云被绑在柱子上昏迷不醒。虚尘师兄，还是你来吧，我不敢。不行，我也不敢。那要不咱俩一起动手？好。只见两人眼睛一闭，猛地抡起木棍打下去。哎呀，师兄，你打断我的腿了！哎呦，师弟，你打断我的腿了！你们俩在干嘛？疼！大师兄，有鬼呀！有鬼！是啊，大师兄，他们说这宅子闹鬼是真的。哎呀，疼死我了！你们的腿断了？哎，断了！这里有鬼！有个屁的鬼！你俩一起打，不打到彼此才对呢。往边上挪挪，我来。虚灵猛地举起木棍，狠狠地砸向陶凌云的腿。然而木棍却在半空定住，像被人从后面拉扯一般，任凭他使出吃奶的劲儿，也落不下去。他震惊地回头看去，什么也没看到。哎呦！什么人装神弄鬼？快给老子滚出来！乌鸦鸦跳上窗台，摇晃着小短腿坐在上面，从兜里掏出一只鸡腿，啃了一口，美滋滋地嚼巴着，引诱着三人齐齐看向窗户。只见一只大鸡腿飘在空中，上面的肉不断地减少，最后剩下一根骨头。哎呀，鬼呀，鬼呀，鬼呀！哎呀！尖锐的嘶吼将昏迷中的陶凌云吵醒。陶凌云眉头微皱，这是在哪里？不要吃我，不要吃我！知府大人，应该就在这里。快，给本官搜！大人，人找到了，在这里。二哥，三弟，四弟。隐身的乌鸦鸦看着三人，胖嘟嘟的小脸上漾起一抹与年龄不符的嗜血的笑，想扭转回上一世的轨迹。做梦！这里有个坏蛋。房间里拥抱在一起的三人却不淡定了，为什么他们听到了小妹的声音？七公子，是六公子吧？回大人，正是我二哥，再一次感谢夏大人相助啊！哎，讲外了，这是本官分内之事。好，很好。学生谢过大人救命之恩。不用客气，是本官治下疏漏，才让六公子遭此劫难，本官愧不敢当。大人客气了。掌柜，灵山县学子陶凌云是否住在这里？请问客官是陶凌云陶公子的什么人啊？我是陶凌云他爹。哎呦，客官呐，您可来了！你家儿子失踪了。什么？客官，您最俊的那个儿子被同窗约出去参加诗会，1天未归，可能失踪了。我们已经寻了他1下午了。哎呀，客官，您来得挺快啊，从灵山县到府城起码得1天1夜吧。掌柜的，您说我家公子失踪了，若陶姓学子是你家公子的话，那么就是他失踪了。他还有2个弟弟已经出去找人了，到现在也没回来。老李，金钱，老二失踪了，果然出事了。那掌柜的，您有没有见过一个女娃娃，3岁多点，眼睛大大的，脸胖嘟嘟的，穿着一身粉色的衣裳？对，掌柜，您有没有见过？掌柜的机械地摇了摇头。3岁的奶娃，谁家不是大人领着？哪有放心奶娃娃自己出来的？师祖，您别急，师父神通广大，会没事的。二公子也不会有事的，
不是有3公子吗？他一定会找到2公子的。老爷，2公子和小姐吉人自有天相，肯定没事的。对，有老三在，老二不会有事的。丫丫，他也一定会没事的。我要出去找他们。陶宇安说罢，踉踉跄跄地往外跑，一只脚刚迈过客栈的门槛，便与一人撞在了一起。哎呦，疼死我了！官爷，里面请，里面请。敢问官爷，都这么晚了，您来敝店有何贵干呢？我就不进去了，知府大人派我来知会你一声，陶公子找到了。你告诉他的随从一声，让他们用过晚饭就各自休息吧。3位陶公子用过晚膳再回。哎，那真是太好了，知府大人办事真快啊！官爷您辛苦了。你这人也太冒失了，你往后走路要多小心点。今天撞了我没事，万一哪天你撞了贵人，那就不好了。他这是怎么了？儿子找到了，咋还哭得这么伤心呢？师祖，您就别哭了，师傅的小人家肯定会没事的。您不要小瞧师傅，他有许多我们不知道的本事呢。要不我们就先住上店，说不定咱们订好房间之后，师傅他就回来了呢。掌柜，我们要住店，订2间房。我们这里只剩下1间上房了，因为太贵没有人订，要不然这1间也没了。有多贵？1天5两。掌柜摇头。1天50两银子？我靠，你们这抢钱呢？什么样的房间1天值50两银子呀？那当然是好房间啦，保证值这个价。你这周围还有别的客栈吗？这条街就我们这一家。就这家吧，我们挤挤。老爷，我跟大鹏他们去挤挤就行了。哎呀，你们还是看了房间之后再决定吧啊！你们呢，可以把2公子调到上房，这样有利于他温书。你们要去看看他现在住的房间吗？我们这里有备用钥匙。掌柜这么相信我们，不怕我们是骗子？不要说您长得跟那3位公子眉眼间有颇为相似之处了，单方才您那担忧着急的样子就不是作假。我这点眼光还是有的。我们先去看看也行，到时候看看怎么安排房间。我这就带你们上去。你家的人一共订了6间客房，说实话，我还是头一回看到带这么多随从来参加会试的。不过应该带，你家3个儿子长得太打眼了，站在人群里会发光啊。说话间，掌柜带着他们上了2楼。看过房间后，陶宇安和金钱回到陶林小兄弟2人的房间里。不对呀，我算着师傅近在眼前呢，这怎么还没回来呀？还没算出来呢？你怎么搞的？关键时刻找个人都找不出来，你最拿手的不就是寻人物吗？哎呀，师祖啊，我算了8遍了，卦上显示我师傅他近在眼前，这我也不知道哪儿错了。您先松手，我再算算。不行，我要亲自出去寻找。陶大鹏，大鹏！陶宇安松开金钱，一把拉开房门，大声喊着陶大鹏的名字走出房间。金钱将铜钱一收，急忙拖了着鞋追了出去。咦，房门怎么开了？我记得我来的时候明明是关着门呢。难道楼上要着火了？他们怎么跑得那么快？小胖手屈指掐了掐。不对呀，没有危险啊。客官，您这是有什么事吗？我的小闺女走丢了，我要出去找她。对，您之前说过是个奶娃是吧？那她具体长什么样啊？您说一下，我打发几个小二跟你们一起找，毕竟他们对府城熟悉。谢谢掌柜了，她今年3岁零2个月。什么玩意儿？才3岁啊？这什么时候丢的呀？怎么丢的呀？
这是儿子找到了，就不急着找闺女了。现在才想起来啊，真是的，你让我说你们什么好啊？阿旺，快去知府报案，就说府城有拍花子的。大栓子，你们几个快帮着去找。不是拍花子。哎呀，您别说了，这么小的娃娃铁定是遇到拍花子了。看客官您与您的公子都是人中龙凤，想必您这小闺女也长得很俊。我跟你说啊，现在这拍花子就喜欢这些漂亮的小奶娃。陶宇安呆愣愣地被他拖出客栈，还被掌柜推了一把。快找啊，在这里发什么呆呀？陶宇安机械地点点头，转身望着茫茫夜色，心像被挖空了一般。爹，您怎么来了？老三，你小妹丢了，什么？爹，你说什么？我小妹丢了？怎么丢的？我小妹丢了？怎么丢的呀？哎呀，你们先别这样，我算了八卦，卦上都显示我师傅他就在眼前，可在哪儿呢？师祖，您忘了，我师傅可是太白神君的徒弟。闭嘴！那是我胡诌的。什么？金钱兴奋了，一兴奋来了精神，他席地一坐，就着头顶的灯笼光，双手合十摇了摇铜钱，随后抛下。慢字慢，师傅离开的时间是……哎呀，师傅就是近在眼前了呀，可这为什么没有呢？这为什么呢？三公子，我算了9遍，算出的结果都一样，师傅他就在眼前，可这师傅到底在哪儿呢？告诉我，究竟怎么回事？昨天师傅算出二公子有危险，我们连夜出发来府城。出发的路上，师傅突然很急，跳下马车先行了一步，说让我们在兴隆客栈等他就行。可都这个时辰了，我们还没等到他。我算了9次，结果就是师傅他人近在眼前，可是就找不着人呢。我小妹提前来了府城，下午来的。是啊，我小妹走的时候是怎么说的？师傅说来不及了，不能让二哥哥断腿，我先走了。而且二公子，我跟你说，我师傅他会缩地成寸术。爹，没事的，小妹肯定没事。怎么说？在我被绑的那个宅子里，我今天看到小妹的奶壶了。你小妹的奶壶？没错，刚刚金钱跟我说我小妹会缩地成寸术，我相信小妹还会别的术法，比如什么隐身术之类的。陶林晓此时也靠过来，伸着脖子靠近两人听他们的对话，而后抬头看向客栈2楼的方向。他算出的结果跟金钱算的一样，小妹近在眼前。他拔腿跑进客栈。小妹，你在吗？三哥哥，我在呀。陶林晓顺着声音往床上看去，床上空无一人。小妹，你在哪儿啊？你在哪里？爹都急哭了。我在这儿呀。三哥哥，我可见着你了，我好想你呀。小妹，为什么三哥看不到你啊？糟了，忘了我还在隐身。乌鸦呀小胖爪子轻轻一挥，身形逐渐显露出来。三哥哥，我可想你了。我的闺女啊！哪家的孩子被拍花子了啊？哪家的？出来说个情况。马捕头就是他家。六公子，掌柜的说您家里有人被拍花子拍走了。马捕头，这是误会，都是误会。家妹调皮，偷偷进了客栈，藏在我3弟4弟的房间里，我没有发现，以为他走丢了。麻烦你们多跑一趟，实在是不好意思呀。小奶娃，你是什么时候进客栈的？在掌柜伯伯打盹的时候啊。这样小的奶娃娃，就算你掌柜的不打盹儿，进来之后也不一定能看得到啊。翌日，
马大宝又来客栈了，他带来了不好的消息。昨日抓到的3个歹人是3个和尚，只是还没有开始审讯，他们昨夜就在狱中自杀了。而约逃凌云出去参加诗会的李洪涛，今天一早被人发现溺死在护城河里。有人证明他喝过酒，而且喝得酩酊大醉。不过夏有德是什么人？钉子户一个，盘踞西北府近20年，前后一想便知李洪涛失足落水有猫腻。失足的可能性小，被灭口的可能性大，但办案需要讲证据，此事目前证据不足。乌鸦鸦一直安静地听着大人们说话。在马大宝说到李洪涛可能是被人灭口时，他脑海中蹦出一个人的画面。对，杀人灭口。哎，昨天那3个坏蛋也是被人灭口了。那个大人身边有坏蛋啊，就是站在他身后的人。陶林晓在心中迅速搜出昨天站在夏有德身后的人，那个人就是翟青勇。西北府的同知与陶家有什么恩怨呢？陶林晓百思不得其解。爹爹，我要出去玩，3哥哥带着我就行。丫丫，咱不出去玩了吧？你看，害你2哥哥的凶手都死了，肯定还有坏人在暗处，万一遇到他们怎么办？坏人打不过我呀。师祖，我跟着去保护师傅，保证师傅毫发无伤。老徒弟，为师给你布置的功课你完成了吗？哎呀！哼，我就知道你会偷奸耍滑，还不快去做功课？为师回来要检查的。师傅，徒儿这就去完成功课。快去！我掐指一算，城中大肉包包刚出锅，我要3哥哥带我去吃大肉包包。爹，晴天白日，城中又刚刚发生凶案，巡查肯定很严，不会有什么事的。让我带小妹出去吃个大肉包子吧，没看到人家为了一口吃的都掐指一算了。大街上，乌鸦鸦晃晃悠悠地在前面走，陶林晓紧随其后。3哥哥抱，我带你飞飞。是你带我飞飞，还是我带你飞飞啊？我。3哥哥隐身喽，我们要起飞呀！稳住！眼神一闪，他发现自己竟踩着一截断树枝。小妹，这树枝是什么时候到我脚下的啊？就是刚刚啊，你没瞧见我们站那棵树下有一截树枝吗？小妹，我们这是去哪儿啊？我们去城外吃好吃的。城外有什么好吃的呀？地上跑的天上飞的，抓到什么就烤什么吃，我带了火折子。哎呀，小妹，你确定能抓到地上跑的或者天上飞的呀？3哥哥，你是不是算了算，我们抓不到？哎呀，3哥哥，你可踩好树枝别掉下去，摔着你可爱的小妹妹就不好啦。准备好了，我们要落地啦。小妹，你确定这里能抓到地上跑的天上飞的？嘿嘿，今天肯定能吃上烤肉，3哥哥放心吧。我们现在是隐身，还是已经没有隐身了？隐身啊，不然就打不着肉了。那我为什么能看到你啊？我以为我选了个最聪明的哥哥出来，没想到还是被问了这么幼稚的话。你以为这是在天上呢？但凡是个人就是神仙啊。3哥哥的话很有道理。3哥哥之所以能看到我，是因为法术是我施的呀，嘿嘿。桃林小莫就这么简单，他都没参透。难道凡人真的就见识短？肉来了，肉来啦！一只小胖手掐着兰花指朝空中轻轻一弹，一只飞鸟直直地从空中落下来，扑哧一下栽在地上。哇，3哥哥你看，是一只灰色飞奴耶！飞奴，嘿嘿。难怪之前算不出今天有什么收获，原来是这样。飞奴也就是信鸽，被人为驯养后为人办事，已经不在传统的捕猎范围之内。那3哥哥，拔毛开团，我要吃烤飞奴。小妹，这里没水啊？有水。呼呀呀说话间，双手凭空端出一个大盆，
盆里盛满清澈的水。那个还没有刀啊？有的。桃林小无语了，他差点忘了小妹有个百宝袋，虽然不知道它藏在哪儿，但那里面总有取之不尽的东西，也能装下很多东西。他认命地蹲下来，开始给鸽子拔毛开膛。小妹，这一只鸽子不够吃啊。够吃，一会儿还有。桃林小的手一抖，鸽子差点掉进火里。三哥哥小心点，别把肉肉烧糊了。三哥哥，你慢慢烤，又来肉肉了。嘿嘿，又是一只飞奴，我和三哥哥一人一只。乌鸦鸦此时已经开吃了。哇，真香真香！三哥哥烤肉肉手艺真好。来，三哥哥，咬一大口鸡，不，咬一口飞奴腿，可香了。小妹，咱们是不是该回去了？我们不能吃独食，爹爹、二哥和三哥哥还没吃。小妹，你大概不知道吧，信鸽很难养活，一个世家能驯养出10只8只信鸽就很不错了。咱们都吃了2只了，这养信鸽的人家已经亏大发了，你还想什么呢？来了，肉肉来啦！这次是从那边过来的。得，这是哪家的信鸽？感情跟一差一样，有来有往。今天的肉肉到此为止，打道回府。客栈的上房里，你小妹怎么还不回来？这都什么时辰了？就是，老三不知怎么搞的，小妹不知时辰，他也不知道吗？当初就应该让我跟一起，我绝不会带小妹玩这么久。马后炮！哎，快看那边窗户那里，那位公子长得可真俊美。是啊，这是我有生以来见过最俊美的公子。公子，往这里看，我是府城首富家的小姐，看我啊！看我，我是……这时，不知是谁看到了陶凌云，指着他喊了一声，之后客栈外面的道路堵了。陶凌云急忙缩回来，把窗户关上，拍着胸脯说：天哪，府城的人比县城的还疯狂！哈哈哈哈！二哥，你往后出门，怕是要戴一顶山帽了。小妹还没回来呢，我们都在担心她，你还有心思笑？爹，你看二哥，他欺负我。你自己找的。哎，我怎么闻到一股肉汤的鲜香味儿？三哥，你回来了，小妹呢？这里，我在这里。爹，二哥，小妹回来了。哎呀，担心死爹爹了，以后爹爹陪你出去。三哥，你端的什么汤？太香了吧！小妹给你们带的好吃的，借用客栈灶房刚炖好。哇，还是小妹好，出去一趟还记得给咱们带好吃的。这究竟是什么汤呀？这么香，让四哥尝尝。这是著名的飞奴汤，是我和三哥哥专门去城外打的，2只南来的，2只北往的，嘿嘿。我和三哥哥烤了2只吃，剩下2只不够你们分，就炖成了汤。哎呀，我和三哥哥在楼下一人就尝了1口，太香了。这是我们专门带回来给爹爹哥哥们享用的，你们快吃吧。哎呀，烫死我了！哎呀，这太鲜美了吧！果然啊，飞奴汤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小妹、三弟，您把人家的飞奴给打下来了，万一被人发现可就糟了。不可能，二哥你放1万个心，没有人会发现我们的，除非是鬼。解决完1盆汤后，陶凌晓从袖袋里取出4个小竹管。喏，这是从你们吃的飞奴身上取下来的。咦，这么小的竹筒能装什么？你专门带三哥去打的，还不知道里面装了什么。目标一必死，这应该是要杀掉某个人。我们这是劫了谁的杀身之祸呀？我，是我。飞快地打开另一个竹筒，目标2，失败。他话音刚落，只见乌压压的小胖抓爪指向了陶凌云。我是目标2？
有人想要把这一世拉回上一世的轨道。上一世你们不知道吧？上一世大哥哥双手被废，二哥哥双腿被打断，三哥哥四哥哥倒是手脚齐全。快速打开第3个竹筒，目标3，如何？第4个竹筒上写着下贼，除之。3是大哥哥，下贼是那个大人。他们还要对你大哥哥下手，怎么办？爹爹，来的时候不是去找过二师兄了？二师兄会派人保护大哥哥的。再说家里他还设了阵法，大哥哥自身又有武功，他算过大哥哥最近无事。陶雨安稍稍松了口气，希望如此吧。小妹，现在的当务之急是不是夏大人的安危啊？有人要对他不利是吗？乌鸦鸦点点头。夏大人刚正不阿，是个好官，这是西北府百姓之福，他不能有事。我们绝不能任人摆弄，救夏大人就当是我陶家向京城的权贵开战的第一仗吧。闭上闭上闭上！来，我们商量一下怎样接近夏大人并帮到他。嗨，这还不简单，夏大人对二哥三哥可是喜欢得紧，二哥要备考无暇分心，三哥就不同了，可以去找夏大人请教学问，再以相谈甚欢之名在他那儿小住，没什么吧。第2日，陶林晓提着陶雨安从家里带来的自家烤制的肉干，抱着好奇的乌鸦鸦来到府衙。哎呀呀，七公子，欢迎您。这是夏大人，这是我的小妹，小名乌鸦鸦，大名陶之雅，今年3岁了。嗨，夏大人你好呀，我是陶小人。这2个人看上去也不傻呀，平白无故的笑什么玩意儿呢？虽然没有我的哥哥们聪明，但在人群里也算资质不错的了。还盯着我笑，还盯着我笑，难道哦糟糕，难道我脸上有脏东西？这2人究竟在笑什么？为什么那个夏大人的嘴角直抖啊？咦，三哥哥的嘴角为什么也直抽抽呢？不好，这是被什么降住了？难道这院子里有妖怪？乌鸦鸦急忙转头四顾，还真让他看出了异样。他的脚一沾地，立即朝院子西北角跑去。七公子，你小妹太可爱了。是啊，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娇俏可爱的小姑娘。真想把她偷回家养。七公子，你小妹着实可爱得紧，反正你二哥要在府城准备丧事，没工夫陪你，不如您就带您小妹住在我家里吧。我家里就是一群臭小子，都可以陪您小妹玩，保证她会玩得很好。我俩还是抽空能谈论一下学问，是不是一举两得？好嘛，亏他还在想用什么借口在府衙住下来，这下现成的借口送上门了。那个夏大人，我小妹很皮的，我怕她把您家的小公子们玩坏了。那不能，七公子您真会开玩笑，我最小的孙子也有5、6岁了，您小妹才3岁，一个奶娃娃怎么能玩坏我孙子？我孙子不欺负你们小妹就不错了。哈哈哈哈！再说了，要是那几个小子真的连您小妹都玩不过，那真是白白多吃了几年干饭。我小妹长这么大，从没有离开过我爹和娘，我怕她……不怕不怕，我是大人了，可以离开爹娘独自活几天的。那个七公子，您看，您小妹都说她离开爹娘，能独自活几天。众人又是一阵大笑。不对呀，我已经把那边那个渣渣垃圾阵给破了呀，为什么他们还在傻笑呢？难道是被阵法左右的时间太长，脑子要坏掉了？小妹，离开爹爹，你晚上真的不会哭鼻子吗？三哥哥放心，我的鼻子是不会哭的。这小丫头啊，
哎呀，那你晚上可不能睡到半夜哭着找爹啊。那不能，我是大人了。呀！你刚刚不是还说你是讨小人？宝贝儿，您看。哦，我看什么？看看，快看！哎，伯伯，你理解能力不行啊，这都看不懂吗？伯伯，您看，我比他小，他吓大人，我讨小人，不对吗？但是我爹说我长大了是大人了，这有什么矛盾吗？这是我爹说的，我长大了是个小大人了。我把小大人前面的小字去掉，应该没啥吧？是，小丫丫言之有理呀。哈哈哈哈哈！夏有德等人再次大笑。七公子，丫丫都同意了，您就在这儿住下吧。这样，我派人去跟令堂说一声。不瞒您说，这一年来我一直有胸闷的毛病。从您兄妹二人进来，这短短不到半刻钟的时间，我觉得我胸口舒畅了不少。今天我就厚着脸皮赖上您了。您兄妹二人在这儿住段时间吧，说不定能治好我身上的毛病呢。小大人，你这一说，我也感觉身上轻松了不少。对，我也有同感。你们平时都不笑的吗？这个吧，我们平时也会笑，但从未像今天这么开怀。那你们真悲哀呀！做人多好呀，处处透着欣喜快乐。小丫丫说的对。陶林晓半推半就，带着乌鸦鸦在府衙住了下来。当夏有德将陶林晓兄妹请回府上时，乌鸦鸦像猴子一样被夏有德的8个孙子给围观了。小妹妹真漂亮。小妹妹胖嘟嘟的，真好看，这是我见到的最漂亮的小妹妹。呀，小妹妹的脸可真软啊。呀，小妹妹的手也很软。别戳，小妹妹的皮肤太嫩，戳破了怎么办？小八，你捏疼小妹妹的手了，你要再皮，我让爷爷抽你。小八，你竟然捅小妹妹的脸，是不是皮痒了？我不是故意的，我就是没忍住。乌鸦鸦一扭小胖身板，扒开挡在眼前的腿，嗖嗖嗖地跑出了包围圈，而后爬上一棵大树，坐在树枝上往下看。哇，小妹妹爬树爬得真快，像只猴子。你才是猴子，你全家都是猴子。夏家8兄弟齐齐围在树下，仰头看着乌鸦鸦。乌鸦鸦觉得自己更像猴子了。你们在干什么？是不是欺负你们丫丫小妹妹了？三哥哥，他们看猴子。那你是猴子吗？我是人，不是猴子。所以你害怕看吗？夜深人静，万籁俱寂。跟我玩，跟我玩，跟我玩。熟睡中的乌鸦鸦忽然睁开眼睛，水灵灵的大眼里冒着熊熊怒火，耳边不断传来嬉闹的叫声，声音稚嫩，声调阴森。他妈的，这是谁呀？半夜3更不睡觉，鬼嚎什么？是谁？有种给本座站出来！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打扰本座睡觉觉！哼，找死！小妹，怎么了？三哥哥，我要去茅厕，你回房间睡觉觉吧，我自己就可以了。陶凌晓眼神微闪，心道：我要是听不到你的心声，还真就被你骗了。天太黑了，三哥不放心，三哥陪你去。三哥哥，我是大姑娘了。就算你是大姑娘了，三哥也不放心。小妹，你放心吧，三哥就在茅厕外等你。哼，等着看看你怎么圆谎。怎么了？小妹不是要上茅厕吗？不是憋得难受吗？我又觉得我不憋了，不用去了。咣当把门关上了，想像个正常人一样走走门，竟然被三哥哥给堵了。他扫了一眼房间，一溜小跑来到后窗根下。我是跳窗呢还是跳窗呢？
二哥哥读的画本子里，大侠都是跳窗而出，嘻嘻，我要做大侠。乌鸦鸦酷酷的一抬头，眼前多一双脚，顺着脚往上看。小妹，要是憋了就去茅厕，随地解决不文明的。既然他三哥哥想跟着，就跟着呗，估计他也跟不了多远。当大侠不好玩，那就当。唐林晓微微一笑，默默地跟上。眼见前方一堵墙，乌鸦鸦却不闪不避，直直地朝墙走过去。哎，小妹，小心撞到墙上！唐林晓低声惊呼，伸手去拉他。下一幕让唐林晓震惊地掉了下巴。只见乌鸦鸦的小身子穿墙而过，而他的手咚的一声被墙挡下。乌鸦鸦背着小手站在院墙根下，静静地看着院中的情形。三个英灵王正在与夏家八孙的魂魄嬉戏打闹。乌鸦鸦冷冷地笑了。魂魄天天晚上被拉出来溜，第二天有精气神才怪。没有精气神，读书可不就得打瞌睡，没有精气神，记忆力自然就会下降，这些都不足为惧。夏有德的儿子和孙子都是自小被眼着了，只要破解了眼术就可以恢复。现在最可怕的是眼前的这个阵法，这哪里是什么能提升才智的阵法，分明是个吸人精元之气的吸元阵。虽然这个阵法在他眼里不值一提，没有多少技术含量，但对付凡人却是绰绰有余。凡人界有人能布这样的阵法，他是有些吃惊的。改天他得去会会那个和尚。乌鸦鸦的神识跟着一路疾飞，最终在一座超大的宅子靠近主院的位置咻地落下，进入一个房间。乌鸦鸦的神识跟了进去，从夏有德8个孙子身上吸取来的精元，正像一条极细的丝线一般，慢慢地深入床上那人的印堂之中。乌鸦鸦怒，一念一闪，小手一挥，那缕如丝线般的精元慢慢从那人印堂扯出，原路返回。就这样一头猪也受得起夏家子孙的精元，简直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想得美。直到夏家被窃取的精元完全抽回，乌鸦鸦才离开那个死胖子的房间。本座记下你们了，待跟二哥哥来京城时，再找你们好好玩玩。夏府院子里，3个英灵王依旧不知疲倦地逗弄着夏有德8个孙子的魂魄在玩。乌鸦鸦小手一挥，夏有德8个孙子的魂魄像加了速一般，快速倒退回各自的房间。出来玩，出来玩！闭嘴！你们真聒噪！啊，他不是灵魂，为什么能看到我吗？他没退鬼眼。管他退没退鬼眼，既然来了，就留下来陪我们玩吧。黑哥，他不是魂体，我们没法控制他陪我们玩啊。不过他的味道真不错，要是把他的魂魄抓出来，肯定很好吃。对，他的味道真好，不像那8个被施了禁术，我们只能抓他们玩，却不能吃。他是被宠着的人，魂魄最香。黑哥，你怎么知道他是被宠着的呀？他极少产生恨意，生活舒心，魂魄的味道香中带甜。哇，黑哥果然见多识广。怎么怕了？怕？切，本座还没怕过谁。本座？他自称本座，真是人不大，口气不小。把他的魂魄给本王抓出来，我们好久没有进补了。是，黑哥。3张五雷符朝他们门面飞来。放开我，放开我！你找死，找死！本王撕碎你的魂魄！你们太聒噪，影响本座睡觉觉。你是谁？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怎么来的？等！哼，眼珠乱转，眼神忽闪，一看就是个不老实的鬼。我说，我保证老实。我觉得你在心里编排我的坏话，看来你还是不老实。
没有，我对仙尊您的敬仰有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有如黄河泛滥，一发而不可收拾。闭嘴，说正事。是，我们本来在一座古墓中愉快的生活，有一天古墓被雷击中。那次雷击后，古墓裂开，不久有一帮包裹严尸的人来到古墓，不光搜走了古墓中的上古神物，还利用上古神符将他们抓走。之后日日让他们享用新鲜婴孩的魂魄，直到他们各自都吃了981个婴孩魂魄后，才发现自己中了名叫无为的邪术。那看到没，这是你们暂住的家，但你们接受了我的惩罚，再将你们送到地府。不，收了英灵王，乌鸦鸦伸了个懒腰。哎，我就是天生打工命啊，半夜3更还要起来给他们抓鬼。蹦蹦哒哒地回了自己的院子。桃林晓坐在他的床头上，阴着脸，一看就很不高兴。乌鸦鸦，你给我进来。乌鸦鸦，过来。乌鸦鸦一步3磨蹭地走到桃林晓跟前站好。你给我老实交代，你到底干什么去了？那个睡不着，练穿墙术去了。乌鸦鸦，你觉得我会信吗？那你不信我怎么办？你行。三哥知道你很有本事，但是你是不是应该关心一下三哥的感受啊？你穿过那堵墙之后的每一分每一秒，三哥都很煎熬。可是三哥又不知道你究竟去了哪里，你还好不好？在人家府里半夜3更又不好乱走，三哥简直是……哎呀！三哥哥，我就是去抓小鬼了，还顺道破了个阵，把下界8孙被抽走的精元给讨回来了。小妹，世上真的有鬼吗？当然有啊，不过人有人道，鬼有鬼道，互不相干。既然互不相干，那你为何要去抓小鬼啊？因为有些坏人会利用小鬼做事啊，这不就相干了吗？三哥哥，这个房间里很干净啊。小妹调皮。那小妹，你抓到鬼了吗？抓到了呀，我抓到了3个。小妹，这才是3。对，我知道，可是这个小手指头他总是不甘寂寞的出来捣乱。我信你了。那小妹抓到小鬼如何处理了？小鬼被我关在这块玉里了。三哥哥，你快看！他的话音刚落下，外面突然传来轰轰的雷声。桃林晓只看到玉佩中有3个会动的小东西，玉佩便被乌鸦咻地夺过去塞进了布兜。呀，吓死宝宝了！我说我的老天亲爹呀，你搞什么鬼嘛？这3个小鬼作恶时你不管，他们说要吃我时你也不管。现在我就是让我三哥哥见识一下小鬼什么样，你就管上了，没天理嘛！那有天理，老天亲爹，您最有理了。是谁胆肥了，敢说您无礼？出来，让本衙瞧瞧。之前还是满天星，怎么突然打雷了？难道要下雨了？可能是我让三哥哥看了不该看的东西，触动了天地规则。就这？那么那些利用小鬼害人的人，那些作恶多端的人，他们就没有触怒天地规则吗？能利用小鬼害人的，多半是钻了什么空子，或者手上有能避开天道探查东西的。不过每个人都要为自己所作所为负责，天道自有考量。有些人有些事设计累世因果，不是不报，时候未到。那陶乐运呢？他呀，或许是被老天送回来赎罪的，只是他自己会错了意，觉得自己是老天的宠儿。白眼狼重活一世，仍然不思己过，恩将仇报。如今更是迫不及待地想把一切拉回上一世的轨道，将自己列为避除目标第一人。看来白眼狼最怕的是自己活着。3年间小动作不断，但都被三哥的二师兄给解决了。所以只要他好好的活着，白眼狼就会很抓狂。他就喜欢看白眼狼看不惯他又干不掉他的样子。
呵呵，吃掉白眼狼的信鸽，干掉他们派来的和尚。和尚，对，夏家的阵法也与和尚有关。乌鸦呀琢磨着，明日一定要会会那和尚。也许他是老天派回来激励我们改变上一世命运的呢，好叫我们保护小妹你平安康健，一世无虞。翌日，七公子，我就说您兄妹二人忘我们家。我家这8个小子今天起床后看上去精神好了好多。七公子，我昨天晚上做的梦很短，你是不知道，以前是整宿的做梦。我也是，昨晚睡得太香了，从来没这么舒服过。你们是睡好了，我呢，给你们转了半宿鬼，就是想补个觉而已，你们都不让我如愿。呀，困死了。夏大人，我小妹认床，昨夜没睡好，我们就不要吵醒她了，到其他院子说去吧。哎呀，疏忽了，哈哈哈哈！走，咱们赶紧走，到那个翠柏院去看看。终于安静了，乌鸦呀却睡不着了。他觉得今天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做，但是又记不起来了。天大地大，吃饭最大。是谁破坏了我的阵法？怎么又失败了？嘿，在你姑奶奶我手里，你要是不成功了才怪。是时候会会那个黑心缺德和尚了。哎，大师，你给我们布的阵可真好使啊！经过1年的时间，昨天终于见效了。那当然，我们师门的秘传嘛，对你们有用就好。大师，您真是厉害。大师，你是神仙吗？施个仙法给我们看看好吗？哎，是啊，大师，你会不会在天上飞啊？大师，夏家八孙你一言我一语的叽叽喳喳说个不停，和尚只觉得耳边嗡嗡作响，烦得不行，大吼一声：住嘴！我不是说你们，你们随便。娘的，哪来的小杂种？像什么像？活得不耐烦呐！和尚的话音刚落，便狠狠地挨了一巴掌，把他的头都扇偏了。他捂着脸看向对方，对上桃林晓裹风斜雨的脸。我怎么了？你给我记住了，会说话你就说句话，不会说话就闭上你的臭嘴，不然本公子扇死你。小妹，过来，三哥给你梳梳头。被镇住的和尚终于回过神来，发现自己竟被个半大小子吓住了。你竟敢如此对待我？你知不知道我是谁？我知道你是谁。哼，你这个小子，小奶娃会知道我是谁？当然呀，你就是个不知道自己是谁的大傻子。你竟然敢骂我！你知不知道我是？你是大傻子。我是。你是大傻子。朴大人，这就是你的待客之道。哎呀，大师呀，这个小奶娃才3岁，你不要跟他置气，他什么都不懂。哼，原这样，那你家这风水局我帮不了了，你爱找谁找谁吧。说完，抬腿就走。大师，有话好说。没话好说，我现在很生气，一生气就没法布阵。你们家呀，就这命吧。站住！姑奶奶，我让你走了吗？和尚见状勃然大怒，眼中的怒火熊熊燃烧，抬手扇向乌鸦鸦，骂道：我他娘的给你脸了是吧？
刚那一巴掌，老子我大都不计较。你长脸了是吧？只是他的手并没有落下，半路被人拦下了。和尚，你今天敢动我小妹一根汗毛，老子要了你的命！夏大人，夏大人，这样杀人呐！你作为一府知府，难道不管管吗？那个七公子，您稍安勿躁，哈哈哈哈哈！大家都是误会，误会。你就是一个大骗子！你找死！这3个字，老子奉还给你！你放开我，放开我！夏大人，人人都称赞你是清官，没想到有人当着你的面行凶，你竟然不管！这，七公子，您看这……夏大人，这个和尚可不是什么好人。您如果信我，我这便让您看清他的真面目。好，我相信你。拿绳子来，先将人捆了。不用了，我这里有，嘿嘿。啊，哈哈哈哈！小丫丫呀，你这行走还带着绳子呢。带着好玩。夏大人，这就是你的待客之道。我好心好意帮你，你却要卸磨杀驴吗？驴！你，夏大人，你就任由这个黄毛丫头嘲弄我吗？我告诉你们，我师父是京城慧觉寺方远大师的首席大弟子明悟。你的法号不会是叫虚妄吧？哼，夏大人告诉你们的。夏大人一直叫你大师，我觉得他肯定不知道你的法号。不可能，我们第一次见面，翟大人介绍过我。不好意思啊，大师，我当时没往心里去，真不知道你的法号是什么。嘻嘻，你师父的法号太高深，以至于他永远明悟不了一切皆是虚妄。你们放开我！不用我摆风水阵就算了，我从此离开西北府，回师门潜心修炼。那不能，你助纣为虐，实施禁术。三哥哥，他是什么罪呢？当然是先斩后奏了，杀无赦。若是像灵山白家那样牵连甚广，就要直接押送京城处置了。左右逃不过一个死字，只是死得惨不惨的问题了。你们说什么我听不懂，我只是摆了个聚风水的阵。那就让国师看看吧。切，你以为国师是你说见就能见的？我是文大儒的入室弟子，你说能不能见到国师啊？你们放了我，放了我！我以后保证离你们远远的，求求你们放了我吧！那就把你知道的全都说出来。我就是骗您的，夏大人，我根本就不懂阵法，就是骗您钱的。说实话。我说的就是实话，我其实就是好吃懒做，所以当了和尚，骗吃骗喝的。是何人指使你来骗本官？没有人指使，我就是想傍上西北府最大的官，想混上好日子过。只见乌鸦呀手里捏着一只肥胖的毛毛虫，嬉笑着往他脸上凑。我的胖毛毛，他说喜欢你。胖毛毛最喜欢说谎的小孩了。说谎的大人他也喜欢，最喜欢的是说谎的秃驴。你拿开呀！求求我！大叔，多好看的小虫虫啊，你不喜欢吗？我喜欢你个鬼！小妹妹她喜欢鬼。我的胖毛毛美丽又妖娆，多好呀！你确定你喜欢鬼？鬼！我喜欢鬼，行了吧？他真的喜欢鬼，我这里就有3个，给他玩玩吧。
说罢，他将毛毛虫装进衣兜，顺手掏了一下，扯出一块玉佩。虚妄一见的玉佩，眼都直了。我的玉佩怎么会在你那儿？这是我在那边墙角捡到的，就是我的。这明明是我的。你说这是你的，那你就答应一声，他会答应吗？你叫他一声，他会答应吗？我叫他，他会答应。哼，他要是会答应，我倒着吃屎。哦，三哥哥，有人要倒着吃屎了。他这是上馆子吃屎，真的好吗？天上人间头一回见啊，把我都给整不坏了。啊！要是让狐狸精知道了，他会八卦3天3夜不吃不睡的。是，那小妹就让她践行诺言吧。玉佩啊玉佩，你说你是不是我的？是，都是你的。玉佩里传来一道稚嫩的不耐烦的声音。哇，咔，和尚，你倒着吃屎吧！你不可能，你作弊！七公子，这是真的。天机不可泄露。这，好玩的，给我看看。虚妄大师，他说玉佩会答应，他就倒着吃屎。可是他嘴巴子掉了，吃不了东西，要先搓上才能吃。你要是敢装晕，我就把你放进茅坑里泡着，泡到嘴巴这里。你想想，粪坑里味道是不是很鲜美？里面的蛆虫有没有胖毛毛快？胖毛毛只有1条，那蛆虫可能有1万条，也许2万条。爬呀，你还不能张嘴，一张嘴，它们就钻进你的嘴里。好几道干呕声传来，尤其是虚妄，歪头呕的脸都涨得青紫。你要用眼神杀死我吗？我好害怕哦。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否则就如我小妹说的那样处罚你。夏大人，我求您给我用刑吧。好了，别打，上家吧，怎么都行。我们是文明人，讲究动口不动手的。虚妄猛地看向乌鸦鸦，瘪着嘴，心里无限憋屈。文明人，去他娘的文明人！你也好意思说自己是文明人？是文明人的话，谁他妈的拒绝不离分子？你就老实说了呗，非得在心里温习我说过的话。再说，吃屎不是你先提出来的吗？你是大人了，要说话算数。我全说。1年前，我师父让我下山历练，我下山不久，便有人出高价，请我出手布个阵。岂有此理！那个人是谁？我不知道，他每次与我会面都包裹得很严实，甚至声音都做过伪装。不过你们可以通过接受金元内人的生辰八字去查，一定会查到的。我都说了，你们给我个痛快吧。徐林他们跟你是一伙的吧？对，我差点忘了这事。那3个和尚在狱中被灭口，是不是你干的？不是，他们是我三师叔的弟子，为何跑来西北府保驾乡试学子？这个我真的不知道。我师父与我三师叔之间有些不和，平时不允我们交往太多。夏大人，先将他关起来吧，他说不定还有用，最好关在下府，莫再被人灭口。夏有德看着被押走的虚妄，叹道：都说厦门是慈悲之地，人们对慧觉寺更是兴奋有加，没想到啊，七公子，那个西元镇吸走了我孙子们的精元，这可如何是好？夏大人稍安勿躁，西元镇被毁，之前吸走的精元自然还回来了。哦呵，三哥哥的
掐算如此精准了，都算出被吸走的精娘回来了。虽然是我施法给追回的，但回来了就是回来了。哦，好啊，那就好，那就好。你还会方术？呵呵，略懂一二，还请夏大人为我保密。保密，保密，一定保密。还多亏七公子和令妹揭穿那些和尚的假面目，不然我家子孙后代可就遭殃了。8个孙子的精元都被吸走，也不知是哪个黑心烂肠子的，竟然想出如此阴招对付我夏有德。若是让我知道，我定用法律整死他。乌鸦鸦的肚子开始唱空成夜，打断了二人对话。他不好意思地捂上小肚子，羞涩地低下了头。哎呀，哈哈哈哈哈！丫丫饿了呀，你还没有吃早膳呢，快，咱们小丫丫要去吃早膳喽。七公子，人都有秘密，我看得出来，您小妹不一般，您学方术是为她遮掩吧？哎，七公子，您放心，咱是自己人嘛，我一定会保密的。不过您以后可要注意点，莫要让您小妹亲力亲为，那样容易暴露。不是所有人都像我这般讲究，她还这么小，咱得好好保护她，是吧？谢谢夏大人，这不是也没拿您当外人吗？那是，咱不是外人。夏大人，您府中还有一阴邪之物必须除去，否则将影响你子孙的运势。七公子，您说我府上还有阴损之物？陶林晓严肃地点了点头。那在哪里？七公子，您就是我夏有德的大贵人，您可一定要帮我。据我所知，夏大人可是出了名的不信鬼神之人啊。那是以前，自从我大孙出生后，我总觉得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压制着我家。其实这么多年来，我也暗中找过能人异士破过局，只是未见成效。这不还被那个虚什么万的给骗了，差点搭上我8个大孙子。七公子，那和尚不是交代了背后之人的生辰八字，您能不能掐算一下，看看到底是哪个王八蛋干的？根据生辰八字掐算，他倒是也行，只是还没能达到算出对方是何人在何处的水平。那个七公子，您要是为难就不用算了，我相信这事肯定会水落石出的。夏大人，既然有那个背后之人的生辰八字，也不是不能算，只是目前当务之急是先寻到那阴损之物处理掉。对，七公子言之有理，那有请七。等等我也要去看看。啊，等，必须的。乌鸦鸦吃饱喝足后，便一路蹦蹦哒哒地跟着夏有德和陶林晓开启寻宝之旅。一行人走走停停，直到来到夏府的小佛堂。老夫人，大爷过来了。有德过来干什么？这个时辰，他不是应该在前衙？大老爷带了一位俊俏的公子过来。老夫人，奴还没来得及跟您说呢。昨天咱们府上来了2位小客人，一位是当时大儒关门弟子七公子，另一位是七公子的小妹。听翠花说，那小娃娃长得可俊了，像观音座下仙童一样。小少爷们可喜欢跟他玩了。今儿个一早，小少爷们起床后比以往精神了许多。那小娃娃抱小少爷们。真的吗？小少爷跟他们玩了之后，今天就精神了。真的，我刚才就是要亲自去看看，没想到在院门口碰上了大老爷，这不就先进来给你报个信儿。见过夏老夫人。哎，不用多礼，不用多礼。母亲，这位是文大儒的关门弟子七公子。文大儒的关门弟子啊，
果然是人中龙凤。七公子，我们在哪里见过吗？回老夫人，小子祖籍灵山县陶家庄人士，总共来府城不过5次，不可能与您见过的。哦，祖籍是灵山县陶家庄的啊！哎呀，是我老糊涂了。你们这是要做什么呢？我们在寻宝。对，我们在寻宝。哎呦呦，这是哪家的小女娃？长得可真俊，白白胖胖的，太可爱了。来，快让太奶奶抱抱，让我抱抱。太奶奶好，我叫乌丫丫，是我爹我娘家的泥娃娃。小丫丫啊，你怎么能这么可爱？太奶奶，我太喜欢你了。太奶奶，您起来吧，蹲久了腿会麻的。好好，哎呀，姑娘就是比小子贴心。小丫丫要来寻宝，正好，太奶奶这里真的有一个宝物要给你。走，咱们到花厅去。不行哦，太奶奶，我们要寻的那个宝物就在这里啊。母亲，您先跟容嬷嬷去休息一会儿，我们进去看看就出来。这我不累呀，今天见了小丫丫，我很高兴，一高兴就一点都不累了。那您去看看您媳妇儿和孙媳妇儿们都在干什么，他们需要您坐镇啊。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想把我支走？我偏不走。哈哈哈哈！母亲，瞧您说的，这不是人太多，我怕您磕着碰着吧。少来！你从小到大尾巴一撅，我就知道你要往哪边去。母亲，有贵客的，您给儿子留点面子。那你别支走我。好，好，好，一会儿有什么事儿，母亲大人别太激动就成。我是那稳不住的人吗？不是，不是，母亲是我们夏家的定海神针。那是，没有我，这个家得散。夏家的小子们被挡在了佛堂外，进来佛堂的只有夏老夫人主仆、桃林小兄妹和夏有德。桃林小收起罗盘，点了一炷香，郑重地跪地磕了3个头，而后奉上香火。天地自然，晦气分散，洞中玄虚，晃朗太元，八方威神，使我自然，灵宝福命，普告9天，乾罗达那，洞罡太玄，斩妖伏邪，杀鬼万千。观音菩萨，弟子多有得罪了。哎，这娘，您稍安勿躁。三哥哥，你看你看，好凉啊，真是好东西啊，去掉阴煞之气，简直就是万里挑一的卜卦神器。待我好好收拾一番，送给三哥哥，到时候三哥哥定会如虎添翼，叔叔一日千里。哎呦，我的老天，怎么这么凉？要不然我为何会将铜钱丢到桌上？那他为何没事？我小妹是女娃娃，女为阴，自然不怕。真的吗？那我试试。老嬷嬷，这是我的。嬷嬷不是要抢你铜钱，我就是看看。那不行，我的。好好，你的，嬷嬷不看了，行吧？这个可以。不经意回了一下身，发现夏老夫人脸色苍白地倚在墙上，身体摇摇欲坠，眼看着就要倒下。母亲，您怎么了？老夫人。儿啊，你告诉为娘，这是怎么回事啊？母亲，这件事情不是1、2句话就能说清的，咱们出去慢慢说吧。儿啊，你告诉娘，是不是那尊观音像有问题？母亲，您不要激动，现在所有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接下来
您听儿子慢慢说。解决了就好，解决了就好。你慢慢说，一点不落的说，我受得住。说。是，母亲，是这样的。夏有德把送子观音一事和翠柏院被不惜元镇的事情原原本本地讲了出来。这尊送子观音虽然藏有极阴之物，但自从来到我们家，的确是改变了我夏家世代单传的运势。夏大人，这尊玉观音中那3枚铜钱出自古墓中的陪葬之物，若仅是如此也就罢了，只会影响夏家人的身体和运势。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在这3枚铜钱中还滋养了3个小鬼，不，确切地说是3个英灵王。他们的任务就是每天晚上去勾人的魂魄出来玩。如果我没算错的话，夏家3位叔叔一直陪他们玩到夏大人您的第1个孙子出生，现在是您的8个孙子每天晚上在陪他们玩，直到下一代人降生才会延续到下一代人身上。你们想想，一个人的魂魄晚上便离体被迫陪玩，第2日醒来如何能有精神呢？我知道了，我知道了，那个女人她好狠的心，给了我希望，却又让我绝望。我的3个孙子，8个小重孙啊，是不是就这么被毁了？母亲，您不要难过。姬公子说这些局破解了之后，您的孙子、重孙都没事，没事的。老夫人莫慌，既然邪术已除，他们定会无事的。对，我师父可是神仙。真的。兄妹2人动作一致的点头。陶林晓心想，邪术已除，即使小妹不出手，夏家以后也会慢慢好起来的。乌鸦呀则在心里整活开了。我有万能的生息丹，生病了可以吃，断腿了可以吃，快死了也可以吃。西西就是不知道脑子不好使，吃了能不能好？不过他们只是被小鬼拖着玩累了，并不是真正的愚笨。生息丹应该能起点作用吧？管它好不好使，反正吃不死人。那要怎么办才能让他们恢复？我这……夏老夫人，此事待我小妹请教过她师傅之后，再给你们答复。应该的，应该的。母亲，您之前说的那个女人是谁呀？还能有谁？儿啊，你是真不记得这尊送子观音是谁送的了？不记得了。这是你大婚那天，你的好堂姨母送给你的新婚贺礼呀。哪个堂姨母？还能是哪个？就是那个成天争强好胜、自持身份高贵的佘明梅。是她呀，白头夫人。就是她，这尊玉观音就是她送的。她说那是她3口9拜辛苦求来的，保证能给你开枝散叶。事实也真是如此，从你这一代打破了我们夏家代代单传的局面。我以为他终于办了件好事儿，没想到啊，没想到。白侯府的白，是我看到那个府的白吗？都怪我认字太少了。我看到那个府的白，究竟是不是白侯府的白呀？母亲，您不要难过了，好歹咱们现在发现真相了，总好过一直蒙在鼓里。俗话说得好，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话是这么说，可我恨啊！
我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他的事儿，他为什么这么害我？这么多年来，我听着我的孙儿们被别人说愚笨、骂木讷的时候，你知道我的心有多痛吗？每当听到别人说是因为我太强硬放了自家子孙时，我恨不得去死啊！当年你父亲走了之后，那些外戚对夏家虎视眈眈，你祖母身体又不好，你才13岁。如果我不强硬地扛下一切，那我们夏家就没了呀！我容易吗？我与他无冤无仇，他为什么要如此算计于我？30多年了，我日日生活在无尽的煎熬中，那滋味，那滋……唉，这也太不容易了。他奶奶，哎，从今天开始，你们夏家转运了。您看，紫气东来。他反手指向房门，见众人不明所以地看着他，转头看去，他小胖手一收，不好意思地搓了2把。嘿嘿，我忘了你们看不见的。小丫丫啊，那你能看到吗？我当然能，他还小，没退鬼眼，能看到常人看不到的东西。啊，对，我没有退鬼眼，下能看到鬼，上能看到神，所以我师父收我当徒弟，我师父是神仙。下能看到鬼，上能看到神，小丫丫你可真有意思。哎，这就对了嘛，有好事大笑养生，心情更舒畅；有坏事大笑养生，霉运被赶跑；有事没事大笑养生，身体健康，好运滚滚来。花厅里的人都被他逗笑了，回头想想，可不就是这么回事。小丫丫，这是怎么了？有什么难事吗？说出来我帮你啊。分明是你有难事，你帮我干嘛？你要死了，还是帮帮你自己吧。陶林晓垂着的眸子微微颤了颤。是啊，他们接近夏大人的目的就是助他躲过死劫，破西元阵解邪术，只是顺道而为。哦，对了，我这儿有样好东西送给你。哦，什么好东西？这是昨天在衙门那个院子西北角捡到的，是不是您丢的呀？还给你。小丫丫呀，这玉佩不是我的呀，我也没听说过衙门谁丢了玉佩，成色这么好的玉佩，如果有人丢了，肯定会找的。既然没人找，你捡到了，就是你的了。不，我娘说好孩子不能随便要别人东西。这么次的玉佩还成色好，我才不要呢。这块玉佩比西元镇那4块差远了，不在一个档次上。可千万别给我，我嫌占地方。况且这玉佩还有大用呢。哎，夏伯伯怎么能算是别人？我分明是自己人，给你就拿着，别客气。夏大人、夏伯伯，这个我真不能要，说不定丢玉佩的人很着急呢。您不如贴一张失物招领，说不定就有人来认领呢。小丫丫言之有理，下午我就找人先让告示贴出去。丢了玉佩的人肯定很着急，夏伯伯，您只要写上在哪里捡到的就行，认领的人说对玉佩的花纹才能给。小丫丫真聪明。那是，我是世界上最圆圆、最聪明的小姑娘。啊，老奴不是故意的，老奴想到了好事才笑的。没事的，老嬷嬷，您不用解释，我知道你是被我的圆润聪明所牵的，忍不住发自内心的笑。你的笑容包含着赞美，我懂的。荣氏愣住，他的笑容这么高大上吗？
这3名铜钱就不用贴失物招领了吧？送给小丫丫，你去买糖吧。啊，这个真不用，他花不出去啊。花不出去？当然花不出去，这就是风水先生开运风水起坛布阵用的。风水先生用这个？是呀，我三哥哥也有3枚。儿啊，你怎么了？母亲，我没事，就是想到了还有几件案子没办。哦，那你快去钱衙吧，府上的事儿都解决了，我也放心了，让小丫丫留下来陪陪我就好了。还有，把我的小重孙们也叫来，让他们一起陪陪我。好，好，母亲只要想开了就好。翌日，夏有德刚到衙署，便有属下来报，说是又有人来认领玉佩。张爷，你可知这玉佩是在何处捡到的？启禀大人，告示上写得很明白，是在您的衙署院子的西北角寻得。你并非府衙当差人员，为何会将玉佩掉落在此处啊？回大人，小人的家传玉佩不知何时丢了，便寻不到啊。今天小人听闻大人您张贴了失物招领告示，招领的便是1枚玉佩。小人忽然想起2个月前曾随刺史大人来过大人您这里，便想来碰碰运气，看看是不是小人丢的那1枚。说的合情合理，只是你虽赴刺史来我这里，为何在院子里随意走动？什么？你不在院子里随便走动，玉佩怎么会掉在犄角旮旯里？小人当时有些尿急，趁侍卫不注意，去那西北角方便过。也说得过去。那你的玉佩是什么纹饰？玉佩的一面是祥云纹，另一面是云追月，在云追月这一面的一角刻了一个云字儿。夏有德闻言立即端正身姿，正主终于来了。躲在屏风后的陶林晓悄悄从袖袋取出乌鸦鸦昨天塞给的符篆，刺破手指往符篆上抹了一滴血。符篆突然化为一缕薄的几乎看不到的烟雾，按陶凌云的心意，悄声无息地飞到张仪身上，之后销声匿迹。哎呀，你说的对，都对。真没想到这块玉佩竟然是你的。虽然你在我的衙署随便尿尿实属不文明之举，但这是你家的祖传玉佩，本官不是那斤斤计较之人。你在这里签个字，然后把玉佩领走吧。哎呀，真没想到啊，丢了那么久的玉佩还能找到。夏大人啊，您可真是青天大老爷呀，谢谢您，谢谢您。张仪千恩万谢地往外走，走到房门口的时候，夏有德的声音再次响起：我瞧着你这玉佩的图案是云追月，保不齐是你哪一家祖宗的定亲新物，你可要看仔细了。这样的家传玉佩最好不要带在身上，放在家里藏着更妥当。晚上，陶林晓回来后，不待乌鸦鸦询问，就主动说道：小妹，真叫你说对了，昨天全是冒领的，今天来了个真认领的，追踪符已经用上了，估计很快就能知道这玉佩的主人是谁了。其实那块玉佩上还残留了虚妄的气息。昨天虚妄没有交代这事儿，你为何不接着追问了？我忘了嘛。忘了？我可是询问你他交代完了没有，你说他交代完了呀。三哥哥什么时候问过我？嘿嘿，我人还这么小，脑袋也小小的，记不下太多的事。好吧，你小你有理，行了吧。
三哥哥，我是不是还没有告诉你夏大人衙署院子里那个镇叫什么？你才想起这事儿吗？那个镇叫三绝镇，绝气、绝息、绝脉。唉，真不知道夏大人是招了什么邪了。前有官场小人对付他，后有不良亲戚对付他的子孙，这倒霉悲催的命啊，是不是他前世刨了人家的祖坟呢？刨人祖坟倒未必，从祖上就被人诅咒是真的，而且每逢起色便招阴损。每逢起色便招阴损，此话怎讲？三哥哥这么聪明，不懂吗？你呀，小调皮鬼，你非要让三哥哥说出自己的猜测，到时候猜错了丢丢人是吧？也许是对的呢。好吧，我说，既然你说他们家从祖上就遭受了诅咒，可能与夏家人历代为官有关。夏家人刚正不阿，守正不移，这样的人就会受到百姓爱戴，但也容易得罪人，会遭小人嫉恨。你看夏大人家代代单传，起咒之人可能是想让夏家每一代人都在提心吊胆中生活，因为担着有可能就断了。到了夏大人这一代，突然冒出一个人对夏家用了邪术，导致夏家这一代打破了世代单传的诅咒。但是起咒之人可能也想到会破咒，肯定会有后手，这个后手就是每逢起色必招阴损。看样子三哥是说对了。哇，三哥哥真聪明，可不就是这么回事。这个诅咒能破吗？这个挺复杂的，要找到根源。世人皆知夏家世代单传，这说明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如果想要破除诅咒，要从他们的祖宅、祖坟等地方入手查找，反正就是很麻烦，先把眼前的事解决了吧。诅咒不破，眼前的事情能解决吗？没事的，我这里有避咒符，能遮蔽1年诅咒，只要我们在1年内帮夏家破除诅咒，不就好啦？小妹，我好像感觉到了什么。这么长时间没有动静，我还以为追踪符在凡人界没用呢。三哥哥，含息而坐，双目闭合，平心静气，心绪放空，顺着你能感应到的牵引仔细感受。不大一会儿，他眼前出现一抹朦胧的画面，室友说话声断断续续传入耳中。好在来客栈2楼的天字房里。就这么点事儿，值得狄大人大费周章拐弯抹角的从我这里要人去认领？福刺史，你来的时候确定没有人跟踪？呀，狄大人，你也太小心了吧，夏有德能有那么多弯弯肚子？我总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夏有德这告示出的蹊跷。蹊跷什么呀？告示上明明白白写了捡到玉佩的地点，这难道不蹊跷吗？这也就算了，既然玉佩是在他的衙署院子捡到的，难道不应该是衙府的人丢的吗？可是他却将告示贴在了大街上，这不蹊跷吗？这有什么呢？万一是谁捏着玉佩玩，不小心扔到墙角里呢？你用脚趾头想想，有这个可能吗？那你说他是什么意思呀？我猜不透，反正他不怀好意。一块玉佩，他能不怀什么好意呢？无非是想知道究竟是什么人的玉佩丢在他衙署的院子里，想知道那人到他衙署西北角墙根去干嘛呢？哼，张仪找的借口就挺不错的，去尿尿。虚妄不见了，已经1天1夜不见踪迹。他呀，不见就不见了呗，说不定包着他的秃瓢到那儿骗小媳妇去了，他又不是没干过。他在夏有德府上布了一个阵法。哦，他总是神神叨叨的净搞些狗屁倒灶的玩意儿，真不知道上面要他有何用。我知道你不信，但你真的一点都不好奇是什么阵吗？我需要好奇吗？
我现在只好奇夏有德每一天的动向，抽空给他使使绊子就好了。虚妄给夏府布的这个阵，名叫西元阵。此阵能从夏有德8个孙子身上吸取精元，转换给京城那位的嫡长孙。本来我也是不相信的，但我确实看到了成效。听说那位嫡长孙在这半年来连连被国子监祭酒夸赞，说他大器晚成，聪慧逆天。真的？真的，那人的传信里须提到过。西元阵真这么神奇？就是这么神奇。据说他近日过目不忘，你记不记得夏有德他就是过目不忘的。如果你说的是真的，那这个西元阵他是不是哎呀，怎么怕了？完了，你已经在这条船上了。这事是让人搞的？不是，是常年卧病在床那位搞的，后宅隐私而已。果然最毒妇人心呐，都是一家出的妹妹，还真是下得了手啊。所以那位见了成效之后，让虚妄动手给夏有德的衙署也布了一个阵法。什么阵？3绝阵。这个阵开启之后，3年内常在阵中的人便会气绝、息绝、脉绝。然后呢？傅大人，傅大刺史，我发现你真是天真。3绝，气、息、脉都绝了，你说呢？死了？这是邪术啊，邪术啊！一旦被发现9株株连，你们怎么敢呢？哼，这就吓到了。所以你是不是要告诉我，你要认领的这个玉佩与那邪阵有关？是，徐望从我这里要去这枚玉佩做了阵法。怎么那么不小心呢？做针眼的玉佩不埋得深点，还让人捡到了，这不是自寻死路吗你？没事儿，说不定夏有德并不知道这东西是做什么用的呢。你那是什么眼神？徐望说，阵不破，玉不显，就算放在你面前，你也看不到玉佩的存在。阵不破，玉不显，阵被破了。翟青勇点了点头，他连一个字都不想再跟这傻子多说。是谁破的阵呢？我怎么知道是谁破的？要是知道的话，就不用在这里提心吊胆了。你是西北府的同知，西北府来了这样的厉害人物，你会不知道？你还是西北府的刺史呢，你不是也不知道？我怎么可能知道啊？啊？你就没有怀疑的人？我只知道，当今世上只有慧觉寺保存着一本上古奇阵录，这本上古奇阵录密不外传，只有慧觉寺方丈及其亲传弟子才有资格研习。据说慧觉寺当前阵法最厉害的人，当属方丈方远大师的首席大弟子明悟。明悟大师他难道是慧觉寺的人起内讧，互相拆台？我的意思是，破这阵的人是不是也是慧觉寺的人啊？翟青勇皱起眉头，傅怀年怀疑的不无道理。可是那人不是说得到慧觉寺的支持了吗？难道真的是慧觉寺内的人不和？玉佩现身了，说明阵已经破了。陶李晓缓缓地睁开了眼睛。三哥哥，你是什么时辰开始用追踪符的？你刚刚看到了什么？昨天未时，有人前来认领玉佩，我启用了追踪符，之后就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牵制。刚才感应到追踪符异动之后，我看到了玉佩的真正主人，此人正是狄青勇。就是九耳哥哥那天跟在夏大人身后的那个人吗？就是他。
果然是他，他就是个大坏蛋。没错，小妹说的对，他就是个大坏蛋。不过，他现在在明，我们在暗，这一点是对我们有利的。夏有德在得知那玉佩真正的主人是翟清勇时，眼神闪了闪。夏大人，您对他了解多少啊？我对他了解不多，共事1年。他中规中矩，凡事不爱出头，倒是傅怀年处处跟我作对，凡事都爱和我找茬，悄悄破布。这两人表面上看，平时交往并不多，见面除了公事，基本就剩点头之交。有时候，翟清勇还会站在我的立场上去怼傅怀年。没想到他们两个竟然是一伙的。他们说那人就是白猴。陶林晓点头，现在看来乌鸦鸦心声里的那个白应该就是白侯府的白吧。夏大人，您与白侯除了您唐姨母这方面还有其他的恩怨吗？哎，这事吧，说来话长，不过简单来说，就是夏白两家不是一路人。七公子聪慧，有些话不需要我多说。哪里？夏大人谬赞了。现在我终于知道你兄妹二人来我这儿的目的了。我们有什么目的？不就是为了答谢夏大人的救命之恩吗？夏大人见我小妹可爱，留我们住几日而已。是啊，是我喜欢你兄妹二人，非要留府上住的，行了吧？哎，昨天小丫丫说那3枚铜钱是布阵用的，那翟永清的那块玉佩究竟是干什么用的？你总不会说是布阵的人不小心丢的吧？再说翟清勇他会阵法吗？打死我也不信。七公子，你那是什么眼神？好像瞧不起我的样子。夏大人说笑了，您可是榜眼出身，我对您的敬仰犹如滔滔江水。好汉不提当年勇，快给我说说怎么回事？您衙署这院子里被设的阵法叫做3绝阵，狄青勇的那块玉佩是阵眼，幸好徐望没有把用在翠柏院的玉佩用在这里做阵眼，不然恐怕您都等不到我们来。哦，虚望让翟清勇给收买了？不是，虚望应该是白侯派来协助狄青勇的人，只是在半路弄了一出救命之恩的故事，好让人相信他们不是一伙的。昨天虚望可不是这么说的，他说收买他的人全身包裹，连声音都做了假。我以为是我那当唐姨母安排的人。真真假假呗。白侯府的老夫人只是个挡箭牌而已，不知道是白侯准备了替罪羊，还是那老夫人自诩聪明，半道借了一下东风。八成是那老太太借了一下东风，她一贯觉得自己是天下最聪明的妇人。不管怎样，夏大人最好派心腹之人暗中监视狄青勇，防患于未然。哦对了，有一天我嘴馋到城外打猎，无意中捡到了一只累死的飞奴，从他身上得到了一封信。夏贼说的是谁？陶林晓直直地盯着他，他又愣了10数息。是我？我操他妈的，这是哪个缺德玩意儿，竟敢说老子是贼！妈蛋的，要是叫老子知道谁干的，老子用律法整死他！七公子，你笑什么？没，我没笑。哼，把我当傻子呢？我看到你眼里全是笑。处置，这是要杀了我？他娘的，想除掉老子，门都没有，窗也没有。老子年轻的时候，我老娘找人给我算过，老子是属猫的，9条命，遇贵人
七公子，贵人呐，你就是我的贵人，破死局的贵人。大人，属下有急事禀报。你急三火四的，有什么急事？启禀大人，有人来报案，说是虚妄大师失踪了。你说什么？虚妄大师失踪了？什么时候的事儿？报案人是谁？回大人，报案的人是虚妄大师的邻居，说是从昨天上午去找他算卦，他就不在家了，到昨天晚上也没回家。在马大宝话音落下后，他急如星火，叫上马大宝就去了钱塘。这戏演的真像。这天夜里，套林晓在睡梦中翻了个身，迷迷糊糊中觉得床头竖着一物。啊！三哥哥是我。哇，小妹呀，你吓死我了！我反锁着门呢，你是怎么进来的呀？三哥哥，我走进来的呀。梦游了？三哥哥，我梦到吃烤飞奴肉肉啦。小妹，现在深更半夜的，飞奴肉肉可不好找啊。三哥哥去灶房看看锁了门没有，你想吃什么？飞奴肉肉。啊，那怎么办呀？现在没有啊？有的，就在上次我们吃烤飞奴的小山坡。我都梦到了飞奴肉肉，好香。小妹，你确定咱们去了能吃上烤飞奴？那我们还像上次那样飞过去？我们这次还需要折根树枝？不要，有这个。他抓着陶林晓的胳膊爬到他身上，顺手揪起床上的床单往空中一扔，床单仿佛有了生命一般徐徐展开，而后在离地面2尺高的地方悬浮着。快，三哥哥上去啊！小妹，你确定我上去之后不会把床单踩到地上？三哥哥不相信我，哼！小妹，你生气了？哎呀，都是三哥的错，是三哥哥没见识，不知道小妹有这等逆天的本事。原来我小妹这么厉害啊，会飞天，会遁地，会隐身形，凭空取物搬东西，布阵起卦画符转。我小妹怎么能这么厉害啊？三哥哥真是太自豪了。小妹，你就原谅三哥这一回吧，往后你就是说能带三哥哥上天庭，三哥哥也信。嘻嘻，原来我在三哥哥心里这样厉害。带三哥哥上天庭是不能的，但是带三哥哥飞，遁地我是不会的。怎么办？三哥哥都把我想的这样厉害了，我要不要学遁地呀？可是遁地一点也不好玩，我又不是土地公。小妹，原谅三哥哥好吗？三哥哥以后要相信我哦。相信，我就是不信自己，都相信小妹。三哥哥也要相信自己，要相信你相信我是对的。你要是不相信自己，是不是就是不相信你相信我是对的？聪明的陶林晓成功的被乌鸦鸦绕晕了。三哥相信小妹是对的。滚，飞喽！兄妹二人仰卧在床单子上，看着天上的星星，小声说着话。不大一会儿，他们便到了上次烤飞奴的小山坡。飞奴来，飞奴来！呵呵，肉肉来了！一只飞奴啊！哎，这只是不是吃的不好啊？看上去怎么这么瘦啊？他说他这一生太累了，一点也不想干这营生了，还不如死了好。我们就好心的帮帮他，让他早死早超生，下辈子投个好胎。三哥哥，你说我是不是世上最好心最善良的小姑娘？是，我们小妹是这世上最好心最善良的小姑娘了。我一直这么觉得，像我这样好心又善良的小姑娘，打着灯笼都难找。不说了，又来肉肉啦！我小妹怎么能这么可爱啊？飞奴的魂魄呐喊：“可爱个鬼！他娘的，这就是一个馋种吃货！谁说我不想活了？”不大一会儿，乌鸦鸦又蹦跶回来了，手里照样提着一只信鸽。三哥哥，
我们在这里烤还是回去烤？小妹，要不咱们回去烤？好吧，就在我们的院子里烤着吃。二人原路返回。三哥哥，我们要开始烤飞奴了吗？是啊，小妹，来吧。不大一会儿，烤鸽子的香气弥漫开来，越过客院的墙头，越传越远。正在附近巡逻的一队护卫就首当其冲，率先闻到了香味儿。头儿，那2位贵客在干什么呀？这香味儿能把人馋死。你看不到吗？有火光，有烟雾，还有香味儿。这俩贵客在烤肉吃呢。嚯，这半宿拉夜的起来吃烤肉，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呀？难道是府上没给他们送晚膳？怎么可能？傍晚的时候我看到过，灶房派了6个小厮过来给送饭呢。就是啊，大人可是把这2位当祖宗供着呢。哎呀，娘呀，这小伟简直馋死人了！哎呀，这烤个肉咋能烤得这么香啊？哎，你们说，他们从哪儿弄的肉？也是，也没见过谁去灶房呀。再说这个时辰，这灶房不早锁门了？他们不会烤的是老鼠肉吧？嘿，张三，你可真敢想！老鼠肉，本衙才不吃那丑不拉几的东西。狐狸精说一点也不好吃，不如吃鸡。啊，不会是那位公子把他小妹妹烤了吃吧？那个小娃娃白白嫩嫩的，看上去就很好吃的样子。王麻子，你要死啊你！你脑袋里成天装了些什么东西啊？哎，你别打我呀！我听我娘说，我姥姥的姥姥那时候在逃荒的路上就见过有人吃小娃娃。切，那是前朝的事儿了。现在咱们大远国那可是天下最富有的国家。就是，早就没有人吃人的事儿了。三哥哥，他们说的是不是真的？白白嫩嫩的小娃娃会被吃掉？陶林晓看着他在几息间便把自己的脸抹得乌漆麻黑，震惊的久久回不过神来。三哥哥，我不白白嫩嫩了，看上去不好吃了吧？完了，头儿，咱们背后说人小话，可能被听到了。你们后面说的声音越来越大，除非是个聋子，是个人都能听到，好吧？啊，这怎么办呀？我怎么知道？要不咱们去道个歉吧？哎呦，我的个娘啊！夏飞大叫一声，往后跳去。大哥哥，你们怎么啦？鬼呀！慧大哥，这是我小妹妹，她在敷面膜做美容。小姐已经很漂亮了呀。夏飞直勾勾地盯着乌鸦呀，眼神变幻不定。乌鸦呀见状，心有余悸地拍拍胸口。他怎么一直盯着我？不会想吃我？又见我乌漆嘛黑下不了口吧？呀！幸亏我机灵，当机立断把脸抹黑了，看上去不再白白嫩嫩了。哎呦，妖兽哟！像我这么圆润白嫩漂亮的小姑娘，以后出门一定要小心了。以后要多练这些符箓毒弹防身。虽然我有灵力，数把牛逼，但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啊。三哥哥，让人糊呀！还好，只糊了一点点。什么味道这么香？香得让人都睡不着觉。这时，夏有德的声音传来：咦，怎么这么多人？那个谁，你干啥蹲在墙根瑟瑟发抖？是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儿？大人，我夏飞，你们在干什么呢？大人，我们就是被香味馋进来的。夏大人，我有点饿了，那个什么……
饿了，是不是晚上没吃好？夏妃，快去通知厨子，给七公子准备夜宵。哎呦，我的娘哎，这是个什么东西？谢大人，我是讨小人啊，我不是个东西。小丫丫，你这笑死夏伯伯了。我在敷面美容呢。夏大人，您过来有什么事吗？这不都怪你，没事半夜烤什么肉，香味儿怕是要传出3里地了。我这不闻着香味而来了，快说说，你们烤的这什么肉？真香。我们烤的小鸡崽子。哪儿来的小鸡崽子？看上去不像小鸡崽子。小丫丫，你骗我呢吧？你们在烤飞奴吧？看，这是飞奴的羽毛。夏大人明察秋毫。哇，被您发现了呀！别装了，一点都不像。告诉你，我这叫姜，还是老的了。说吧，你们从哪儿搞的飞奴？胡丫丫指指着天，指指着地，又指指墙。夏有德看得一头雾水。你这是什么意思？他在天上咻咻飞，飞累了要落下来歇息歇息，落得太快了，砰的撞在墙上，撞死了。夏有德听得一言难尽，心道：半夜3更黑灯瞎火，正好有2只鸽子飞累了撞在客院的墙上，撞死了。我信你个鬼！你兄妹2人没一个省油的灯。最后夏有德分到1条腿1只翅膀。之后夏有德得到了2个小主管。看了里面传信的内容后，夏有德恨恨地想，他娘的，飞奴肉太好吃了，以后他空闲时也去搞几只吃吃。让夏有德恨得咬牙切齿的是小主管里面的纸条，一张纸条上写着事成否速回，另一张纸条上写着望失踪侦破判负。您看看，我这是多招人恨呐！七公子，您还笑，我这就要被人密谋给干掉了。这不是还没干掉吗？对方2封信都没有收到。嗨，你给人截了2封信了，人家会没个警醒，用不了2天，定会知道是飞奴出了问题。大人，您还是回去休息吧，有些事儿说不定睡一觉就有解决的办法了。哎呀，有没有办法都无所谓哟，反正我这条老命也不值钱。夏大人是不是忘了我2哥哥的事啊？你2哥不是被救回来了，可那几个和尚被灭口了。确切的说，是我们怀疑他们被灭口了。实际性的证据只有你兄弟的证词，这在律法上不作为证。而对方死无对证，死因目前尚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是他杀，其他证人证物尚未出现。办案子需要讲究人证物证，律法是律法，情是情，你要分清楚。夏大人果然公正严谨，不过有一件事您大概不知道。什么事儿？有些事本来不打算对外说的。此次在您府上小住，只为报答您对我2哥哥的救命之恩，我们愿为您铲除奸佞。可是在了解您身上发生的事情之后，我发现我们似乎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七公子，您有什么事尽管说，只要我能办到的，我一定帮您。况且您刚不是还说咱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吗？这2天我分析了一下，我们的对手即使不是同一个人，也是一伙的，所以
有关他们家的一些事情，夏大人您有必要深入了解一下，也许我们可以联手。随后默默地从袖袋掏出3个小主管递给夏有德。目标1是谁？小丫丫。丫丫这么小，碍着谁了？灵山白家您知道吧？大约是因为我们小妹子出生破了他们的局吧。岂有此理！那目标2、目标3都是谁？我二哥和我大哥。这事说来话长。陶灵晓声音低低地讲述着自家的故事，夏有德听得目眦欲裂。他为官30年，办案无数，像这样忘恩负义的人还是头一次见过。七公子，我先回去了，这事儿咱们明天接着议。第二天一大早，三哥哥，你咋睡我床上了？小妹，你仔细看看，这是哪里啊？三哥哥，我是不是梦游了？我还梦到我们去抓了飞奴烤肉肉吃。后来那2只被吃掉的飞奴魂魄一个劲的硝烟，围着我叭叭叭吵个不停。我说给他们俩立个毛观众，不，起个坟立个碑，他俩才消停。三哥哥，做梦都是反的吧？我在睡大觉呢，怎么可能去抓他们还吃掉？小妹，昨天晚上去抓飞奴是真的，我们烤的吃了也是真的。什么？不可能！我们什么时候抓的？昨夜子时，城南小山坡，我们是坐着床单飞上去的。我那不是做梦吗？不是做梦。完蛋呀！我妈上次吃了也就吃了，再吃就误事了。小妹，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我们吃1次就行了，吃2次就误事了呀。那怎么办呀？我们又吐不出来了。吐不出来，吐不出来，谁说吐不出来了？小妹，你的意思不是真的要吐出来吧？那不能，肉肉在肚子里都变成大粪了。那你要怎么办呀？三哥哥，你在想什么？看上去像吃了屎一样。我没有想什么。不可能！你皱起的眉毛，闪烁的眼神，鸣紧的嘴巴，都在告诉我，你想到了可怕的事情。真没想什么，小妹，你眼花了。不信你再看看。难道是昨晚梦里那2只被飞奴吵得没睡好，我眼花了？还有三哥哥，我的鞋线呢？昨晚怕你给踩了，就放在床下边了。那我为什么要睡在三哥哥的房间里呢？是你自己要在这里陪夏大人说话，结果还没说2句你就睡着了。乌鸦鸦仔细想了想，好像有这么回事。夏大人还分走了1条飞奴腿和1只飞奴翅膀，呵，真是的，都大人了，还馋嘴馋到半宿拉夜隔着院子过来蹭小人的吃食。陶林晓听得心底发笑，只是想到被吃掉的飞奴，心里又惆怅起来。小妹说的对，飞奴吃1次叫偶然，吃2次显然就破坏对方的联系网了。等等，大哥哥，这些我要了。乌鸦鸦指着小厮刚扫成一堆的羽毛和骨头对小厮说：小姐，您别动，您要哪根雀毛，小的给您剪。不要动，我自己来就好了。啊，这些有点脏啊。大哥哥，这个院子先不用扫了，明天再扫吧。七公子，您看这……让他玩吧，玩够了就不玩了。真没见过哪家宠孩子宠成这样的。这边，乌鸦鸦小心翼翼地将鸽子骨头摆出了形状，而后开始往上摆羽毛。陶林晓学着他的样子，一边帮着摆，一边问：小妹，这有什么用啊？吃掉了就回不来了，我不得弄个假的给送过去吗？假的？三哥哥，文大鱼还教过你变脸吗？没有啊，小妹也学会打趣三哥了，调皮啊你。三哥哥手脏。好吧，
确实挺脏的。那小妹，你说的这个假的要怎么做呀？三哥哥甭管了，你只管去把昨天那2个小主管要回来就行。小妹，三哥哥有个问题一直也没想通。一直想不通的问题，他有可能就是不通啊。三哥哥老去想他干嘛，不累吗？有什么问题？小妹，你说上次抓的飞奴中有3只带信的，都是对付咱家的。传信的人用1只飞奴传信就行了吧？为什么要传3只啊？三哥哥，他们是不是知道我想吃飞奴热热，所以多派来2只？三哥哥，我是个人。陶林晓脚下一绊，瞬间又恢复从容。可能，也许，大概，确实是他想多了。他总觉得他小妹是万能的，会方外之术，懂相术风水，能制服炼丹。其实，小妹也是世间之人呐，也要遵循天道规则。幸好吃飞奴秃了飞奴骨头，羽毛也算齐整。接下来我就让你俩好好扎吧扎吧。他小胖手一抓，躲在墙缝里的2只飞奴鬼被他抓在手里。小神尊，饶命饶命！我们错了，我们不敢了。我看你们敢得很，竟敢扰我清梦。我们只是恰巧进入你的梦里，要怪就怪您三哥和那老头半夜3更无聊的叭叭叭的，不然我们也找不到机会呀。哼，这就是认错的态度，还找机会，我让你们找机会。乌压压的小胖手一松一紧，拿捏的2只飞奴鬼嗷嗷叫。哎呀，不敢了，再也不敢了！别让我们见光呀！受不了！受不了就说实话，为何不去投胎？投胎还是只鸟，我们受够了。你俩说，当鸟儿快不快乐？快了，我们很快乐，可以自由自在的飞翔。听到没？他们说很快乐，你们还不说实话吗？说，我们去过地府、秦署衙门，他们不收我们，把我们赶回来了。为啥赶你们回来呀？他们说我们谎话连篇，谎报死因，责令我们回来整改。谎报死因，回来整改？呼呀呀懵，现在地府衙门办事这么正规了，以前咋没听说过？不过这衙门的事他真不懂，特别是地府衙门，他又没进去过。除了听说过阎王爷和黑白2仙，其他的官员、官职、岗位他一概不了解。那负责登记的鸟鬼问我们是怎么死的，我们说是被小神尊烤了吃掉的。这鸟鬼非说我们是撞墙撞死的，死因对不上，不给办落户。对，鸟鬼让我们回来核对死因，不然不给落户，我们没办法才跑进你梦里的。我说你们撞墙撞死了这事，他们咋知道？小神尊，您大概还不知道吧？我应该知道什么？昨天晚上您跟三哥哥说话的那老头，他可是判官转世啊。您是小神君，他是判官转世，你们2位的话句句都被记录在册呀。对，你们的话还有单独的小本本记录，不跟我们这些普通人一个本本。不对，我们是普通鸟。嘿。我猜这么复杂吗？停，让我静静，你俩闭嘴！叽叽喳喳吵得我脑仁疼。所以昨晚我答应给你们起坟立碑，你们就消停了。2只飞奴鬼闭嘴不言。你俩几个意思？又欠收拾啦？是你让我们闭嘴的。现在可以说了。是呀，小神尊给我们起坟立碑，我们就是小神尊的人，不，鬼了。到时候那负责登记的鸟鬼还不得把我们供起来？来。哼，你俩心眼比我还多哈。不敢。哼，
你俩助纣为虐本就该死，现在有个立功赎罪的机会，你们干不干？干！俩飞奴鬼想都不想，立即应下。陶林晓去拿小主管回来时，看到那个负责打扫客院的小厮正扒在拱门外探头探脑往客院里看。你们在这里干什么？七公子，从您离开院子，小姐她就在那里咕咕嘀嘀咕咕的，她还跟墙上的2只鸟说过话，她是不是？你听到她说什么了吗？离得有些远，小姐嘀咕的声音并不大，我大多没听到。不过她跟墙头上的小鸟说话声音有些大，我听清楚了。哦，她跟小鸟说什么了？她问小鸟快不快乐。小孩子家喜欢对着花草飞鸟走兽说话，有什么不对吗？对不起，七公子，我错了，是我多心了。我是担心小姐一个人。你是好心，我知道的。好了，这里没事了，你忙去吧。小妹，我回来了。三哥哥，东西拿来了吗？你俩要听话哟，好好的把任务完成，我亲自超度送你俩进地府落户。好的。乌压压的小胖手快速地结了一个繁复的手印，步刚踏斗，嘴里念念有词：鸟王自古如灯灭，鸟死依然能复生，法力法术大无边，定叫死鸟回世间。几息之后，地上的割毛割骨仿佛有了生命，一点一点支棱了起来。陶林晓惊讶的眼睛越瞪越大，嘴张成了 U 形。起死回生术，真的有起死回生术。三哥哥，它们不好吃哦。看三哥哥嘴巴张得这么大，不会是又馋飞奴肉肉了吧？这俩玩意可不能吃，光剩羽毛和骨头啦，嘿嘿。我看到三哥哥咽口水了，果然是馋了。嘿嘿，让我算算，最近有没有吃飞奴肉肉的可能呢？陶林晓心中哼笑，到底是谁馋了呀？某人咽口水的声音隔着院墙都能听见。最近吃不到飞奴肉肉了，三哥哥没有口福啦。就在这时，他突然感觉有什么东西在扯他的裤脚，低头一看，那2只复活的鸽子正用尖尖的嘴叼着他的裤脚一拉一扯。这是干什么？干什么呀？他们这是要干嘛呀？怎么了，三哥哥？小主管取回来了吗？你俩瞅瞅，哪个是你们自己的？2只鸽子抬起小爪爪，各自按住一个小主管。乌鸦鸦分别给他们绑在翅膀下，嘿嘿一笑。大功告成，起飞！他将2只鸽子扔了出去，鸽子跌跌撞撞，在快要撞到墙头时，突然直线升高，一只往东南，一只往西北飞去。他们送到信之后会怎样？会原路返回呀。啊？他们还能用啊？不能啊，回去就死掉了。他们回去后看上去累死的，这辆飞奴鬼会顺着我下的牵引自己回到这里。城西翟府，老爷来了。老爷，那边的信来了。把信取下来吧。老爷，上面怎么说？骂咱们了吗？还是要惩罚咱们？你自己看看吧。好似我们这2次传的信他还没有收到。看来是这样的，老爷，老奴听闻前些天青州府刮过飓风，据说损失惨重啊。您说我们的飞奴会不会正好遭遇了飓风出事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我怎么没听说？老奴也是今天才刚听说的，消息才传过来，算时间正好能对上。那应该是出意外了。那3个和尚的事儿咱们怎么办呀？再传一遍吗？咦，那飞奴是怎么回事？翟民低头看了一眼，用脚轻轻踢了踢，鸽子直挺挺地躺在地上，
已经没了气息。这是怎么回事啊？刚刚还好好的呀，死了？这是累死了？看上去好像是。我们怎么跟那边交代呀？交代什么？天灾不由我们呀，只是没法再去信了，得等下次的飞奴飞过来。哎，我怎么感觉最近有些邪门，这事事不顺。老爷，您说会不会是我们动了文大儒的弟子？文大儒他报复啊？不能吧，这前后才几天时间，文大儒人在哪里都没人知道，就算他要为弟子出头，不是应该找夏有德的麻烦吗？他弟子在夏有德的治下被绑了，绑匪死了，他不应该向夏有德问罪？再说他再聪明，也不可能知道天上的飞奴和这事儿有关吧？老爷说的对，一切可能都是巧合。不过谁能想到那个姓陶的秀才竟然是文大儒的入室弟子啊？阿明，我们忘了把这个重要的消息要传给别人。老爷，您先别慌，这事跟咱们没关系啊。绑架文大儒弟子的人是那3个和尚。再说了，也许那边就是因为陶秀才是文大儒的弟子才来废了他呢。虚妄还没有信吗？没有啊，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啊。那天那信传到后，那人铁定震怒，到时候就推到虚妄身上吧，谁让他关键时刻玩失踪呢？禅民点头赞同，确实怪那个虚妄，说什么布阵高手，竟然在关键的时候被破了阵，还害得主人差点暴露。他倒是好，一个人不知道到哪里躲清闲去了。那就不要怪他们死道友不死贫道了。京城，白侯爷白德贤这半年来可谓春风得意，自己府上最近双喜临门。嫡长孙白如宝这半年来突然开窍了，可谓是过目不忘，出口成章，连国子监祭酒那个油盐不进的老东西见了他的都要夸几句，这真是祖坟冒青烟了。侯爷，什么事能让你这个管家在府外这么失态？老爷，那边来信了。就这么点小事也值得你失态？侯爷，老奴错了。起来吧，下不为例。谢侯爷。只一眼便猛地站起，啪的一掌拍在桌子上。没用的东西，这点小事都办不好。侯爷，有人送来一封信。是谁送来的？问了，对方不说，只是说事关重大，一定要交到侯爷手上。侯爷，此信来路不明，要不老奴先拆开。不用，本侯知道你是为了本侯的安危着想，不过这信没有问题，你先去忙吧，让白魁在这儿伺候就行。是。翟清勇那个蠢货把事情办砸了。侯爷，您说的那几个目标还是像？都不是，你自己看吧。虚妄失踪了，3绝阵被破了，不是说那阵法无人能破，万无一失吗？哼，就是失败了。我们压制夏有德20年，他竟然还能撑着不投诚，部下的死阵也破了。难道他真如大师说的，他是什么神明转世？不对，阿奎，你也知道我们的计划变了，给夏有德布的这个阵法现在破不破都无所谓了，我们等不到2年这么久。前些日子不是飞奴传信让翟清勇速除掉夏有德吗？还有那位大师说的那3个目标，
任务完成的如何？翟青勇也未提及，他如今只提了虚妄失踪、阵法被破一事。难道那4只飞奴尚未到翟青勇手上？这飞奴出任务，偶尔有推延也是存在的，也许他们只是推迟了罢了。会不会被人给抓了？也许遇到了恶劣天气，若是遇到太极端的天气，飞奴殒命的事也是有的。今日早朝上，青州府上折子说前段时日青州府遭遇100年不遇的飓风，难道他将这事与白魁一说？白魁立即恍然，这就对上了。侯爷，那4只飞奴8成是折在了飓风里。你如何这般肯定？属下训的飞奴任务不竭，除了觅食不停不休，他们是忠心的。遇到危险他们不会绕路吗？不能，他们只记得训练路线，不会自主择路。那还好，至少咱们的信不能落在他人手里。侯爷，那位大师究竟是何方神圣啊？他算的也不算很准吗？阿奎，有些事该你知道时你自然会知道，现在我只能告诉你，他确实有几分本事。侯爷，侯爷，大事不好了，大事不好了！去看看。白魁转身出去了，白德贤这才拿起手边的信封，抽出一张信纸，一目2行看完。他一拳捶在桌子上，呼哧呼哧地喘如老牛，岂有此理！自己低声下气地去求文长风收自己的嫡长孙为弟子，他推3阻4不说，竟然躲出了京城。原以为自己的嫡长孙变得聪慧有加，假以时日，文长风必会注意到，到时再提拜师一事，定能如愿以偿。却不想这个老东西在西北府收了2个穷小子为关门弟子，他这是在嘲弄自己呢。白魁提着死鸽子回来的时候，看到的就是双目赤红、惊疑不定、怒火滔天的白德贤。侯爷，您这是怎么了？这是怎么了？今天带信回来的飞奴也死了，看上去是劳累过度啊。阿奎，把他埋了吧，毕竟为咱们做了不少事儿，让白明去处理吧。你我出去一趟，备马车。是。主仆2人匆匆出门，在府门口见到几个小厮抬着一个人急匆匆走了进来。白德贤上前一看，被抬的人正是最近让他得意万分的嫡长孙白如宝。这是怎么回事？桃林小倒是还想再去审审那个虚妄。乌鸦鸦说，不用啦，等他自己想开了就会说的。把人关起来就能自己想通了？啊，能的，三哥哥放心吧，再过2天保证他如实交代。行，听小妹的，我们出去玩。啊，出去玩喽，三哥哥，今天我带了荷包，我请客。好啊，小金主，走吧。夫子，我们也要去。夏有德的8个孙子一窝蜂从拱门涌进院子，围着兄妹2人叽叽喳喳嚷着：哼，你们的功课写完啦？小师姑，放心吧，我明天肯定能按时交上功课的。希望你们的功课能够完成得很出色。呀，三哥哥，这笑叫皮笑肉不笑，此笑一出，谁与争锋？兄弟们，希望你们明天还笑得出来，希望你们到时候不要怀疑人生哦。没问题，那么点功课一会儿就写完了。是，我们能完成。我好久没出去玩了。我也是。停，吵死了！你们非要跟着出去也行，可要自己带好银钱，我可不管给你们买零嘴。我跟三哥哥2人出去，要是买米糕的话，1人1块，三哥哥不好意思在大街上吃，那就都是我的啦。带上你呢，要多买8块，
擦，多买8块呀，2个顶1个，2个顶1个，那就是等于4个哇！我天，我的荷包肯定会突瘪了。放心吧，小师姑，我们都自己带着呢，不会花您的钱。你们要不要把荷包收起来，放进怀里，袖带都行。这么这么亮丽的荷包，太打眼，可别让人给偷了。小师姑，没事的，我们人多，没人敢偷。就是，我们这么多人，哪个不长眼的敢偷？对，我们快点走吧。又开始了，这8大孙可真够吵的。小三哥哥，他们不听好人劝，吃亏咱不管。10个人结伴出发了。三哥哥，我要吃茯苓饼。乌丫丫掏钱买了2小包。小妹请客买的东西果然好吃啊，甜而不腻，入口即化。不对呀，三哥哥从来不在大街上吃东西啊，日头也没打西边出来呀，三哥哥才会在大街上吃东西呢，不是应该放到我的小嘴巴里吗？啊，2口就要吃完了，不行，我要快点吃。哇，果然好吃，三哥哥都幸福的笑了。在转了2条街以后，肚子都撑得鼓起来了，10人准备打道回府。这时迎面走来7、8个汉子，其中有1人像是生病了，被两边的人架着，他们低着头走得又急又快，四妹看到这边的10个人，直接撞了上来。我的荷包不见了！哎呀，我的也不见了。啊，我的也没了。桃林小闻言，这是碰上小贼了，还是团伙作案？他想也没想，拔腿追了上去。乌丫丫紧随其后，2条小短腿倒腾的那叫一个快。到了街口，左右一看，哪里还有贼的影子？不好，调虎离山。幸好夏家8孙一个没少，只是他们一拉溜站在墙根下，除了较大的几个，剩下的小的都在哭。行了，别哭了，早告诉你们，那荷包太出眼会被偷，你们不信。你是乌鸦嘴，你要是不说，我们的荷包说不定不会被偷。还下小溪是吧？你胆儿肥了，敢说你小师姑我是乌鸦嘴，欠收拾了。走，找你爹评理去。放下我，放下我！我靠，那个小奶娃有3岁吗？竟然能扛起一个7、8岁的男娃，我眼花了吧？刚刚我就是动手，你们非得等等，现在怎么办呀？娘的，谁能想到那个领头的少年反应那么快？我以为他能追着老爸不放，我们怕他做甚啊？他看起来瘦瘦弱弱的，就是个长得好看的小白脸儿，索性连他一起掳走得了。哎，老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们就要那个7、8岁的小男娃，你可别节外生枝。就是，你看不出那小白脸有2下子吗？不说他，就那个小奶娃子，你看看啊！小师姑，我错了，放下我吧，放下我吧，你不是乌鸦嘴。别动！乌鸦鸦大吼一声，夏飞玉立马熊了，乖乖被乌鸦鸦扛着。小妹，是不是有什么不对啊？乌鸦鸦没有立即回话，而是打住脚步，转身看向身后的夏家大孙们，小嘴里一一数过，1、2、3、4、5、6、7，一连数了2遍，随后大眼一瞪：“不好，三哥哥，少了一个大孙子！”哪儿少了？你肩上不是还扛了一个吗？看好你的弟弟们，我们快点回府。米糕，好吃的米糕嘞！刚出炉的米糕，甜甜糯糯，好吃不粘牙。小师姑，我要吃米糕。你听错了，他们说的是雀毛。不对，分明是米糕。老实点，他们说的是雀毛。是米糕。雀毛。米糕。雀毛。他们来了，我都闻到香味了，是米糕。夏飞鱼大声嚷道。
乌鸦呀回头看去，那一男一女身上弥漫着黑气，一看就不是好东西。夏小七今天果然招没气，他冷哼一声，嘀咕道：“哼，两个死不悔改的东西。”随后突然拔腿就跑，两人推着小推车，速度丝毫不亚于他们。看来这两人是要孤注一掷了。乌鸦鸦迅速回头往前看去，远远的看到马大宝带着捕快孙兴和王小强走过来。马大叔，马大叔，我要尿急，我要回家尿尿，麻烦你帮我去买几包米糕啊！错身的时候小声说：“买米糕的杀人了。”随后跑远了。马大哥，他们都尿急，麻烦你帮忙去买几包米糕吧，在那边就有卖的。我家侄女侄子爱吃米糕，我过去给他们买一些。哎，卖米糕的，你们这米糕怎么卖啊？哎，叫你们呢，没听见啊？哎，官爷好。来，让我看看你们的米糕怎么样。哎，怎么了？你们这米糕见不得人吗？客官，您看啊，随便看，我们就是做这买卖的。哦，那就好。来，半斤一包，给我包个10包吧。哎，好，马上。哟，你这米糕都是包好的呀，看上去是1斤1包的，像是隔壁街老王米糕铺子里的呀。啊，官爷，是这样的，我们这买卖每天走街串巷，为了方便，都是在家里切好，然后包好拿出来卖的。哎呀，你们这方法真不错，不过你们这包的都是1斤装的，遇上像我这样的，我家侄子侄女一大堆，给他们一人半斤1包，买着都手沉得慌。这不，要麻烦二位给我分开包了，半斤1包的可行吗？官爷家里可真是家之兴旺啊，我们这就给您分开包。哎呀，你这可不行，掉到笸箩外边的都沾上灰了，你再包进去，这怎么吃啊？这块米糕掉了2角，贼难看，虽然吃进肚子都是一个屎呀，但没吃前好歹得好看点吧。对，不是我为难你们呀，你看你这包的多难看呀，就像狗啃过的一样。你俩看上去还真不像做这买卖的。哎呀，这怎么还缺斤短两呢你？头，你说的不对，他一包就1斤，缺斤的话一整包就都没了。平时都是我兄弟他们出来卖的，我跟我媳妇儿只负责做米糕。哦，难怪啊，你们这2口子呀。兄弟，你这媳妇儿看上去比你大不少啊，我还以为她是你娘呢。喂，兄弟，我没别的意思啊，我这人就是嘴欠。嘿嘿，头儿，我闻着这家米糕的味儿挺正宗的，回去就把爱吃米糕的几个兄弟都叫过来了。孙兴带着人很快到了跟前，捕快们把男人和女人围在中间，叽叽喳喳说着自己爱吃的口味和数量。眼见男人和女人的神情放松下来，马大宝快速打出一个手势，捕快们迅速上手将男人和女人按住。哎，官爷，你们干什么抓我们？女人未出声，猛地顺着捕快压下的力道一低身，顺势一个鹞子翻身，脱离了捕快的掌控。马大宝一直关注着女人，见她脱身，一个飞扑上前，大刀狠狠地朝她的背拍下去。女人的反击还未出手，便被拍得半跪在地。你卑鄙！嘿嘿嘿，我们是捕快，专门为民除害，不是什么江湖人士。出招前还跟你说个1、2、3、4，你跟我说卑鄙说不着。官爷，我这娘们儿她脑子不好使，您不要跟她一般见识。她就是祖上有舞枪弄棒的，传到她这一代让她学去了。求求你们放了我吧，我们真的是好人，是好人。带走，是不是好人？见了我们大人自有分晓。啊，师傅，刚刚跑太快，渴死我了。夏小七，
你知不知道今天错在哪里？不知道。你竟然不知道错在哪儿，你还躲？看夫子作何？夫子没教会我怎么找错误。夏小七，不许怨天尤人，你自己说，你错哪儿了？夏有德风风火火回到府上，就看到这样一幅场景。你个小兔崽子，怎么惹到你小师姑生气了？还不快道歉！夏大伯，您错了，我不是您的小祖宗。您大孙子们没跟我三哥哥读书前，他们喊我妹妹，我喊您爷爷。您大孙子们跟我三哥哥读书后，他们喊我小师姑，我喊您大伯。虽然我的辈分在蹭蹭往上涨，但是隔了您和奶奶辈，我还不是您祖宗。我要是您的小祖宗，有这么一帮年轻牵毛驴似的大孙子，哎呀，我得愁死啊！夏大人，通过2天的接触，我发现他们8人心思纯净，头脑聪慧，各有所长，将来根据其所长好好教导，定会各自成就一番事业。哎呀，七公子，您说的是真的？没错，待再观察几日，我将他们的特长一一列出给您，您据此给他们找先生师傅便可。太好了，太好了！小丫丫呀，你说他们棉线牵毛驴是什么意思呀？棉线牵毛驴不靠谱啊！你们8个哪个不靠谱惹你们小师姑生气了？是他。夏小七回头瞪了一眼6个哥哥一个弟，操他大爷的，这都是些什么兄弟？关键时候没一个靠谱的，难怪小师姑说他们不靠谱，关键时刻全是些推墙的。我没有不靠谱。怎么没有？你个小犟驴，你但凡靠谱点，老老实实跟着大家走，我用得着扛你跑3里地吗？累死我了，你知不知道？那是尿急，你自己说的。我尿急个鸟，我尿急回来先灌水。说不定你是为了尿得更痛快，才先灌一壶水。哎呦，小师姑，我错了。夏小青，你给我等着！哼，等你掉我手里那天，姑奶奶我整不死你！陶李小转身看着乌鸦鸦抓狂跳脚的背影，陷入沉思。他从未见乌鸦鸦对谁如此迁就有耐心，夏小七是个例外。夏小七说他乌鸦嘴，他气得跳脚却重拿轻放，这要是换了人得挨揍。这是怎么了？没事，小孩子之间的小别扭。哈哈哈哈哈，也是。小七，还不快给你小师姑道歉，哄不好你小师姑，午膳不用吃了。哦。从府里转到前衙，终于找到了乌鸦鸦，只是一眼看去差点原地气死。只见乌鸦鸦正坐在一架小推车上欢快地吃着米糕，边上还有俩捕快端茶倒水献殷勤。我擦，这个小土妞给他出了一道他想了28遍都解不开的米糕难题。嘿，他自己倒好，在这里吃上了。傻包，我出的是米糕题吗？劈手从乌鸦鸦手中夺过米糕。那是我的米糕，我的米糕。小姐，这里还有好多呢。我不要这块，我就要那块。那块我刚刚给他开过光。你看谁家的小孩咋哭成这样？被米糕噎住了吧？我操，不会是刚刚抓来的那2个卖米糕的有毒吧？我看8成是，要不然马捕头带人抓他们干嘛呀？快去找大夫呀！这小奶娃我认的，是知府大人的亲戚。哎我去，快点，出事就不好了！哎呦，谁他娘的眼瞎，撞死我了！哎呦，哎呀！孙兴刚跑到大门口，与匆匆进衙的翟清勇撞到一块儿去了，冲击力太大，2人都撞了个仰歪蹬。你瞎呀！狄大人，属下跑得有些急，没看到，对不起啊！
孙兴不顾自己摔得浑身疼，急忙爬起来去扶翟青勇。刚扶到一半，那边夏飞玉哭声突然拔高，孙兴吓得一哆嗦，一个大马趴扑在翟青勇身上，把他压在地上。哎呦，哎呦，疼死我了！大人，你不要死啊！你不拍，我就死不了。翟青勇觉得自己的肺都要被孙兴给拍出胸膛了，这是没摔死要被拍死啊！哎呀，狄大人啊，你这怎么了？你好像看起来受伤了。禀大人，是这样的，属下听说小小姐噎着了，想着出去叫大夫，没想到跑得太快，没看清路，与狄大人撞一起了。哎呀，你说这事儿整的，翟大人呐，你这小身板不大行呀，往后走路可要小心了。像咱这些弱不禁风的人，就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不能等着别人让咱得主动让别人。不然你说跟大兴这样的大块头撞到一块儿去，就算咱占理，就算可以索赔，但咱还是死吃亏，是不？这玩意儿疼在谁身谁知道啊。杀人诛心莫过于此。翟青勇有苦难言，脸憋得泛青，差点一口气上不来，原地去世。这咋看上去还挺严重的呢？这不动了呀？喘气疼不？这喘气疼可不好，8成是内伤了。哎，马大宝，你快去安排俩人啊，用担架抬翟大人到那个医馆去瞧一瞧。是啊。他郁闷地把之前在这里哄乌压压的2个捕快招呼过来，了解了一下事情经过。这俩捕快一唱一和，堪比说书，一会儿功夫把事情前因后果绘声绘色地复述出来。陶林晓此时正在府衙后街花好月圆糕点铺里买糕点。客官近来对我们店里照顾颇多，一看就是喜爱糕点之人。我们店里刚研制出一种新的糕点，客官有没有兴趣帮忙品鉴一下？可以，正好我今天有空。那太好了，请里边请。陶林晓坐在上座，掌柜毕恭毕敬地站在下手。花好月圆糕点铺是陶家的产业之一。陶凌风开这铺子时，就是为了让自己小妹走到哪里都能吃到自家做的糕点。这铺子如今不光灵山有，府城有。前段时间陶林晓外出，就是为了在京城开上一家。百位掌柜，可是有什么消息？三公子，刚刚陶鹏来报，那个翟去城东一处叫移民院的茶楼，约莫1刻钟的功夫，他匆匆离开了茶楼，回到了府衙，不到半刻钟又被府衙抬去医馆了。目前陶鹏跟去了医馆，不过陶鹏暗中打探过，他是去见了一个人，他们很谨慎，把他们周边的几个雅间全包了，我们的人进不了前。尽快查清移民院那人是什么人。三公子放心，陶成还在那儿盯着。百位掌柜不必如此谨小慎微，我们陶家曾经也是出了名的倒霉之家，可谓是霉运连连，也是近3年运道才有了好转，所以既然拦不住霉运的到来，那就别再去纠结命运如何，与其战战兢兢瞻前顾后，不如索性放开手脚，只管做好今天事，做好自己。至于结果如何，那就全部交给天意吧。陶林晓看了他一眼，拉开房门出了房间，边往前堂走边说：掌柜，你家这新制的玫瑰糕有些甜腻，少放些糖会更好吃。哎，客官说的有道理，我们一定改进。夏有德问马大宝为何抓那2个人，马大宝说：他们2个杀人了。杀谁了？
尸首在哪里？我作验过了没有？那个属下是小姐说的。再说，那女的的确会些拳脚功夫，我们抓她时她还反抗。你个二愣子，干了10来年的老捕头，咋能犯这样低级的错误？属下才30不到，怎么就成了老捕头了？属下哪儿犯错了？抓捕犯人，是属下应尽的责任啊！你还没认识到错在哪里是吧？你一个干了10来年的老……大人，属下哪儿老了？属下的儿子比你孙子还小呢。抓犯人不得讲究个人证、物证、犯罪事实？现在你告诉我，人证在哪儿？物证在哪儿？犯罪事实啊，被他们杀的人在哪儿？你身为一个老资深捕头啊，仅凭一句话就和对方会些拳脚功夫，就断定人家杀人，这就是大错！你这真是昏了头了你！马大宝，你发什么呆呢？快想想，找个合理的借口放人。不行，不能放。大街上随便抓人，你这叫失职，你知不知道？大人，有人报案。进来说。禀大人，隔壁街王家铺子来报案。出什么案子了？王掌柜称自家给城外刘家庄刘员外送米糕的小二半道给人劫了。报案的人在哪儿？在前面大堂。那个略胖的是王掌柜，鼻青脸肿的是小二，后面那人是刘员外家的家丁。王掌柜，你把案发经过速速道来。原来城外刘员外家小孙女过100岁，米糕是给客人随礼的一部分。王家米糕铺按时间要求做好后，让小二推着小推车去送货。谁知小二刚拐过一条街就出事了。你们的小推车是不是车把手上缠着红布？对。是不是上面绑了一个大光螺？是。米糕是不是都是1斤装，码得整整齐齐啊？大人，我们没抓错人，人抓到了。这真是冷灰里爆出热栗子，叫人想都想不到，报案人还没走呢，官家已经把犯人抓到了。现在的大人们都能未卜先知了吗？对，抓到了，史上最快捕快。大人英明啊，是你们的捕头大人火眼金睛。哪里，是知府大人治理有方。带犯人来，让他们指认指认。是。哎，你俩看，那边是谁呀？认识不？还喊冤不？大人，冤枉啊！我们就是卖米糕的，我们是好人，真的。好人个屁呀！我打死你个丧良心的！娘的，敢揭小爷我的道，吃着雄心豹子胆了你！吃人饭不干人事的坏种，你活着浪费粮食，死了浪费土地，不死不活，浪费人力物力。妈了个巴子的，你去死吧你！你这人咋回事？咋还动手了呢？再闹腾，治你个大闹公堂之罪啊！你们欺人太甚！欺人太甚？你们他娘的还有脸说人欺人太甚？我看你就是吊死鬼打粉插花，死不要脸！你以为你这屎壳郎带朵花就是花蝴蝶了你啊？你他娘的就是高粱撒在粟地里的杂种，披着狗皮不是人，说你是狗都侮辱狗。人证在此，你们二还不速速招来！唐林想来到大堂外的时候，堂上正交着着俩人犯被用了刑，仍然一口咬死抢米糕是为了卖点小钱花，再不就是东扯葫芦西扯瓢。抢米糕卖小钱花，你说给狗听狗都不信。老子钱袋子里的银钱可比那一笸箩米糕值钱多了，缺钱花的不抢钱，抢米糕自己卖钱，费劲巴拉的不讨好，谁信呢？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交代啊！再不交代，
你就把自己交代在这儿了。哎，什么东西垫到我的脚了？哎呦，是一只狗爪子呀！罪过，罪过！站在堂外的陶林晓莫名想笑，这小二真是把狗仗人势演绎得很到位。你们两个来这里干什么？小师姑带我来的。放屁！明明是你自己跟来的。哟，这是起内讧了。谁跟他内讧了？我们本来就不是一伙的，我是来找那2个人算账的。唉，我是来算账的。瞧瞧你那是什么眼神？恨我的眼神吗？我说你凭什么恨我？你身上那2死人的比你现在还惨，他们都不恨我。夏大人，王掌柜他们不需要在这里了吧？我想让他们跟我出去一下，算算那婆罗米糕的钱。那个马大哥，你们出来给我做个证好吗？公堂上只剩下夏有德、2人犯乌鸦呀和夏小七。这2个人为什么可以坐在他肩膀上啊？这是他的孽债，他得背着直到死。哦，他身上这3个是他的孽债是吗？孺子可教也。我们小七真聪明。陶林晓返回来就看到这一幕。我比你大4岁。可你吃米糕的时候不承认自己比我大。不能不提米糕，这事就因米糕而起。你怎么知道我想什么？你满脸都写着不要提米糕，不要提米糕，不要提米糕。那是他们活该，活该！明明是我先看上了他，他凭什么娶那个贱女人？闭嘴！说，是谁派你们来的？收起你那恶心的心思，说，是谁派你们来拐人的？拐人？不，我们不是来拐人的。你靠近一点，让我摸摸，我就告诉你。突然一坨不知道什么东西甩在了女人脸上，糊住了女人的双眼。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不许你看我三哥哥！哼，赏你2两尿泥洗洗眼。啊！小师姑，那是我跟小八摔泥娃娃糊的尿泥，你从哪里拿来的？乞丐！不要耽搁你小师姑我惩罚恶人。我劝你别摇头了，你甩不掉的。来，咱们先算算米糕钱。那婆罗米糕我吃了6块，一个6个铜板，你得给我6分6个铜板。你吃了我们的米糕，不是应该你给我们钱吗？凭什么我们给你？你们的米糕占了我的肚子，让我的午膳少吃了1顿饭，你们凭什么不给我钱？我们……我操，好有道理的样子。女人觉得他竟无言以对。是吧？你也觉得很有道理吧？夏小七吃了1块，我那块米光开过高，消耗了我的力气，你要赔。这个要贵一些，101个铜板。看在你半死不活的份上，给你把零头抹去吧，赔100个铜板吧。我扛着那个大婆罗走了1个院子2个院子，一共走了6个院子，累得我刚刚长了一点点的大长腿，硬磨短了，这个你也要赔，价格要稍微高一点，不过你肯定能赔得起就是了。得赔61328两银子，已经给你打折了，就不能再砍价了。嘿嘿，快说，你的银钱藏在哪里了？我自己去取就行。你不说是吧？难道你的嘴废了？要不要我用尿泥给你洗洗吧？不，我说。快说。不准说，不准说！银钱藏在城东柳树街民福2进东厢房的床板底下。我只是告诉他们我的钱藏在哪儿，其他的我什么都没说。你急个什么劲儿？哼，自讨苦吃。随后夏有德迅速起身往公堂外走去。等等，还有那位大叔，他还藏了17两5千银子，还没说藏在哪儿呢。快说，你的银子藏在哪儿呢？呸！小魔头，你休想知道！
就你那几个钱，还没我的零头多，藏着掖着有意思吗？不就藏在城北万花楼2楼南头你那个相好的小房间里吗？你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那不是你自己喝醉酒时说的吗？为了你的小相好，你可是背了3。闭嘴！闭嘴！闭嘴！小师姑，别做梦了，我爷爷和师傅都走了，你再不务正途，今天中午就全绿了。小短腿倒腾得出了残影。小师姑，小师姑，你去哪里？结果被从医馆回来的孙兴一把抱起走进衙门。放开我！放开我！我要去保护我的小师姑。小少爷小小姐哪有你保护啊？用的。我看不用。上午我看到小小姐扛着你跑得比兔子还快呢。小小姐力大无穷，根本不用你保护。刚才还是我小小姐让我把你带进府，负责保护你的人身安全。你现在归我管了。吴丫丫跑到城东柳树街冥府，这里已被官差团团包围。西北府刺史傅怀年匆匆赶来，腰带都没系好。夏大人，这是发生了什么事吗？说话间，他不着痕迹地看了看对面坐着轮椅戴半边面具的人。大事。大人，在下说过了，这俩人是我府上在逃的下人，他们从府中偷了不少银钱，我刚要准备报案呢，没想到他们先攀扯上我冥府了。在下也想讨个说法呀。可他们不是这么说的，事情究竟如何，只要让我们进去一查便知。若真冤枉了你，本官定会公开向你赔罪。听闻西北府知府夏大人为官清廉，刚正不阿，执法森严，没想到也仅凭他们一面之词便武断行事。激将法对我没用，这法子我对我孙子们都用烂了。你要是再不让开，就按阻挠办案法办。在下才刚到西北府不久，便蒙受此冤屈，太令人失望了。这西北府是真没法待了。这也难怪大眼是最穷的州府啊。没想到啊，这人人称颂的大眼第一清官夏大人，这是西北府百姓之不幸啊。嘿，我说那位老爷，我们夏大人怎么了？我们西北府怎么穷了？这2年百姓可是过得好多了。就是上天看我们夏大人公正廉明，才降下符旨，让我们西北府得到了高产粮，其他地方咋就没有呢？对，你不是说他们偷了你府上的银钱，正好让官差进去查查呗，比你在这儿磨这么多嘴皮子那么强多了。就是，快让那官差进去查查吧，说不定你被偷的银子就找到了呢。看热闹的百姓纷纷起哄。夏有德在西北府20余年，深得民心，面具男妄图凭口舌之力动摇他，这真是一部烂棋。乌鸦鸦使了隐身术，大摇大摆地走到面具男跟前。这个人的气息干净纯洁，身上带着淡淡的佛香气息，看上去是个好人。他盯着面具男仔细打量，看不出任何不妥，可府邸上空冲天的黑气是怎么回事？突然，面具男转眼看向他，他心头一跳，对方竟然能看到自己，几息后又移开了目光。乌鸦鸦大大松了口气，这人的感觉真敏锐。随后双眼凝起灵力，面具男真实的情形展露无遗。他心口处有丝丝缕缕的黑气冒出，背上肩上有5个男童魂魄，原来是佛香净身术掩盖了他身上邪恶黑暗的气息，助他避过天道，阻挡他的探查。你们西北府这是欺生啊！在下在此置办产业，本想为西北府做些什么，现在看来你们西北府不领情啊。我西北府
历来欢迎外来客，但是也不惧牛鬼蛇神。见夏有德和面具男你一言我一语对得欢，耸耸肩，旁若无人地走进冥府，轻车熟路地走到了那女人住的院子。你不是堵着门讲大道理，我让你后院起火，行不行？他先在女人房间里找到了61328两银钱，塞进空间，连铜板都没放过，又将顺手在院子里捡的小石子往女人藏银钱的地方一放，障眼法搞定，嘿嘿。拿坏人的钱不算偷不算抢吧？这银钱也不是那女人的，分明是她姐姐的。哎，在这方事里，我给她姐姐和姐夫超度一下吧。这2000大冤种死得真冤呐！哎，烂心软之人亦命苦之人啊！这些银钱全当他俩交的法事费了。哎，不对，我好像还答应给谁超度来着？是谁呢？我怎么忘了？哎，算了，想起来再说吧。先让那死瘸子后院起火。这院子有些荒，有些凉啊，正是起火的好地方。放火，他最在行了。他举起手指，轻轻一弹，一股蓝中带黄的火焰咻的一声飞上了窗户。府外，面具男索性也不再讲那些大道小理了，一口咬死那对人犯是逃奴，甚至还拿出了这2人的卖身契。既然这2位真是逃奴，那他们逃出后犯的事确实与你府上无关了。不过你刚刚说打算报案，那这案子本官就接了。你这逃奴交代，他有大额银钱存于你府上，这恐怕是盗窃财产啊，应该还没有转移。这样，一律本官带人犯去指认赃物，是合法合规的吧？这时，一道稚嫩尖利的童声由远及近的传来：“后院起火了！后院起火了！”哎呦，累死我了！大人们，后院起什么玩意儿？起什么？快说！起什么？快看，你家后院好像起火了，那里好像冒起烟来了。主子，院子里有个院子起火了，咋办？快去救火！小丫头，你谁呀？你怎么从我府里跑出来呀？我在后街跟我的小狗狗玩，小狗狗钻洞洞进来了，我来找我的小狗狗。夏有德闻言，抬手摸了摸鼻子，哎呦我去，这小胖妞又要整哪一出？提前也不对台词，他现在是认识他呢，还是不认识他呢？找人把府里所有的狗洞都堵死。是，主子。哎呀娘啊，你们还在那儿磨叽呢，快点，黑烟冒得咕嘟咕嘟的了。快救火！要是看到我的小狗狗，你们能还给我吗？干什么呢？让你们来吃闲饭呢，还不快去救火！没了阻拦，夏有德也带着官差冲进去。火情当前，其他事都得先放。在大家的努力下，火终于扑灭了。这位大老爷看到了吧？这就是我们西北府百姓的热情，一家起火，百家来灭。大老爷您放心，我们手脚都很干净，比您家里那些逃奴可靠谱多了，保证你们府上连根草都丢不了。欢迎您在西北府做生意，建厂房，为我们西北府发展做贡献。你家不是，你不要难过，虽然烧毁了一座院子，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你应该庆幸，今天幸好本官来了，把你府上的人都吸引去大门口了，不然可能会有人员伤亡，那你这府邸就变成凶宅了。说到这里，还要感谢我们西北府人杰地灵，
百姓人美心善。你看看，这真是一家着火，八方帮忙，百姓们多么热情啊！你不要再说西北府欺负人，现在见识到了吧？你可以放心留下来行商建厂开铺子啊！我西北府坑蒙拐骗之事少之又少，你看好自家人就成。接下来我们就着手查办一下你府上丢失银钱一事吧。经过一番搜查，在那女人犯的房间里确实搜查出一堆银两，再无其他收获。这样看来你失窃的银两基本对上了，虽然有1两又136个铜板的出入，但也有可能是这富人存的月钱。不过本官瞧着你这下人住的院子和房间还真不错呀，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下刚到西北府时日不长，带来的人又不多，也是兼顾不到，让他们先自行安置。只是没想到他会趁府上诸事尚未安置妥当之时，偷走了这么多银钱。真是家门不幸啊！你们2位还有何话要说？两人齐齐摇了摇头。夏有德垂眸冷笑，这2个人犯始终没有承认自己是拐子。面具男又一口咬定他们是偷钱的逃奴。从律法上说，该案就此得结了，不知道城南那边有什么收获。夏有德打算鸣金收兵，他想乌鸦鸦诱导夫人供出冥府可能有2个目的，一个目的真的就只是为了这些银钱，但是恐怕要落空了。马捕头，你带个人去找找之前报信的那个小娃娃，也不知是谁家的，别……也许他早就走了。小娃娃顽皮，经常会做大人想不到的事，比如说藏到哪个角落不出来，只管让他们去找找吧。万一在你府上，他父母找不到人，要急了。大人放心，属下一定好好寻找，保护西北府每一个百姓的安危，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此时天色已暗，大个子管事儿，咱这么找也不是办法，不如到后院去看看。他不能在那儿，房子都烧塌了，黑乎乎的脏不拉几的，他在那儿干嘛呀？但不一定，说不定小孩子就好奇心重呢。当他们找到乌鸦鸦的时候，乌鸦鸦正坐在后院烧塌的废墟上欣赏宝贝。我的娘呀，那是什么东西？我不是东西，我是人。那个小娃娃，你的狗狗找到了吗？找到了呀，在那里。在哪儿啊？在那里叫叫，还有5个小哥哥陪他们玩。大高个听着他的话直接崩溃了。5个小哥哥，他看向乌鸦鸦，幽黄的灯光下，他的笑突然变得诡异起来。鬼呀！想不到那人长得人高马大，胆子却小如地鼠。我怎么看他像是做贼心虚啊？哇，头儿，你这是天天抓贼，看谁都像那偷东西的小毛贼呀！他胆子不小呀，他敢干的事可多了，只是比较怕鬼。哎呦我的娘啊，你啥时候过来的？我不是你娘呀，我还这么小，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儿子。你说的5个小哥哥和狗狗在哪儿呢？我瞎说的呀，我只是太想我的小狗狗了。你们看到它了吗？你的小狗狗不是在那儿？转头，然后就与一物鼻子碰鼻子。他慢慢瞪大眼睛，正对上一双狗眼。我操！这就是你的小狗狗呀？看上去比你还高大，你是不是不分大小？马大宝抱着乌鸦鸦走到冥府大门口时，与匆匆找来的桃林小碰个正着。三哥哥，头疼不疼？来，脸疼不疼？
胳膊受伤了吗？腿呢？三哥哥，我没受伤，我这是帮着灭火弄了一身灰。马大宝、王小强和出来送人的大高个同时抽了抽嘴角。他帮着灭火，灭火的时候他在哪儿？在哪儿？在灰堆里打打滚就算帮着灭火了，真是屎壳郎戴面具，臭不要脸。冯家医馆，傅怀年心情复杂地看着翟清勇，啧啧两声说：你怎么这么倒霉啊？走个路还能摔成这样啊？那位大师派人找我，说他的人被抓了，让我设法让他们闭嘴。我着急回府衙了解情况，结果被一个二愣子捕快撞到了。哎呀，你这真是……我怎么觉得你自从沾上那个桃形秀才之后，好像就没顺过呀？那个人不是说这桃形秀才一家霉运绕身吗？你是不是沾上霉运了啊？赶明儿找个大师算算吧。冥府，阿义，我告诉你很多回了，那几个单引的魂魄已经被佛香封印，你竟还因此失态。要是夏有德在此，你以为你能轻易的糊弄过去吗？师傅，我错了，可那个小娃说的跟真的一样。好了，不要说了，你只要把为师给你的驱鬼符随身佩戴即可。是，师傅，那个小女娃的哥哥长得可俊了，是我见过最好看的少年。还没找到人吗？没有，师傅，要不您再算算，看看他究竟在哪个方向。没用的，根本算不出来，像是被人刻意隐去了行踪一般。怎么会？难道这世上还有比师傅更厉害的？这世上不一定有多厉害的人，但有厉害的宝物。对了，推我到后院，快！下府。小丫丫这么晚不回府，你还能吃下饭？不许吃，不许吃！你快去给我找！哎呦，母亲，您息怒，我已经派人出去寻找了，我午膳都还没用呢，快饿死了，我就吃了一碗，就出去找，行不？回来了，小师姑回来了。哎呦，七公子，你这是报了个啥？哎呦，是小丫丫啊，这是去烧炭了。我去帮着灭火来着。哦，我们丫丫真棒。这条大黄狗倒是挺干净，大黄它没有帮着灭火，躲懒了，所以干净。他就躲在着火那院子外面墙根底下，翘着二郎腿啃着骨头。大黄狗耳朵一耷拉，欺负狗不会说话。老夫人，夏大人，我小妹找到了，我们过来知会一声，我这就带她回去洗漱了。快去，这身上湿乎辣的，可别冻着了。对，让容嬷嬷去，你一个大小伙子不方便。容氏。七公子也快去洗漱一番吧。我小妹有劳容嬷嬷费心了。七公子客气了。老夫人大人，七公子三位小公子，老奴告退。奶奶、夏大伯、三哥哥，是侄儿们，告退了。调皮。冥府后院，师傅还是没有找到，会不会是烧化了？不可能，即便天下万物烧成灰烬化为乌有，莲花宝鼎也不会，它是上古神物。继续找。小师姑，把大黄借我玩2天呗。想跟大黄玩，你自己问大黄呗，问我干啥？我又不是大黄。没看到我在干饭吗？身为资深干饭人，在吃饭面前一切靠后站。谁有功夫搭理你啊？小师姑，行不行嘛？自己问的。大黄，你跟我玩几天呗，我天天给你好吃的。
大黄一听好吃的，立即站起来，摇着尾巴欢快地走到夏小七座位边上。大黄同意跟我玩几天了。前衙夏有德衙署通判钱锋正在向夏有德汇报下午在万花楼查办结果。我以为我们西北府虽然算不上什么吏治清明，至少没有阴邪之事，没想到啊。夏大人，今天幸好七公子跟着一起去了，要不然我们也发现不了这么多秘密啊。哦，这话怎么说？是这样的，我们到了万花楼后，老鸨子胡搅蛮缠。当时钱锋带着官差被阻在万花楼门外，横说竖说，老鸨子就是油盐不进。正当钱锋怒火中烧，指挥衙差要硬闯时，人群中有人起哄：天哪，竟然有男人把银钱藏在花楼姑娘房间里，真是闻所未闻。我要是那家的婆娘，现在就进去找找，说不定能找出不少银钱呢。有几个看热闹的妇人直接冲到万花楼门口，挤开老鸨网子冲了进去。哎，你们干什么？干什么？私闯民宅是犯法的。钱大人，快点进去啊！有人闹事，身为官差，你们管还是不管啊？管！官爷，你们这是？例行检查。站住！哎呦，小公子，您这是第一次来这种地方吧？奴家一定会好好服侍您的。你这女人，没听到我们公子让你站住？再往前，可不要怪我不客气。官爷，你们检查你们的，奴家毫无怨言。只是他的话还没说完，便被战庆一把拉住胳膊，猛地向后推去。七公子，您猜的可真准，找到了，真的找到了，银钱数目一致，里面还混了一把钥匙，还有2封信。陶林晓从阿武手中接过信看了2眼，而后装进袖袋，转身大步往楼下走去。哎呀，公子，奴家不要钱，不，奴家给您钱，您留下。公子，我们为何要到后院呢？后院有宝。后院有宝，在哪儿呢？破屋子前。公子，我来，这大门脏了，您高贵的手不是干这营生的。话落，他一脚踢上房门。屋子角落传来几声沉闷的咳声。老人家，你为何在此？老人家，水。随着老人的动作，靠在老人手腕和脚腕上的铁链哗啦作响。我操！万花楼非法拘禁！公子，真的寻到宝了，我们是不是要立大功了？战庆的话他根本没有听进去一个字，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大哥哥的师傅怎么会在这里？眼前的老人正是陶凌风的师傅陶岩。公子，您可认得这位老人家？严师傅，您怎么在这里啊？水，快，战庆，快去倒杯水来。好的，公子。阿武，你看看这链子能不能打开啊？公子，这是刚刚在妖艳女人的房间里找到的钥匙，不知道能不能用。往锁眼里一插，一拨，啪嗒一声，手铐开了。公子，是这钥匙，水来了。叶师傅，你怎么会在这里，还这么狼狈？这个小娃娃是谁啊？你认得我？叶师傅，你不认得我了？我是陶老三啊。陶老三是谁呀？你不是说你有主子的消息了，去找你主子吗？找到没有啊？主子是什么呀？好吃吗？夏有德听到这里，眼中充满了八卦。老钱，你是说七公子认得带回来的那一老一少？七公子似乎对那老人很熟，与那小娃娃是不熟的。他叫那老人严师傅。是的。吩咐下去，
从万花楼带回来的那几个人给我看好了，有什么事明天再议。我要先回府了。三哥哥，你是不是有话要说？你是不是觉得有别的事在前面撑着，你做的事就可以躲过了？不是，我知道我错了，我不该去帮着灭火，你帮着灭火？确定不是去放火的？不是，肯定不是啊！嘿嘿，你个调皮蛋，你知不知道三哥哥回来没看到你，心里有多着急啊？知道，三哥哥最疼我了。小妹，严师傅在这里，你也没想到吧？他受了很重的伤，脑袋更不中用了。三哥哥，你说严师傅在这里？他急忙抬起左手，长着豆窝的小胖手灵活地掐算。几息后，他被人骗了，没有找到主人，被抓去来了。我起了一卦，卦上显示，骗他的人似乎与他有着某种关联，似亲非亲，似邻非邻。三哥哥不是说他脑袋更不中用了？他怎么还知道把门从里面反锁？可能是本能的反应吧。对了，我到时他一直抱着一个6、7岁的小男娃不松手。6、7岁的小男娃？难道是他大孙子？可是他无字无女相啊！我要进去看看。门从里面锁了，估计得他们饿了渴了才能叫开门。不用，我现在就能打开。说话间，小胖手凭空拧巴了2下，只听门内传来啪嗒一声，门栓落在地上。乌鸦呀小胖手往门上一拍，门忽地打开。你不要紧张，我们不是坏人。乌鸦呀盯着紧张的小男孩，仔细打量着。大侄子不要怕，我们不吃小孩。大侄子，他这是怎么了？小妹啊，你不要乱称呼人，他不是你大侄子。还有，他可能是之前受了不小的惊吓，看到陌生人感到紧张害怕吧。哦，原来是这样。不过他就是大侄子呀，从面相上看，他应该叫我小师姑。嘿嘿。他是谁的徒弟吗？大哥哥、二哥哥，还是你4哥哥的？三哥哥，为什么不能是你自己的？我的？不可能啊！我的徒弟必须是模样好看、脑瓜聪慧、胆大细心，3者缺一不可。那三哥哥的徒弟可难寻了。嘿嘿，人不可以把话说得太满呀。找不到合眼的，那3哥哥就不收徒了。说说看呗，他究竟是谁的徒弟？天机不可泄露。你不说，3哥哥也知道，他8成是严师傅给大哥收的徒弟。三哥哥也许言之有理。你们不要吃我爷爷，要吃就吃我吧，我的肉嫩，我爷爷老了不好吃，他真的不好吃。严师傅给我收了个小傻子当小师侄，这个不能要。不能要，傻了吧唧的，听不懂人话。哎呀，疼啊！这时，床上的陶岩微微动了动身。你压着你爷爷的腿啦！爷爷，我压疼你了是不是？他可能真傻。确实是。爷爷，你身上怎么这么烫？爷爷，你醒醒啊！陶林小急忙上前，伸手探向陶岩的额头。起开！你是不是真傻？我是救你们的人，没有我，你们还在那间破屋里等死呢。我是不会上当的，不会上当的。乌鸦呀见状，火气腾腾升，他上前一把抓住小男孩的脚，一个用力将他拖下床。小妖女，就算你吃掉我，我也不会怕你的，我不会怕你的。你给我三哥哥道歉！就不，小妖女，你不能吃我爷爷，吃我吧，吃我吧！你是不是个傻子？浑身脏不拉几的，谁稀罕吃你？快点向我三哥哥道歉！我就不道歉！你果然是个小妖女！他用了吃奶的力气都撞不动他，不是妖女是什么？跟抓他们的人肯定是一伙的，抓他们的人就会妖法。哼，我是不吃脏不拉几的小孩，洗干净的可以吃。
走开走开！放开我，放开我！我没洗澡，身上脏兮兮的，不好吃，真的不好吃。没事，院子里有井，放井里洗洗就好啦。爷爷，救命！我不要被吃掉！你不是说你不怕吗？啊，现在熊啦！疾步而来看八卦的夏有德刚好看到这一幕，乌鸦鸦急忙将小男孩往院子里一丢。夏大伯，我是个好孩子，是他太吵了，耽误我跟三哥哥救人，我才扔了他。是，丫丫是个小孩子，是他又傻又吵。夏大伯，咱们是英雄所见略同。略同，略同。夏大伯，您是来找我三哥哥的吗？是，也不是，也想看看你们带回来的是什么人。小妹，快来看看，严师傅他似乎不太好。目光在陶岩的右小腿处顿下，只见那里不停地冒着黑气。小妹，这是什么伤啊？怎么黑成这样？是血符。小妹，这很难解吗？倒是不难解。是吗？那是有什么为难之处吗？我只是觉得这个符箓不应该出现，但它出现了。说罢，他低头在自己的衣兜里挑挑拣拣。三哥哥，你把这张符箓贴在他伤口上。怎料在符篆就要贴在伤口上时，突然遇到一股阻力，任凭他怎么用力，符篆也按不下去。夏有德走上前，抬手按在陶林晓的手上，那股阻力像凭空消失一般，符篆准确无误地贴住伤口。看到此情此景，目瞪口呆。判官转世的人果然不同凡响。小妹，你发什么呆啊？接下来怎么做啊？三哥哥，把这个药化在水里，倒在符箓上就行了。正要往符篆上倒的时候，突然被大力撞开。只见那小男孩不知何时跑过来，展开双臂护在床前。你干嘛？你知不知道这药很珍贵的？你们都是坏人，不许碰我爷爷！你是不是眼瞎？看不到我们是在救他吗？坏人，你们都是坏人！我看你才是坏人，你阻挠我们救你爷爷，不是坏人是什么？我才不信你呢！有事救人会往伤口上倒水，我娘告诉过我，受伤后伤口不能沾水，否则伤口长不好。你们往爷爷伤口上倒水，分明是折磨他，就跟那些抓我们的坏人一样坏！你个撕裂不分的玩意儿，气死我了！乌鸦鸦烦躁地大吼一声，快速跳下床，抓住小男孩的后衣领子，拖着他就往外走。放开我，放开我！哼，怎么后悔刚刚没防着我了？你怎么知道我想？呸！你个小妖女，最好不要落在我手里，不然你就怎么样啊？没了小男孩的捣乱，陶李晓飞快地将杯中的丹药水倒在符篆上。夏有德觉得眼前看到的这一幕，比他得知自家被人下诅咒布阵法都令他震惊。世间竟有如此神奇的疗伤圣药，那边关将士岂不是……夏大人，收起你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这种丹药是我小妹的师父所赠，世间绝无仅有。哦，原来是令妹的师父所赠，那当真是天下奇有了。又过了不大一会儿，陶岩慢慢睁开了眼睛。老人家，你觉得现在怎么样了？几息之后，陶岩毫无征兆地挥手一掌拍在夏有德的脑门上。这人力气也太大了吧！我觉得我的脑袋被拍坏了。夏大伯，你的脑门怎么啦？哈，我知道了，你这是侯运到顶。我去！啊娘嘞，原来是受伤了。夏大伯，你是撞墙了，还是撞床桅杆上了？哎，你这岁数也不小了，身体也不结实了，往后做什么事动作要慢一些，当心磕坏碰坏了。姬公子，
你家妹子这嘴一直是这样的吗？夏大伯，你不用问我三哥哥，我就能回答你。我的嘴一般不说废话，说出来的都是为了你们好。哎，小子，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你啊？严师傅。哎呀，夏大伯，您不用行这么大的礼，我太小了，受不起。再说了，刚才我不是跟您说过了吗？您做什么事动作慢一些，不然破坏就不好了。严师傅，你真的不记得我是谁了？主子，你是主子。主子，您咋变得跟我一样高了？我明明记得您才比我高出半个头啊。不对，您的胡子呢？您不是说没胡子显得自己像个小白脸儿，没有威信吗？不对，您不是主子，主子比您老多了。您是大公子。大公子，您咋不戴面具了？不对，您也不是大公子，大公子比您还要好看几分。快说，你为什么要冒充我家大公子？你无话可说了吧？我就知道你是冒充大公子的。我陶岩是谁？不是你能骗得了的。快说，你的目的是什么？陶岩突然拉出一个攻击的姿势，仿佛只要陶林晓的回答稍不如他意，他就要开打似的。陶林晓一往后撤了一步，摆出与他相同的姿势。哟呵，你还敢反抗？看招！陶岩说着，抬腿攻向陶林晓。陶林晓急忙接招。几个回合后，陶岩突然跳开，指着陶林晓惊问：你为何会我独家陶门武功？严师傅，你是我大哥的师傅啊，你仔细想想。我是你大哥的师傅？不，我不是大公子的师傅，我是主子的贴身侍卫。原来主子找到小公子了，您就是小公子吧？怪不得与大公子这般像呢，我就知道小公子没事儿啊。哎呀，我找了这么多年了，都是我的失误啊，要不然你和吴嬷嬷也不会走丢了呀。哎呀，我饿了。正当几人沉浸在自己的情绪里无法自拔的时候，喂，小公子，我饿了。我不是你的小公子。不可能，你就是。您看您这眉眼和大公子长得多像啊。你是谁啊？我小公子的恩人，养父，属下。我刚刚拍疼你了吧？本官乃七公子的忘年交。七公子，他，不可能，这是我们小公子，行二公子，不是七公子。他就是脑袋不好使，我先去给他拿些吃的。对，我饿了，我要吃饭。小泽，快跟爷爷吃饭去。小泽是谁啊？爷爷，小泽是我呀，我不认识你啊。爷爷，你怎么能不认识我呢？你刚刚还喊我呢，是小泽呀，小泽。不对啊，我找我家小公子找了36年又5个月零5天，这中间我也没有成亲，哪来的儿子呀？没有儿子，哪来的孙子呀？你个小骗子，你是不是看我脑袋不好使，就跟着我骗吃骗喝？小公子，我们快走。小公子，您36岁了，怎么这么年轻啊？不，难道您是小公子的儿子？陶林晓凝视着语无伦次的陶岩，对自家不再寻亲的决定略生一丝动摇之意，似乎若不去寻找一番，便有愧于陶岩这36年又5个月零10天的执着。严师傅，你可还记得你主子和大公子的名讳？主子就叫主子，大公子就叫大公子呀。那你家主子究竟是何身份？家住何方？主子是打仗的。那么你所寻找的小公子叫什么名字？
你知道吗？他就叫小公子呀。吴嬷嬷，抱好小公子，快跑，快跑！而后一把抱住夏有德，呜呜哭道：主母，我跟吴嬷嬷走散了，主母你放心，我一定找到小公子。三哥哥，严师傅脑袋又糊涂了。严师傅，你不是说你有你主子的消息了吗？你没见到他吗？小公子的儿子，他们骗我，他们骗我。怎么骗你了？他们偷用主子的标记，把我骗到这里来了。你记得你跟你主子联系的标记是什么？他拉着陶林晓蹲在地上，手指在地上画了个图案。小公子的儿子，你看，就是这个。你还记得什么与你主子有关的事情啊？我记得主子、主母、大公子、吴嬷嬷、小公子和这个图案。主子说走散的时候可以靠这个图案找到他。前不久我看到了一个蒙着脸的人在墙上画，我就抓住他。他告诉我主子在西北府城。你来了之后就被抓了？严师傅，我大哥不是派了2个家丁陪着你吗？他们去哪儿了？那2个大叔为了救我，被坏人打死了。在陶岩和小泽吃饱喝足休息后，陶林晓思前想后，决定连夜回一趟兴隆客栈。三哥带小妹在夏大人府上吃香的喝辣的，把我们给忘了。不要乱说，三弟和小妹是去帮助夏大人的，他们是在干正事，这几天一定很忙，脱不开身。切，这话说的你自己信吗？这么晚了，你俩别斗嘴了，快去睡觉吧。我不困，我不睡，我有预感，今天三哥会带小妹回来，所以我要再等等。陶凌云轻蔑地看了他一眼。昨晚你也是这样说的，前晚也是，他们回来了。爹爹，二哥哥、四哥哥，我们回来了。啊，小妹回来了，看吧看吧，我跟三哥是双胞胎，心有灵犀。一把将陶凌晓怀里的小妹抢过来，紧紧地搂进自己怀里，然后欢欢喜喜地转身关门。三哥哥呀！陶凌晓心里咯噔一下，忽地停下脚步，转头看向紧闭的房门。糟糕，把陶老三关在门外了。三哥，我可真不是故意的，我就是……陶凌晓黑着脸走进房间。有的，我心里肯定有三哥，咱们在娘胎里就住一块儿，谁有咱哥俩处的时间长呀，是吧？我心里没谁，也得有三哥你呀。哼，别跟我套近乎。娘说出生的时候你比我胖多了，肯定从出生前你就在跟我抢食吃。那时候我不是不懂事儿吗？三哥大人有大量，就别跟小弟计较了。咦，咋才3天不见，三哥又瘦了？是不是没吃好？是不是没睡好？是不是有坏人欺负你？小四，按说你是学那手艺的，应该沉稳才对，咋一天天还毛毛躁躁的？我这是该沉稳时沉稳，该欢乐时欢乐。我师父说，人嘛，不可以无知，更不可以无趣。你呀，总是有话说。爹爹，我们遇到严师傅了，他受了很重的伤。什么？严师傅受伤了？他在哪里？快带我去看看。那他现在怎么样？小妹给他治好了，身体没什么大碍了，只是这里比我们初次见他时更乱了。啊？怎么会这样？可能是又受了伤的缘故吧。他一会儿管我叫主子，一会儿管我叫小公子，后来又说我是他小公子的儿子，不然不会那么像大公子。他还抱着夏大人叫主母，哭得特别伤心。他的记忆真是一塌糊涂啊，但对寻找他的小公子的执念只增不减。他似乎把小公子丢失之责全部揽在自己身上，完全走不出来了。即使脑袋受伤，忘了自己是谁，也没有忘掉他主子的模样和寻找小公子这件事。
也不知道他的主子究竟是谁。难道真的如我们猜测的那样，是你们的爷爷吗？应该是。他这次还说出了一个人，乌嬷嬷。是吗？那就真的对上了。哎，爹爹可是白惊喜了。爹爹的爹爹这个时候早就认别人当儿子了。可惜上一世的记忆已经没有了，我为什么会把上一世的记忆丢了呢？不过没关系，本丫丫现在修为高深，只要一个关联物件，便能算出来爹爹的爹爹在哪里。我要不要跟爹爹和哥哥们说几声呢？父子四人听了乌鸦鸦的心声，为之一振。爹，我决定去寻找爷爷他们，您能不能跟我详细说一下情况啊？之前因为能证明咱家身份的玉佩被陈乐运偷走，爹爹觉得没法寻亲了，便断了寻亲的念头。也许是乌嬷嬷的执念吧，将桃颜送到了咱们身边，让我们的线索越来越多。要不就找找吧，虽然不一定相认，但至少要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乌嬷嬷曾跟我说，你们的爷爷叫陶远明，你们大伯叫陶宇平。乌嬷嬷不识字，他说的名字我只能根据发音判断。你爷爷的名字是哪个字不好说，但是你大伯的，乌嬷嬷说与爹爹的名字相连，取义平安。爹出生那年，你们爷爷刚晋升为副将，是什么副将，乌嬷嬷不知道。也是那年内忧外患，你们爷爷奉命出征，不巧的是，他刚离京，京城便发生了内乱。你们的奶奶当时临盆在即，还要带着一家子逃命。爹爹便是你们奶奶在逃难的路上生下的。乌嬷嬷说，爹爹出生不久，突然来了一队人，闯进了逃的人群中，便见人便砍。乌嬷嬷抱着爹爹，在护卫的掩护下，好不容易躲过一劫，最后走到了陶家庄。这一住就是30多年。爹没能力走远，只能在西北府寻找数年。现在爹爹都快把自己当成土生土长的陶家庄人，尤其是加入了这个陶氏一族后，更有归属感了。陶宇平？爹爹，我大伯的名字叫陶宇平，平安的平。怎么，你们认识？兄弟二人齐齐摇头。也是，当年乌嬷嬷带着爹爹走的方向正好与约定的相反，你们怎么可能遇见你们大伯？我们听师傅讲过这个名字，他的主人就是20年前一战成名的少年将军平北将军。听说北平将军出身侯门，怎么可能是你们大伯？可能是重名吧。定北侯叫什么名字你们知道吗？三哥，你明天可以去询问夏大人呀，说不定我们就是侯门之后呢。那到时候我……闭嘴吧你！做人要脚踏实地，少想些有的没的。爹，我就随口一说啦。一鸣大哥说，我师父可是天底下最厉害的师父呢，我是师父唯一的亲传弟子，那我自然就是天下第2厉害了。我一个正儿八经的牛2代，才不在乎什么侯2代，不，侯3代的身份呢。哇，我四哥哥是牛啊，为什么没长脚呢？我就是觉得小妹问得很有道理。我也觉得小妹问得很有道理啊。这个问题，四弟，你可得好好琢磨琢磨怎么回答小妹哦。我说什么我师父不是很牛吗？
我师傅很牛，我不就跟着牛吗？小妹呀，我说的牛只是形容一下，不是真的牛。那四哥哥到底是不是真的牛？哎，你四哥哥我不是牛，但是我很牛。哎，不是，我真的很牛，但不是牛。哎，那四哥哥究竟是不是牛？我是很牛，但不是真牛。哎呦我去，我解释不明白了。哎，你别管牛不牛了，反正我觉得去问问夏大人，又不会少块肉，还可以减少走弯路。是，不管四弟是不是牛，但是这个建议很不错。现在船行靠跑腿，寻人靠画像，偶尔加快一下速度，用飞弩，还有被打下来当食物吃的风险。我们要找人呢，无异于大海捞针。既然有现成的线索，我们当然要用一用。明天我们就问问夏大人。不过我觉得定北侯是我们爷爷的可能性不大。严师傅虽然疯疯癫癫的，但他把自己的主子的模样刻进了骨子里。他看到我们会认错人，大概是因为我们长得与他主子很像。他能说出巫嬷嬷，进一步证实了他找的人很可能就是爹爹您。但我师父是认得定北侯平北将军的，他没有把我们与定北侯父子联系在一起，说明我们长得并不像。这一点与严师傅的记忆明显有出入，所以你们不要抱太大的希望。命有8尺长，运有7寸厚，行有8分妙。三哥哥明天要做的事可行？小妹呀，你这个可行，是指能把事情打听清楚呢，还是背后打听别人这个事儿，让三哥哥去做，无伤大雅？四哥哥放心吧，这事伤不了三哥哥的大雅，而且画上显示所问之事有80%会如愿。三哥，你不是说小妹在你的教导下学问不好意思，学问突飞猛进吗？就这水平？四哥哥在怀疑我的学问？他在笑，是在笑我啊。三哥哥说我近日进步很大了，我已经学会了很多字和词语，比如四哥哥现在笑得贱兮兮的样子，我就会形容词嬉皮笑脸，笑里藏刀，贼眉耳鼠眼。我们在说正事，你笑什么呢？我是觉得小妹一卦算得准，我可能要在牛二代的身份上再多一重身份啊！高兴。四哥哥是觉得要多一重侯三代的身份吗？那是不能的，四哥哥是人不是猴。四哥哥是不是脑袋有毛病了？一会儿说自己是牛，一会儿又想当猴，他对当人就那么愤恨吗？哎呦喂，小妹，你要笑死二哥哥了。你快给解释解释吧，此猴非彼猴。为什么此猴非彼猴？猴不都是猴吗？小妹过来。小妹，你看这2个字有什么区别啊？一个笔画多，一个笔画少。这2个字同音，但是写法不同。前几天我们在大街上看到耍把戏的人耍的那只小猴子，小妹还记得吗？我记得，那只小猴子还跟我讨上来呢，我给了他2个铜板。对，小妹真聪明，这个字就是猴子的猴。这个呢？这个字是侯爷的侯，是爵位的名称，就像凤山大伯，平日村里都管他叫村长，村长和侯爷都是对官职的称呼。啊！一日，桃林小和乌鸦鸦回到夏府后，直奔夏有德而去。唉，我已经长大了，过了喜欢被举高高的年纪了，却还要配合幼稚的大人举高高，我真是太不容易了。按狐狸精说的，我可能是最会演戏的人，简称戏精。小丫丫真可爱，我要是有这样的一个小孙女儿，死都瞑目了。你
你呀，还想要丫丫这么可爱的孙女儿，能有这么些孙子就不错了。要不是你那好姨母觉得自己胜券在握，想看我们家热闹，说不定咱家到你这儿就跟断了。夏大伯，你明明给我升了辈分，怎么又想我当你孙女呢？想给我降辈分吗？大伯怎么会给你降辈分呢？你三哥哥还是在教你8个师侄读书的，一日为师，终身为师。小丫丫放心，有奶奶看着你大伯呢，她不敢给你降辈分。对了，您爹和您兄弟他们还好吧？他们很好，谢谢夏大人关心。今日有一事，我奉家父之命，特来向夏大人请教，还望夏大人不吝赐教。嗨，有什么事您尽管问，除了朝堂之事，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倒是与朝堂之事无关，今日向夏大人打听一个人。哦，什么人？此事若有家师或师兄在此，必不会叨扰夏大人。然事出紧急，我等不及向家师与师兄询问，只能烦请夏大人指点一二。我等欲打听之人，乃当今定北侯，不知夏大人可否告知其名讳啊？当今定北侯姓陶，名远明。哎，对了，他跟你们还是同姓的。定北侯的儿子叫陶允平，跟你爹的名字只差1个字儿。若不是你家祖籍是灵山县陶家庄的，我都以为你们两家有渊源呢。而桃林小溪里却掀起了巨浪，他紧紧地握起了拳头，神色明暗不定。这个也对上了，跟乌嬷嬷说的名字的发音相同。夏大人，您知不知道定北侯的祖籍是哪里？好像是西南府什么地方。你七公子，你老夫人，您唤我何事？像，真是太像了。母亲，像什么呀？我就说我初见七公子时就觉得有些面善，可是我老了，不中用了，一直没想起在哪里见过。说到平北将军，我就想起来我是在哪儿见过七公子，分明是见的平北将军啊。不可能。像，太像了。不可能，不可能。如果是这样，为何我师父从未说过此事？平北将军因为自己的长相，从少年时便开始以面具示人。我因为与侯夫人有些交情，有幸见过平北将军少年时的真容。以面具示人，以面具示人，原来如此，原来如此。那定北侯呢？他与平北将军是否相像？在我印象里，平北侯一直留着络腮胡，让人看不到真容。不过七公子的眼睛与定北侯和平北将军都不像，你这是凤眼，他们父子是桃花眼。夏奶奶，我村长大伯说我二哥哥长了一副勾人的桃花眼。这是我在村长大伯家玩的时候偷听到村长大伯跟大伯母说的。你二哥哥是桃花眼？我们庄上的人都这么说。小丫丫，你过来奶奶这里，跟奶奶说说你家的人吧。我除了见到你和你三哥哥，其他人还没见过呢。
我家有我爹爹、我娘亲、我4个哥哥1个大小，还有一个小侄子。小侄子比我小1岁，可有意思了，走路一摇一摇的，像只小鸭子。哟，那你家里人可不少，真是家门兴旺呢。那当然啦，我以后还会有1、2、3、4、5，反正有好多好多小侄子呢。你们不会真的是定北侯的亲人吧？不对呀，定北侯是西南府的人，你们是西北府的。我们的祖籍并非西北府。你们的祖籍不在西北府？可我曾看过你二哥所填的参事资料，你的祖籍就是西北府灵山县陶家庄啊。我爹是30多年前以难民身份落户陶家庄的，我家在2年前并入陶家庄陶氏一族。原来是这样，那这样看来，你爹8成是定北侯失散多年的小儿子了。哎，不对，前年我在京中的好友来信，告诉我一件稀罕事。他说定北侯失散30多年的小儿子找到了，据说他这个小儿子的回归颇为戏剧性。2年前皇上下旨传咱们西北府一位晏姓大夫入京给平北将军治腿疾。那位晏姓大夫在进京的路上救治了一个受伤的人，那人为了报恩，拖家带口伺候在晏姓大夫身边，并跟着晏姓大夫进入了定北侯府。后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身上带的一块玉佩被定北府给定北侯认出，然后就认了亲。现在因为北平将军双腿残疾，朝堂上还有人逼这个定北侯立这个小儿子为世子呢。皇上为何下旨让燕姓大夫入京诊治？秦公子，您稍等，我去拿信给您看。我看您的信不太好吧？哎，我跟好友在信里没有什么秘密，您又不是外人，只管看。犹豫了一下，拆开其中一封，一目3行的翻看着，越看心中的怒火越盛。待2封信看完，他心里已经理出的清晰的事件经过。原来举荐晏老大夫为平北将军治腿的人是陈侍郎，是我们家那个养女陈乐运的亲爹呀。这么说来，一切就说得通了。夏大人，我曾经跟你说过，我们家那个养女临走前卷走了家中所有钱物，这其中其实就有一块可以证明我爹爹身份的玉佩。现在看来，这一切都是他一手策划的。不能吧，一个10几岁的小姑娘怎么可能做这么大的事？要是陈侍郎参与了呢？甚至更多的权贵也参与了呢？陈侍郎举荐晏老大夫入京为北平将军治腿，恐怕有2个目的：一是将灵山治疗断骨最好的大夫调走，断了我二哥医腿之路，又能在皇上面前卖个好；二是利用我爹的玉佩，顺理成章地把他们想送的人送进定北侯府。哼，陈家还真是好算计啊！我们待他女儿如珠如宝，可他们却如此回报我们，好啊，好得很。你们都不知道你爹的玉佩与定北侯有关，您家那养女又怎么会知道？我猜他可能有些异于常人的本事，比方说能什么？您快说呀！从我们家的遭遇和掐指算出来的结果来看，他应该是能预知一些未来之事。哇哦，我3哥哥不愧是天才，相术艺术修习的好棒哦，比我那个老徒弟强多了。哎，这几天也没时间去检查老徒弟的功课，别不是在偷懒吧？这天底下真有能预知未来之人？你说说啊，老天真是不开眼，明明是个白眼狼，凭什么要给他这等本事？
他是不是就利用这个预知的本事，知道了定北侯是您爹爹的亲生父亲，所以故意偷走了玉佩，然后随便找了个人塞进定北侯府？我可是听说了，您那爷爷认的这个儿子活的不是人种，吃人饭不干人事，吃喝玩乐草包无能，这2年都快把定北侯府的名声给败光了。听说最近又盯上了世子之位，到底怎么回事？你们谁给我仔细说道说道。夏有德心中憋着火气，似终于找到了突破口，嘚吧嘚吧的跟他老母亲把陶家的事说了一遍。岂有此理，简直岂有此理，真是忘恩负义的贱胚子。岱主里果然出不了好孙子，就算这孙子在好主里，也改不了他骨子里的自私阴毒。就是陈家没一个好东西。嘿，我想起个事儿来，陈侍郎的正室曾经还跟你们大伯有婚约，你们大伯受伤，双腿不良于刑后，那女的转身就嫁给了陈氏了。陈家也是，这样的女人也要。亏陈侍郎他爹与你们爷爷还是同袍，怎么能这样？这真叫不是一家人不入一家门，一门虎狼之人，白白苦了你们家。可不怎么的，明明平北将军是救国救民的大英雄，那个女人她凭什么嫌弃？哦，对了，那个女人不会就是七公子你们家那个养女她娘吧？真是什么木头什么簪，什么大人什么孩儿啊！陶林晓敏锐地从中听出了一些信息，陶陈两家可能是有世仇的，这个认知让他的思路豁然开朗。陶家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掉进了别人的陷阱里？陶林晓觉得自己已经无法消化这些信息了，他迫切地需要找个地方静一静，把事情从头到尾好好捋一捋。陶林晓没费多大劲就基本捋出了真相，最终发觉真相其实始终近在咫尺，只是欠缺将其串联起来的关键之环。他琢磨着去找陶岩，给陶岩多一点提示，看看陶岩能不能想起更多的事儿。嘿，小家伙，我可跟你说清楚了啊，我不是你爷爷，你别再跟着我了。是你让两个大叔救了我，还说要当我师爷爷的。你少在这装可怜兮兮的来骗我啊！我可不吃你这一套。爷爷，你就是我爷爷，你不管我，我就被坏人抓去吃掉了。你这么可怜吗？我很可怜，爷爷，你不能不管我。那你爹你娘呢？我不知道。你家在哪儿啊？不知道。啊？嘿，原来你不知道你爹娘在哪儿，也不知道你家在哪儿啊！嘿嘿嘿，那你也是个傻子，小傻子。陶林晓听到这里，忍不住叹了口气。这样的陶岩，他能问出想要的答案吗？三哥哥，你在这里扮僵尸吗？三哥正要敲门呢。可是你这样一动不动好久了。你不是去找夏小七玩了吗？那你俩这是小公子的儿子，您好啊。这是什么鬼称呼？陶林晓沉默。虽然吧，他真的是他的小公子的儿子，但这样称呼出来就是不得劲儿。你这个小傻子怎么这么烦呢？我告诉你别跟着我了，我现在找到我小公子的儿子了，我要跟他回家，你去找你爹娘吧啊！可是我找不到我爹娘了，我不管，反正你救了我，我就跟着你。哎，你怎么还赖上我了？三哥哥，我们是来找小泽玩的，你也是来找小泽玩吗？我们也要玩转教师的游戏吗？哥哥是来找严师傅的，你们去玩吧。哦。哎，小公子的儿子，小公子。哎，我刚刚和小娃娃闹着玩的。小公子，您
要带我去见小公子吗？你进来，我有话问你。严师傅，坐下吧。不行，主子坐，属下站着就行。严师傅，你是我大哥的师傅，我的武功也是跟你学的，叫你一声师傅也不为过。你坐下吧。小公子的武功是我教的？这什么时候的事啊？我怎么不知道啊？先不说这个，我问你，你认识陶远明吗？陶远明？小燕子，这里我顶着，你快跑啊！小燕子，既然如此，以后你就跟着我吧。阿言，从今天开始，我教你陶家拳法和剑术。阿言，此次出征，我恐怕凶多吉少，你留下来保护好夫人和大公子。头，不好了，小公子和吴嬷嬷不见。夫人放心，我一定找到小公子。一段段杂乱斑驳的画面在陶岩脑海不停闪现。疼，好疼啊！严师傅，不要想了，别想了。呸！你是谁？你给我吃了什么？严师傅，我是陶玉安的三儿子，您不记得了？陶玉安，不认识啊。不过，你跟我徒弟长得很像，我徒弟叫，叫什么来着？陶凌风。对，陶凌风。我跟你说啊，我徒弟长得跟你一样好看，我徒弟可真是学武的好料子呀，只可惜是学武学的有些晚了。不过没关系，有我这个师傅在，没问题。小伙子，你是哪家的？对，你是陶宇安家的三儿子。陶宇安，这个名字真的好熟啊，这是谁呀？陶林小叹了气。小伙子，你刚才给我吃了什么糖啊？可真好吃啊！再给我几颗呗。那是他小妹炼制的生息丹，一颗就价值1000金，他还想要几颗，脸真大。不然给一颗也行啊，这个味道好熟悉啊，我好像在哪儿吃过呀。你在陶远家吃过，我小妹为了给你治脑袋，给你炼制了好几颗价值连城的丹药，好不容易把你的病情稳定了，没想到你出来一趟，脑袋更坏了。哎呀，我想起来了，你是陶老三呐。对，我是陶老三。还有呢，你还想起什么了？我主子停妻另娶，偷偷跑到陶家庄定居了。虽然吧，他很对不住前主母，但是新主母也不坏，还给主子生了1、2、3、4个儿子。对，还有一个小闺女。哎呀，做属下的也不能说什么。陶林小直接无语了。听他这一番话，他大概是想起了他刚到陶家庄时的情形。那时候他就老抱怨他主子为什么要另娶他人。三公子，您怎么来府城了？我不是跟大公子说待我找到主子就回去吗？你来府城找你主子，找到了吗？我才到，我还没去呢。不过我们有联络暗号。你刚到府城？是啊，昨天刚到，没想到三公子就在府城。现在是几月？初几？三公子，您可真笨啊，连今天是几月初几都不知道。今天是4月初2啊。陶林小抚额，已经无法形容此刻的心情。看来这是哪根筋没搭到好处，把来府城后发生的事又给忘了。怎么了，三公子？我说的不对吗？我大哥不是派了2个人跟着你吗？他们去哪儿了？陶金和陶银，他们在房间里休息啊。
哎呀，我忘了，刚才我打发陶金、陶银先回去了。你不是要去找人？我陪你一起吧。我就说不用他们两个陪着，他俩武功太次，不够打。三公子你嘛，也不用陪我，万一有危险，我还得保护你，我自己就行了。他拉开房门，眼前一片陌生的景象，这不是他住的客栈。他猛地又关上门，回身对陶林晓说：我刚刚开门的方式不对，我再试试。我去，我这是还没醒。爷爷，我回来了。他们都出去玩了，只有我想着你，来给您送好吃的，我可孝顺了。哎呦，哪儿来的野小子，撞死我了！爷爷，您又不认得我了。您看，我给您带的叫花鸡。三公子，您先吃，我不饿，你吃吧。小子，你的叫花鸡很好吃，我允许你叫我爷爷。您说让我拜您徒弟为师，您就是我师爷爷了，所以您本来就是我爷爷啊。他的脑海中再次闪过一些话，他蹲下来，捂着头大哭。陶金、陶银，是我害了你们，我不该相信那些骗子的标记，是我害了你们呀。我说过，让我徒弟收你为徒，不骗你的。虽然你的根骨平庸了一些，但是笨鸟先行早入林。爷爷，你都想起来了？陶岩点点头。那就是你师父的三弟，你的三师叔。三师叔，你先玩去吧，我跟你师爷爷有话要说。哦。严师傅，你记得陶远明和陶雨平这两个人吗？三公子，我主子就是您爹呀，我不记得他叫什么名字了，但是我记得他的样子，就算他剃掉了大胡子，我也认得出他。大胡子？陶林晓心中陡然一松，终于又听到一个关键信息。那你的大公子呢？大公子嫌自己长得太倔，不怎么出门。严师傅，我找到你真正的主子和大公子了，我爹其实就是你要找的小公子。您说的是真的？真的。哦，我真的找到小公子了。城东冥府找了一夜莲花宝鼎也没找到，须臾几乎累瘫了。师傅，您说会不会被昨晚那个小娃娃捡走了呀？昨天晚上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就坐在那对烧焦的瓦硕上。不可能，莲花宝鼎看似小巧，实则重达100斤，他一个小娃娃怎么能拿得动啊？也是。对我回去，叫你师弟他们过来，给我一寸一寸的找。是，师傅。师傅，大事不妙了，刚刚官府去把万花楼给封了。什么？昨天搜查后没有查封，怎么会过了一夜反而给封了？不知道为何，那些衙差说万花楼涉嫌拐卖人口，所以……究竟怎么回事？万花楼后院柴房里关着刚抓回来不久的那个老疯子和那个小男孩，被官府给带走了。废物，不是叫你们抓到之后立即送过来吗？你们是怎么被抓的？我被大鬼子下药拐到这里的，爷爷好像正好去那里找人，发现找错人了，在离开的时候发现我，就让他带的2个人救我，然后不小心惊动了那些人，打起来了，然后那2个大叔为了保护我被杀死了，爷爷为了我中了案件，我们就被抓了。抓你们的是万花楼的人吗？是和尚，他们的头发是假的，他们肯定想抓我当小和尚。又是和尚，陶林晓心情异常沉重。大街上，小姐，小七公子，你们慢点啊，小心摔着。来追我们呀！砰的一声，吴雅雅闷头撞在一个坐着轮椅的人身上。你抓我可爱的，能吃肉肉的我的小白牙。你的牙明明好端端长在你牙床上，
你凭什么说我主子撞掉你丫了？小小年纪学什么不好，偏要学那讹人的骗子。哼，你家大人呢？啊，是不是就在这周围等着收钱呢？木匠，一个木匠，我就说我的牙是专门用来吃好东西的，怎么可能这么轻易就掉啦？我还能吃肉肉，我还能啃肉骨头，我还能炸肉干干了。小姐，肥大哥，你的眼睛抽筋了吗？不是让你看好小七吗？咦，夏小七呢？啊，小七公子。只见夏小七正在一个卖糖葫芦的小贩跟前挑选糖葫芦，他身旁有2个贼眉鼠眼的家伙暗戳戳地朝他伸出了魔爪。乌鸦呀来不及思考，电光石火间从自己的小兜兜里掏出2枚炒豆子，唰地扔了出去。哎呀，把这2个人贩子给我抓起来送官。小师姑，我去给你买糖葫芦，检验你的小牙。夏小七，你给我滚过来！老子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想跟我逛大街就得跟紧了我，跟紧了我。你耳朵里长狸毛是不是？听不见是吧？买给我的就买了1只，你说是买给我的，你猜我信不信？等，小师姑，手下留耳朵，我错了，在大街上的，你给我留点面子。面子？你还有面子呢？在哪儿呢？给我看看。哎呦，是个吃货的面子吧？你就这面子，早晚得死在吃上。我的面子早就死在吃的上了，哼，都接受贿赂还不放开我，命苦啊！你说什么？我是说，小师姑要是喜欢吃，我的零花钱都贡献给小师姑买好吃的。他盯着对方，讶异的慢慢睁大了双眼。二哥哥变老了。坐轮椅的二哥哥从上一世穿越回来了。乌鸦鸦的小脑瓜里一瞬间掠过28种可能。小胖丫，你看着我干什么？之前你的牙齿磕伤了我的膝盖，你打算怎么办？我叫乌鸦鸦，不叫小胖丫。我的不是胖，是圆润，你要记住了。主子笑了，不是冷笑。30多年了啊，主子从未这样发自内心的愉悦过。这个小胖丫头，就算是小骗子，他也认了。只要他能让主子高兴。圆润啊，确实挺圆润的。你是谁家的娃娃？把你家大人找来，我们商量一下赔偿的问题。乌鸦鸦看了看他的双腿，两眼呆萌，自己这是被碰瓷了，就他那腿还会疼？疼个鸟啊！您的手真好看，甩过大刀舞过枪，竟还保养得这样好，我好喜欢呀！面具男子的手微微一僵，心底掀起惊来，大意了，被眼前这小娃呆萌的模样给迷惑了，忘了这不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娃子。他反手压下乌鸦鸦的小胖手，迅速往乌鸦鸦背后一抓。哎呦，您这是干嘛？快把我下来！您看看，现在我就像一直在水里爬的小乌龟，多没面子！哇，您笑起来真好看！您跟我走吧，我保证您跟着我吃香喝辣的，过得美滋滋。小妹，你混说什么呢？乌鸦鸦话音刚落，一道严厉的声音响起。桃李小劈手将乌鸦鸦从对方手里夺过来，抱进怀里，不悦地瞪了对方一眼。你胆子挺肥啊你！不肥，我胆子一点都不肥，嘿嘿。三哥哥好，三哥哥，您别生气，我是跟他说着玩的。撒娇也没用。对，没有。师傅说小孩子不能随便跟陌生人说话，小师姑您摊上大事了。夏小七，哼哼，你完了。关人家小七什么事啊？你还是先想想自己玩不玩吧。
三哥哥，你不是在家里跟严师傅说话吗？怎么来？不要转移话题啊，这招没用。兄妹俩正在斗智斗勇，没有发现自桃林晓出现后，面具男人和他的属下惊掉下巴的模样。主子，他，你叫什么名字？你家在哪儿？你爹爹是谁？我们素不相识，我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爹是谁，跟你有关吗？桃林晓皱眉看了对方一眼，转身对夏飞说：你们都聚在这里干什么？不逛街了就赶紧回去。最近街上的拐子多，你们不知道吗？是，七公子，我们这就带小小姐和小七公子回去。我抱着小小姐吧，七公子要办什么事就放心去办，我保证保护好小小姐和小七公子。三哥哥不行啊，我们的大戏还没开场呢。唱什么戏？还唱戏？我是不是太惯你了啊？我有没有告诉你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你刚刚干什么呢？啊？不是三哥哥，大戏真的还没唱，不能走啊，这才刚刚开始呢。三哥哥，你看看他，快看看，是不是很惊喜？是不是很意外？呀！年度大戏开始喽！小白菜呀，地里黄，找情人呀，力量好呀，30多年跑断腿呀，今日相见不相识呀！嘎，三哥哥，你现在闹得欢，待会儿一定拉清淡。哎呦，这要小白菜地里黄啦！嘎。面具男人猛地一哆嗦，抬头四顾张望，是谁？这说话声是谁的？听闻乌鸦新生的桃林晓，此刻心中巨浪滔天，拍打得他几乎要站不稳了。咦，我大伯盯着我干嘛？我是应该继续询问我三哥哥吗？我知道了，我大伯太聪明了，他是觉得大街上不是说话的地方吧？呀，这么多看热闹的，确实不是说话的好地方。我大伯用目光向我求教，我要不要默契的配合一下呢？三哥哥，我的小白牙把那位大伯的膝盖给戳伤了，他在找咱爹要赔偿呢。戳伤了？那我们是得赔啊。七公子，您不要被骗了，就小小姐这么个小人，哪能伤得了他呀？肥大哥，你是在瞧不起我的小白牙吗？那你看，又白又齐又有力，啃得了肉骨头，咬得过狼，他们就是太优秀了。太优秀了，才闯下弥天大祸。这位小哥，你不知道，我这腿上本就有伤，伤至筋骨，被这小娃娃的牙齿一磕，估计筋断了。夏飞扯了扯嘴角，他这是真的掉进大戏里了，咋都唱上了还筋断了，怕不是他那双腿本来就坏了吧？欺负小小姐人小不懂，找小小姐当这个顶缸的冤大头。你看上去还挺讲道理的，那我们去找个安静的地方谈谈赔偿事宜吧。那我爹他们住在兴隆客栈，你要谈赔偿的话，就跟我走吧。夏小哥，没事的，麻烦你把小七带回去吧，不要再逛了。小七，你要听话，现在马上跟着夏护卫他们回府，知道吗？知道了。桃林晓带着面具男人和他的属下回到兴隆客栈。陶三公子，您这是来客人了，要不要再订个房间呢？给你们优惠啊！掌柜一声陶三公子，令面具男人和他属下同时颤了颤。姓陶啊！掌柜伯伯，您的客栈不是住满了吗？那个，要是需要的话，我可以把我的房间倒出来，我去跟小二挤挤。那不用了，您可以抬张大床到我们那个1天50两的豪华大房间。为什么呀？我把这个大伯磕伤了，他是来谈赔偿的。我掐指一算，赔偿问题不好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一时半会儿谈不出结果，
所以得给人家准备住的地儿。你把他磕伤了？我的小白牙把他膝盖的筋给磕断了。嘤，都怪我的小白牙长得太优秀了。小妹，三弟，不是说今天不回来了吗？小妹是不是想二哥哥了？想了，真像啊。像什么呀？我们进去说吧。有客人吗？主子，他，快先进来吧。这位大叔，你怎么哭了？轮椅上的人凝视着陶凌云，手慢慢附上自己的面具，缓缓地把面具摘了下来。二哥哥，镇定，我鉴定过了，他不是姥姥的你从上一世穿越回来的，他是咱亲大伯。大伯？突然的哭声将震惊中的人拉回了神。主子呀，这次是真找到了吧？啊，就算有人说这位公子是你儿子，属下也信。哎呀，你们是？我们是陶宇安的儿女。陶宇安。乌嬷嬷是我们的奶奶。乌嬷嬷，孩子，我是陶允平，你们的大伯呀。乌嬷嬷是不是告诉过你们，你们还有爷爷奶奶和大伯？36年了，我们找你们36年了。当玉佩出现的时候，我以为你们凶多吉少了。当年有人趁你们爷爷出征，要封京城大乱。哎呦，不行，我受不了了，就这场面太让人难过了。我还是去把我爹找回来吧，让他回来哭，我是受不了了。小妹，别闹。二哥哥，这样的人生大戏不是大事，不是得叫咱爹爹回来一起听，不然爹回来再说一遍，还要再哭一次，那都不划算。二哥哥，我带小妹出去找爹爹吧。好，快，三哥哥抱着我往门口冲。小丫丫，今天早晨不是才分开，怎么就想爹爹了？兄妹二人没料防，刚打开门，乌丫丫便被自己老爹叼了去。看见爹爹，高兴不？高兴。爹爹在楼下没有碰到掌柜伯伯吗？碰到了呀，怎么了？没什么，那爹爹先使劲笑笑，一会儿就得使劲哭了。为什么哭？爹爹自己进去看看就知道了。嗨，小妹，不就是找咱家要赔偿的？咱家现在不差钱儿，我看看伤到什么样，该赔多少，我们一分都不会少。我看到了什么？阿寻，我这不是做梦，是吧？不是，主子，二爷，他肯定是真二爷。您看他跟侯爷多像啊，比您还像侯爷呀。小弟，我总算找到你了。小弟，我是你大哥，是你亲大哥呀。这些年苦了你了。他这一哭，众人也跟着抹泪。陶宇安一动不动，任由陶宇平抱着。他眼前闪过一幕。二公子，您是主，我是仆，人前我们可以以母子相称，但人后礼不可废。二公子，您快吃，嬷嬷今天卖了绣皮，挣了不少银钱呢，特地买了半斤肉给您补补。娘，你也吃。嬷嬷不喜欢吃肉，您吃吧。二公子，咱们终于攒够入学的银钱了，可以送您去私塾了。二公子，您的大名叫陶允安，嬷嬷不识字，只听夫人说，希望上天赐予您一世平安。
二公子，您回来了，怎么样？有他们的消息了吗？娘，我又让你失望了，没有任何消息。唉，也不知道老爷夫人他们如何了。嬷嬷不行了，不用治了，有那个银钱留下来给韵韵买好吃的吧。他是个可怜的孩子，我这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找到老爷、夫人、大公子，还有二公子。说是有一天您找到了他们就到我坟前。往昔如浮光掠影，在陶宇安心头翻涌。乌嬷嬷临终前的期望与不甘，令陶宇安的心犹如被锥子刺痛一般。娘，他路不对呀，这是什么情况？我爹不是应该说，大哥啊，我的大哥啊，我终于找到你了，怎么到我爹这就变成哭娘了？抱头痛哭的陶宇安和陶宇平身躯微微一僵。您能听到刚刚的说话声吗？陶宇平犹豫了几息，点了点头。陶宇安了然，果然有自家血脉的人都能听到乌鸦鸦的心声。咦，咋都不哭了？好像就是像我一个人含着一把鼻涕一把泪，我的眼泪集体离家出走了，我挂不住他们了。我真的是太不容易了，长这么大头一次流这么多眼泪。娘说了，女孩子的眼泪是珍珠，我这是掉了多少珍珠呀？哇，我的个老天爷，我终于找到我有钱的大伯了。我是不是终于要吃香喝辣各种享受啦？老天爷，你是我亲爹，我爱死你了！啊不，我亲爹在眼前呢，你是我亲。小弟，我真是你大哥。陶宇安点点头，坐着，我们慢慢说。好。咋又不说话了？不是要坐着说？为什么坐下又都不说了？我还等着听故事呢。我爹爹被丢失的故事，不应该叫爹爹失踪记，也不好，叫兄弟相逢记，不好，对了，叫寻亲记。大伯，我请您吃瓜子。哦，谢谢小胖。压小侄女。那不谢，大伯快吃吧，我的瓜子可是天上有地下无，每一颗都有惊喜，每吃一颗都是幸福，只要吃一颗还会想吃下一颗，一颗又一颗，保证您吃出幸福，吃出快乐，快吃。丫丫的瓜子儿果真天上有地下无，太好吃了，引诱的大伯不知不觉吃光了。是吧？我就说我的瓜子最好吃吧。最好吃，天下第一好吃。那么大伯，现在可以说书了吗？我想听您说说。对了，三哥哥，快倒茶上糕点，大伯要开始说书啦。好，我这就讲给你们听。陶家的故事老套而又令人心酸，就是一家大怨种的故事。36年前，大滚国皇位交替，内忧外患，战乱四起。只是还未来得及奔赴西南边疆，却临时奉命北征。彼时他的夫人洛青红才刚生下陶宇安。陶远明把自己身边最得力最信任的几个护卫留下来保护父母妻儿，才放心离去。谁知他刚出征不久，唯一的一片净土帝都发生了暴乱。
陶家人在护卫们的保护下，意欲回到祖籍西南府躲难。路上到处可见难民逃亡，他们就那样混在难民中，倒也走得顺利。谁知在刚踏入西南府边界时，逃难的队伍中突然冲出一队手持长刀的土匪，见人就砍。于混乱之中，其一家人被冲散，乃嬷嬷乌桂月携陶雨安走失。后来寻找陶雨安的那一路人马始终没有回去，也与陶雨安跟乌嬷嬷一样，从此杳无音讯。这些年的寻找并不顺利，不是被误导，就是有人假冒。那些冲进难民营中砍杀的土匪，真的是土匪吗？会不会是我们的仇家？我也想过。这些年从未停止过调查，但那时候兵荒马乱，线索太少，而且这些年家里大部分精力都用在寻找小弟上了。小弟，你还不肯叫我一声大哥吗？叫一个。陶雨安白了乌丫丫一眼，这小丫头真是个漏风的小棉袄。不待她开口叫人，房间门被大力撞开。是哪个胆大包天的歹人，竟敢在本官之下公开讹人？大人，他就是那人，他和一个坐轮椅的，就是他要讹人，他还想用眼神杀死我。不知夏大人到访有失远迎。齐公子，您这可是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多谢夏大人关心，我们还真是有些小麻烦，烦请夏大人帮我们出出主意。不麻烦，我最会出主意。掌柜，你先下去吧，别耽误了做生意。夏有德又对带来的衙差说：你们在此候着，一切行动听指挥。是。见过夏大人。又不是外人，还跟我客气啥？哎呀，我可真是羡慕老弟您呀，生了4个好孩子。夏大伯，我爹有5个孩子呢，5个哟。小丫丫真可爱。好，你爹有5个孩子，5个。哎呀，娘呀，这是，夏大人有礼了。有理。夏大伯，是不是很震惊？是不是很意外？这是我亲大伯。平北将军。夏大人，你我之间无需多礼。夏大人，今天的事还请您在外面为我们圆一下。您今天来就是为我们调解赔偿事宜的。是，我就是来解决你们之间赔偿问题的。你们这是怎么找到一起的？我们的相遇实属巧合。对，巧合，这得感谢我的万能小白牙。大伯，您是为何来到西北府的？是得到我们的消息了吗？大伯，夏大人是自己人。将军，您跟我大可不必见外。七公子和小丫丫与我有救命之恩，我这人吧，虽然风评不好，但绝对不是忘恩负义之人。救命之恩？大伯，其实夏大人对咱们家也有救命之恩，我们……不对，是你们对我们有救命之恩，我出手救六公子乃是职责所在。夏有德叭叭叭一口气说完，颇为气愤地对陶宇平说：平北将军，您说说，这都是些什么事儿？现在您该相信我们的这个死对头是白侯府。你等等，是你夏府的死对头是白侯府吧？不，是我们两家的死对头都是白侯府。您看，这里面有几个关键的人物可以证明，劫持六公子的歹人
是3个虚字辈的和尚，下官衙署和府里不协镇的是虚字辈的和尚。您看看吧，都是虚字辈的和尚出的手，说他们之间没点联系，鬼都不信哦。我倒不这么认为。那3个抓6公子，夏大人为何称他俩6公子、7公子？哦，将军，您还不知道吗？我该知道什么？哎呦呦，看上去你们见面后还没落多少。小美将军，您是不知道啊，您的侄儿侄女太优秀了，您这2侄儿、3侄儿被文大儒收为关门弟子了。一门2个大儒的关门弟子啊，了不得呀！好，你们很好，大伯很高兴。高兴吧？现在7公子可是我家8个孙子的临时夫子，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所以我们2家是一条绳上的。打住！临时的始终是临时的。现在我们不说这个，言归正传。我觉得那3个劫持凌云的和尚不是白后夫指使的，从他们的目的来看，又是和尚作案，倒像是改变凌云一生的诡计一般。您说的很对，这都怪我烂好心，识人不清，一时心软，给家里带了无尽祸患。不，爹爹，这并不怪您，您并没有做错什么，错就错在有些人不值得同情，有些人忘恩负义。小人终其一生都在琢磨如何害人，又岂是您能防得住的？怎么回事？你们跟我好好说说。这事说来话长。他把自家与养女及京城陈府之间的恩怨跟陶雨萍细细说了一遍。岂有此理！老子现在就回京，杀了那条狼心狗肺的东西！只见安巡暴躁地挥舞着手中不知打哪儿弄出来的软剑，他身后的一张椅子已经报废。巡大叔，您稍安勿躁。安不了，我安不了啊！陈运良这个龟孙子，在朝堂一直给侯爷使绊子就算了，没想到竟然算计到这里了，气死老子了！这陈家没一个好东西，除了背后阴人，干不出一件正经事儿。嘘，安巡，稍安勿躁。所以3年前灵山禁术一案，我弟妹和咱家丫丫也是受害者。是陈家女所为。陈家女卷走了家里赖以生存的全部银钱。对，凌云曾被陈家女陷害断过腿。没错。他还想要了老大的双手。是的。他还买通土匪对侄儿媳妇下手。的确是。陈允良赈灾时2次派人刺杀过我小侄女儿。没错。玉佩被白眼狼偷走了。是。灵山燕大夫你们可熟？燕大夫是老二的救命恩人。原来如此。我真是没有想到，灵山巫术一案离我们的乡镇这么近，竟然被我的自以为是忽略过了。当时听闻是陶姓人家引爆此事，我和咱爹还讨论过，只是我自以为是地认为陶家庄的人自然是姓陶的，不可能与你有关。
现在想想，我悔呀，悔不当初，我太自以为是了。大伯不哭。大伯，虽然我们相逢晚了3年，但我们在我的小白牙的见证下相认了，这是一件高兴的事。陈允良这能算计的镜头用在正道上，我大爷怕是要添一员良将能臣了。你看他这一环接一环算计的滴水不漏，先将晏大夫许献给皇上，让皇上将晏大夫送进定北侯府，再由晏大夫在无意之中救了陶万荣。晏大夫医者仁心，将陶万荣带进侯府。我们这一家人真是被他陈允良算计的渣渣都不剩了。大伯，你说谁？陶万荣？怎么，你们认识？不可能啊，我派人调查过，陶万荣是江南人士，当地确有此人，而且陶万荣的口音与西北府口音无半点相似呀。哼，陶家庄的陶老赖名叫陶万荣，好吃懒做，贪婪成性。他眼白大，鼻子塌，上嘴唇厚。可不怎么的，他就长得熊奶奶样。就那长相，有信我，侯爷和将军也是不信的。我的天哪，是我在西北府待太久了，不了解京城人了吗？陈侍郎这是好心机啊，真是让夏某大大的佩服呀。这算计的一环扣一环，枉我夏某自诩聪明，跟他一比，简直老夫自愧不如，自愧不如啊！哎，果然是能预知未来的人，就是不一样。你说什么？预知未来之人？谁？于安兄弟，你还没有把那个白眼狼能预知未来的事告诉北平将军吗？自家老三跟夏大人走得这样近了。爹，这事儿刚刚咱忘记说了，您忘了，我之前结合他的行为掐算过，他能预知未来啊。预知未来？就算他是9天神万年魔，我也要让他为他所有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哎，对了，大伯，您是怎么找到我们的？大伯是见到了我陶家36年未用的梅花印记，所以才过来。梅花印记？哎，梅花印记是我们陶家36年前一直用的暗中联络标记。哎，梅花印记是我们陶家36年前一直用的暗中联络标记。当年在小弟失踪后，陶家便换了另外一个联络标记，将梅花标记独自留给分出去寻人的那一路人。我就想着，到时候梅花印记一出，就是松延叔和我弟弟的消息。我此次来西北府，就是因为前段时间我的人在西北府这边发现了这个梅花印记，所以我才会亲自跑这一趟，想知道是不是松延叔，想知道他是不是找到了你们。松延？是松延。当初就是他带人去寻找你爹和吴嬷嬷的，之后便失去踪迹。陶林晓眼神微闪，没有说话，退到房间空旷的地方，迅速打出一套拳法。这套拳法是陶岩教给他们的，说是他主子自创的，
他说他们作为他主子的儿子必须会。这是侯爷自创的打蟒拳，三公子，您是怎么会的呀？爹爹，您看，您的善良上天自有安排，所以您以后就不要再愧疚了。这3年您心里有多苦，儿子都知道。爹，一切都过去了，我们会越来越好的。怎么？你们大伯，2年前我们家收留了一个头脑不清醒的老人，这套拳法就是他教的。他现在就在夏大人府上，他也是被什么标记引来府城的，只是他应该是中计了，受了很重的伤。我们在搜查城南万花楼时意外找到他，可能是因为受伤的缘故，他的脑袋比之前更乱了，说话也总是颠三倒四。平北将军，您看到了吧？不说其他的，单说严师傅这块，咱2家是不是一条？陶宇平悠悠地瞅着夏有德，使夏有德的话语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夏有德，此人刚正不阿，大公无私，谨言慎行，不苟言笑，挺严肃的一个人，放在西北府守门户，朕放心。皇上评价夏有德的话犹在耳边，陶宇平揶揄一笑，皇上这是看走眼了，不苟言笑，眼前这个笑得一脸不值钱的人是谁？挺严肃的一个人，沾到毛3两肉拼命往上贴的人严肃吗？你说那位老人也叫松岩？出狱时他说他叫小严子，问他姓什么，家在哪里，一概不知，说话行事疯疯癫癫，对我们不是叫主子就是叫大公子，要么就叫小公子，还说我娘是狐狸精勾引他主子，总想拆散我爹和我娘，他一直赖在家里不走，我爹便让他教我大哥习武，给他取名陶岩。那错不了了。你们爷爷身边有4大护卫，他们分别叫松岩、松竹、松刚、松照，他们在你爷爷年少时便陪在你们爷爷身边。其实松岩只比你们爷爷小6岁，不过你们爷爷平时很喜欢喊他小严子。不急，大哥，我这就让老3老4去把他接过来。你小弟，你刚刚叫我什么？大哥。哎呦，我的个亲娘哎，受不了了！莹莹多高兴的事，干嘛要哭呢？莹莹，我的小心脏啊，实在太难了。我这么小，我的小心脏更小，谁要跟我一起承受这么多？莹，小白菜地里黄呀，心里一酸，泪两行呀。莹受不了了，赶快跑吧，我要去接严师傅呀！三哥哥，我要去跟你接严师傅。你们这才刚刚相认，肯定有很多话要说。接人的事交给我吧，我保证把严师傅安安全全的给你们送过来。那麻烦夏大人了。不麻烦，我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嘛。蚂蚱，好多蚂蚱。呀，什么好多蚂蚱呀？小白菜呀，地里黄呀，蚂蚱也来被啃光呀，夏大伯那愁满面呀。小妹，你究竟在说什么呀？不是他想的那样吧？蝗灾，多么可怕的字眼！眼下小麦刚刚返京，要是他不敢往下想。三哥哥，一大片蚂蚱飞，像云一样，夏大伯愁啊！脑门的褶子能夹死蚊子啊！哎，陶林小一把松开乌鸦鸦，站起身，从袖袋中掏出3枚铜钱，双手合十晃了晃，撒在桌子上。陶林小凝视着铜钱片刻，
而后抬起左手掐指推算起来。陶玉平不自觉地皱了皱眉，自己这个三侄子怎么神叨叨的像个神棍？将军。陶玉平微微摇头，示意他不要出声。良久，陶林晓砰的一拳捶在桌子上，愤怒地说：竟是人祸！蝗灾怎么可能是人祸？看似天灾，实则人祸。夏大人，城东的民府是否派人监视？有的，那周围我安排了不少咱的人马。小妹，你去过民府，那里是些什么人啊？冥府里有宝贝，被我捡到啦，嘿嘿。都有些什么人呢？和尚。不对吧？我去了那老半天，一个和尚都没见到呀。可是他们就是和尚啊。和尚是没有头发的。跟那个大伯一样，坐在轮椅上戴着面具的人，他身上有佛像啊，他的头发没有生机，他身边跟那些人头发也没有生机。头发没有生机？对，没有生机。没有生机就是假的，说明他们都是秃驴。丫丫，说话要文明。爹爹，我说的很文明呀。他们是好人还是坏人啊？当然是坏人啦。三哥哥，我告诉你啊，那个坐轮椅的秃驴可坏了，他背负5条人命，小人就像夏小七那么小的。他在偷偷练续命丹，给自己续命呢。不过他以后就练不成啦。嘿嘿，三哥哥你看，他的丹顶被我捡来啦。乌鸦呀说着，伸手从自己的小衣兜兜里掏出莲花宝鼎。小妹，他们是不是这次灾祸的制造者？是啊，他会做法，咻咻咻，这样。不过他现在可能跑了。跑了？不可能吧！我派出30多人，在冥府前前后后都有安装。他跑了，为什么我没有收到信？他把他要做的事都做完了，本来还差一个夏小七，结果让我搅了，不然他在您搜查前就跑了。哎呀，你怎么不早说？我说了也没用啊，他命不该绝。哦，对了，他还要在我大伯面前忏悔呢。我？对呀，本来我不知道他要忏悔的人是大伯，但见到大伯之后我就知道了，他跟大伯有很深的牵扯，具体是什么我看不透。丫丫，过来，让大伯看看你捡的宝贝。啊，好的。大伯，待我把它净化后，认丹给您治腿，帮您活蹦乱跳。大伯，它是不是很好看？您看它的莲花瓣跟真的一样，就是颜色黑乎乎的。最让人想不到的是，它能变大变小，是不是很神奇？能变大变小？是啊，不过今天没时间，我还要去接严师傅，不然我表演一个给大伯看看。陶玉平点点头，压下心中的万丈惊澜。哦，下官现在就回去接严师傅。齐公子，咱们要不一起？大人，大事，出大事了！何事如此慌张？大人，冥府的人逃了，我们的人没拦住啊！马捕头正在组织人拦截，不过对方武艺高强，怕是拦不住啊！他回头看向乌鸦鸦，乌鸦鸦一脸无辜的摊小胖手。小丫丫，你说说你早知道他们要跑，为何不提前告诉大伯呢？我刚刚已经说了，我的脑袋太小了，装不了太多东西。再说得了宝贝一高兴，就更记不得这事了。唉，天意呀，真没办法跟你们解释。老天亲爹都让我忘了这件事。怎么才来吧？他们逃得突然，我们一点防备都没有。等他们大车小车一起涌出府的时候，我们才调集人手，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大伯，爹，我去看看。安轩，你跟着三公子一起，务必保护好他的安全。是，主子放心。我也去。
你还没表演宝鼎变大变小给大伯看呢。来，大伯，我表演给您看。只见他2根小指头一捏，捏住莲花宝鼎的一片花瓣，轻轻往上一抛。大哥，丫丫自小力气很大，这个我知道。在刚遇时，我和安巡2个人被他推着退出了10几步。我只是没想到，这样一个小鼎竟然有100斤重。很重吗？不重啊。我试试。陶凌霄上前从乌鸦鸦手中接过宝鼎。哎呦！随着陶凌霄一声叫唤，宝鼎砰的一声掉在地上，要不是陶凌霄往后退得快，就砸到他的脚上了。我去，太重了吧！陶凌云过来，弯腰抓住宝鼎，一个用力拿起来。没想到这小东西这么重。凌云的力气这么大吗？凌云曾因故弃文从武4年，这2年读书之余，又跟着严师傅习了一些武功，应该有些内力吧？是吗？凌云竟然文武双修，好，不错。他来阜城是参加乡试的，而且大哥也不要小瞧凌霄，他虽然武功没几个哥哥好，但他的师傅是验术大师问天。什么？验术大师问天？问天就是文大儒的嫡长子。丫丫的师傅呢？大伯，我的师傅是神仙，我爹说的。嘻嘻，大伯，我爹他不认识我师傅。来，给您1颗糖吃，您吃了后看我表演宝鼎变身技。乌鸦鸦说着，从小衣兜兜里掏出一粒丑不拉几黑乎乎的东西递给陶雨萍。陶雨萍修长的手指捏着乌鸦鸦说的那颗糖，举到眼前仔细查看。第一眼，真丑，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丑陋的糖？第二眼，像毒药，凸凹不平，扭扭巴巴，黑乎乎的，感觉不像个好东西。待你们随大伯回京后，大伯给你买好多好吃的糖。好，大伯最好了。大伯您快吃，我这个糖可是买不到的哦。他不自觉地将这粒冒丑的糖放入口中，入口即化。丫丫，你给大伯吃的真是糖吗？嘻嘻，不是哦，是丹药。丹药？哪儿来的？我做的。我刚才说过了，我要把它净化了，用它来炼丹给大伯治腿。嘿嘿，接下来我先给大伯表演个大变火鼎。在离南城门不远的地方，捕快衙差正和冥府出来的30多人站成一团。夏有德和讨灵小带人赶到的时候，就看到这样混战的场面。住手！放弃抵抗，立即投降，不然从重处置。只是他的话没人听。陶林小身后的安巡见状，嗖地飞进战斗圈。站住！放我们离开，不然我杀了他！救命！救命啊！别动！我的剑可不长眼。夏大人，你不是爱病如子吗？你怎么样？你放我们离开，我就放了他。不然，住手！你不要伤害他。那就放我们离开。昨日我们还一起救过火，你们好像也没犯什么事儿，这突然跑什么呢？不若你们放下武器，我们有事说事，把误会解开不就好了？再抵抗下去，伤了百姓，那可就罪加一等。夏大人，你就别装了，你在我们府外布了不下20个眼线，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吗？你想放长线钓大鱼是吧？
那也得看这鱼咬不咬你的钩。哎，你这不就咬钩了吗？本来我还没有掌握多少证据，没想到你们狗急跳墙了。哼，我懒得与你扯犊子，放我们离开，不然我就杀了他！救命啊！救命啊！让他们离开，叫他们都退后，把我们的马车给我让出来，把我们死伤的人搬上马车，再把那辆翻了的马车扶起来，把那些东西铲到车上去。夏有德点头，马大宝立即安排人找来铁锨，将那一车黑不拉几的东西给铲上了车，把他们死伤的人给搬车上。哎，大哥哥，你们也太仁义了吧，烧焦的瓦砾砖头也要拉出去安葬吗？要你管！快去把那几辆马车赶上！他的话音落下，立即有几个人跑到马车跟前，赶着马车就走。徐毅拖着那名人质慢慢往后退去。夏有德皱眉看着他们消失的方向，问马大宝：那个面具人呢？为何不先把他拿下？他腿脚不便，应该在马车上吧？回大人，那个面具人根本不在马车里，那几辆马车我们全都查看过，拉的都是些烧焦的瓦砾。他们拉上那些东西干嘛？他们不会是真的要把那些东西超度安葬吧？哼，你可真会想。糟了，调虎离山！完了，我小妹说抓不到那人的。接下来的事情用不着陶林晓了，他顺道去夏府接上了陶岩和小泽。夏小七死活要跟着，陶林晓无法，便带他一起回了客栈。陶雨萍听到开关门声，立即收起震惊之色，对乌鸦鸦说：丫丫，收起来吧。大伯看够了吗？大伯还没看够呢，不过你三哥哥回来了，他这样太占地方，你三哥哥进不来，咱们先把他收起来，待只有咱俩时，你再表演给大伯看，好不好？好的。乌鸦鸦高兴地蹦跶出来，小手一挥，莲花宝鼎立即变小变小，最后竟然比之前小了许多，像一颗核桃那么大。三哥哥，我好想你呀！小石锅，我来了！三哥哥，你可回来了！小妹，怎么了？三哥哥，大伯是个幼稚鬼，一直要看我耍把戏。大叔，你笑什么呀？小小姐，属下想到一个好笑的笑话，所以就忍不住笑了。乌鸦鸦眼前一亮，什么笑话？大叔，我最爱听笑话了，你讲给我听听好不好？安寻笑脸一僵，看着乌鸦鸦黑亮黑亮的大眼睛，尴尬地咽了咽唾沫。他哪里会讲笑话，只是不想告诉小小姐他听到了他小声说的话，找个借口糊弄一下他而已。荀大叔的笑话待会儿再讲，咱们先带严师傅进去吧，大伯好想见他。好的好的，荀大叔，你要记得给我讲笑话哦。好。好吃的在哪儿啊？突然他惊叫一声，目光顿在陶雨萍身上，歪头想着什么。陶雨萍看着眼前熟悉又陌生的面容，心中激动与疼惜交织在一起，眼睛慢慢红了，泪水不停打转。哎呦，小二公子您别哭嘛！虽然属下不知道您为什么会一下子老了这么多，但是您还是挺好看的啊，真的。小二公子您别哭了，属下刚才说错话了，您没有一下老那么多，只是老了一点点，就一点点，就这么小。站在陶雨安身后的陶凌云俯额上前拍了拍陶岩的后背。
严师傅，我在这里。哎呦，哎，小二公子，您咋又变了？我一直没变呀。怎么会有2个小二公子，一个老的，一个嫩的呀？这什么情况？严师傅，人不可以说嫩的，要说年轻哦。怎么不可以呀？他们不都说你白白嫩嫩真可爱吗？啊！乌鸦鸦蒙圈，2只大眼眨呀眨。严师傅的话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他们是2个人啊。小小姐，您是觉得我不识数吗？1、2，你看，哎，我是识数的，不用您告诉我。我是说，他们是2个不同的人，不是一个老的，一个嫩的，对不对？一个年轻的。他们明明是相同的人，您看啊，这眉毛、眼睛、鼻子、嘴，这哪儿都一样啊。可是他们是2个人，又不是一个人又老又嫩。他们就又老又嫩。他们一个是老的人，一个是嫩的人。严师傅，我小妹是想说，他们一个是我大伯，一个是我二哥。一个大伯，一个二哥。他是你的大公子，你不是一直心心念念要找到你家大公子吗？告诉他，你找到小公子了吗？大公子，不对，你们别骗我啊！大公子这么大，比他高一些。那大骗子，我的大公子这么大。松严树，梅花6瓣12蕊，忽而相见须得回。莫教情人空期盼，九死一生紧相随。梅花6瓣儿，是你，6瓣梅花的印记是你弄的，是你派人骗我抓我的。松严树，大公子喊我了，大公子。松严树，我在这里。松严树，36年了，我长大了，你不认得我了吗？不对呀，是36年5个月0 6天。半晌后，扑通一声跪在陶雨萍跟前。大公子，你怎么不等等严叔啊？自己长老了。哎呀，我找你们找得好苦啊！苏严叔。陶雨萍再也控制不住情绪，抱着陶岩低泣出声。大公子，他为什么比我还能哭啊？他是高兴的。对，高兴的哭，就像我看到大公子好高兴，所以就好想哭啊。对了，大公子，我找到小公子了，你看。大公子，你看，这就是小公子。不对，这是小公子的儿子。说罢，回身扫了一圈，一把拉过陶宇安。大公子，你看，这是小公子，长得跟主子一模一样。松严树很棒，找到了我小弟一家人。对，我最棒了。严师傅，我们坐下说吧。不对，哪里不对了？小三公子说让我来吃饭的，我肚子饿了，我要吃饭。饭呢？饭在哪儿呢？三公子，您不是说到了客栈有更多好吃的吗？啊，在哪儿啊？在哪儿啊？不急，我上来的时候已经吩咐掌柜做午膳了，很快就送过来。我现在就要吃，我大公子和小公子都饿了。乌鸦鸦走上前，从小兜兜里掏出一块米糕递给他。严师傅，先垫一下肚肚，
三哥哥说膳食一会儿就送到。你给我了，不能再要回去了。不要不要。大公子，小公子，先吃米糕垫垫肚子。小三公子说好吃的马上就到。陶雨萍和陶雨安好不容易憋回去的泪再次决堤。我只听侯爷给我说过死金刚的故事，没想到我最敬佩的严叔真的就像侯爷说的那般好。还有娘，这是干什么？早知道一块米糕能引发血癌，不能引得他们嗷嗷哭，我就不拿出来了。哎呦，我这不争气的珍珠啊，咋又掉出来了？咱能不能学会过日子，别这么浪费？这时，房间的门被敲响。哎呦，小四公子，您三哥上楼前订的午膳，我带人给你们送上来了啊。这些个是凉菜，做得快，先上来你们先吃着，后边的热菜陆续都会送上来。好，麻烦掌柜了。哎呀，这哪能劳驾小四公子啊，老朽来就行了。谢谢掌柜了。房间里有些乱，不好意思叫您老看到，我们自己端进来就行了。哎，看个热闹咋就这么难呢？麻烦掌柜给我们再添6条凳子上来。好的，16条也有，倒是用不了那么多。很快凳子送上来了，菜也上齐了。小三公子，用不用我给你们送上一张大床上来呀？小小姐之前不是说你们谈不妥的话得给人家提供住宿吗？还说让给你们送张大床上来，你们只谈妥了？谈妥的话是不是就不用送大床了？先不用了吧。哦，那就好，看来你们是谈妥了。松岩叔，我记得你最爱吃肉，快吃吧。大公子，当不得，跟您一桌吃饭，属下已经是越剧了。以后松岩叔顿跟我们一个桌吃饭，好吗？不好，这不行，这不合规矩啊。这是命令。是，属下遵命。快坐下吃饭，再不坐下吃饭就是违抗命令。是。你还记得你那老徒弟啊？记得啊，怎么不记得呢？也不知道我给他布置的功课他完成了没有。那肯定没完成啊。对，他天天给老李叔和彭城万里他们算命，把那几个人收的是服服帖帖的，这会儿保不齐在享受他们的伺候呢。这是谁又想我了？难道是我师父？钱大师，小小姐指定没想您。您想啊，小孩子嘛，忘性大，记性小，这会儿说不定在哪儿玩呢。小小姐就在楼上欢乐呢。我师父回来了？昨晚回来一趟，上午又回来了。我听掌柜说，小小姐让人给讹上了。拔腿就往外走。你怎么不早说呀？哪个不长眼的敢讹我师父？老子找他算账去。陶万一拉住他的衣襟，将他揪了回来，按在椅子上。哎呦，我的钱大师，要是用得着您，早就喊了。主子不喊人，那肯定是没啥事儿。我师父家选你这种人当护卫，简直是瞎了眼了。作为护卫，你不是应该立即上去关心主子吗？你还有心思在这吃饭呢你？钱大师来家里这么久了，咋还摸不透主子的脾性啊？说不定咱们现在上去就是添乱，咱们再仔细听着风声就行了，万一有闹事的咱再上。感情就你们了解主家啊？那是啊，我们那是经过特殊训练的。一餐饭吃了下来，众人的情绪舒展了许多。哎呀，没有什么事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狐狸精说的果然对，啾啾啾啾，现在人人都笑着，终于不用浪费我的珍珠了。哎呀，大伯找到了，嘿嘿，白眼狼里的海眼吗？
我还这么小，我怎么能管这么多事呢？要是我不找事，是找我，所以算了，走一步算一步，实在不行死半路，不，实话大死半路。眼下先给老徒弟是个小师弟再说。狐狸精说有竞争才有进步嘛。他猛地坐直身子，两眼炯炯有神地看向夏小七。夏小七被他看得头皮发麻，有一种小白兔要被大灰狼吃掉的感觉。你过来。小师姑，你有什么吩咐？跪下。小师姑，是不是要发好吃的了？你才吃饭又要吃饭桶啊！那不然你叫我跪下干嘛？夏小七，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二徒弟了，快磕3个头叫声师傅。夏小七蒙圈，转头仰望陶林想，师傅明明是他，咋的小师姑要撬墙角？以后你小师姑做你师傅，你好好跟着小师姑学习吧，不然这世上怕是没人能护住你啊。师傅。那拜师礼。谢谢师傅。这小弟他们这是耍着玩吧？夏小七是自带田一命，比较适合修习玄术医道。可这也太儿戏了吧！小侄女的师傅究竟是何方神圣？你真的不认识？真不认识。不认识怎么就放心把闺女交给人家？大哥，咱家丫丫的事我得空会慢慢跟你说清楚的。丫丫过来。大伯，您叫我有什么事吗？丫丫，你随便收徒，你的师傅同意吗？我就是师傅呀，我同意就行啦。那你的师门叫什么？我们师门叫食神门。傻鸟，不要乱说。我决定了，我们的师门就叫食神门。师傅，你肩膀上有俩傻鸟。夏小七，你是不是真傻？为师我骂一句傻鸟，他还真把自己当傻鸟了。不是，师傅，你肩膀上真的有俩傻鸟。大小大师，他说的是我们。你们俩干什么玩意儿？鬼吓人吓死人，不知道吗？小大师，你说要给我们超度的。是呀，我们回来2天了。对，我们不想再住长凤了。我们想跟着你。现在是大白天，你们怎么出来了？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想住强凤了，然后就飘出来了。我们飘啊飘，顺着您的气息就找到您了。我们竟然可以在大白天出来了。小大师，我不要您超度了，我要这样跟着您。我也想，您身上有好闻的气息，让我们十分的舒服。喂，你俩傻鸟别叽叽喳喳的叫了，我师傅都生气了。该死的，这2只死鸟说的好有道理呀！没想到这2只飞奴鬼被我重组使用过1次后，竟然吸收了那些摧毁他们的灵力，还有了灵性，不怕关了。地府对飞禽走兽管制不算严格，不如就留下为我所用。俩傻徒弟1人1只，来回传个信也方便，还可以让这俩伙监督徒弟的功课。嘎，就这么办了，我可真是个机灵鬼。你俩过来。是。你们离这么近干什么？把我的眼珠子都看花了。嘿嘿，我们错了，小大师，请您收留我们。收留你们？那你们说说，你们有什么鸟用，值得我留下你们？我们的用处可大了，可以给您传信，可以跟您玩，还可以有好多用处呢。可以替您照顾徒弟，您看他在人类里面还那么小，容易上当受骗，我们可以帮您看着。你们说的有道理。那我们可以留下吗？我们吃的也不多，
您每天给我们一点点那个吃就行了，嘿嘿。哪个呀？嘿嘿，您让我们复活时的那个。倒是挺聪明的，还知道什么东西好。随手朝他们扔去一团灵气，俩飞奴鬼兴奋地在灵气中打滚，转瞬间灵气被吃得一干二净。需要我们干什么？请下大师吩咐。你们一人跟着他，一人到2楼去找我那个老徒弟，往后他们就是你们主子。给我看好了，尤其是我给他们布置的功课，要好好盯着他们完成。哪个不好好完成，你们就回来告诉我，听清楚了吗？师傅，我很听话的，不用他们看着。反对无效，这是命令，不是商量。夏小七，我是你师傅。师傅最好了，我就知道师傅怕我有危险，特地给徒弟弄了只能听懂人话的傻鸟。谢谢师傅，我最喜欢这只傻鸟了，我一定好好喂它，把它养得白白胖胖。夏小七上前想抓一只跟着自己，谁知手竟从傻鸟的身体上穿过去了。啊！师傅，嘿嘿，这是俩飞奴鬼。小泽，你有看到那只傻鸟吗？我什么也看不见，我还以为你们傻了呢，在那胡说八道的。不止他震惊，就连陶雨萍主仆2人也是震惊的。这老半天，自己的小侄女在对着空气说话，这整的也太吓人了。先是收徒，后是自说自道了这么长时间，像发癔症一般。小弟，你确定小侄女她这儿正常？大伯，我脑袋比严师傅的好多了，真的，肯定没问题。那丫丫，你告诉大伯，你刚才是跟谁说话？真是2只鸟鬼啊！大伯，那就是2只飞奴鬼，事情是这样的。乌鸦呀巴拉巴拉把飞奴鬼的来历说了一遍。陶玉萍听得眉头深皱，他这20年虽然不出现在朝堂上，也不怎么出门，但对朝堂之事却是了如指掌的。主子，让我回去，让我宰了那姓白的和姓陈的老狗。巡安，不要冲动，那件事一定不是这么简单，背后肯定有更深的阴谋。大伯说的对，那些人对付我们也许只是捎带着的事情，除掉夏大人才是他们真实的目的。西北府与3国接壤，夏大人在这里使得西北府固若金汤，挡住一些人的利益了。凌晓说得很有道理，夏大人不为他们所用，他们便要将他处置。20年前，主子就是在西北府受伤的。以前的事暂且不提，眼下乡试在即，又有蝗灾可能降临，我们必须着手做好2件事。凌晓，这几天你跟着夏大人，有什么困难立刻回来告诉我，咱们先把这一关过了再说。好的，大伯。其实我和小妹最近就住在夏府。去通知安雷，全力追查西北府使用梅花印记的人。另外，让他们随时待命，若西北府有难，全力助西北府渡过难关。主子，您终于要出山了。传信圣上，西北府异动，夏有德可信。是。丫丫，世间真的有鸟鬼？是呀，世间万物皆有魂魄，不奇怪了。大伯，您刚刚好威武，丫丫好喜欢。是吗？他能看到鬼吗？小七是阴阳眼哦。
阴阳眼，世间竟真有此等奇人奇事。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啦。小七过来，拜见你大师祖。拜见大师祖，拜见二师祖，拜见师爷爷。我没有礼物啊。小七起来吧，严师傅的礼物在家里呢，带他回家取给你。好。师傅是最小气的，只给了1颗糖，还是师祖和师伯们大气。我小气，我当你师傅，你有什么好东西不得孝敬我？还想跟我要见面礼？黄纸朱砂和伏笔行不行？那这本玄书入门行不行？我告诉你，跟了我就好好学，学不好当心被那些坏人抓去煮掉吃掉。大伯，给您的见面礼哦。陶玉萍机械地接过玉佩。大伯，您要贴身佩戴哦，可以缓解您身上的服毒。您的腿伤的本不重，但对方用了8张嗜血符，然后您就这样了。严师傅的伤也用了嗜血符，小妹，会不会是一人所为？丫丫，你能治好你大伯的腿是不是？小妹，先回答爹爹的问题。爹爹，我能治好大伯的腿，不过大伯的腿拖的时间太久了，不能像严师傅治伤那样简单，得辅以丹药。待我把那个莲花宝鼎净化后，就用它炼丹，用它炼的丹品质可好了。那就好，大哥，你听到了吗？你的腿有救了。小弟，我听到了。丫丫，松严叔的脑袋有法治吗？严师傅的脑袋我治了2年，只能稳定。他这次出来后又受伤了，又受过刺激，所以又乱了。人的脑袋是最难治的，有些损伤可以恢复，但有些……总之很难，我会想办法的。有些东西根本拿不出来，拿出来会引发天地异象的。不过最近天道好像宽容了许多。慢慢来吧，总会有办法的。小妹，现在轮到回答三哥的问题了。这嗜血符是不是出自一人之手啊？是呀，是一个人画制的哦。这世上竟还有这样厉害的人吗？跟小妹比如何呀？这样厉害的人早死了。死了？那严师傅的伤到底怎么回事啊？三哥哥，你聪明的脑袋咋啦？这很简单呀，那人画制的符箓流传下来了呗。小妹知道谁画制的符篆吗？画符箓的人死了上万年了，我咋知道是谁？死了上万年了。众人齐齐出声。是呀，用在严师傅和大伯身上的嗜血符都是万年前画制的，此人修为颇高，若不是经过上万年的时间，符箓的灵力慢慢流失，严师傅和大伯可能在中伏的时候就去跟阎王爷爷喝茶了。还好，这符篆是万年以前的，真是菩萨保佑，真是万幸，万幸。你们不要怕了，那个虚妄他摄政用玉佩和铜线，与这嗜血符同出一宗。我想呢，他一定是掘了大佬的坟墓，或者是掏了大佬修炼的洞府，才得到这些东西，用完了就没了。虚妄，就是那个布阵害夏大人的人。对，就是他。大伯脑袋真好使，跟你说一遍您就记住了。他今天就要哭着叫着找夏大人交代罪行了。三哥哥，我们去看看吧，好不好？小丫丫，你忍心把大伯一个人丢在这里吗？不是大伯一个人呀，还有爹爹、严师傅和二哥哥、四哥哥陪着您呀。还有小泽。大伯，这是严师傅给我大哥新收的徒弟，您看看他合不合格？倒是眉清目秀的，看上去心眼儿挺多，擅长装傻充愣。不过
目光端正，倒也不像是坏人。我当然不是坏人，我是被坏人抓来的好人。你在怕我？我当然不怕你。你看我的眼神躲闪，一副心虚的模样，还说不是坏人？不是坏人，你心虚什么？我是被拐子拐来的。从哪里拐来的？说。我爷爷是赵凤贤。你被拐多久了？1个多月，快2个月了。你们家找你找疯了，你爷爷为此病倒了。我可以派人把你送回去，今天还是明天走？不，我不回去，我还没有拜师呢。如果我说的不错，你是离家出走才被拐的吧？说实话。是，我喜欢习武，可是我爷爷非得让我读书，我学不进去了。所以你就离家出走了？小泽点了点头，闷闷地嗯了一声。唉，幸好你不好吃，不然早被那个面具人吃掉了。吃掉你，再吃掉夏小七，他就错过7个7岁小人了，就可以续命10年了。小妹，你说冥府的那个面具人，他身上背负着5条人命，就是他不止欠下这5条人命，他身上有很浓的佛香气息，可以净化一切。那5个小人是这半年之内才被他害死的，魂魄被佛香气息紧紧包裹，用不了多久也会被净化掉的。啊？为什么会这样？他这样邪恶的人怎配得到神佛护佑？天分阴阳，人有正邪，正邪相互依存，善恶只在一念之间。并非他配不配得到佛祖庇佑，而是他自有他存在的因果。正所谓凡事皆有因果，命运皆有定数。为何小泽不好使啊？小泽达不到做答应的条件，小七则不同，他比之前那5个更胜一筹。躲什么躲？你又不是唐僧肉，我还能吃了你不成？师父刚刚看我的眼神，就是想要吃掉我的样子。切，飞奴肉比你好吃1万倍。你俩磨洋工呢，该干啥干啥去。给你们的任务不用完成啦，跟个农村老娘们似的，八卦起来没完是吧？主人迁怒，主人迁怒。哟，还学会顶嘴了，是不是不打算吃饭啦？吃。小泽，你真的决定留下来拜师了？我要拜爷爷的徒弟当师傅。爷爷是不是骗我？他根本没有徒弟，或者他徒弟不行？你才不行，你全家都不行。我大哥是天下最厉害的大哥，他习武2年多就打败天下无敌手。他会在天上飞，他会在水里游，他进得灶房，他出得厅堂，他会赚钱的会哄我。不许你说我大哥不行。陶与安父子4人因为乌鸦鸦的话都被呛到了，一起咳起来。爹爹、2哥哥、3哥哥、4哥哥，你们怎么收粮了吗？你大哥就是我爷爷的徒弟，他真那样厉害？当然啦，武林第一高手，如假包换。武林第一高手，那我就拜他为师。你呀，这愿望怕是实现不了，你这根骨不行，也不知严师傅咋想的，非要收你当徒孙。凭什么不行？我哪里不行了？管我的人嫌弃我，你们也嫌弃我。我爷爷说我天生清秀俊美，出生天性异象，满天霞光，将来定有锦绣人生。你们竟然嫌弃我！纵有千里马常在，而伯乐不常有。哼，你们没眼光。哟，小屁孩伤自尊啊，哥哥，给人当答应差点火候，习武又资质不足，这是典型的半吊子啊。不过嘛，人总各自有优点和长处，非得别人往短处整，那就是和自己过不去了。
希望你撞了南墙，懂得回头重谋出路。瞧瞧你那点出息，哭就知道哭。行了，就将就当我徒孙吧，反正也没什么地方去。被冥府的事搞得心情烦闷的夏有德，一回到府上，夏妃就来禀报，说薛旺准备老实交代了。他火急火燎地奔出花厅，正巧和刚回府的桃林小兄妹撞了个满怀。哎呦，你们回来的可真是时候。那个虚旺说老实交代了，来，快跟我去瞅瞅。成。小七，你怀里抱着的啥宝贝啊？爷爷，这是拜师礼，我换了个师傅。什么玩意儿？你是不是惹你师傅生气了？没有，是我师傅要收我为徒，然后我就换师傅了。为什么你师傅要收你为徒，你就换师傅了？你给我说清楚。我小师傅说要跟我当师傅，让我拜他为师。我想，反正也是小师傅，当师傅也没啥吧，辈分不差啊。那夏小七以后就是我师生们的二弟子了，我很看好他的哦。夏有德眨了2下眼，这是玩真的？什么门？是他想的食神门这3个字吗？食，吃也；神，还有比神更高级别的存在。吃神，这得多能吃才能称得上神？夏大人，你家小七造化大着呢，您往后就偷着乐吧。夏有德忍不住翻白眼，他孙子入了个吃货门，他还偷着乐，乐什么呀乐？夏家列祖列宗不会半夜托梦找他算账吧？他忧伤地看了一眼夏小七，这小七本来就是个连吃都不中用的主，这下更完蛋了。大人您来啦。人犯呢？在里面呢，您坐。小的这就进去把犯人提出来。大人，我都找，你就放过我吧，我受不了了，给我个痛快吧。我是缺你吃了，还是折腾你了？咋的，还要给你个痛快？嘻嘻，他天天晚上跟蛐蛐玩。小妖女！闭嘴，信不信我揍你？什么意思？小妖姐，我错了，我不该在你面前班门弄斧，饶了我吧！哎呀！要交代什么就交代，就要污了我们大人和贵客。我就是奉师命下山，帮白侯府办件事，不知道侯府那个老妖婆咋就盯上我了。我本来不想跟他办事的，他要用钱砸死我呀，出了8万两金，让我来祸害大人您的孙子。我错了。小师弟说的对，山下有老虎，不能随便下山。哪知道师傅选人下山的时候，我就不争着想着下山了。干嘛下山呢？山上多好。虚妄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不想遭罪，就原本的交代出来。若你真不人命在身，或许本大人可以从轻处置。没有，我手上没有人命。说，你手中至阴之物从何而来？是何人派你来害本大人？说，我马上说。虚妄一边哭一边交代，事无巨细，一一道来，就差交代自己祖宗18代了。夏大人，您的一个孙子，他就是我师父要寻找的人，他属于自带天一命。您看在我一直没有动您的那个孙子的份上，
你饶过我吧。鬼扯！你没动夏小七，那是因为你有私心。哼，你不知道你师父找这样的人干什么，所以你大概一直在找原因吧？你怎么知道？啊，不，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是方远大师策划的这一切。方丈，他最近几年经常闭关，寺中之事大多都是我师父在操持。这些事究竟是谁指使的，我并不知道。夏大人，您是怀疑这一切是慧觉寺从中作梗？我回去找我大伯。快去找你大伯。找大伯干什么？这次这个图里说的都是真的呀。我们找大伯问点事儿。小妹是跟三哥哥回去还是留下呀？回去！我要带夏小七去认他大师兄。是啊，是该让他认认你门下的人了。夏有德一言难尽地看着一本正经讨论他大孙子的兄妹二人，心道：这个小胖丫竟然还有个徒弟，看来这真不是儿戏。算了，自己小七孙子还小，听说还体质特殊，容易招麻烦。这小胖丫战斗力杠杠的，全当找个免费看护吧。二徒弟敲门。哎，谁呀？来了。房间里传来老李的说话声，房门打开，老李一眼望去，没人。这里。哎呦，小姐您来了啊！快进，快请。等等，我二徒弟还在外面呢。咱师傅才几天没见，您就又收徒弟了？是不是嫌弃我老啊？我也不想老啊。我小的时候，您还不知道搁哪儿乱旋风呢。为师才几天没见你，你咋糟烂成这样了？师傅，这人是谁啊？难道就是传说中那个为人清雅、精神利落、极具慧眼、处事稳重的大师兄？乌鸦呀突然觉得牙疼，真疼，面子里子都掉光了。他抬脚一把薅下自己的小绣花鞋，举起来吧唧一声拍在金钱的腿上。哎呀，疼！师傅，您忘了您力大无穷，也不说收着点力呀！哎呀，这下我的腿肯定肿了。疼，你还知道疼？我问你，我给你布置的功课完成啦？师傅，功课我都做完了，不信您检查。做完了不会干点别的？温故而知新，知不知道？知道啊，我天天都在温故知新的。怎么温的？吃一嘴糕点渣子，不输不行。你看看你现在糟烂样，你以为你是降龙罗汉了你？是师傅，我这不是午休才起来吗？午休娘的，月亮都要出来了，你还午休？师傅，您说的也太玄乎了吧？这日头还没落山呢。开个犟嘴！日头没落山，你出去给我看看，日头到哪儿呀？哎，师傅，我这不是最近消耗法力太多，不小心睡过了，有外人呐，给徒儿我留点面子好吗？啊，求求您啦！面子？你还有面子？为师的面子都让你丢光了。外人是谁？告诉你，这里没外人。师傅，他为什么也叫您师傅呀？笨死！叫为师师傅的人，不是你师兄就是你师弟。哎，师傅，您这话说的不对啊！我可是首席大弟子，您再收的那肯定是师弟嘛，怎么能说不是我师兄就是我师弟啊？为师我呢，给你收了个小师弟，他虽然看上去憨憨的，但为师考察几天，他长得去命里好，悟性高，脑瓜灵，最主要的是命中自带天衣。来，你们俩认识认识，往后要互相学习，互相督促。小七，你叫夏什么来着？师傅，我叫夏飞玉。啊，这是夏小七，暂时是你二师弟。这么说，师傅还没有正式收他？师傅，为什么是暂时的？哼，
我的意思是，爹俩比试，往后谁成绩好，谁当大师兄。我反对。反对无效。比试时间定为3年，3年后出胜负。夏小七暂时师弟。不公平，他都这么大人了，而且跟师傅已经先学着了，我都没开始学，还有我还没灶台高。这跟你有没有灶台高有什么关系？我们食神门不都是厨神，我还没灶台高，跟他比吃死亏。夏小七，你要笑死我了。我跟你的见面礼，你没好好看看。什么？食神门？哎呀，笑死我了！老徒弟呀，食神门是我给咱们师妹取的新名，怎么样？霸气吧？啊！夏小七，你要加油！你想想，3年后你胜了他，从前一直叫大师兄的人，突然要叫师弟了，是不是很拉风？不是师傅，您来真的呀？啊！徒弟，这师兄名分还待定啊。啊！那个咱师门叫食神门。啊！师傅，这师兄师弟的这名分咱先放一边不说啊，咱们师门怎么能叫这么个破名字呀？咋不能？大师兄，我问你，你的厨艺达到什么水平了？金钱无语地看着夏小七，就这小样，连师门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3年后还想跟他比，呵呵，能仗着入师门早，保住老二的位子就不错了。二师弟，师兄这厨艺嘛，当不得御厨，却也差不多了。夏小七猛地瞪大眼，御厨？卧槽，他这么厉害了，自己咋跟他比？算了，还是老老实实当老二吧。乌鸦鸦好不容易调动起来的师门竞争精神，瞬间化为泡影。50两银子一天的大房间里，大伯，你只说咱家与方远大师并无任何瓜葛，甚至从无交往。是的，你祖父不信这些，你祖母自你爹爹丢了之后，便不再出门，所以我们与慧觉寺的任何人都没有任何接触。那慧觉寺的人为何要对付咱们家呢？8成是那白眼狼家里与慧觉寺的人有来往，而后借慧觉寺来陷害咱家。二哥，你说的有道理。前几天咱们劫的飞奴传信，意图很明显，就是想让陶家恢复前世的轨迹。我猜会不会是白眼狼利用自己重生的身份，跟慧觉寺的方远大师说了什么，这才让方远大师出手的？或许方远大师知道了他是重生的，以为是天意呢。毕竟这种歧视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天道宠儿。什么上一世这一世重生？大哥，我们能听到丫丫的声音，你是知道的。是，真没想到世上还有这样玄幻的事情。是呀，多亏能听到丫丫的心声，我们才躲过一次又一次的劫难。大哥，丫丫刚出生时，我们从她的心声里得知，上一世我们一家人全被白眼狼给害死了。陶雨萍紧紧地握着拳头，原来弟弟一家上一世这么悲惨。上一世怎么样我不知道，但这一世我们对陶万荣一直存疑，从未真正的认定他。且不说别的，单论模样，他与我们家无半分相像。母亲只出来见了一眼，之后跟我说他感觉不到那是他的儿子。我跟爹同样感觉不到他是我们的血脉至亲。我和爹一直觉得这里面有阴谋，留他在府里是为了蛊惑对方。到现在他仍叫陶万荣，而族谱上写的是陶宇安。
我看过夏大人的友人给他写的信，信中说定北侯府这2年被基本败光了。你们既然知道他是假的，为何还要让他肆意破坏侯府声誉和财物啊？任他败坏，只是放松对方的警惕。侯府的名誉不是他说败就能败的，而且我们侯府的家底既是他能摸得着边的，他所挥霍的都是表面的。原来如此，只是听小妹的意思，上一世侯府的结局并不好。这也许是上一世没有小侄女的缘故吧。我一直不明白，上天为何要让那样一个心思歹毒、私德败坏之人重生。爹，很久以前我也想不通这件事，但是我最近突然想通了。你想明白什么了？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白眼狼上一世作恶多端，所以上天让他重生回来，为他的所作所为赎罪呢？赎罪？可是他现在过得多自在呀，吃香的喝辣的，还有心思对付我们，这分明是上天偏袒。凌霄，你3个说的也许是对的，陈家这么多年来一直顺风顺水，有时候即使遇到祸事也总能顺利避过。你们爷爷还曾为此愤愤不平，说上天为何要偏向这门不忠不义之人。可是2年前，确切地说是从陈允良来西北府赈灾开始，他回京之后似开启了霉运一般，差事频频出错，不是被皇上训斥，就是遭同僚排挤。我来西北府前，陈允良已被贬低，罢免了户部侍郎一职。现在我斗胆猜测，他们急于除掉夏大人，是想让陈允良来西北府任知府。你们这是怎么了？大伯，您是不知道，咱家自从救下那个白眼狼以后，真是天天倒霉。最倒霉的时候，喝凉水都塞牙缝啊！哎呀，原来倒霉的根源是白眼狼，难怪小妹刚出生的时候说咱们霉运缠身，是不是我们的气运全被白眼狼吸走了？有可能，太有可能了。我们兄弟遇上了贵人，改变了上一世的命运轨迹，霉运被消除了。只有爹爹一直靠小妹施法压制霉运，我猜可能是因为爹爹主动将白眼狼带回家的缘故吧。你们那是用什么眼神看我？我现在已经看开了。我小闺女牵线，让我们顺利找到了你们的爷爷奶奶和大伯，我不必再为白眼狼盗走玉佩，从而害你们的祖父一家而日夜煎熬。我有你们4个聪慧睿智的儿子和一个聪明可爱的小闺女，甚至还有了可爱的小孙子。我觉得虽然之前我和你们娘吃了很多苦，但是现在上天给了我们福报，我不会收回我的善良，但我以后一定会擦亮眼睛，仔细辨别。我觉得老二的话很有道理，我只管善良，上天自有安排。乌鸦鸦从门缝里往房间里看，刚好看到陶宇安在说完这番话后被淡淡金光笼罩的一幕，他惊喜地瞪大眼睛，一个没站稳，被夏小七推倒，2人同时扑进了房间。夏小七，你找死呀！对不起师傅，我错了。哼，回去把玄术入门第1篇抄100遍。啊！爹爹，我又回来啦！爹爹的霉运消除了，恭喜发财，红包拿来！给你，红包没有，有元宝。嘻嘻，是真的小元宝，
爹爹前世今生都有功德在身，爹爹从今往后的福报连连，福胎安康，长命百岁。那爹爹就成我们家小喜报神的吉言了。吉言吉言。对了，大哥，父亲和母亲现在身体如何？父亲身体硬朗，倒是母亲因为把你丢了，思念成疾，常年卧床。这是丫丫给我的生息丹，要不您派侍卫跑一趟，给父亲和母亲送去。生息丹？是的，这个丹药哪怕是人还有一口气在，都能救回来。我记得去年年会上，有人陷害于皇子，下毒谋害八皇子。十皇子就是从一个小玉瓶里倒了一粒丹药，掐了一点点给八皇子服下，奄奄一息的八皇子不到1刻钟便好了。难道他用的就是生息丹？应该是的，小妹只给了他5粒生息丹。什么？5粒？是啊，给了他5粒，好歹他在家里住的那段时间也帮过家里一些忙。大伯，我这里也有，给你。大伯，我的也给你。大伯，还有我的。陶雨萍看着手中的4个小玉瓶，满目感动，泪水忍不住在眼眶里打转。这才是亲人，守望相助。你们都收起来，收起来，丹药可不能随便吃。乌鸦鸦一把从陶雨萍手里抓起小玉瓶还了回去，然后从自己的小衣兜兜里掏出几个小玉瓶塞到陶雨萍手里。这个白玉瓶是给大伯的生息丹，大伯受伤后可以吃，哪怕只剩一口气也能救回来哦。这2个翠玉瓶是给爷爷奶奶的，里面装的是7针7息丹，身体不舒服日常生病都可以吃，大补的。这个羊脂玉瓶是给大伯母的美颜丹，吃了以后飘飘的，嘿嘿。大伯用完了我还有哦，大伯记得要给我买糖吃。谢谢小丫丫。嘿，不谢不谢，我们是一家人啊，嘻嘻。可是你没有大伯母呢。啊？可是大伯小手指上有红线线呀。陶雨萍闻言心口一滞，陶雨安父子满脸紧张。师傅，有没有我的？你快死了吗？你受重伤了吗？你需要大补吗？没有，都没有。丹药，再丹也是药，是用来治病补身的。你一个小孩丫丫，一没受伤，二没老，吃什么吃？师傅，我错了。呀，夏小七，为师发现你嘴挺欠的，认错倒挺快。我爷爷说有错就认，就是个好孩子。错，是有错就改就是好孩子。那10天1粒，吃完为止。这是为师专门为你炼制的，对症下药，不能给别人吃，记住了没？记住了，谢谢师傅，我就知道师傅对我最好了。我的话还没说完呢，你怎么就吃了？师傅不是说1天1粒吗？我现在吃1粒不行吗？他话音刚落，还不待乌鸦鸦回答，便扑通一声倒在地上。你这个二货，哎呦，晚上再吃不好吗？为什么？因为他要睡12个时辰呀，在这里占我们的床，我们睡哪里呀？陶林晓只得抱着夏小琪，带着乌鸦鸦回了夏府。晚上，2飞奴鬼来了。主人，您大徒弟。主人，您二徒弟。巧什么巧？一锅一锅的说。吴天，你先说。不，乌法你先说。你俩有名字呀？对呀。你叫乌法？他叫乌天，乌就是主人您乌鸦鸦的乌，我叫法，他叫天，这2个字取自于法天象地，就是效法自然和天道的意思。我瞧你俩挺有文化呀。那是，
我们可有文化了。对，我们在以前的主家，住在与学堂一墙之隔的院子里，不出任务时，天天听夫子讲课。那你们可真是自强不息的鸟呀！谢谢主人夸奖。谢谢主人夸赞。主人，您是不知道，他家那个胖猪可笨了。对，笨得要死要死的。我俩鸟都学会了，他还不会。就是，不过那死胖猪去年冬天突然开窍了，还过目不忘。嗨，什么是他开窍了？分明是他偷走了别人的精元。你俩连这事都知道？知道你家主子叫什么不？当然知道，我家主子叫白侯爷。对，不知道为什么他明明是人，非要让人管他叫侯爷。就是，做人多好啊，他非要拧巴着当猴。那个侯爷还喜欢藏金光闪闪的东西，闲着没事就去看看，出来的时候脸上笑得跟开了花似的。金光闪闪的东西不就是金银财宝？乌鸦鸦眼前一亮，只是还没来得及高兴，就听乌法说：是的，就像只喜欢收藏亮晶晶的物件的老乌鸦。来，主子，您有什么吩咐？你们带我去你们前主子家找金光闪闪的东西，时辰之后给你们找好吃的。好，快，现在就去。我们还要汇报大徒弟和二徒弟的情况呢。嗨，他俩的事不着急。乌鸦鸦往床上一躺，俩飞奴鬼梦，不是要去找金光闪闪的东西，主人怎么拱被窝里睡觉呢？正在他俩疑惑不解时，乌鸦鸦的元神慢慢离身，朝俩飞奴鬼飞去。哇，主人厉害！幸好我们选择了跟主人，而不是去地府混日子。你俩少废话，快走！京城，时至此时，白侯府一片宁静。这是哪里啊？这就是我们住的地方啊！主人，您看，那里有好多我们的兄弟姐妹呢。主人，您想放了他们吗？不行吗？他们不会跑的。为什么？外面海阔天空，自由自在不好吗？他们已经被饲养习惯了，即使飞走了，最后还会回来。你俩也这样？乌法无天点头。那你们俩跟着我干嘛？我们不一样，我们最喜欢主人了。哼，跟上，带我去找金光闪闪的东西。主人，这里。你确定？乌鸦鸦看着满院破败，疑惑地问：确定，就在这里面，我看到侯爷指挥人往里搬过。井是枯井，乌鸦鸦将灵力凝于双眼，扫视一圈，目光穿过井壁，看到一个很大的空间，里面一香香一拢拢，果然跟雾天说的一样，金光闪闪。发财了，我要发财啦！里面整齐地摆放着一只大金元宝。真香啊！呀，这么多金银财宝发了！呀，不愁给二哥哥、三哥哥、四哥哥娶媳妇喽！呀，不愁给爹爹、娘亲、嫂嫂买好东西喽！还有我的小侄子，天啊，我竟一夜暴富！所到之处被一扫而光。那猴还在哪里藏了金银财宝？无妨，本奏掐指一算就成。不好，我们赶快回去，我的身体有危险。说话间，他一把薅过两只飞奴鬼，一人两鸟鬼眨眼不见了。乌鸦鸦带着俩飞奴鬼急速飞回西北府，刚飞进府城，迎头撞到了什么东西。哎呀娘的，什么鬼打落？奴家死得好冤呐！今天本座有急事，没工夫听你诉冤，你让开！你的脸咋弄成这样？是我的好妹妹弄的，她害了
我和我父亲，抢走了我们的银钱，逍遥自在去了。我要报仇，报仇！我的天老爷爷地老奶奶，这不是那61328两银子的真正的主人吗？当时自己在冥府收了这些银两后，好像说要给那俩冤大头超度来，他竟然把这事给忘了。这样不好，不好。不过眼前事出紧急，他真没工夫给这鬼超度。报仇，报仇！小胖手一挥，一张收纳符飞出，女鬼被吸进符篆中，符篆飞回手中。下符，一道黑色的身影躲过巡逻的护卫，来到了客院正房最左边的房间前停下来。仅仅几下，门栓便被拨开，来人轻轻推开门，闪身进了房间，又轻轻关好门。这么一个小胖丫，也要老子出手！还我命来！还我命来！还我命来！你不要装神弄鬼，我不怕你。还我命来！女人飘忽上前，黑衣人下意识地抽出腰间佩剑斜刺出去，女人不躲不闪，任由她的剑穿透身体，带起的剑锋扫过，女人的身体像被风吹的衣服一般，随着剑锋晃了几晃。黑衣人终于意识到，眼前受伤的女人根本不是装神弄鬼，而是真鬼。别过来！你过来！我与你无怨无仇，你别过来！无冤无仇？那你为何要杀我？我没杀你，我根本不认识你，我没有杀过女人，你别过来！可是你刚刚要杀我呀，手都掐到我脖子上了。喂，快说，为什么要杀我？马蛋这个人蒙着脸，一副不敢见人的样子，一看就是个坏蛋。眼珠子一会儿看女鬼，一会儿看我，肚子里肯定没装好水。隔壁房间里睡得正香的陶林晓猛地听到乌鸦鸦的心声，机械地从床上跳起来。三哥哥，我明明设了隔音阵，你是怎么听到我这边有动静的？三哥哥不怕不怕，那不过就是个女鬼而已。小妹怎么样，有没有受伤？三哥哥，我没事，我设了隔音阵，没想到法力不到家，把你吵醒了。三哥哥，你看这个家伙真是胆小，胆小的像老鼠，一个小小的女鬼就能把他吓得又顽皮又尿尿的。三哥哥，你在找那个女鬼吗？我把她收起来了。小妹，这人是小贼。乌鸦鸦摇摇头，俯视着黑衣人。三哥哥，不怕不怕，我说过他就是个胆小的老鼠，熊抱一个。这时一道剑锋呼啸而来，乌鸦鸦下意识地挥了一下手，一声巨响，兄妹二人齐齐看去，动作一致地瞪大眼睛，张圆嘴巴。只见对面的墙壁上赫然出现一个形状不规则的洞。咕，我去，现实版的穿墙而过呀！靠，他还陷到地下了。嘿嘿，三哥哥，他怎么飞出去了？他难道不是一掌扫出去的吗？我要去抓住他，别让他逃了。看到了，他跑了吗？没有，嘿嘿，他把自己装到花圃里去了。陶凌晓忍不住喷笑出声，小妹的力量好似又见长了。秦公子，发生什么事了？我们听到有声巨响。夏飞走上前，我去，天外飞人呢？果然是天外飞人啊！这飞行路线诡异弧度，那落地的姿势，我的天，线条这么优美啊！他怎么回事？哎，你们快看，天外飞人把自己种地下去了。什么？这就是传说中的天外飞人？
因为飞人不是神仙嘛，神仙咋会掉在地上？啊？难道是法力突然消失了？我操！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啊！神仙还蒙着脸？我知道了，他是不是土地爷？遁地没有成功，然后卡这儿了，想让咱们帮忙。夏飞哥，那个就是个小贼。什么玩意儿？小贼？你他娘的是什么东西？竟敢受本大爷的叩拜！你这不知死活的东西！小贼是吧？看我不踩死你！把他给我抠出来，抠出来！这个人把自己种得太整齐了，跟着坑一样宽窄，不好弄。来，我揪着头发，麻子你揪住衣领子，瘦子你提住腰带，阿奇、小五一人一只脚，我喊1、2、3，咱们一起使劲儿，直上直下往上提啊！1、2、3，起！来，抬到前院去。夏飞上前蹲下，大胆小贼，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你，竟敢来知府大人府里偷东西，说偷了什么？黑衣人疼得大叫，看了夏飞一眼，并未说话。不说是吧？嘘，我知道他是谁了，我知道他是谁了。谁？他是万两黄金，哈哈哈哈哈！他是万两黄金呐！你是不是疯了？什么万两黄金呐？噔噔噔噔，你们自己看，他是不是他？哇，发了，我们发了！我看看，哪像？这就是朝廷重金通缉的江湖第一杀手，一剑收魂。差不多了，应该就是他。一剑收魂？就见他跑到黑衣人手边，蹲下身子，用力掰开黑衣人的手，把剑抢了过来。还我，还给我！我懂了，难怪你都这样了，还紧紧握着这把剑。原来这剑……嘿嘿，黑傻子，你刚刚把我吓坏了，吓得我心惊肉跳。不信你看，哦，我的心你看不见，你看我的肉是不是在跳？你得赔我的精神损失费，去用这把剑抵了吧。不啥不，有本事你一起来抢回去啊！哎呀娘啊，小胳膊太短了，不适合使用这长剑呢。要不然给我大哥哥吧，我真是个机灵鬼。一把剑而已，他知道那万两黄金能买多少把吗？果然是小娃子，瞧他笑得有多欢。小小姐，这个人不是小贼，是来杀你的。是呀，他悄悄地拨开我房间的门栓，贼头贼脑地走进我的房间，大手猛地一下掐住我柔嫩的小脖子，咔咔咔，使劲掐着。我都喘不上气来了。幸好他作恶太多，端得很，连老天都看不上眼了，咻就把他冲击下去了。我好命苦啊！是作恶多端，跟我念，作恶多端，没事多学习，整得跟个土老帽似的。哎呀，小小姐您别哭了啊，我替您收拾这个恶人，您看我打他啊，我揍死他。我这么漂亮聪明可爱的娃娃他都要杀，简直是天凉被狗吃了。啊，对，他丧尽天良。夏飞小哥真厉害，一听就知道我想说什么词儿。我掐指一算，他五行缺德，8字犯贱。哦，对，他卑鄙无耻。他又蒙对了，我就是想说这个词来着，可是词到口边又是忘了咋说。飞大哥要好好审审他，看看到底是哪个王八蛋让他来杀我。飞大哥一定审出那个王八蛋，给小小姐一个交代。好了，我就说这么多吧，因为我好命苦啊。
他宛如被伤感的浓雾重重包裹，缓缓地转过那圆滚滚的小胖身子，拖着那把长剑，步履蹒跚地缓缓朝着房间走去。小姐啊，那房间不能住了，您再换一间吧。哦，你个王八蛋，我揍死你！你这个恶毒的混蛋！我们小姐那么可爱，你竟然想杀她！我打不死你我去你大爷的！我揍死你个王八蛋！有上古宝剑了不起啊！现在是我的啦！我就说你身上血腥气息浓厚，怎么会没有冤魂缠身？竟然是有把神器！跟在他身后的桃林晓听着他的心声，眉头忍不住皱紧。上古宝剑也是出自虚王说的那座古墓吗？好若不是，又是出自哪里？换了一间客房的乌鸦鸦，这柄宝剑看上去与其他剑也没什么不同啊。三哥哥肉眼凡胎，自然是看不到的。三哥哥不要难过，你虽然是肉眼凡胎，但你也下凡哦。三哥哥是文昌星转世，不对，自家哥哥各有不凡，为啥上一世被团灭？我才没有难过。总算把他们都搞定啦。小妹，累坏了吧？赶紧喝口水。嗨，水还是热乎的呢。那可不，我都出去换过2壶水了。三哥哥最棒啦，长得最俊啦，脑子最灵光啦，我最稀罕三哥哥啦。这小嘴跟抹了蜜似的，要是你二哥在这儿，你还能这么说不？三哥哥真是的，哪壶不开提哪壶。哎呀，怎么了？小妹生气了啊？哟，真生气了？哼，我都已经是大姑娘了，三哥哥居然还把我当成不懂事的小娃娃逗呢。每次都想从我这儿套出二哥哥和他谁更俊美，谁更聪明。我才不会告诉他呢。嘿嘿，就是不让三哥哥得逞，我可真是个惊喜鬼。哎，小妹，这柄剑为什么叫一剑收魂呢？因为用它杀人的同时会自动收取被杀者的魂魄呀，所以才叫一剑收魂。小妹你可真厉害啊，竟然连这都知道。三哥哥，这剑真是好剑，可惜用剑的人不是好人，真是白瞎了这好剑。此话怎讲？这剑啊，如果只斩坏蛋，沾坏蛋的血，吸坏蛋的魂，就可以养剑。可惜这剑落在那歹人手里，他用此剑杀过好人，正邪相克嘛，二哥哥懂的。三哥觉得此剑极好啊。好，当然好。这宝剑可真是有福气，居然碰到了聪明伶俐、无所不能的本丫丫。他被上百冤魂缠绕，离崩溃不远了。不过我已经用这世间独一无二、绝无仅有的进化神术，把这剑给净化啦。从今往后，他只要跟对人、行对事，就是一把绝世好剑喽。三哥哥，我好累啊，我要睡觉了。我怕，让你陪。好，三哥陪你，快休息吧。今晚是把你累坏了。三哥哥，这把宝剑我要送给大哥哥。好，大哥一定会很高兴的。真没想到来了一个刺客，得了一把好剑。那是小妹身带福运，逢凶化吉，吉中带运。那是，我可是自带福运之人。嘿嘿，幸好那个黑傻子不懂这剑的用法。这剑是很有灵性的，需要节气认主。如果他节气了，处理起来就麻烦多了。哎，真好，那人是个傻子，嘿嘿，便宜了我大哥。刚睡下不久的夏有德被夏飞给喊醒了，到了地牢。你别说，还真挺像那告示上通缉的人，燕无敌。切，也不过如此嘛。燕无敌，那可是天下第一杀手，杀人如麻，从未失手。如今已经被好几个国家通缉了。没想到
今天竟然落到自己手里了。小飞，给我牢牢守住地牢。好嘞。把他用铁链锁起来。翌日清晨时分，夏有德左等右等，没等来桃林小兄妹俩，倒是把朝廷派来的乡试剑林一行人给等来了。老夏，你可不知道啊，我们这一路上那是日夜不停的赶路，除了吃饭睡觉就没歇着。我睡觉都是守着这一车考卷睡。哎呦我的娘啊，真……陈玉良，你知道吧？他被皇上给贬谪了，到现在还在家里待命呢。不过呀，他家也不知道使了啥招，竟然把在国子监当学路的那个兄弟陈允鹏给我塞到我这儿了。这人啊，毛病多了去了，跟他哥一个德行，鹰嘴压腚，光说不行。弟兄，小心隔墙有耳。我说话声音这么小，外面又那么吵，他们哪能听到啊？小心为上。行吧，你们这些人呢，就是毛病多，瞻前顾后的，活得累不累啊？今年你们来的比以往要更早些啊。哎，你说那个白侯一个武职，非得掺和文事，他上折子提出乡试士子，考前啊应资格重审，由朝廷派去的官员与地方官员两方审核，以防有人弄虚作假。他这简直就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嘛，脑子里不知道是不是装了大粪，仗着自己早年对朝廷有几分功劳，又手握重兵，在朝堂上是指手画脚。他娘的，我早就看他不爽了。这种鸟人还得朝世子来对，可惜朝世子得罪了皇上，被发配到你们西北府了。唉，好人总是多磨难呐。原来如此，我西北府今年参加乡试士子有2000多人，重审还来得及，像江南府估计得有1万人知府，这能来得及吗？去江南府那些人还不知道能不能如期到达呢。听说江南府现在正值梅雨季节，赶路不方便，恐怕要申请延期了。延期恐怕不行吧，自古都无这样的惯例。有没有的全看朝中那些人。老夏，咱哥俩可不是外人，我跟你说啊，我觉得皇上想把白侯手里的兵权收回来，这事儿好几年前就有苗头了。不过白侯这人贪得无厌，兵权抓得很紧。2年前白侯老家被朝世子一锅端了，这是个收兵权的好机会。可惜边境突发异动，贸然收回兵权有可能导致军心不稳，让他逃过一劫。从那之后他倒是老实了2年，可年前八皇子在宫宴上差点被人毒死，白侯就拿这个当借口，又开始上蹿下跳了。我看呢，他好像是又有了啥依仗了。听说你这般说来，我倒是觉得这世子身份重审之事，乃是从我西北府而来。夏老弟，你何出此言呢？直觉而已。哎呀，老夏呀，你还是一如既往喜欢吊人胃口，跟年轻的时候一样讨厌呢。李兄，既然吃好了，我带你下去休息。什么时候开始重审世子身份，告诉我一声，我奉陪到底。明天再说了，我担心试卷出状况，这一路紧赶慢赶，我得好好睡上一觉了。等午膳时，我要是还没醒，你可别来叫我啊！我这一路上都没睡个踏实觉呢，我要不叫，你也别担心啊，有我在，那些个小人掀不起什么风浪，你就放心好了。安排妥当，朝廷来人后，夏有德步履匆匆地返回府中。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错觉，他总感觉那个陈允鹏就是奔着桃凌云来的。他们这是1计失败，又要使第2计了。夏大伯，您咋走这么快呀？连我这么可爱的小侄女都没有瞅见。哎呦，小丫丫呀，昨晚上吓坏了吧？夏大伯，昨天晚上有一个黑傻子，他要杀我，他的大手就这样。
再这样掐我的脖子！沙大伯，您看，我这么细的小脖子都会让他给掐断了。哎呦，这哪个狗娘，哪个坏蛋竟敢掐我家小丫丫，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丫丫放心，大伯我一定好好惩治他，给我们小丫丫报仇。不过夏大伯，您可别把他揍死了。我听飞大哥讲，他值10000两黄金呢，咱们还得拿他跟皇上换金子呢。乌鸦鸦和他对视，突然发现夏有德的印堂有点发黑，他凝聚灵力，定睛观瞧。哎呀，夏大伯摊上大事了，那个坏蛋是谁呀？为什么要诬陷夏大伯呀？让我看看，他说的是哪个世子身份资格有异？我操，居然是我二哥哥！我二哥哥哪里不能参加乡试了啊？操！原来是我二哥哥12岁那年就被白眼狼陷害取消科举资格的事又被翻出来了。啥？说二师兄贸然给恢复科举资格不合律法规定？操，二师兄也被牵扯了。正在给夏家七孙讲课的桃李晓听着乌鸦牙叭叭叭的心声，再也讲不下去了。他对夏家8孙说：今天就先讲到这里，你们回去把今天的内容各自抄写3遍，再写1遍心得，明天检查。说罢，他转身走出房间。夏大人，您现在不应该在府衙吗？怎么来这里了？朝廷派来监考的官员到了，今年突然增加事前身份重试，我怀疑他们是冲6公子来的。夏大人，来的都是什么人？今年来西北府的监临是李红心，他这人刚正不阿，不用担心。只是随行人员里面有1人是你家的仇人。是陈允良？他不是被贬谪了吗？难道……不是他，是他兄弟陈允鹏。此人惯爱使用些阴谋诡计。嗨，白眼狼的家人都这样，这竹子里坏竹子也长不出好伞。小丫丫呀，你能不能算点什么？他们已经收到信了，知道我二哥哥的腿没被打断，所以又要找我二哥哥麻烦了。飞奴不是让你给吃了，这么短时间他们如何传的信？他们还有飞奴啊，还没被吃完。是那个被孙兴大叔压断骨头大人物的信哟。嘿，翟永清。夏有德皱眉，我派人监视着他呢，竟然没有发现他传信，这些人是干什么吃的？一只小鸟飞了，谁会在意？除非我非常喜欢吃那样，别人想吃也打不到呀。嘿嘿，我是故意给他留了一只飞奴报信的，那个白猴不知道，怎么能再出招？这不，新招来了，兄弟们，不，亲人们，咱接招吧！嘎嘎嘎嘎。陶林小无语地听着乌鸦鸦的心声，不知道说什么好。既然我们知道他们为什么而来，那我们积极应对就是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就不信了，血还能压正不成？我猜他们此次想用我二哥哥的参赛资格一事对付您和我二师兄，这事儿要先和我二师兄通通气，做好防备。不过据我所知，我二哥哥恢复科举身份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不知道这回他们又要从哪里下手。栽赃陷害，证实二哥哥是什么狗什么什么吃屎呀！栽赃陷害，小丫丫呀，这你都能算的？啊！表演即将开始啦！什么表演？乌鸦鸦突然撒腿就往外跑。小妹，你要去哪儿啊？我要去看传达戏哟！好戏要开场喽！什么好戏？哎，等等我！老爷，傅大人来了。进来。老爷，夫人。
老爷，您今天好些没有啊？翟清勇皱皱眉，动作一大，还是疼得上不来气儿。傅大夫来干什么？老奴也不知道，他看起来挺着急的。让他来我房间吧。翟明出去，很快便引着傅怀年进了翟清勇房间。翟清勇朝白玲珑挥挥手，白玲珑带着人出去了。你今天好些了吧？昨天有个人拿着那人的手信前来，说要去办了陶家那小胖妞。我差张姨带着他去认了下人，他昨夜就去了下府，到现在还没回来。这事儿你怎么看呢？你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我说那人派人来指名道姓干掉陶家那个小胖妞，那人昨夜就去了下府，到今天了还没有回来，会不会失手啊？那怎么可能？前2天才发的信，他派的人怎么可能今天就到了？真的来了，你看吧，还给我们带了信呢，让我们相识时配合好人家行事呢。他这是不相信我们呀？你看看这信的日期，竟然是半个月以前的。那人一贯如此，你又不是不知道。他这是显示自己神机妙算呢，一边指使我们办事，一边又派人来监督。我觉得昨晚那个人肯定是刺杀失败了，不然也不至于一夜未归。不可能吧？那人可是天下第一杀手，燕无敌。你什么时候听他失手过？八成是完成任务跑哪快活去了吧？哎呀，最好没事啊。你最近是不能动了，有些事儿该怎么办你看着弄啊。对了，我来的时候听说此次乡试的监灵到了，信上不是说让咱们配合行事吗？那人好像叫陈允鹏，切，他哥倒是还有几分本事，干到了户部侍郎，可惜啊，听说被贬了。你这样幸灾乐祸，当心他成了你的新同僚。你有什么小道消息啊？没有，不过那人急呼呼的想要了解那位的小命，不是有人急着接管这个位置？傅怀年想了想，心中冷笑，夏有德那么好除，如果真那么容易除掉，他们也不会接二连三的失手。在西北府20年，有谁动得了他？栽赃陷害年年有，年年都白费功夫，人家不照样活得风生水起，在西北府说是土皇帝也不为过。此事他还是少沾为妙。那什么，管谁当知府都跟我没关系啊，我反正是从正三品高知府办结，哼，他能奈我何呀？啊，我走了，狄大人你好好休养。嘿，张爷，你看前面那么热闹，是哪家店铺开业了吗？不像啊，八成是有什么热闹，不然谁围在那儿啊？走，过去瞧瞧。清晨的阳光洒在繁华的街道上，一辆华丽的马车缓缓驶来，车内吕娇娇心不在焉地望着窗外，心里想着爹爹跟她说的话。娇娇啊，那位大师给你算过，你今天日生一干时出门必遇得佳婿，乖闺女啊，快快打扮打扮去迎接你的命定之人吧。爹爹，就是您昨天捡的那位大师算的，他可信吗？放心，爹考验过他了，他是真有2把刷子。真的？那我这就去。吕娇娇欢欢喜喜来到大街上。小姐，您看那位公子长得可真俊俏。停车停车，快停车！这位公子，你撞到本小姐的马车了。你站住！你撞了我们的马车，休想逃跑！陶宇安父子3人边走边回头看了一眼，随即继续往前走。你们去把他给我拦下！家丁们得到命令，立即向前挡住了陶宇安父子的去路。光天化日之下，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撞了我家的马车，把我从马上跌下来，你们不能走，要给我个说法。呵呵，我们什么时候撞你家马车了？你可不要红口白牙污蔑人。
明明就是你们把我们小姐撞下马车的，我们都看见了，你们想赖账不成？陶凌云无语至极，他这是什么招邪体质？出门总能遇是非。这位小姐，眼神不好不是你的错，但是你出来讹人就是你的错了。你们笑什么？笑什么？明明就是他撞了我的马车。呵呵，于大小姐，你可真会睁着眼睛说瞎话呀！这位公子离你的马车没有10步也有8步远。哼，你说他撞了你的马车？你不是一早上睡迷糊了还没醒了吧你？姓楚的，关你屁事！闭嘴吧你！我就是看到他撞我的马车了，他的目光撞到我的马车了。哼，强词夺理，真是非你吕家莫属啊！这里发生了什么事？这位老爷，我看您是个明事理的人，可要为我们评评理呀！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家小姐要去城南走亲戚，路上掀着车帘往外看，结果被那个登徒子看到了，他对我们小姐见色起意，故意撞我们的马车，想要非礼我们小姐。我们小姐没有防备，被从马车上撞下来了。现在他们不认账，还要逃走，所以我们现在正在理论呢。围观的人和陶家父子3人闻，目瞪口呆。歪曲事实能歪曲成这样的，世上怕是绝无仅有。岂有此理！看你们长得人模狗样，没想到心思如此恶毒，我一定要将你们。你要将我们怎么样啊？这位高人，我观你长得温文尔雅一本正经，原来处倔横丧不明是非啊你！哼，我看你像个学子吧，这是来府城参加乡试的。像你这样满肚子男盗女娼之人，怎配参加科考？这位高人，幸好你不是官员，不然像你这样只听一面之词就断定是非的人，肯定是个昏官。你，他说我见色起意，你就信了？瞪大你的狗眼看看，他长什么样，我长什么样，我有必要对他见色起意吗？啊，你说我恶毒，我干什么了？我是杀人了还是放火了？你抓着我了吗？你有证据吗？你说我满腹男盗女娼，你哪只眼睛看到了啊？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啊？你是不是眼瞎了你啊？你再好好瞅瞅他家那个虎背熊腰的家丁，再看看这个搬弄是非的车夫，还有那个刁蛮的丫鬟，你觉得他们是吃屎的吗？啊，我要是真的这么去撞他们家马车，他们能不拦着吗？这么明晃晃的讹人，你看不出来吗你这双招子干脆挖出来喂狗吧你！不喂狗，狗都不稀罕吃。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正义啊？既然你觉得自己这样行，你干嘛不到边境御敌啊？为什么不到黑龙山去剿匪啊？简直有什么大病，不分青红皂白随便给人家扣帽子，你以为你丫判官呢你知道我是谁吗？呀，刚刚888对人的是我俊美又聪明像神仙一样的二哥哥吗？呵呵，还好我跑得快，听到了这么精彩的话，有二哥哥像被3哥哥附身了一样。不过那个人是谁呀？傻的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了，还出来惹二哥哥，有什么大病吧？只见吴丫丫正好从围观人群的空隙钻进来。怎么样，怕了吧？你是谁？你回家问你爹问你娘去，我怎么知道你丫是谁啊？我告诉你，今天这事儿我管定了。他转身拱手朝围观的人大声说道：这位小姐一看便是大户人家的小姐，有着良好的教养，断不会无故讹人，肯定是这个小子长着自己长得好看，想攀龙附凤。这样的人我见得多了。哼，妄想用毁坏这位小姐声誉的法子来攀赖人家，这样的登徒子就该人人得而诛之。切，你以为你是谁啊？自己心盲眼瞎了就行了啊！不要试图拉我们下水。大户人家的小姐
就一定有良好的教养了吗？啊，普通人家的就一定差吗？你埋汰谁呢你？究竟怎么回事？我们这么多双眼睛盯着呢，仅凭吕家一面之词就诬赖这位公子，哼，你跟姓吕的老姑娘是一伙的吧？别不是想给吕家老姑娘寻个上门女婿吧？哼，你们这招可真损呐！啊，真是损人又利己呀，要不要脸呢你？就是，他们就是一伙的，他们就是想损我俊美的二哥哥，练那个行走的手势架子。群众的眼睛果然是雪亮的，识破地方奸细大聪明在哪呢？让我看看他长什么样。多谢这位仁兄仗义之言，陶某不胜感激。客气客气，路见不平拔刀啊，不对，拔嘴相助。嘿嘿嘿。你们，哼！告诉你们，本官是。哟，竟然是个官儿啊！那在你手里可是有不少冤魂了吧？放你娘的屁！你，哎，我们是在说他非礼我家小姐的事，你们这是不是跑偏了？哎呦，这位车夫，你可真敢说呀！我从始至终离你家马车有2丈远，我怎么非礼你家小姐的啊？真的是单凭你这张嘴，神仙都能变魔鬼啊！上下嘴皮子一呼搭，哼，2丈距离也白搭呀！我看你不去当壮士，简直屈才了你！按你说的，我是头顶天，脚杵地，腰粗2丈啊！啊，要不然我怎么能隔这么远撞上你家马车的？来，你给我做个示范啊，给我看看呗！别整天呲着红口白牙，净说瞎话呀你，切，你可真是老公鸡皮蓑衣，嘴尖毛长，狗嚼大粪张臭嘴，难怪像个暴发户，原来是靠讹人家发家的，什么东西，啥也不是。吕大小姐，你讹我吧，我才是离你家马车最近的人。你起看，哪来的泼皮无赖？你们还不快把他给我拉走！别介，你成天在大街上溜达，不就是想讹个上门女婿吗？你看看我，要个子有个子，要身材有身材，要模样。虽然我模样不如他，但在人群中也不算丑的。最重要的是，我不介意做上门女婿，怎么样？滚！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样子，滚一边去！我就是看上他了，快把他给我抓回家！哎呦，驴家不是驴，该数猪八戒了。他倒打一耙的本事，叫人刮目相看呀！哼，自己就是个女登徒子，反诬赖人家，咔，真是破袜子当面巾，臭不要脸，小到拉屁股，叫人开眼喽！是谁在胡说八道？有种给本小姐站出来！嘿嘿，老巫婆，你叫我出去我就出去吗？你算了解。话说，我真的没种。狐狸精说男子才有种，真不明白，男子天天带着种子干嘛？不知道他们是喜欢带粮食种子呢，还是菜种子呢？嘿嘿，不会有人喜欢带花种子吧？是谁？出来！有种你给我滚出来！小姐，正是啊，小姐。小姐，大局为重。老爷说了，今天必须把你看上的人拉下水，只要给他戴上登徒子的帽子，他就是您的夫婿了。可怜的小姐呀，您怎么就这么倒霉，偏偏遇上了登徒子呢？我可怜的小姐呀，您还待字闺中呢，明着就这样毁了呀！小姐，您的命怎么这么苦？那位公子把您撞下车，坏了您的名声，还不想负责呀？小白菜呀，地里黄呀，隔着2丈被人讹呀。他说菜也毒死他了，他说菜根绊倒他啦。倒霉呀，安生生被人讹呀，
遇到一家恶人精呀，哭天哭地谁做主呀？是谁？究竟是谁？敢骂老娘，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有种的给老娘站出来，看老娘不揭了你的皮！有这样的大户人家小姐，赶上耗子对号入座了！咔咔咔，李大恶人精，这是不装了呀？那道声音依然在半空中打转，让人听不出来源。把他给我抓起来，保恢府！哼，小白脸，这个上门女婿你当定了！强民来啦！强民来啦！大家快来看看呀！大户人家有教养的嫁不出去的小姐，当街强民来啦！给我抓住那个小胖墩！大人欺负小孩啦！有这样大户人家大人欺负小孩啦！乌鸦鸦一边叫着，一边扒拉开围观的众人的腿钻了出去。没跑几步，乌鸦鸦闷头与人撞到了一起，整个人挂在了对方的腿上。抬头一看，他咧嘴笑了。这位大伯，我们又撞一块了，真是有缘分。小胖丫，上次的赔偿还没谈好，这次你又欠下一份债，你说怎么办吧？那就接着谈吧。没想到大伯也是个戏精，入戏这么快。吕家的家丁终于扒开人群追了出来。拐子拐小孩啦！拐子拐小孩啦！街口两个抓着夏小七正要拐进巷子口的男人，被乌鸦鸦的尖叫声吓了一跳。两人慌张地循声看去，一眼就见一个小胖丫带着一群人蜂拥而来。两人快速对视一眼，丢开夏小七，一头扎进了巷子里。师傅，我在这儿，跑过了。靠，感动走了。小七，你没事吧？我以为你要被抓走了，吓死我了。姐姐，你吓死我了！那俩坏蛋拎着你跑得太快，再也不见了。七哥，你吓死我了！七弟，以后你这个可别离我们太远了，姐姐太吓人。就是小七，听到了没？对呀，七弟，贾师姑说你容易招人惦记，你以后别离我们太远。师傅，他们在干啥？刚刚被人抓了，不是告诉你不要一个人出门吗？我们不是人。你有种，你别跑！你这个死胖墩！呸！你个老巫婆，竟敢叫我胖墩！你才是胖墩，你全家都是胖墩！死胖墩！你竟敢说我老！你找死！那位楚公子走到陶凌云跟前，用胳膊肘子拐了他一下，说道：“哎，我说，这位公子，人家小胖墩替你打抱不平呢，你这会儿不上去帮忙，反倒是在这儿看戏，这有些说不过去吧？”陶凌云瞅了他一眼，又迅速将目光移到乌鸦鸦身上，没有接枪，这事能怪他吗？他家小妹没玩够，不让他们插手，他有什么办法？楚公子抿嘴，心中冷哼：是他眼瞎，看错人了。先前在楼上看着公子对人，觉得正合他意，他还想结交一番呢。现在来看，这纯粹是个忘恩负义的东西。他撸起袖子欲上前帮忙，陶林小一把拉住他。他扫了一眼，这几人怕是一家吧，模样长得那么像，一家子白眼狼。他猛地挣脱，回头往前走，刚迈开的脚还没落定，整个人顿住了。只见他可怜的那个小胖丫正骑在吕娇娇身上，小胖拳头不要命地往吕娇娇脸上身上招呼：我叫你骂我小胖墩，你个老巫婆，嘴欠我抽死你！我叫你强民男，我叫你强民男，嫁不出去了吧？你就是个天煞孤星的命！看，你还想抓我？你抓我让你抓，你抓个样给我来看看！不知死活的老女人，碰瓷是吧？我抽死你！呼呀呀边骂边打，
中年男子终于一步三晃地追了过来，指着乌鸦鸦说：你大胆，竟敢当街殴打良民！来人，快去报官！你吃人饭不干人事的狗官，给本丫闭嘴！你果然是西北府，民风不开化，野蛮至极！我靠，你他娘的谁呀你？我西北府人们热情好客，人心向善，你算个什么东西啊？也敢编排我们西北府的人？躲在暗处偷看的夏有德一见此人，眼前一亮，人才啊，人才！这不是自己刚让人调查的冥府对面那府里的小厮吗？叫什么来着？大人，他叫汪顺。两人私语的这一会儿功夫，再回头看去，只见汪顺一个倒钩拳，一拳将中年男子打倒在地。他娘的，老子早看你不顺眼了，满嘴全是屁话，你他娘的算老几啊你啊？你不会真的是吕大姑娘雇的托吧你？好，打得好，为民除害，哎呦！乌鸦呀松开吕娇娇，拍手叫好，结果被吕娇娇得了机会，一巴掌招呼在他脸上。你活腻歪了是不是？哎呀，我的个天老爷爷地老奶奶呀！大人打小孩了，大人打小孩啦！我才3岁呀，3岁零2个月，他一个大人打我这个小孩啦！是不是很疼？哎呦，我的娘啊！这小脸咋肿成这样了？天哪，吕大小姐，你下手也太重了吧！你栽赃我们也就罢，怎么能对一个3岁娃子下这样重手？干什么？光天化日之下当街斗殴，当衙门是摆设吗？夏有德理了理衣袖，正了正官帽，迈着4方步，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哎呦，这不是陈大人吗？你怎么刚到西北府就在大街上斗殴呢？夏大人，是下官无故被人打了，下官没有斗殴。哦，没有斗殴。大人，没斗殴。夏大人，这个刁民他无缘无故冲出来打了下官，您可要重重治他的罪。切，狗屁的大人，心盲眼瞎，助纣为虐，我打就打了，大不了蹲大牢。夏有德看着汪顺的眼神更亮了几分。好，不惧强权，正义感爆棚，我府衙正需要这样的捕快衙差。夏大人，您怎么不说话？快把他抓起来呀！衙门万差，需遵守法律，讲求人证物证，断没有随便抓人的道理。夏大人，您要包庇他。哎，陈大人，你不要着急，待本官查明事实真相，定会给你一个公告。你说刚才是怎么回事？老实招来，说让本官查出你撒谎，罪加1等。是，大人，小的如实道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绝不说谎。大约1刻钟前，在古方茶楼门前。他眉飞色舞，舌战莲香，只凭一张嘴便把当时的情形讲述得绘声绘色，甚至连每个人的声音都模仿得没有10分像，也像了8分，仿佛一幅巨大的画面在众人面前展开，比说书的说的还精彩。乌鸦鸦张圆小嘴，瞪大双眼，感叹出声：哇，像听说书的。不是，不。大叔，官老爷审案不喜欢别人插嘴，等轮到你的时候，自然有你说话的机会。汪顺讲述的过程中，中年男子和春杏几度想打断，但是都被夏有德黑着脸给制止了。汪顺讲完后，全场的人仍沉浸其中。好，讲得好。陈大人，你说的是不是事实？我没看到之前他们发生了什么。
我路过这里，听到家人说有人非礼他们家小姐，便是我失察了。陈大人，你这般作为有失身份了。身为官员，理应明察秋毫，切实为百姓主持公道，而非偏听偏信。是，夏大人行事公正，实乃我等百官之楷模。我一个小小的知府，怎能是百官的典范？陈大人，你可不要乱说。且算是我偏信偏听了，但这个人他打了我，殴打朝廷官员，可是重罪。夏大人，这是您西北府的百姓，您准备怎么判？本官也不能光听你的一面之词，你自己也承认打人了，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我承认我过于气愤，打了他一拳。这个小子不辩驳，但是我不知道他是官员呀。老话说得好，不知者不罪啊。夏大人要处罚我，我只认我打这一拳这一条罪，其他的我都不认。那本官就按律法处置了。不行！成功的把众人的目光吸引了过去。我靠，这吕大小姐也太狠毒了吧！你个3岁的娃子都能下得去手？天哪，咋把人打成那样了？多可爱的小女娃呀！现在看上去好可怜。吕大小姐，你还在那装什么呀？我看到是你明明自己让裙子绊倒自己的。是啊，说什么人家打到你了，人家才3岁啊。我看是老天有眼，故意让他自己绊倒自己，好叫这个娃不至于被欺负得太惨。对，上天的眼睛是雪亮的，好坏中间天道自变。哎呀，快，这里有大夫，快让他给看看吧。吕大小姐，你也太心狠手辣了吧！一个小娃子，你怎么忍心把他打成这样？哎呦，这又白又嫩的小脸都快让你给打毁了。哎呀，师傅，你这是怎么了？你怎么了？你这是？谁把我师傅打成这样的？金钱猛地转头看过去，而后3两步走到吕娇娇跟前，居高临下的盯着她，咬牙问：是你打的？你干什么？我告诉你，夏大人在这里，你要是敢打我，夏大人不会放过你的。哼，打你？不，贫道向来都是动口不动手。贫道管你天庭狭窄，地阁奸宵，目光阴鸷，鼻梁歪曲，嘴唇薄如刀刃，不是个什么好东西。天庭狭窄者心胸狭窄，自私自利；地阁奸宵者为人刻薄，无情无义；目光阴鸷者心怀叵测，心术不正；鼻梁歪曲者品德败坏，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嘴唇薄如刀刃者言辞刻薄，不懂尊卑。哦，你还面色灰暗，毫无光泽，说明你呀最近气运不佳，晦气缠身。哼，哪儿用得着贫道抬起高贵的手去揍你？你自己就把你自己晦气死了你！臭牛鼻子老大，我让你胡说八道，我跟你拼了！都到了现在这个地步了，你还不知悔改，难怪命中无官星，注定当个老姑娘。你家里有你这么个玩意儿，简直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你！牛鼻子老大，你找死！你给我等着，我回家叫我爹杀！大人，我家小姐瞎说的。把人家小娃打成这样，属于故意伤害。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他说的不是真的，我们小姐真的被那位公子非礼了。你快拉倒吧！我说吕家的，我们这么多人看着呢，是非曲直可不是靠你一张嘴说的。就是，就算你们吕府有钱，也要尊重事实啊。是呀，明明就是你家想讹这位公子的，讹不动就要上前抢，要不是小胖丫这样一出手，恐怕
啊，对，我全程都看见了，事实真相就跟那位小哥说的一样。我看吕家人呢，就是耗子咬木香，嘴硬。哈哈哈哈哈！你们闭嘴，闭嘴！你叫我们闭嘴，我们就闭嘴呀！你以为你是谁呢？就是泥鳅沾点盐水，真以为自己是海鲜了。我看那个道长面相面的还挺准啊，他的面相可不就是那样吗？哎，道长，您给我看看相呗，您看看我什么时候能发大财？你以为大家都是瞎的呢？反正我家马车走到这里时，我家小姐就是因为内公子掉下马车了。这是肚子疼埋怨灶王爷爷了。乌鸦鸦瞪着一只眼，眼珠咕噜噜一转，从陶宇安怀里挣脱，往地上一躺。哎呦我的天，我不行了，我不行了！老王八，你不是喜欢冤枉人，喜欢讹人？今天就让本丫好好给你上一课，叫你好好尝尝被冤枉被讹的滋味。老大夫不明真相，急忙蹲下身给他号脉。乌鸦鸦掀开右眼，朝他眨了一下。老大夫神奇地看懂了。哎，这小丫头确实伤得不轻，可能被扇的时候震到脑袋了。严重吗？挺严重，弄不好。怎么可能？他肯定是装的，明明是他骑在我家小姐身上扇我家小姐的。对，哎呦，我的脸现在疼得要命，啊，疼死我了！你们那是什么眼神？你们都看到了，我的脸就是他打的。你多大了？他多大了？你也好意思说出口？哼，这吕家姑娘怕不是有什么大病吧？吕大小姐，你们讹人在前，伤人在后，此事恐怕不能善了了。大人，您看看我的脸，伤得比他重多了。他只伤了一半脸，我两边脸都被打伤了呀，疼死我了。吕大小姐，你这是觉得本官眼瞎吗？大人，您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就要问你自己了。大夫，你给我看看，我这两边的脸肯定比他伤的严重。李大小姐的脸上连点红意思都没有，用不着本大夫看吧？你胡说，我的脸现在火辣辣的疼。哎，吕大小姐，你就不要再说了，你叫你家人看看你的脸怎么了。吕娇娇看向车夫和春杏，二人脸上皆布满了尴尬之色。你们那是什么表情？快说，我的脸现在是不是又红又肿？啊，太疼了！小姐，你不要说了。我为什么不说？啊！哎呀，我要疼死了！你看我的脸上打的，我还是个孩子，你一个大人，好意思吗？你胡说！你讹我！啊，明明是你打的我好疼！大娘，你看看我的脸被你打的肿多高！啊！我这么年轻，你凭什么叫我大娘？你眼瞎是不是？是呀，你看我确实眼瞎呀，大娘。不许你叫我大娘，不许！你再叫一声，我就……哎呦，吓死宝宝了！大娘，我不叫你大娘了。你还叫？大人救命！有人要杀小人了！站住！大人，他都是大人了，还打我这个小人，把我漂亮的脸蛋打肿了，脑袋也打坏了。往后能不能恢复还不知道，这只眼也不知道能不能瞎。大人，您处置他的时候，是不是还得让他赔我医药费？他打了我，给我幼小的心灵造成了创伤，
是不是还得让他赔我精神损失费？他是大人了，还打我这个小孩。胡说，你胡说！大人，他仗着人小冤枉我，他是穷疯了，想讹我。冤不冤枉的我说了不算，你说了也不算。相信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来，小胖丫，转脸让大家都看看。大家都看见了吧？我的脸伤有多重，他的脸无一丝红肿，是吧？我相信大家伙的眼睛都是雪亮的，我这叫狮子屎胜狗熊的便便，吕大小姐你推脱不了。大人您看看我这脸，大家赔个10万8万的能行吗？夏有德扯了扯嘴角，这小胖丫的脸是咋弄的？看他父兄都不着急担忧，8成是假伤。不过这弄得也太吓人了。10万8万的确实。夏大人，只是山肿了脸而已，按照律法，这种情况最多赔个10两8两就行了吧？对，他这是讹人。我家小姐就是轻轻扒拉了一下，能有多严重？多严重？你自己不会看吗？是没长眼还是眼瞎？他们不是没长眼，也不是眼瞎呢，他们是想看的就能看到，不想看的就看不到，办事全凭一张嘴哦。夏有德下意识地连连点头。是吧，大人？你也觉得我说的对吧？凡是对他家有好处的，他都能看见，没有的也能说成有；凡是对他家不利的，他就都看不见啦。就算事实明晃晃摆在眼前，他也能说没有。唉，这世道啊，总有些那个人吧，那个老徒弟你来说。这世上啊，总有些人，他心术不正，心怀叵测，心狠手辣，品德败坏，自私自利，卑鄙无耻，平时好事不干，歪曲事实，一顶一的厉害，这样的人就该天打雷劈。老徒弟打住！你们，我们是好人，你是坏蛋。这大半条街皆已堵塞，回府衙升堂较为耗时，本官便在此处就地审案罢。截止目前，诉至本官跟前者仅有一原告，此胖小丫是也。虽其无送状，然其与本官所送之事清晰明了，亦提出赔偿要求。依我查律法，此乃形成口头诉讼。关于小胖丫所告之案，本官此前已充分了解，想必诸位亦已了然。吕大小姐，如身为被告，人证物证俱全，所作非为已构成伤害之处，依我朝律法。我不服！你有何不服？他明明也打了我呀！我要是算伤害罪，那他也跑不掉。他是小童，你也是啊。呦呦，我才3岁零2个月，我还是个孩子，我还是没有狗高的孩子呢。有人围观着笑出了声。大人，我们也要告状，我们要告那位公子状，他害得我们小姐从马车上摔下来，得让他赔我们100两银钱。大人，学生状告吕家人先诬陷后讹诈，没讹成还想强抢学生，他们的所作所为令学生惶恐不安，身心俱疲，致使学生声名狼藉，精神几近崩溃，还望大人为学生主持公道。告状？谁不会？告呗，告更健康。夏大人，下官状告这位小哥殴打朝廷官员，请夏大人为下官做主。尔等所告之事，真相已然昭然若揭，责任亦是泾渭分明，本官逐一宣判，汝等且听好了。吕大小姐殴伤3岁孩童，其罪成立，夏大小姐
何有异议？呀，他也打了我！逆女呀你就算再生气也不能去打一个3岁小孩子呀！此时，一道急促的声音传来，吕家家主吕英谦在7、8人的簇拥下，步履稳健地走向夏有德。夏大人，小女年幼无知，还望大人海涵，此事我等愿意私下解决。你们不打算告发了？如此也可，不过尚需询问这孩童与那公子的意愿。我们不告了，来此之前，草民已了解事情始末，此乃小女之过，平日都怪草民宠溺过度，致使其言行失当啊。那个被殴打的孩童身在何处啊？我等愿做出赔偿。我在呢，小娃娃在这儿。这位大老爷，您看看我这伤是不是老惨了？疼死人家了！小娃娃呀，大伯给你糖吃啊！你别哭了，好不好啊？小娃娃，你看我闺女打你这事儿吧，是她不对，你跟夏大人说说，咱们私了怎么样啊？大伯这里有很多糖哦。哎，吕家主，你这样不行哈，你这是恶意诱导。不知小娃娃的家人何在呀？呀，爹爹哥哥们，你们可要装的不认得我，不认得我。在。爹爹和哥哥们真是跟我心有灵犀，嘎，老徒弟来吧。你是小娃娃的什么人？躲在人群中看热闹的傅怀年，眯眼看了看陶宇安父子4人，又看了看夏有德，最后看向乌鸦鸦，心底忍不住冷笑。陶家人明明与夏有德相识，那位七公子和小胖丫如今还住在夏府，此刻却装作不识，有意思，真有意思。大人，夏大人和陶家人明明认识，却装不认识，咱要不要？嘘，他们爱咋样咋样，跟咱有什么关系呢？张爷少管闲事，咱就瞧个热闹就得了，就当没看到就行了。张姨连连点头，看热闹好啊，他就喜欢看热闹。阁下，敢问您尊姓大名，在何处高就啊？这跟今天的事情有关系吗？没关系。那你还问？这什么这呀？现在不是说撤不撤状的事儿，你是想让我们撤状？是这样的，您看我女儿跟令媛啊，停，什么令媛不令媛的，别乱说话啊！贫道姓金名钱，年方31，至今未婚。你们口中的小娃娃是我师父，亲师父。什么呀？我师祖说我寿短，收个徒弟给我当师傅压灾。金道长，关于您小师傅告状我女儿一事，您看要不咱们私了吧？啊？老徒弟，什么是私了？私了就是他不想让您向夏大人告状，私下跟我们谈谈如何赔咱们钱。我知道了，昨天我撞坏了人，咱们得管吃管住，还得好脸好面跟人商量咋赔偿。那现在我们是不是要去他们家商量赔钱的事儿啦？他们得把咱们好吃好喝的供着，对吧？等他们赔了钱给咱们就能拿去赔给昨天被我撞上的人了。嘎，我可真是个大聪明啊！对，师傅真是个大聪明。人群里又有人笑喷。有什么好笑啊？没。哎呀，不行了，让我笑。小胖丫，我这不是故意的啊。虽然你受了伤，我是表同情，但是哎呀，你们也太逗了。还有金道长你贫道姓金名钱，金钱。
您这是对金钱有多么执着呀！肃静，都别笑了。金道长，你们商量妥了没有啊？我不告你家闺女，你能赔多少钱？我赔你100两黄金，如何呀？大人，100两黄金和10万8万两银子哪个多？当然是10万8万的银子多呀。那不行，吕大老爷，我师父说我长了一张仙人脸，这脸这眼这脑袋，没个10万8万是好不了的。你要是不愿意赔的话，那我就告吧。哼，夏大人，草民现在状告他讹诈。不行了，我要死了！老徒弟，你快烧张纸符告诉你师祖，他的小幼徒要被人打死了。是，师傅，徒弟这就烧。一缕青烟过后，天空突然风起云涌。哇靠，这么深！老天，来真的！神迹，神迹呀！哎呦，小白菜地里滑，2、3岁被人打呀！小师傅来撑腰啊！师傅，您快来吧！您再不来，爱徒死啦！夏有德心底颤了颤，这个会捉鬼、破阵、画符、念咒的小胖丫果然不简单。打我的人不是好人，他们勾结。小大师，有话好说，有话好说，我们赔10万8万，都行，您说个数。一口价20万两银钱。小大师啊，哎呦，你这坐地起价的本事还真是高啊！啊，坐地起价？对，于大老爷真聪明，我就是这么坐地起价。老徒弟别捣乱，为叔说20万就是20万，我们师门的人主打一个讲信用。小大师，您这明明是3根手指啊！20万，多的那根手指是他师祖的。我这个人虽然小，但说话一个唾沫一个钉，说20万就是20万，你多给我1两，我都会找还给你，真的，讲信用。小大师，您能不能别一口一个驴大爷呀？啊，我是姓吕，不是姓驴。好，吕大老爷，我还是个小娃娃，吐字不清。其实我知道你的驴是哪个驴的，你别跟我计较哈。爹，您跟他废什么话？你看看天，云都退了，风也停了，他刚刚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你看什么看呀？啊，快点赔钱！我们可没工夫跟你们在这瞎耗啊！你们要的是不是太多了呀？啊，我看小师傅的脸，用不了100两银钱就能治好啊！哎呦，我幼小的心灵啊，创伤了，一辈子也好不了了。我是我师父的掌中宝，小生他就看中我了，我长大了要跟他学仙术。你家这老闺女，她打了未来小神仙啊！师傅，耶，老徒弟，快上符！点符，燃烧，风起云涌。绿英谦心中猛地一跳，这师徒果然不简单。哟，师傅啊，您快看看您的小徒弟吧，还没长大就要被人欺负死了。小大师，我们吕家赔20万，1两不少。真的？真的，只是我们一时间没那么多现银，您多少宽限几天可行啊？可是不是20万呀，还有我师傅的10万。行，30万就30万，还请小师傅宽限几日。答应的这么痛快，你们不会跑了吧？吕英谦再咬牙，你也别老是咬牙了，当心把牙咬坏。我有个折中的办法，说出来看看，你看看中不中？您说。老徒弟，快回去收拾几件衣裳，咱们都到家里去等。这个主意中吧？你们筹钱这段时间，我们住在你府上，你们要管吃管住。我家跟人赔偿的问题是这样的，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不过分。那就好。还有老徒弟呀，有人管吃管住了，去叫上大黄狗，咱们一起去。师傅，还有我二徒弟。行啊，反正李大老爷家大业大，不差养几天你这么个小人。师傅比我还小。闭嘴，去把我大黄找回来。对了，你这2天是不是饿着他了？刚才我看见他肚子都瘪了。没有，绝对没有，是他太挑食了，我都把我最爱吃的给他了。哎呀，让！这时，人群后面传来吵嚷声，人群迅速分开一条道。只见大黄狗叼着一只烧鸡跑到乌鸦呀跟前，往地上一坐，前腿爬着烧鸡，张嘴咬掉了鸡头。乌鸦呀眼疾手快地上前抢了一条大鸡腿，张嘴就啃。师傅，别吃啊！那太香了，大黄你不仗义，弄了好吃的不给我。哎呦！追着大黄一路跑来的烧鸡店掌柜目瞪口呆，真是开了眼了，头一次看到跟狗抢食的人。你看着大黄干啥？可别说这烧鸡是大黄偷的。那倒不是，是你家这大黄狗给多了钱，我是来还钱的。夏大人，我的案子了了，你当其他的吧。学生这里只要吕家赔1000两黄金，就愿意撤销诉状。吕大老爷赔给学生的黄金，学生愿意悉数捐给府城慈安堂。刚想反驳的吕迎谦话到嘴边硬是说不出来了。他一向营造的是大善人形象，要是拒绝，岂不是之前的功夫都白费了？他暗暗看向陶凌云，一双眸子像淬了毒一般。陶凌云敏锐地察觉到了，往后退了一步，眼中染上几分恐惧。夏大人，要不学生就吃点亏，不用吕家赔了吧？这位公子，是我闺女不对，我们该赔。公子大义，吕某受教了。哪里，吕大老爷淑人君子，乐善好施，是西北府人学习的楷模。夏大人，实在不好意思啊，您看我们这……哼，既然那位公子和这小师傅，是小师傅，既然尔等在此达下私下和解，那么本官这里亦无他言。你等皆为我西北府之人，本官还是希望尔等能够和谐共处。和解甚好。陈大人，你的状子可撤否？不，我一定要告他，他殴打朝廷命官，必须严惩。在这里看了一场大戏，才明白为何陶家人那样难除。果然没一个省油的灯，今天想把陶儿拉下水是不可能了。不过不怕，离乡试还有几天，总会找到机会的。实在不行，还有乡试那天的。哼，到时夏有德想护，恐怕也没那个精力护了。还要陷害我二哥哥呢，嘿嘿，看你本事喽。学大小招不可能，有气又练1000年的本鸭子，小招只能在别人身上。哟，还打这个主意了，可惜呀。陶家父子听着乌鸦鸦的心声，心头齐齐一震。这些人为了陷害自家，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了。只是可惜什么？撒不叨叨了。怪不得将军不让属下出手，原来小小姐战斗力这么强。只是这天，将军，小小姐不会是观音座前的童子下凡吧？她是上天送给我们陶家的宝贝。安巡点头，可不怎么的，绝对是宝贝。陈大人，您这话可就说的不对了啊！来，大家伙给评评理，你们谁知道他是官员呀？不知道。西北府的官员我都说，这位陈大人面生得很呐。反正我是不认识，这位陈大人一来就偏听偏信，
我还以为他是吕家找来的托呢。哎呀，小顺子，你说怎么又出来闯祸了？快跟这位大人道歉，跟我回家。这时，一位老者挤进人群。这位大人，我家这小厮这儿有点那个，您不要跟他一般见识。管家说，我脑袋好得紧，这事我没错，我就是路见不平，拔拳相助而已。你这孩子咋就一根筋呢？就算你不知道这位大人是朝廷官员，那也不能随便就打人一拳呐！快跟大人认错道歉，大人他不是不讲理之人，会原谅你的。这话说的艺术，首先表明汪顺一根筋，脑袋不灵光，你跟傻子计较，你就是傻子。其次表明我不知道你是朝廷官员，你拿这说事就是不讲理。再次将罪变成了错，错了就认错，犯错又不等于犯罪，形势一下子微妙了起来。他皱眉看了老者一眼，觉得老者在给他挖坑，几句认怂的话，里面挖了3个大坑，坑坑都能把他埋了。这老东西真是人老成精。这位大人，您怎么这么看着老朽？老朽怕怕。行了，本官大人有大量，我告他了。真是憋屈死了。他气愤地转身朝夏佑德拱了拱手，一句话没说，甩袖离去。陈大人慢走，听说你们赶了一大早的路，你快回府衙休息吧。谢谢陈大人不追究小的，谢谢陈大人，小的感激不尽，日后一定3餐为您烧香祈福。他娘的，他又没死，烧什么香？哎呦，陈大人，您这怎么这么不小心？马大把，快送大人去医馆。是。快送到我们医馆，我们医馆离得近。吕家主，这位小师傅这位小师傅与您达成和解，本官见这小师傅人太小，能替他确认一二。你们这和解一共有2点，一是您要包吃包住，2是要赔他20万两，赔他师傅10万两，对吧？我吕某自然是讲诚信的，和解的条件我全部答应。那就好，师傅毕竟太小了，让人瞧着觉得可怜。哎呦，您瞧瞧这小脸。吕英谦垂眸冷笑，这是给他上眼药呢。这小脸，他妈的！今天这事就是一场误会，大家都散了吧。当乌鸦鸦带着2徒弟和一只大黄狗背着硕大的包袱站在吕家门前的时候，回府后，吕英谦身边的长随跟他们说，夏小七是夏有德的孙子，他马德，害得他跟老爷刚商量好的计划又改了28遍，还没改出个所以然来。这怪异的师徒组合上门了，真是要债的。嘿嘿，老管家，你的嘴怎么老抽抽？是不是要得掉线风啦？哇呀，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老徒弟，快给他贴张符，贴左脸，你看他左边抽抽的最严重。感谢小师傅，我好了。哎呦，老徒弟，你画符的本事越来越高了，一贴管家爷爷就好了。你这符有名字没？没有的话，为师给他取个就叫一贴灵吧。一贴灵，好名字，师傅。嘿，您真是取名高手啊！高手，我们可以进去了吗？可以，请。徒儿们上！你们不要缩手缩脚，咱们现在是债主。老管家，你家门槛太高了，我来回进出不方便，换个矮的行不？老管家，你不要随便咬牙，当心跟你家吕大爷一样咬碎牙。兴隆客栈，小弟，你明知道吕府不是善茬，怎么能答应丫丫独自去吕府呢？大哥，丫丫她不让跟着呀，她不让你们跟着，你们真就不管了？大哥，她也不是一个人呐，
不是还有他2个徒弟和1只老狗？他2个徒弟1只老狗，在魏显面前顶什么用？安巡，立刻去调4名武功高强的安卫过来，去吕府暗中保护小小姐。是。我去。大伯，不用了，小妹她的大徒弟曾是国师的弟子。哦，那个金钱竟曾经拜在国师门下。陶林晓将金钱的身世说了一下，主仆2人脸上皆一副无语之色。感情是被国师赶出师门的，自己小侄女捡了个人家不要的货，还要负责保这货的小命。去不去啊？严师傅，您先看着小泽，其他的事我们来办，等我们办不成再用您来出马，可以吗？好，办不成记得找我啊，我一定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好，严师傅最棒了。可是大伯，你要相信小妹，她自小力大无穷，不会吃亏的。大伯，父亲，你们就放心吧，小妹不会有事的，我也不会让小妹有事。我想现在吕府大概已经摸清了我们和夏大人之间的关系，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再说不是还有师傅罩着咱们吗？大伯，爹爹，我要回夏府授课了，之前我答应了夏大人，给他孙子们当临时夫子。快去吧。夏府，夏有德在书房里烦躁地来回踱步，直到陶林晓到来。夏大人，七公子，你还跟我客气什么？小丫丫就这样进吕府了，没事吧？应该问题不大，不是还有夏大人的孙子小七在吗？他吕家不看僧面也得看佛面吧？哼，吕英谦呐，就是个佛面蛇心，滑不溜秋的主，这么多年来我都动不了他，真是失败。夏大人，您先别急，终有一天他吕家也许会走灵山白家那条路。怎么，吕家也搞那个？夏大人，您最近大概有3件事要特别关注一下。这些都是您算出来的吗？我的道行哪有那么高啊，这些是我小妹她师傅托梦告诉我的。哦，吕府，贾师傅，您看这个院子怎么样？不行，这间院子与我八字不合。吕德才咬牙，嗨，老管家莫咬牙，当心咬碎了。不能，我的牙口可好了，不可能咬碎。那感情好，我不担心多余啦。几人又来到一个院子，乌鸦呀仍然摇头，原因五花八门，要么八字不合，要么克他身上的肉，要么格局冲他俩徒弟，要么克他家大黄。直到几人都气喘吁吁，乌鸦呀才指着眼前的院子说：就这个院子吧。这不行。为何？你家老爷不是说让我随便挑？我家老爷的一个贵客已经住进来了，总不能把人赶出去吧？他有我贵吗？他是京城来的道长。京城来的道长很贵吗？他值多少银钱？我可老贵了，我值20万两呢，身上还带着我师傅的10万两。他值多少万两？吕德才无语望天。老管家，你说呀，会说的。福生无量天尊。靠，师傅，他咋长得像大师兄口中的师祖？徒儿，我们素以文明为重，修得口出秽言，为师向来如何教诲你的？师傅，你啥时候教过我啊？闭嘴！是。没想到小胖妞居然是师傅啊！大友好。小友好。
老管家，你快说，京城的贵客到底多少贵？既然是贵客，自然是尊贵的。你的意思是我是低贱的？不，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凡事有个先来后到，客人已经住进去了，咱不好赶人家出来，是吧？老管家说的对，咱是文明人，得讲究先来后到。这样吧，我就纳。哎呦，我的小祖宗，那院子是我们老爷的。不是说让我挑，挑来挑去，我看上的不是你家老爷的，就是贵客的。你是不是就是在说我贱？吕德才抿了抿唇，心道：你有什么样，自己没点数吗？你怎么不说话？是不是在心里骂我？哪儿能啊，小大师，您可别咬牙，当心把牙咬碎了。我的牙是乳牙，咬碎了还能长出新的来。老管家，你的就不行了，咬碎了就碎了。你还在心里骂我？我三哥哥说，骂人者人何骂之？反正那处也不行，小大师再选一处。要不那儿吧？小大师啊，那也不行。这儿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说说，他到底为什么不行？那院子不吉利。这位校友，吕府院落较多，你大可选在别处，那里确实不吉呀。老管家，这位老道友，你们怕是不知道，我这个人吧，八字沾压邪，没邪没法活。那个院子好啊，简直是天生为我打造的，我就住那儿了。校友，要不要再仔细考虑一下？别的院子也都不错呀。不，你们都不要劝我了，我就要住那儿。严大师，您要不再劝劝小大师？我听我师傅的。我也听师傅的。你们真的要住那里？那要不我先带你们过去看看再说吧。快点。来到乌鸦鸦指的院子外，乌鸦鸦沿着院墙溜达了一圈，转回身看到跟在后面的老道士。咦，老道友，你跟着我们干嘛？贫道法号云清子，小友称贫道云清子就行。云道长，贫道要进去安排住宿，就不奉陪了。我就不进去了，待会儿我打发几个人来收拾一番。小大师，要不你们放下东西，先去用膳。你这锁原来没锁上啊？这院子平时很少有人来，挂个锁头应付一下。进来酒洒也好洒，这个打扫也方便一些。原来如此，把锁头给我吧，不用你们的人来打扫了，我们自己就行。行，午膳后我差人差些带些用品过来。午膳后，被乌鸦鸦指使着打扫房间的金钱和夏小七，一边打扫一边抱怨：师傅，就让老管家派人来打扫呗，干啥咱们自己扫啊？就是师傅，您看我们两个，一个老一个少，都不是干活的料啊。二师弟说的有理，师傅，要不……闭嘴！你们不是打扫的料，难道为师我是，还是大伙是？大黄狗听乌鸦鸦提到他，立即蹦跶过来，围着乌鸦鸦摇尾巴。去，一边去！我告诉你们，这院子只能我们打扫。为什么呀？小七，你举目四望，看看能看到什么？啊，对，二师弟，你没退鬼眼，看看这里有什么污秽之物啊？没什么特别之处啊。算了，等到晚上你再看吧。反正这院子普通人不太好进来，容易沾染污秽。乌鸦鸦背着手走进他的房间，这里是最先打扫的，已经打扫干净了。
他爬上床，往床上一躺，满足的喟叹：哎呀，好吃不如饺子，好受不如倒着呀。乌鸦呀正在做梦，他梦到了一个老头，手持拂尘，满头银发，道袍飘飘，一副仙风道骨的模样。老爷爷，你是谁？你怎么不说话？你别光笑呀！你不会是光会笑吧？死胖墩儿，有种你给我出来！娘的，给你脸了是吧？正舒服的倒着的师兄弟二人直奔乌鸦鸦的房间。我刚刚好像听到师父叫了一声。我也听到了，声音有点惨。死胖墩儿，给老娘滚出来！哼，你还敢住进我家，看老娘不揭了你的皮！突然觉得师父选的这个鬼院很好，要是其他院子，那疯婆娘现在砸的就是他们房间的门了。死胖墩儿，小贱人，你大爷的！有种你给我开门，开门！你他娘的给本座闭嘴！死胖墩儿，给老娘开门，开门！你再不开门，老娘就来人动门！给为师搬张椅子来。是，师父请上座。老徒弟开门。好嘞，尔等何事争吵啊？啊？难道不知我师父是你们吕府尊贵的客人吗？在大院门口大吵大叫啊，扰到我师父练功了，该当何罪？你个死胖墩儿，不要以为装神弄鬼老娘就怕了你了！你给我滚出来！不待他骂完，突然砰的一声响，吕娇娇一把捂住了嘴。我的牙！师父，您瞄的可真准。闭嘴！你，是不是你打掉我的半截牙？吕大小姐，我不知道你说什么，请你来人前先讲讲证据。是你，就是你！难道不是你骂人骂多了，你的牙听得不耐烦了，自行了断？放你娘的屁！看看，这就是证据，你用的凶器。呦，老徒弟，为师的眼让他打瞎了一只，剩下一只眼不好用，看不清。你能看出那是什么玩意儿不？回师父，离得远看不见。炒豆子是一粒炒豆子！哼，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们这些小门小户的人家买不起零嘴，就是炒这种豆子给小孩抓着吃。哪有？肯定是你吃光了，就剩这一粒。好吧，你说的好有道理的样子。哼，那你就是承认了。承认个屁！你就凭小编一粒豆就想冤枉我？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你拿着物证去告我呀？你看看官老爷们信不信？你们是不是看到他扔豆子了？我看到了，就是他扔的炒豆子。你确定你看到是我扔的？确定就是你？那也没有。乌鸦呀摊摊手，往后一移。哎呦！奈何人太小，倚了个仰倒，两条小胖腿翘了起来。这么严肃的场合，这么气急败坏的主子，这婆子当真活腻味了。果然是活腻味了，直接挨了吕娇娇一巴掌。大小姐饶命，老奴不是笑你，是笑他。你明明是在笑你主子断了牙。不是，我就是在笑你，两腿朝天。你还有什么好说的？现在人证物证齐了。大小姐，不懂律法就去学，别在这丢人啦。自己人不自证，懂不？我俩徒弟还说刚刚你打了我呢。对，我看到你刚刚打了我师父。我也看到了。胡说八道！这个院子，给我上，打，我撕力打。丫鬟婆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似乎不敢进门。给我上啊！大白天的，怕什么？哼，
在我的地盘上我做主，你不是说我打你吗？老娘就真打你，你能怎么地？乌鸦鸦大叫一声：“是，师傅，马上。”话音未落，手中的符篆已经开始冒烟了。刚迈进门槛的丫鬟婆子猛地顿住脚步，惊恐地咽着口水：“娘娘个屁！”光觉得对方一个大人俩小孩好对付，忘了上午的传说了。八卦在婆子们中间永远是流传最快的。上午他们老爷小姐尚未回府，府中已经开始流传老爷小姐的经历，越传越神乎。孽女，孽女呀！爹，你骂我干啥？您看看，我的牙都被他打断了。小大师，老夫管教不严，给您添麻烦了。不麻烦，一点不麻烦。我喜欢热闹，我两个徒弟也喜欢热闹。你看他们像跳大神的，老天爷爷也来凑热闹，他看着很高兴。此刻天空乌云密布，比上午有过之而无不及。老天爷爷还说，自己的孩子管教不好的话，有的是外人帮你教导，只不过到时候教成啥样就不知道了。或许头破血流，或许断手断脚，或许去阎王殿里喝喝茶什么的。爹，你干啥打我？干啥打你？你看看你啊，这么大人了，成天的闯祸惹祸，你能不能消停消停啊？我怎么惹事了？今天不是你让我出去的，说我出去能碰上好姻缘，我出去了，也看到喜欢的男子了，可是他就不是一个省油的灯，还有这个死胖子，他就是个灾星。要不是他，我上午怎么能那么丢人？爹，你快让人揍他！他现在在我们家里，是死是活我们说了算。爹，你怎么又打我？怎么又打你？你自己心里没数吗？啊？还不赶紧把小姐带回去？都杵在那发什么呆呢？啊？是，老爷。哎，等等！哟，小大师啊，他从小被老夫宠坏了，有得罪的地方，还请您老人家多多原谅啊。他刚刚骂我了，你一句话就想让我原谅他，那不行。快，赶紧给小大师道歉。我不。看在你爹的份上，你道歉我勉强接受。你真的不道歉？不，我就不！这个小死胖墩，小贱！哼，很好。小大师，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啊！我这闺女她脑袋不好使，您要不福寿无量天尊。既然吕家主一直称小友为大师，那贫道也这样称呼一声吧。小大师，世人常说得饶人处且饶人，还希望小大师看在贫道的面子上，此事呢就到此为止吧。骗！感情被骂的不是你是吧？我堂堂一个大门主，被一个泼妇指着鼻子骂，我不要面子吗？往后让我如何在一众弟子面前立威信？再说了，我跟你很熟吗？你在我这有什么面子？真是，要么他下跪磕头道歉，要么……你个黄毛小孩，不知天高地厚，简直是孺子不可教也。哼，我有我爹我娘教就行了，他们把我教得很好，用不着你这京城贵人多管闲事。你老贫道懒得跟你计较。小大师，您说要怎么样啊？要么让本门主骂回去。你说你要不要磕头道歉？吕娇娇被春信捂着嘴，只能呜呜两声。放开他！想让我跪地磕头道歉，做梦！很好，骂得好呀，老徒弟，符箓、火折子。大师兄，快，师父要亲自烧符了！夏小七眼里闪着兴奋的光芒，他要跟师父好好学画符，哈哈哈！到
到时候看谁不顺眼，烧一张符呛死的。不可，不可呀！一道闪电凌空劈下，吕娇娇的身上冒着黑烟。金钱化的肺符怎么可能引发天地异象，更不要说天雷。这种种只是他趁人不备做了点小弊而已。就像方才他从空间中取出一粒万年灵参的种子，弹到了吕娇娇身上。万年灵参的种子极小，跟芝麻粒大小差不多，却不是凡界之物，因此引来天雷抹除。吕娇娇不止刁蛮任性，飞扬跋扈，身上竟然背负了人命。吕府小丫头，你叫什么呀？我没叫啊。我是问你叫什么名字。哦，你还用问吗？这么长时间了，你们还没查出来吗？不会吧，吕大老爷能掌这么大家业，难道这件小事都查不出来？恐怕现在把我祖宗18代都查一遍了吧。话说我对我的祖宗18代也不太了解，你们能说说吗？你家祖宗什么样？你回你们陶家村祠堂一看便知。贫道是问你，你师门何处？道号名谁？师傅是谁？师傅，刚开始我还觉得他像我师祖，现在一点也不像了，像是个要吃人的大魔头。小气的眼光越发毒辣了，请你温柔点儿，吓到我的爱徒了。你听好了，本座是食神门门主，道号没有，大名和小名倒是皆全。食神门，老徒弟，给他介绍介绍咱师门。贫道师门为食神门，历史悠久，其创立时间可以追溯到天地初开之际。我们的师尊太白仙尊，他也是一位厨艺界的传奇人物啊。我们干厨子的还能画符。我们师尊是一位仙界传奇人物啊。说咱就行。好，我们食神门到这一代，师傅，到我师傅这一代是第109999代掌门，我今前食神门第11万代首席大弟子，他夏飞玉啊，对，夏飞玉是第11万代二弟子。我们食神门的业务包括降妖除魔、驱邪捉鬼、奇门八卦、相面算命、风水堪舆、画符炼丹。打住，别吹了。吕云谦看了一眼陷入迷惑的云清子，又看看院中间的师徒3人。是了，陶家能放心他住进吕府，定是知晓他的本事，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发现自己所做之事。他突然有种请神容易送神难的感觉。晚膳，师傅，吕府那么多厨子，为啥不像午膳那样让他们送过来啊？你不怕他们下毒啊？师傅还怕他们下毒吗？什么毒能瞒过您的眼睛啊？你师傅我是人，不是神。切，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老徒弟，先把排骨放取米，2碗，快点，我说你做。晚上我们还有大活要干呢。师傅，其实我们可以叫个厨子过来，看着他做。夏小七，就你心眼多，我偏不。赶紧的，一边摘菜，一边给你大师兄烧火。啊，师傅，我不会烧火。不会烧学，谁生下来什么都会吗？为师跟你们说，午膳吃的你们师傅我反胃，吕府的厨子不行，好东西都让他们做的可惜了，色香味都不对。自来了府城，为师我一顿可口的饭也没有吃过，今天晚上要好好吃一顿。我跟你们说，你们可要好好学，这手艺一般人为师我是不会传的。学了这门手艺，你们可以不用，但万一哪天没饭吃，
也不至于挨饿。是，师傅说的对。鬼院里传出阵阵香气，让在院墙外准备看笑话的人肚子咕咕叫得更欢了。师傅，我终于吃到在咱们家时候的那个味道了。这排骨色不够软烂，火候差了点，略微咸了。不过第一次能做成这样，老徒弟在厨艺方面也算是有一定天赋。谢谢师傅夸奖，徒儿一定会努力的。小七，说说你的感受。好吃，真好吃，真好吃！嘿嘿，师傅，您的小衣兜兜里怎么能装这么多东西啊？我的衣兜是师门秘密，达不到为师的要求，无权知晓。吕府主院，老爷，鬼院那边怎么样了？老爷，您是不知道，鬼院那边阵阵飘香，现在院墙外的人越来越多。你是说他们真的会做饭？他们岂止是会做，就是咱府上和酒楼的厨子都做不出那香味儿。